冀州黑山市黑山石第16中学高3 11班的教室里，班主任徐明狠狠敲了敲黑板，说道：“听好了，等一会你们的转职仪式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最后重复一遍，如果觉醒职业是战士，那么恭喜你，你这辈子衣食无忧了。如果出现了2转的稀有职业，那么你就会成为各大公司的香饽饽，以后说不定我们能从电视上看到你。”下面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徐老师的话他们已经听了无数遍了。陆成双呆呆地看着讲台，一旁的好友杨瑞使劲戳了戳他：“哎，陆成双，陆成双啊！”陆成双如梦初醒一般看着周围的景物，这是穿越了。他上一秒还坐在游戏公司里写代码的呢，下一秒就来到了这个跟蓝星十分相似的平行世界，成为了这个跟自己同名同姓的少年。这个世界已经跟副本融合，城市之外的荒野上满是魔物，还有无数副本。年满18岁的人类都有一次觉醒的机会，一旦觉醒成为猎人，就能与各种副本中的魔物作战，守护人类，并且赚取大量的金钱。在猎人里面，战士才是最强最受欢迎的，其次是射手和盗贼，法师什么的只能成为辅助职业。这一点跟陆成双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在他来的那个世界，法师才是 YYDS， 不然互联网上怎么会有那么多职业法师？徐明继续说道：“转职成功率只有 50%， 没有成功的同学也不要气馁，可以继续参加高考。当然那些觉醒了法师之类职业的同学，也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同学们告诉我。”台下的同学齐声回答：“高考。”对了，觉醒了法师类职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高考，因为这种职业的需求量很小，只有超大型公司才会养这么几个，但最终下了副本也是给战士们打下手的，完全没有能力单独升级。为了你们的未来，请牢记我刚才说过的话。杨瑞小声问道：“陆成双，万一转职失败，你打算去考哪个大学？”“我应该会直接工作吧，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读大学我家里供不起啊。”以陆成双的成绩，至少能够上江都大学的，但是家里经济压力太大。他的父亲陆杰也是一名猎人，但是前几年下副本的时候失踪了，家里断了收入来源，妈妈只能一个人打工养活他和妹妹。原主最大的梦想就是像父亲一样成为猎人，缓解妈妈的压力。当然了，如果真的不成，他也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哎，你这个成绩可惜了，本来至少可以上得江大的。杨瑞叹了口气，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膀。现在工作也不好找，不如这样吧，实在不行你来我家店里打工吧，我跟爸妈说一声。谢谢你，兄弟。杨瑞家里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生意还算不错，凭借父亲的一手意大利肉酱面，在黑山市的必吃榜上常年排前5。两人从小学就在一个班里，关系很好。如果能在他的店里工作，至少生活费是不用愁了。就在陆成双思考前途的时候，喇叭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广播：“请所有高3学生到操场集合，准备专职。”徐明挥了挥手：“出发！”整个高3 800多个学生都聚集到了操场上。操场的正中间有一个法阵，上面悬浮着一颗巨大镜子。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东西都会自动出现在各个学校里，暂时还没人解释得清楚这东西是怎么来的。流程也十分简单，只要把手放在镜子上，成功之后镜子里就会显示出职业，不成功就不会有任何反应。话说，陆成双，你打算成为什么职业啊？陆成双干笑了2声，现在说了有啥用？又不是我想成为就能成的。旁边的同学一听，马上附和道：“就是，又不是比成绩，成绩再好转职不成功的也大有人在。我觉得陆成双还是去高考吧，你这个小身体就算觉醒了也下不了副本，就是到时候也没有公司愿意收你，还是一样的高考。”一听有人诋毁自己的兄弟，杨瑞不乐意了：“闭嘴你们几个，我跟陆成双说话有你们什么事儿？”杨瑞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他说闭嘴那些人就只能乖乖闭嘴。这时候有人一声惊呼：“快看，是实验班的思念！”只见一个银发少女站在场地的中央，手中拿着一枚火红色的符文，那个是定向觉醒符文。我操，这东西我只在书里见过，不愧是思家，底蕴也太深厚了吧！极度使我面目全非。定向觉醒符文可以100%保证使用者觉醒为猎人，并且能够最大程度的让觉醒职业契合使用者的心愿。噩梦级副本有概率掉落的东西非常稀有，但是对于已经觉醒了的猎人来说毫无用处。这东西在淘宝上卖1500万一个，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思念捏碎手里的符文，然后触摸了镜子，一阵耀眼的荧光闪过，法阵里瞬间被冰晶凝结，镜中出现思念的职业、人物、思念、职业、战士。又是一阵荧光闪过，战士的后面出现了一行小字：职业、战士、冰霜武者，2度觉醒。
思念竟然2度觉醒了！死！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吸了一口气。校长王月满意的点了点头。冰霜武者应该是冰系战士，非常稀有。黑山16中今年出了一个龙国顶尖的人才。学校老师已经对剩下的觉醒仪式失去了兴趣，开始纷纷讨论起了思念的去向。下一位，高31班陆成霜。杨瑞拍了拍自己的好兄弟，老陆加油啊！就算不成也别灰心。陆成霜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吞了下口水，硬着头皮站在了镜子面前。刚一抬手，脑子里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电子音，叮！检测到宿主即将进行觉醒仪式，全能法师系统现在开始绑定。筒子，是筒子。第2章召唤师咒术师双职业觉醒，叮！绑定成功。宿主获得被动技能法力亲和，宿主100%觉醒法师类职业，并将有50%的概率进行2度觉醒。博学者，宿主将会有50%的概率觉醒第2职业，宿主的学习能力 X10，施法效果 X2。请让这个世界无知的人类们了解法师的强大吧。陆成霜心中一紧，这特么泼天的富贵终于也轮到自己了。他把手缓缓地伸向眼前的镜子，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还未触碰到镜子的时候，光芒就已经从里面照射了出来。台上的那些老师们还在讨论思念的去处。说到近几年的形势，校长王君胜不由得一声叹息。黑山市第16中学原本是省重点中学，但是由于近几年隔壁的5中和2中人才辈出，相比之下，上一届毕业生里只有45人觉醒成为了战士，而且没有一个出现特殊职业。再这么下去的话，他们就要被踢出重点中学的。这个后果十分严重，一旦这个情况发生，政府的资源投入就会大量减少。突然，镜子前发出一道耀眼的荧光，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直视。这个反应要比刚才思念的还要大不少。看台上的人爆发出一阵惊呼，这是哪个班的？高31班的陆成霜，徐老师，你们班要出人才了呀！看镜子的反应，这绝对是个战士，说不定还会有2度觉醒。我靠，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啊！16中这是要发达了。可是众人还没高兴多久，镜子里的光芒就变成了绿色。看到这种情况，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绿光，这是法师类职业吧？错不了，绿光100%是法术类职业。哎，算了，白高兴了一场。光芒里，陆成霜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异世界力量灌注到了他的身体里，紧接光芒变成了黑紫色。轰的一声，一条巨大的光柱直冲云霄。是异象，可惜了，如果是个战士类职业的话，说不定会是龙国政府重点培养的对象。这种程度的觉醒智慧值一定不会低，说不定走理论研究方向会是个不错的选择。辽省的公立图书馆里常年缺助理，不如我们写个推荐信让这孩子去吧，好歹也算是个事业单位呢。光芒渐渐褪去，镜子里出现了一行字：人物陆成霜，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职业咒术师。恭喜宿主转职成功，宿主获得召唤师技能1级峡谷召唤术，可召唤1只峡谷生物为宿主作战，受博学者影响，宿主将可以一次性召唤2只峡谷生物。宿主获得咒术师技能献祭1级，召唤凡界火焰燃烧目标肉体，每秒基础伤害 15x， 召唤师等级持续1分钟，受博学者影响，每秒期出伤害为30，持续1分钟。陆成霜仔细阅读着面板上面的技能，完全没有在意周围人表情。你看到了吗？陆成霜是个双职业觉醒者，而且主职业还有2度觉醒，100年难得的奇才啊！这是有卵用，2个职业都是法术类的，充其量就是个进事业单位的份儿，没有大公司做背书连升级都困难，更不用说下副本了。好可惜啊，这么高的天赋能力，结果觉醒了2个职业都是法师。哈哈，最起码不用去餐馆当人肉刷碗机了，不是吗？这不比在丁胖子广场当挂逼强？真搞笑，神级觉醒者去事业单位当助理，哈哈，还不如不要觉醒呢。都闭嘴，你们懂个屁！杨瑞极力地维护着自己的好兄弟，可是也没法堵住所有人的嘴。台上的老师们则是一副懊悔的神情，为啥不来个战士啊？但是校长王君胜明白，现在的陆成霜恐怕比自己难受得多，于是他赶紧跑了过来，笑眯眯地跟陆成霜握手。陆同学，恭喜你觉醒成功，你这天赋实在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即便是法师也不要气馁，学校会给你写推荐信的，让你去最好的事业单位，钱虽然没有猎人这么多，但是安全，而且福利好，上班也没这么累。王君胜说这番话的时候非常小心，生怕刺激到这个孩子。但是陆成霜抬头笑了笑，没事，王校长，我觉得这个法术类职业挺好的。他这个态度让王君胜更加担心了。
现在他宁愿看着陆成双大哭一场，把情绪都发泄出来。他下台之后，仪式继续。杨瑞迫不及待地问道：“兄弟，召唤师超级稀有的啊，等会让我看看呗，到底能召唤出什么东西啊？如果搞个魅魔什么的，就最好了。这个家伙满脑子就是这些东西。不过，如果可能的话，陆成双也希望能召唤长腿大御姐。召唤师什么的，不也是法师类吗？就是，我看还不如法师呢。下副本的时候，法师能加个罩子，偶尔还能贡献一点点输出能力。牧师能群体加血能复活，虽然都很鸡肋，但是对于某些大公司来说，人还是有点用处的。你这个召唤师完全就是垃圾职业。就是啊，再神有个屁用啊！副本里的普通小怪一刀就能给你秒了，完全就是个累赘。这个世界的法师类职业对精神力消耗极大，普通的魔力药水都是稀有道具，而且每次下副本的时候有使用限制，基本上2-3个法术之后，法师就成为一个废人，占用一个副本名额，还特别容易成为怪物的攻击目标。陆成双根本懒得跟他们辩驳。仪式结束之后，2个人就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公园里。召唤，陆成双心中默念了一下，一阵红光闪过，眼前出现了2只比金毛稍微大那么一些的甲壳类生物。杨瑞一脸惊讶，他努力憋住让自己不笑。这是什么？大号土鳖吗？但是一旁的陆成双却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眼前的面板。第3章，逆天的迅捷蟹。迅捷蟹，攻击力 30x 召唤师等级，生命值1000，敏捷20，精神20，耐力20。装备 NA， 被动狂热者光环，半径15米内己方队友召唤物攻击力正 10%， 并附带真实伤害效果。被动渴求者光环，半径15米范围内己方队友召唤物每秒恢复 4% 地法力值。死！陆成双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数据有点可怕，初始的攻击力就有30，单体攻击最高的盗贼攻击力也只有20左右，加上1级的装备也到不了30啊。关键是这血量已经达到了1级圣骑士的血量了，关键是这2个光环，这东西才是迅捷蟹的精髓，一个真实伤害，无视任何防御。有了这个东西的加持，再肉的战士也是个脆皮，关键还是个团队技能，这就相当于整个团队里人人吕布。更为逆天的就是第2个渴求者光环，这不就是法师移动的奶瓶吗？只要迅捷蟹还活着，光环就会一直存在。面对一个法力无限的法师，请问阁下该如何应对？陆成双一边看着面板，一边发出痴汉般的笑声。哎，兄弟，你别光顾着一个人看啊，跟我讲讲呗，到底是啥能力啊？刚才杨瑞也觉醒了，是个普通战士，不过这对他来讲已经够了。事实上，家里不太希望他觉醒，更希望他能够完成学业，然后找个班好好上。反正餐馆的生意也好，钱是不缺的。不过杨瑞这小子一直就喜欢冒险，185的身高，天生肌肉健硕，所有看见过他的老师都觉得他就是天生的战士胚子。如今终于算是得偿所愿了，终于可以跟好兄弟一起下副本了。陆双成听闻他的话，神秘一笑，具体能力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反正这东西挺厉害的，那天跟我一起下一次副本，亲自感受一下吧。杨瑞勾住了好兄弟的脖子，我都已经等不及了，明天咱们一起去猎人协会登记吧。每个觉醒者都要去猎人协会登记，才能成为真正的猎人，拿着猎人协会颁发的徽章，他们才能下副本或者去城外的荒野里练级。另外一些公共资源，比如竞技场、战场、拍卖行也会向他们开放。回家以后，陆成双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里人。妈妈松了口气，法师好啊，法师可以继续考学，也可以直接去事业单位上班，路还是很宽的，别气馁。他狠狠拍了拍陆成双的后背。王美华知道儿子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成为猎人，找回自己那个失踪多年的老爸。他害怕儿子为了这件事情受打击。没事，孩子事业单位的资源多，说不定你能找到关于你爸的线索呢。知道了妈，你别担心，爸爸失踪也不是1-2天了，我会沉下心来慢慢找的。你妹妹快回来了，妈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庆祝一下，妈给你们做2道硬菜，我也来帮忙吧。陆成双在另外一个世界练就了一身精湛的厨艺，原本是为了发朋友圈泡妞用的，但是来到这个世界后，他看到了原主的记忆，也算是为原主尽一份孝心吧。忙活了1个半小时，一顿晚餐终于上桌，妹妹陆双也回来了。哇，今天好丰盛啊！小双，快过来，你哥哥今天觉醒成功了，咱们好好庆祝一下。陆双蹦蹦跳跳的坐在了陆成双的身边。臭老哥，要成为猎人了吗？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成为猎人。妈妈一脸尴尬，赶紧出来打岔说道：你哥哥觉醒的是法师，恐怕没机会成为猎人，不过工作不成问题了，不想工作也可以去参加高考，成绩要得很低，去个清北肯定是没问题的。陆双的表情闪过些许失望，
不过马上又恢复了笑容。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马上就上高中了，到时候我觉醒个战士就好了。陆成双笑了，他摸着陆双的脑袋说道：哈哈，我们家双双真棒，但是觉醒什么职业是人力不可控的，而且谁告诉你法师不能下副本的？哎，可是大家都这么说，别听他们的。妈，我正好今天要跟您商量个事儿，明天一早我想跟杨瑞去猎人协会办个执照。原本还挺开心的母亲一下子面色凝重了下来。成成，这个猎人你是非当不可吗？你爸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万一你去了再有个三长两短。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她真的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家人了。陆成双摸着妈妈的手说道：妈，你别担心，我不去危险的副本，就去城郊区域练练级，稍微上一点等级，未来考编还是考大学都会很有帮助的。妈妈还是有些迟疑。哎呀妈，就算我真的想去，哪个队伍会带个法师啊？这个确实，法师这种职业，除了超级大的公司会有这么一两个之外，底层绝对不会有队伍带的，甚至协会都几乎不会给法师发执照。听了这话，妈妈稍微安心一些了。好，好，那你要答应妈，绝对不能去副本，绝对不能去危险的地方。行，妈，我答应你。晚饭过后，陆成双回到了房间，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召唤，呼的一下，两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打开了自己的面板，人物陆成双，等级1，召唤师峡谷霸主，咒术师，体力10，耐力10，智力15，精神20，敏捷8，生命值200，法力值600，召唤空间2/5。有了渴求者光环的加持，法力值这项可以不用看了，但是血量太低了，现在下副本随便一个小怪摸一下就死了，这就是法师类职业的痛点吧。初期法力值跟不上，下副本药水还有限制，下饵大皮薄，真一摸就死。除此之外，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技能书几乎找不到，就算真的升级了，也没地方去学新技能。第4章地级猎人，先凑合一下吧。技能书是全职业通用的，哪个职业拿到就会学习哪种技能。这是副本里随机掉落的稀有道具，谁会蠢到拿去给法师学习技能？除非不差钱的大公司有意要培养这么一两个法师当辅助用的。没办法，这个世界里战士才是版本答案。第二天上午，杨瑞如约来到了陆家，开着他新买的凯迪拉克 CT5，拉上陆成双往猎人协会进发。一路上杨瑞很开心，终于能实现小时候的约定了。反正咱们只要能拿到 C 级以上执照，就算是万事大吉了，这样就能去官方控制低级副本了。杨瑞这话说得很谦虚，其实他是为了照顾陆成双的情绪。以他的实力拿到 B 级执照应该不是问题，但是你可是2度觉醒者，而且还是双职业，又都是稀有职业，我觉得你高低的是个 B 级。陆成双干笑了一声，哈哈，借你吉言了兄弟。其实从心里，陆成双对自己的猎人评级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拿个高级执照，国家给的福利政策也好，各大公司给出的签约奖金足够他给一家人在黑山市买一个好房子。正在想着，车辆缓缓地停在了协会门口。此时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颁发执照要经过一些简单的手续。两个人各领了一张表格，坐在等候区填写了起来。接待员看到杨瑞的表格时，微笑着给他指引。战士类职业，跟着1号引导员排队过去测试吧。杨瑞对着好兄弟笑了笑，我先过去了，等会见。等会见。陆成双递上了自己的表格，接待员瞪大了眼睛，你是法师类职业？没错。你确定要进行资质认定吗？很有可能通不过哦。陆成双笑了笑，不试试怎么知道？小伙子，不是我打击你，去年一整年过来登记的法师类觉醒者，只有2个人拿到了执照，还是最低级地级执照。什么嘛，这不是还有2个人吗？我以为完全没有呢。工作人员叹了口气说道，我要提醒你一下，认定仪式每个人3年内只能参加1次，如果失败了，下次要等3年以后，清楚了吗？陆成双点了点头，清楚了。跟随6号引导员去进行测试吧。来到测试大厅，陆成双才不由得感叹，法师果然是个冷门的不能再冷门的职业。整个大厅里就他一个人，根本不需要排队。他环顾了一下周围，陆成双，直接进来吧，没人排队。广播了一个声音响起，陆成双推开了大门，走到了房间里，周围几个穿着法袍的年长者围坐在一起，和善地对他招了招手，来，别紧张，过来坐下。陆成双按照吩咐坐在了房间中间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其中一个年长者把一块水晶递给了他，拿好这个，然后脑子放空，尽量什么也别想。这个流程他在高中课本里学过，所有职业都一样，水晶会让觉醒者脑中看到一系列画面，最终一旁的仪器
会出一个鉴定结果和执照等级。陆成双只觉得身体一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他拽入了异度空间，接着就看着他自己坐在一辆玛莎拉蒂总裁里，大手一挥，无数迅捷蟹朝着副本里一个不知名的 BOSS 涌去。虽然看不出等级，但是从气势和体型判断，应该是世界 BOSS 级别的。只见他口吐烈焰，扭动着巨大的身躯，手中的大刀不停地朝着地面挥砍。但是不一会，迅捷蟹就像蚂蚁一样爬满了他的全身，不断啃食着他的血肉。BOSS 很快就支撑不住，一声悲鸣倒在了地上。接着齐硕睁开了眼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场面实在是太震撼了，这下评级应该妥了吧？他回头看了一下，那几个人凑在一起，正在对着屏幕看数据，一边看一边商量。魔能反应已经超出仪器测量的最高标准了，但是其他的数值很低。2度觉醒，而且是双职业者，并且主职业还是唯一，放眼全球也没出过这样的案例。我觉得至少应该给个 A 级吧。一听级别，陆成双心里一下激动了起来。果然系统承不起我，一下子就能走上职业巅峰了，就像另一个世界里小说写的那样。但是这时候另外一个人摇了摇头，秦教授，魔能只能代表这个职业的潜在强度，现在这个行情法师怎么成长起来都是问题， A 级太高了。我同意王主任的意见， A 级就直接进入龙国的人才库了。你让一个法师进入人才库，这不是搞笑吗？除了能当辅助放2个技能，法师做不了任何事情。我觉得不该给过，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应该着重培养像思念那样的人才。老者轻轻咳嗽了一下，说道，王主任，能有更多的法师通过认定，咱们法师协会也能拿到更多官方补贴，不是吗？这一句话仿佛点醒了王主任，他马上点了点头。我觉得给 A 级确实过分了，不过也不该直接否了，按最低级别处理吧。滋啦，机器一阵闪动，一张认定书被装在了信封里，递到陆成双手上。恭喜你小伙子，通过了猎人认定，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正式的猎人了。陆成双松了口气，谢谢各位老师。他深深的一鞠躬，走出了测试大厅。陆成双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想要看看自己的登记。广播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下一位，苗万万。陆成双回头看了一眼，一个身材高挑、黑发梳成麻花辫的背影走了进去，看得太入神，没注意前方的柱子，哐的一声撞了上去，手里的认定报告掉落在了地上。他一看，D 级猎人，刚刚算是踏入了猎人的门槛，不过想要下副本至少要 C 级执照。陆成双有些许失望，叹了口气，把认定书捡了起来，放入了储物空间。不过好在他算是通过了，算是个不错的开始。第5章，成交刷怪开始。出了测试大厅以后，陆成双看到远处的杨瑞，不出所料，杨瑞得到了 B 级猎人的认定书。刚走出测试大厅，就有一大公司 HR 围了上去。你好，考虑加入我们天启集团吗？我们公司资源丰富，可以为您量身定制培养方案。来我们德佑副本吧，大公司你真的没什么机会，我们公司会把你当主力培养的。这时候有个男人挤进了人群，那个人梳着整齐的短发，穿着一件红色的机车夹克，腰间别着一把长刀，从装束上来看，应该是战士里的稀有职业刀客。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众人看到他以后，马上闪出了一片空地。是慕云兰，皇朝集团的首席战士，龙国的 S 级猎人。我的天，他怎么亲自来这里了？那还用说，他是来抢人的。他走到了杨瑞的面前，伸出了手。你好，我是慕云兰，你刚才的测试数据我看了，我们皇朝集团对你很感兴趣，请问杨先生是否有意要加入我们？慕云兰是杨瑞的偶像，陆成双知道这个小子上了初中开始就一直喜欢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他这样的传奇猎人。B 级对于一个菜鸟猎人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评定了，只要下几次副本，完成协会的任务之后，他的评定很快就能升到 A 级。现在光明的前途已经放在了他的面前。杨瑞激动的全身发抖，但是很快他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慕云先生，你是我的偶像，感谢你看中我，我想问问能不能带着我的好朋友陆成双一起？我跟他有过约定。不远处，陆成双闻言被感动到了，在平行世界里他没有这么仗义的兄弟。慕云兰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陆成双，启用探查技能，他的属性面板出现在了慕云兰的面前。人物陆成双，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等级1，评定 D 级，生命值200，法力值600。看到是法师类职业之后，慕云兰就已经有了答案。尽管是个特别稀有的职业，但是弱就是弱，根本不值得公司花成本去培养。不过为了2个年轻人的面子，他还是看了一会才开口说道，实在对不起，法师类职业我们今年不打算签，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我一个人无能为力。
是吗？杨瑞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去，能看得出来他是个极为看重约定的人，他是真心想跟好朋友一起下副本。我很欣赏你，也尊重你们之间的约定，杨先生，我会尊重你的选择。还选什么呀，杨瑞？暮云大神不是你的偶像吗？签了吧，还犹豫什么？陆成双笑着说道。可是，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签了吧，很快我们会在副本里相见的。说完，陆成双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不许食言！杨瑞朝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周围的人群传来了一阵唏嘘。哎，这个孩子恐怕这辈子下不了副本了，可不是吗？真可怜。说啥呢？有啥可怜的？他好歹也是个地级猎人，去个事业单位应该没问题了。事实证明，法师再稀有也是个废柴。就是说，从副本降临开始就没出现过一个高阶法师。胡说八道！法师的厉害，你们根本就不懂。一个女生从陆成双的身后传来，他回头一看，是刚才擦肩而过的那个女生，这回算是看到正脸了，真惊艳。相比校花思念来讲，她就如同一团烈焰一般。是苗万万，黑山市苗家的千金，她也觉醒了法师。我的天，苗家完了！众人议论纷纷。远处，思念拿着皇朝集团的合同，他的认定书一角露出了一个大大的 A。看着陆成双的背影，他的眼神闪过一丝落寞。其实陆成双此时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他内心激动，给妈妈发了个消息，汇报了喜讯之后，就来到了城郊。这里生活的都是些被削弱的怪物，跟城市之间也有一层屏障隔绝，算是个安全的练级区域。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很少，因为大部分战士、射手全部都会去协会控制的副本练级。城郊的作用对他们来说相对鸡肋。陆成双深吸一口气，召唤。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响起一阵电子音，叮！恭喜宿主完成觉醒任务，已符合奖励发放条件，将对宿主技能进行强化。技能强化已完成，宿主获得召唤增幅技能，宿主获得灵魂绑定技能，宿主获得经验增幅能力。陆成双激动地深吸一口气，他赶紧打开人物面板。人物陆成双，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为1，职业咒术师，等级1，生命值300，法力值600，装备 NA， 召唤增幅被动，召唤空间扩容1倍，经验增幅被动 20% 的概率获得经验暴击效果，将获得的经验值提升 150% 至 200%。 灵魂绑定，制作一枚灵魂石，绑定指定对象，当对象阵亡时可使用灵魂石复活，同一时间只能制作一枚灵魂石。基础人物属性没有变化，增加了2个被动1个主动，这3个技能都够逆天的。其中灵魂绑定是咒术师技能，召唤增幅是召唤师技能，而经验增幅是本源技能。这样看来，他的升级速度将会大幅增加，而且即便是死了也会原地复活，大大提升了脆皮的容错率。下副本的时候会是个非常实用的技能。而且2只迅捷蟹的攻击力本来就不低，怪物的仇恨会被牢牢地拉在他们的身上，除非遇到了 PVP 的情况。于是陆成双马上发动了灵魂绑定，先给自己上个保险。召唤，召唤！10只迅捷蟹招满，他在脑子里发布了指令，蟹群朝着不同的方向四散开来。迅捷蟹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咯啦咯啦的声音。第6章，速度奇快，不用等天黑了。很周围的地图显示在了陆成双的面板上。原来召唤物可以跟召唤师分享视野，以后下副本探图会变得非常方便。一会的功夫就传来了通知，发现中立野怪、瘟疫流浪猫，是否攻击？是。嗖的一声，迅捷蟹朝着那只浑身溃烂的猫扑了上去，2锋利的前肢迅速刺穿了猫的身体。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就一命呜呼了。击杀瘟疫流浪猫1级，获得经验值80，经验值暴击160。陆成双感觉到身体被一阵温暖的光包裹着。Level up！ 我操，遇到小怪直接秒杀，这个攻击力有点可怕啊。他再次打开了面板，血量由300变为350，魔力值由600变为620。每个职业升级所带来的属性增幅都是固定的，但是陆成双有被动加持，对召唤物的属性提升相当可观。人物迅捷蟹，攻击力 35x 召唤师等级，生命值1500，耐力40，敏捷40，精神40，血量已经等于5级左右的圣骑士了，耐力也就是防御力远超普通战士，敏捷几乎是成倍增长，即便跟5级左右的盗贼正面硬刚也不落下风。陆成双看着面板上的咒术师技能，有必要再试一下自己唯一的进攻性技能献祭。
于是他带着2只迅捷蟹随从钻进了树林，这里面有大量的中立野怪。于是他对着眼前的一只瘟疫流浪狗伸出了手掌，轰！滋啦滋啦，一股橘色的火焰包裹住了对方的全身。哦！狗子惨叫一声，倒地一命呼呜。又是一次秒杀，不过这次没有触发暴击，他的经验值成长了 50%。不错，这个技能很好用。陆成双看了一下自己的魔力值，只是释放了一个献祭，他的魔力值就下降了1/3，来到了420点。死！陆成双倒吸一口凉气，真的假的？别人说法师放3个技能之后就成废人了，果然不假。不脱离战斗，无法让体力和魔力值恢复，那就只能使用魔力药水。但是副本里魔力药水就是个鸡肋，一次下副本只有3次使用机会。法师类职业只能放增益技能，而且放完了就在一旁看电影，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不过好在陆成双有渴求者光环，几秒钟之内魔力就被回满了，加上献祭的 CD 时间很短，几乎可以无限释放。紧接着他的脑中出现提示音：击杀瘟疫流浪猫，获得经验值80；击杀瘟疫流浪猫，获得经验值80；击杀瘟疫流浪狗，获得经验值90，经验值暴击135。Level up， Level up。陆成双的身体又被温暖的光包围，他居然连升2级，这个效率简直太过于惊人了。不久之后，林子里的野怪就被清光了，他需要再往城郊的深处走一走。一边走，他一边打开人物面板，召唤物10/22。在被动技能博学者的影响之下，每升1级，他获得的召唤物扩容空间就会增加1倍。献祭3级，召唤凡界火焰燃烧目标肉体，每秒基础伤害 26x， 召唤师等级，持续1分钟。受博学者影响，每秒基础伤害为52，持续1分钟。献祭也有了质的飞跃，10级以内只要不是肉盾型的怪物，几乎没有抗得过他1分钟灼烧的。陆成双现在已经是城郊 bug 级的存在了。过了中午之后，他走出了林子，来到了城郊的边缘。这里是上一个时代的城市遗址，副本融合的时候这里被废弃了，如今成了魔物的栖息场所。陆成双召回了在林子里所有的迅捷蟹，召唤。他再次使用了召唤技能，把人数拉满。陆成双计划今天晚上回家之前把等级升到5级。刚才看了一下面板里的任务简报，要晋升执照必须要完成协会制定的任务，且最低等级不得低于10级。任务道具：程序员的键盘 X10， 任务道具：打工族的公交卡 X20， 任务道具：卷王的呆毛 X1。精英。看完简报，他不由得啧了咂舌头，这还是个精英任务。对于战士来讲，单刷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哪怕是普通的剑盾战士，但是对于其他职业都稍微有些难度。走位和拉怪尤其重要。陆成双在高中课本上学过这个部分的知识。城郊废墟的这个部分一般都会有人组队进入。他扫视了一圈，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如不过这样正好，人多了他害怕抢了自己的经验值。毕竟地级猎人不能出城去荒野，更不能去副本，想要拿到高级执照只有这么一条路。于是他给迅捷蟹下达了指令，嗖的一下子，召唤物四散开来，各自寻找敌人。这里的魔物不再是中立的了，对于人类入侵者，他们充满了敌意。刚走出去没多远，陆成双就发现了一只游荡的程序员。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身上的皮肉已经溃烂，手中提着一把白色键盘。发现入侵者之后，他拿着键盘朝着迅捷蟹的身上狠狠地砸了下去。平，剑冒4剑，迅捷蟹的头上冒出一串小字：-15。平，又试一下，-15。看数据，这东西的攻击力有18，加上他现在是6级，要比自己和召唤物都高3级。如果那个键盘抽到自己身上，估计能下去1/5的血。还好迅捷蟹的防御力够高，攻击力也够强。刷刷，他抬起爪子猛刺了对方几下。-110，-150，-200，几个平 A 直接抽空了游荡的程序员大半血槽。敏捷度的加成让迅捷蟹的攻击频率贼拉快。刷刷，又是几下。程序员发出一声悲鸣，倒了下去。击杀游荡的程序员经验值120。一只程序员提供的经验让陆成双的经验草涨了 15%， 越级杀怪得到了惊人的经验值奖励。于是他赶紧走过去舔包，获得程序员的键盘 X1， 获得破烂的眼镜 X1。第一个是任务道具没错，后面一个破烂的眼镜是合成装备用的，放在拍卖行应该会有很多修行锻造的人购买。陆成双看了看天色，照这么下去到5级应该不用等天黑了。第7章，第一次杀人，没想到经验值这么多。目前陆成双只有4级，距离下一次升级还需要 80% 的经验。虽然是越级杀怪，但是4到5级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在这世界的设定里，
每5级是一个门槛，只要越过这个门槛，就能学习到更强大的技能，所以需要的经验值是前4级的总和 x3。陆成双看了一下地图，附近没有迷雾的地方，怪物们几乎被清光了。于是他下了一个命令：分头杀怪。嗖的一下，18只迅捷蟹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飞速移动。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快速完成新手任务，在这块区域升到至少10级，当然最好能升到12级，这样去协会办理执照升级的时候把握性可以更大一些。很快前方就传回了战报：击杀游荡的程序员，击杀游荡的程序员，击杀堕落的上班族，击杀游荡的程序员。经验值不停地累加。陆成双看了一下面板，需要杀死的游荡的程序员已经快满了，但是堕落的上班族还差很多。任务道具上班族的钱包一个都没有掉落。他摸着下巴，一边走一边思考着。怪物的刷新都是随机的，2种怪物应该能够达到数量上的平衡，没道理只刷1种的，除非……忽然，前方的迅捷蟹回传了一条消息，发现其他猎人，是否攻击？否。陆成双通过共享视野查看了一下前方的状况，是一个小队，一共3人，2个射手，1个战士。战士拿着一把双手巨剑，穿着初级无属性皮甲，貌似是战士的稀有职业武器大师。2个6级，1个7级，已经掌握了第1个关键技能了。他们的对话传入了陆成双的耳朵里：齐少，这一带的堕落的上班族都被我们清光了，任务道具已经拿了200个了，差不多可以发布世界消息了吧？齐少点了点头说道：发吧，每个任务道具定价1万，等会刷新了不要停，继续清，保证这里别出现堕落的上班族。陆成双听完不免咂舌，这是要抢劫吗？一个任务道具要卖1万，并且不停地把刷新出来的怪物清掉，让附近低等级猎人无法完成晋升任务。他们这是算准了，真正有实力有背景的猎人1级的时候，就会有人带着去荒原或者下副本。来这里老实做任务的都是些普通人吧？实在是欺人太甚。这几个人刚要发消息时，其中一个射手突然从石头上跳了起来，对着迅捷蟹藏匿的位置就是一剑，当，剑矢插在了迅捷蟹的前方。什么东西？出来！另外2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看到迅捷蟹以后，他们打开了面板，人物迅捷蟹，召唤物，等级4，生命值，非安全区，非组队好友，看不到其他猎人的关键信息。不过几个人也松了口气，才4级，肯定也没有多厉害。陆成双察觉自己被发现了，于是朝着迅捷蟹的方向飞奔过去。那个齐少看到陆成双之后，打开了面板，等级4，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职业咒术师。嚯，齐少来了个肥羊，还是个双职业的法师。齐少扛起剑，朝着陆成双喊道：在那边停下来，别再过来了。话音刚落，嗖的一支箭插到了他的脚边。齐少继续说道：小子，你是来做任务的吧？别找了，附近的任务道具都在我们这里了，出点钱我们就分你。就是啊，你一个法师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游荡呢？这么危险。陆成双嘴角上扬，霸占修炼场是违法行为，你就不怕我去协会告你们吗？哈哈哈！听到陆成双的话，众人都笑了出来。他说他要去告我们，我好怕呀！哈哈哈哈！你是新人吧？我们没有霸占修炼场啊，只是你清怪的速度不够快，这能怪谁呢？这几个人虽然很混账，但是他们说的对，协会的律法对这种事的规定很模糊，所以一般没有背景的就会被和稀泥。陆成双这样去告了也没用。小子，趁我现在心情好，要么掏钱，要么滚。升到4级不容易吧？你应该珍惜一下自己的性命，回家找个班上吧。陆成双冷笑一声，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给我10个道具，我今天就当作没有看到过你们，否则我就杀了你们，然后舔包。哈哈哈哈！又是一阵嘲笑声。大哥，你睡疯了吧？你杀了我们，靠什么杀？靠你召唤的王八吗？齐少，跟他废什么话？说着，2个射手朝着陆成双同时放箭，嗖嗖2发分裂箭，箭矢变成了10只，2只迅捷蟹瞬间挡在了陆成双身前。当当当，箭矢击中迅捷蟹甲靠的时候，发出了可怖的金属摩擦声。-15，-15，-10，-15，他们的头顶冒出一串数字。被动防御力加成加上超级厚的血量，射手的攻击就像是在挠痒痒一样。看到这串数字的时候，2个射手都惊呆了。我操，怎么可能？一发暴击也没出，分裂剑的攻击力好像还被缩减了。一旁的齐少举着大剑冲向了最近的一只迅捷蟹，早就让你们堆穿透，现在吃亏了吧？说着，他飞身跃起，朝着蟹壳上狠狠一刀。
致命一击。武器大师的看家技能，负150，暴击了。蟹壳上被砍出了一道口子，但是迅捷蟹的血槽才下降了不到1/10。陆成双摸着下巴看着这一幕，心里暗暗感叹，刚才这一刀如果砍在自己身上，估计就被秒杀了。齐少露出吃惊的表情，怎么可？噗呲！话还没说完，迅捷蟹爪子刺穿了他的肚子，鲜血源源不断从里面涌出。负120，负50，真实。狂热者光环的作用下，还附加了真实伤害。两个射手顾不得陆成双了，纷纷把目标对准了眼前这只迅捷蟹，一顿疯狂的输出。一直在观战的陆成双此时抬起手对准了齐少，献祭！轰的一声，橘红色的火焰包裹住了他的全身。第8章顺利升到5级。哇！身体被灼烧的痛苦让齐少尖叫了起来。负150，负128，负50，真实，负148。啪啪啪，一连串数字连珠炮一样从对方的头上冒了出来。火焰伤害加真实伤害，着实恐怖。齐少的血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下降。这些人身上肯定不会携带任何驱散类药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齐少在地上痛苦的翻滚。刚才的战斗也让陆成双对迅捷蟹的攻击力有了一个认识。行了，你们都给我去死吧！陆成双挥了挥手，18只迅捷蟹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过来。救命！饶了我吧！道具我们都给你，求你了，放过我们吧！两个射手看到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马上举起手开始求情。陆成双板着脸问道：有多少人这么求过你们？你们放过他们了吗？说完，他挥了挥手，所有的迅捷蟹一拥而上，直接将两个射手分尸了。两人连叫声都没发出就嗝屁了。紧接着，一阵温暖的光笼罩了陆成双的身体。Level up， 5级了！杀人居然可以获得这么多经验值！刚才杀了半天野怪，他的经验值才刚刚上涨到了 31%。按照这个算法，杀死卷王完成晋升任务之后，刚刚可以升到5级，学习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技能。这大概是这个世界的本源设定好的，高中课本里他都学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或者一本书里说过，原来 PVP 才是赚取经验值最好的方法。协会里的确有竞技场，可是竞技场的规则是血量下降到 10% 的一方会被强制传送出去，并判定为输。至于国战，他这个级别还学不到相关知识，官方在极力避免野外 PVP 的发生。反正是对方先袭击自己的，真的追究起来账也算不到他的头上。猎人管理暂行办法他都已经烂熟于心了。陆成双打开面板，检查起自己的属性。人物陆成双，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900，法力值2500。基础属性果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接着往下翻，献祭5级，召唤凡界火焰燃烧目标肉体，每秒基础伤害 50x， 召唤师等级持续1分钟，受博学者影响，每秒基础伤害为76，持续1分钟。献祭的伤害简直恐怖，每秒380点，加上狂热者光环的真实伤害加成，来上一发如果没有驱散的话，任何一个职业都撑不过1分钟。召唤位20%，控位也提升了1倍，核心技能的提升相当可观。接着他打开了迅捷蟹的面板，人物迅捷蟹，等级5，攻击力 45x， 召唤师等级，生命值2500，耐力60，敏捷60，精神60，技能实施吃掉敌人的尸体，迅速恢复生命值。死！这个技能太实用了，召唤物可以随着等级的提升加快自我恢复的速度，但是应付高烈度战斗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快速死亡。有了这个技能以后，通过吃尸体就能恢复生命，大大增加了召唤物的续航能力。陆成双的心中再一次震惊，召唤师太强了，唯一职业确实强的离谱，等级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召唤师不会弱于任何一个传说级职业。可能是陆成双对于法师类职业有所偏爱，他的判断不一定都客观，但是基本上也是8、9不离10的。实施！陆成双一挥手，蝎群蜂拥而上，嘎吱嘎吱，3具尸体不一会就被啃食殆尽，连白骨都没留下。3人的空间变成了3颗宝石掉在了地上。陆成双开始了自己最爱的舔包环节，获得钢制双刃大刀+2，获得牛角复合弓+1，获得铁弓+1，获得破旧的皮甲，获得堕落打工族的钱包 X203。除了几把还算可以的武器、任务道具，剩下的就是一些铁匠合成装备用材料了，应该可以在拍卖行里换一些钱的。这3把武器的价格不好判定，但是根据法师类职业同等级装备来讲，
陆成双猜想应该在5000至25000之间，但这是买入的价格。如果把装备直接卖给协会店铺的话，他们应该会以3折回收的，哪怕这是被铁匠加强过的装备。于是陆成双直接把它们挂在了拍卖行里。钢制双刃大刀标价18000，剩下的2把共标价3500。他深知不管价格挂多少，肯定会有人还价的，哪怕你标注还价拉黑，还是有人上来就屠龙刀的，用过咸鱼的都懂。操作完了之后，陆成双给谢群下达了指令，继续探索废墟。可是这一次几乎没有什么收获，野怪都被刚才那3个混蛋清理干净了。再次刷新要4至8小时的时间，最后的精英怪卷王也没了踪影，不知道是被刚才的人做掉了，还是被更早之前的什么人给抢了。搜遍了整个废墟，也只发现了20多只6到8级的野怪。陆成双看到天色已晚，决定今天就这么收工了。走出城郊的时候，他看到门口稀稀拉拉的聚集了一些人，估计都是组队来刷夜间场的。传说这里面夜间的时候会有概率遇见稀有怪，能爆出不错的低级装备。不过这些人今晚注定要空手而归了。看到他一个人走出来，周围的几个小队都露出了诧异的目光。哎，是个法师啊，一个人进去单刷的吗？肯定不是啦，应该是协会派来的文职收集数据来的。法师怎么可能单刷呀？别搞笑了。就是啊，协会肯定给了他逆宗符，不然这个样子进去再就被野怪撕碎了。陆成双只当作没听见。现在对他来说，练级和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尽量低调的升到最高级，然后低调的把钱赚了才是王道。于是他叫车回到了家里，吃过晚饭，跟妈妈和妹妹聊了一会之后，他就打开了手机，准备刷视频。第一条视频就是关于皇朝集团的。今天皇朝集团签下了天才少女思念和潜力新人杨瑞，未来。陆成双直接划了过去。城郊野怪神秘消失，是某位大能的手臂，还是另有原因？第9章召唤魔像。陆成双看到这条新闻，讪笑一声。看来明天的行动得稍微低调一点才行，免得官方或者更多的人注意到他。关掉手机之后，陆成双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人物：陆成双，等级5，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900，法力值2500。血量还是太少了，而且没有装备的加持，野外如果再碰见精英怪或像今天一样极端情况下的 PVP， 容错率实在太低了。这回他才明白为什么觉醒法师职业的人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去当文职了。接着往下翻，陆成双发现技能页面里出现了2个空位，新多出来2个技能槽，应该是双职业各一个。学习技能要么需要导师传授，要么是自己用技能书。技能书虽然是全职业通用，但是有可能会出现已经学会的技能。导师传授则需要跟一个比自己等级高出至少10级的猎人绑定为师徒关系，且导师刚好学会了你想要的技能才行。像陆成双这样没签公司的散人，只能去单刷副本或者去拍卖行试试运气。技能书的价格很贵，初级技能书需要30万一本，中级100万，高级500万。对于那些高级猎人来讲，这点钱不算什么，但是普通人买房也买不起的。叮，检测到宿主已经晋升到5级，进阶大礼包已激活，是否领取？哟，发奖励了。是。宿主获得召唤师技能魔像召唤，宿主获得咒术师技能厄运降临。陆成双心里一阵激动，难不成每一次学习新技能自己都不需要买技能书了？没错，本系统将为宿主提供晋升之后需要学习的所有技能，并且还会用世界本源的力量进行强化。技能书的钱省了，应该说不但省了，还多了一块收入。陆成双打开了技能说明。魔像召唤1级将召唤出红色和蓝色2只魔像，红色魔像攻击附带火焰效果，蓝色魔像攻击附带暗影效果。看技能图标时，陆成双觉得魔像应该是很强的存在吧，也不知道是远程还是近身攻击。继续往下翻看。厄运降临1级瞬发，造成300点暗影伤害，并附带厄运缠身效果，每秒造成130点暗影伤害，持续30秒。除了献祭之外，另外一个持续伤害技能，陆成双发现了。咒术师的特点是无法一次性造成大量伤害，但是技能大部分都是瞬发，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内造成海量持续性伤害。某个他玩过的游戏里也有这么个职业，其恶心程度可谓整个游戏之最。现在陆成双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城郊实验一下他的新技能了。最后在睡前，他把多余的任务道具也挂在了拍卖行。之前那个姓齐的好像叫价是1万一个，讲真这个价格属实有点坑人了。这个道具也没有这么难获得，而且新进的猎人哪来这么多钱啊？1万一个，要完成任务就要花10万。
陆成双看了一下定价栏，仔细思考了一会，填下了一个数字。晋升关键道具12000一个，直接把193个都挂了上去。他满意的看了看上面的数字，然后关掉了界面。毕竟谴责归谴责，自己也不是菩萨，反正真的肯出钱的，要么是公司，要么是傻子。那些傻子如果自己仁慈，也会被别人砍一刀的，还不如就让自己这个好人宰呢。想到这里，陆成双安心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上午，他再次来到了城郊，入口处零零散散的聚集了几组人，看样子好像是在等组队的，都是1级2级的小卡拉米，估计也是没有公司要的散人，自己打算把等级练高一点，再去大厅里碰碰运气的。看到车里下来了人，这几组人纷纷露出了兴奋的表情，马上迎了上来。帅哥，组队吗？我们这里还有个空位。哥，来我们队吧，我们马上就发车了。帅哥，我们这边2个战士，一个圣骑士，我们这里安全，保证带飞。哥们，做任务吗？一起呗。小林，别去人了，人家都已经5级了，不会跟我们组队的。陆成双还没开口回答，一旁一个女射手就跟队友提示了一声：不好意思啊，刚才没看见大哥你的登级，冒昧了。那个射手把队友拉到了一边，小声嘀咕了起来：你没看到啊，他是个法师。我看到了呀，还是个稀有职业呢，说不定挺强的。强你妹啊，这众一是那种没背景的暴发户，花钱找人带着升到了5级，却还只是个地级猎人，拉进队里来也是个拖油瓶的。周围的队伍也纷纷发现陆成双原来是个法师，顿时失去了兴趣。毕竟多了一个人就得多分一份经验值，多分一份道具，谁会需要一个只会站桩还需要人保护的工具人？陆成双根本没有理会他们，径直往传送口走去。切，不过是个5级的法师而已，高贵什么？在这里混要讲究势力，有钱没背景，你还一样是个小瘪三。他仗着等级高想一个人单刷吗？真是搞笑啊！能有个高中学历都不至于做出这种事儿来，这就是纯纯去找死的，别理他了。嗡的一声，陆成双通过了结界，瞬间隔绝了外面的声音。这片森林里全部都是中立小怪，即便杀了也获得不了多少经验值。他选择直接无害通过，来到了昨天那片废墟里。召唤！呼的一声，空间扭曲，2只3米多高的巨大魔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赶紧打开了属性面板。人物：红色魔像，等级5，生命值6000，魔力值 NA， 技能炙热光环，被动15米范围内小队成员的攻击将附带300点火系伤害，对进入光环范围的敌人造成每秒 300x 召唤师等级伤害。死！别的不说，这个被动真变态，血量这么高，应该是个坦克吧。陆成双抚摸着下巴，继续往下翻。第10章遇见卷王，开战。耐力300，敏捷15，智力150，力量350。单看这个数据，应该是近身战士类型的召唤物。但是接着往下翻，看到技能栏的时候，陆成双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火球术，发射一枚火球，造成990至1500点火焰伤害，附带爆炸效果，对周围5乘以5米范围内造成30%的建设伤害。这不是法师的看家技能吗？只不过由魔像来用范围更大，而且不需要魔力。6秒的 CD 现在感觉还可以，可是陆成双的经验告诉他，如果遇到了高强度战斗，这个 CD 时间可谓是龟速了。接着他又打开了另外一个菜单。人物：蓝色魔像，等级5，生命值6000，魔力值 NA， 耐力300，敏捷15，智力450，力量250。近战不弱，但是肯定没有红魔像强，智力很高，应该是个法术系的召唤物。陆成双继续往下看属性菜单。大贤者光环1级，被动，范围50乘以50范围内，有灵单位每秒恢复 10% 的魔法值。魔法屏障1级，产生一个10乘以10范围内的魔法防护罩，防护罩相当于蓝魔像生命值 X 30x 召唤师等级。陆成双瞪大了眼睛，我去，这2个技能更逆天。蓝魔像的这个光环比渴求者光环更加变态，范围内所有人都能恢复魔法值。随着等级的晋升，未来的肯定会有法师类召唤物，蓝魔像会成为法师部队的核心。陆成双已经等不及了，现在他就想实验一下这2个召唤物的能力。于是他带着2只迅捷蟹、2个魔像来到了废墟的腹地。周围的野怪刚刚开始刷新，野怪看到比自己等级低的猎人，怪物会积极的进攻。刚刷新出来，他们就围了上来。只见红魔像高高举起拳头，狠狠地朝着的最近的一只游荡的程序员砸了下去。轰！一声巨响，烟尘四起，那个程序员的身体直接被砸成了齑粉。周围的其他野怪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建设伤害。
啧，平 A 都是箭射伤害啊，这也太变态了。陆成双不由得感叹了一句。但是被震飞的野怪很快爬了起来，继续围攻红色魔像。-65、-67、-90、-55，一大串数字从红魔像巨大的身体上冒出来。虽然比起他惊人的防御力和海量的生命值来讲，这样的攻击相当于挠痒痒。不过陆成双也看出问题了，魔像的敏捷太低了，攻击虽然很高，但是攻击频率很低，大概在 1.64-1.7 左右。轰！又是一声巨响。-2897、-172、-140，打出暴击了，又是一个小可爱被拍成了肉酱。但是周围的野怪越来越多，因为战斗的声音很大，加上魔像的等级比他们低2级左右，这片区域所有刚刷新出来的野怪又聚集了过来。火球术，魔像的头顶出现了一个魔法阵，呼的一声，巨大的火球冲向了聚拢过来的野怪。轰隆一声巨响。-1980、-1300、-789、-800，又是一串高额伤害数字。爆炸中心的那只小可爱直接被碳化了，围上来的野怪们也都被冲击波炸飞了。陆成双十分满意这个结果，红魔像的战斗力他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尽快升级才是第一要务。召唤，一阵空间扭曲，10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找出敌人，全部杀掉。下达命令之后，迅捷蟹们以极快的速度分散开来。召唤物是没有疲惫这个说法的，他们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收割着生命。杀死游荡的程序员获得经验值120，杀死游荡的程序员获得经验值120，杀死游荡的程序员获得经验值130，杀死游荡的程序员获得经验值110，杀死堕落的上班族获得经验值120。陆成双打开了人物面板，5级以后的提升所需要的经验值比之前有几何倍的增长。杀了一上午，经验值才增长了 13%， 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再次清光了这一片的野怪，一不小心就死光了，真是麻烦。经验值又上涨了 2%， 来到了 15%。 看来想要提升到10级以上，必须想点其他的办法，光靠这样刷怪成长的会越来越慢。刚才红魔像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注意到了吧。尽快完成晋升任务，离开这个地方，不然解释起来就很麻烦了。于是他带着自己的部队继续往里走，转了一大圈，一只野怪也没看见。奇怪了，难不成卷王昨天就已经被人杀了？不可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也应该刷出来了。这又不是野外的稀有精英怪。陆成双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想着，忽然脚下的土地一松，轰的一声塌了下去，陆成双跟着掉了下去，他重重的摔在了地上。-300，我操，痛死我了！摔一下居然被抽走这么多血，他的生命值总共也才900，一下子就掉了1/3。皮真的太脆了。看到他掉下去了，召唤物都被强制传送了过来。这里好像是一个新地图，但是四周黑的几乎看不清东西。找出敌人，杀死！陆成双再次给自己的召唤物下达了命令。8只迅捷蟹四散开来搜索敌人，2只魔像加2只迅捷蟹留在身边，因为他怕死，万一再蹦出来一个什么给自己摸一下，他就直接挂了。迅捷蟹很快探出了这个地图，地方很小，就是个长方形的空间，周围还有些办公桌椅，好像是上个时代留下来的写字楼。忽然间，他的脑子里传来了讯息：主人，发现精英怪，是否攻击？是卷王。等待。下达命令之后，陆成双赶紧往地图上标注的位置赶去。只见一个玻璃房间内有个浑身破烂但是肌肉发达的丧尸四处游荡。陆成双马上开对方的面板。人物：卷王，精英，等级10，生命值35000。说明：今日事今日毕，看我不加班卷死你们！就是他了，今天杀了他就可以得到关键任务道具，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赵子，嗡的一声，蓝魔像撑起了一个护盾。召唤，陆成双又召唤了2只魔像和4只迅捷蟹。攻击，第11章，斩获绿色套装。意念一动，迅捷蟹群就扑了上去。卷王意识到了敌对目标的存在，轰的一声砸碎了玻璃。呀，啊呀！加班，加班！轰轰轰！他一拳一拳狠命地砸在了迅捷蟹的甲靠上。-300，-278，-200，-273。攻击频率快的惊人，不愧是上个时代的公司卷王，而且他每一次攻击打出的伤害也不低。迅捷蟹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降低。陆成双抬起手对着卷王，厄运降临，献祭。
2个瞬发法术打了上去，负300，负500，负300，负344。卷王头上的数字密集的跳出来，像是马可波罗买了末世一样。这里不得不提一嘴，咒术师的法术都是瞬发，没有高爆发型伤害，所以几乎不会 OT。与此同时，红色魔像抬起手臂重重的砸了下去，轰，负2876，打出了高额的暴击伤害。卷王的仇恨值马上就被拉了过去。野外的怪物，尤其是城郊这里的，都是经过削弱的，智商很低。如果同等级的怪物放在野外，强度会增加2个层次，至少不会任由陆成霜一旁补着法术诅咒。噗呲，一只迅捷蟹被砸成了碎片，蓝色的血浆溅了一地。不过召唤物不会真正的死掉，只是回到了陆成霜的召唤空间。只不过召唤物死亡之后会有120秒 CD， 同一时间在战场上就会暂时少一个人。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是后期如果进了高级副本，冰原空缺也是致命的弱点。召唤师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参考资料，更不会有导师之类的告诉他职业特性和弱点，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陆成霜一个人去摸索。轰！又是一声巨响，红魔像一击再次打出了高额的伤害，周围的迅捷蟹群也在不停输出。卷王蓝紫色的皮肤上出现一个个巨大的伤口，白色的脓血从伤口里流了出来。他朝着红魔像的身体开始疯狂输出，哐哐哐，拳头砸在硬质魔法石上面，发出可怖的声音。负600，负800，一阵连击，非让魔像的血量也下降不少。陆成霜见状心里一阵冰凉，别看他体型这么大，但是迅捷蟹的防御还是比他要高不少。后退！陆成霜在脑子里发布了命令，魔像撤出了近战范围。火球术，巨大的火球直接砸在了卷王的脸上，负3000，打出了暴击伤害。溃烂的皮肤一点点从他的身体上剥落了下来，露出了森森白骨。紧接着，迅捷蟹将他团团围住，用锋利的前肢给他进行开膛破肚，脓水四溅，腐烂的内脏通过他伤口流了出来。哦，陆成霜被恶心到了。刚才在外面打僵尸的时候他没发觉，进入密闭空间之后才发现这玩意原来味道这么大。好，卷王的血量下降到 30% 的时候，忽然发出了一声怒吼。周围地面开始震动，从地下钻出来一大群丧尸，看他们的装束就能猜出来，这些原本都是卷王的工友们。陆成霜没有注意到，头顶突然掉下了一具丧尸。锋利的爪子朝着他的脑袋就抓了过去，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爪子只是慢慢挥动了一下，并未造成任何伤害。魔力护盾吃下了这一击，紧接着守护在他身边的蓝魔像重重一拳，负1766。蓝魔像的攻击力略低于红魔像，不过有狂热者光环的加持，后续爆发出的真实伤害还是把僵尸给秒杀了。卷王发出一个光环，瞬间周围的僵尸都进入了狂暴状态，攻击频率增加1倍，防御力下降 20%。 哦，这个技能有点意思，跟狂战士的有点像啊。不过狂化技能里面还会随机附带属性攻击。厄运降临，厄运降临，厄运降临。陆成霜也不浪费，一个丧尸给了一个诅咒。该说不说，咒术师看上去像是个绵软无力的法师，不像奥术师和元素师有高爆发攻击，但是却是召唤师的最佳搭档。诅咒扔完了，不用管了，直接让召唤兽顶着，自己在一旁看电影。整个房间里各种数字满天飞，看得陆成霜头昏眼花，干脆他就躲在了一个没人的角落里，带着2只迅捷蟹和1只魔像继续观望，时不时给现场的丧尸补个技能。几十秒之后，刚刚出现的丧尸就被清理干净了。杀死堕落的上班族获得经验值189，杀死堕落的上班族获得经验值190，杀死堕落的上班族获得经验值178，杀死堕落的上班族获得经验值187，杀死堕落的上班族获得经验值184。一阵疯狂的经验值播报之后，他的经验槽又上涨了一点，来到了 21%。 卷王只剩下最后一丝血了，他巨大的身躯上爬满了迅捷蟹，他们直接发动了实施被动技能，趴在卷王的身上啃食了起来，内脏脓水都没有放过。陆成霜又吐了，这一次差一点把胆结石给吐出来。想来也没错，螃蟹之类的东西本来就是食腐肉动物，丧尸应该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了。一声惨叫之后，卷王轰然倒地，不一会他的身躯就被螃蟹们啃食殆尽。一阵温暖的光线包围了陆成霜。Level up， 他升到了6级。陆成霜马上打开了人物面板，人物陆成霜，等级6，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
职业咒术师，生命值1200，法力值3200，耐力80，敏捷30，智力145，精神130。这一次升级对智慧和魔法值的提升是质的飞跃，但是对于他最关心的耐力和敏捷则没有提升多少。自己还是个行动缓慢的脆皮。不过法师类职业这是通病，放在自己身上也不例外。他要学着接受。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舔包，然后撤离现场。陆成双赶紧跑了过去，赫然发现卷王的尸体位置出现了一道绿色的光芒，是套装。精英怪居然爆出套装了！陆成双心中微微颤抖，触摸了一下那个绿色光束。第12章，别挨老子！王子轩的头骨副手，等级要求5级，精神加100。王子轩的遗憾套装效果，2件，法术伤害将会有 30% 转化为施术者的生命值，精神加100。这个属性增幅在前期的确可以说是够变态了，但是随着等级的增长，属性会变得越来越弱。不过套装技能倒是让人眼前一亮。法师类职业极其脆弱，不脱离战斗就没有办法恢复生命值，技能吸血是他迫切需求的，将会大大增加他续航能力。虽然自己已经绑定了灵魂石，可是能不死还是尽量不要死。获得卷王的呆毛，获得破烂的书信。爸爸，对不起，我这次又考砸了。看样子像是个任务道具，具体做什么用的还未可知。有机会去图书馆查阅一下资料，说不定会有答案。现在必须赶紧离开这个地方。绿色套装出现的时候会在地图上进行标识的，如果刚好有队伍在附近刷怪，看到地图说不定就已经在往这里赶了。陆成双还不想过早暴露自己，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出去的方法。终于在一处废弃办公室的旁边找到了一个安全通道，上面用汉字标识着出口2字。陆成双只留了2只迅捷蟹，其他的全部收回了空间。通过了一条长长的向上的走廊，陆成双终于看到了光线。砰的一声，他推开了铁门，却发现自己已经在森林的另外一侧了。这里距离城郊入口处只有几百米，远远的还能看见入口处的结界。陆成双四下张望了一下，看到没人了才放心大胆的出来。现在继续在这片地方刷怪已经显得意义不大了。陆成双边走边想，是时候该换个地方了。他走出了结界，上午在那里等着组队的人有些还没组到，他们认出了陆成双，纷纷开始议论。你们看，这是今天上午进去的那个法师吗？好像是啊，他升级了。怎么可能？我今天看到他一个人进去的，没有队伍，他哪鬼升级啊？我记得他进去的时候是5级啊，现在6级了。细心的人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是现场有2个战士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那就是协会的人带着他们练的。法师一般都会考编的，等级太低了没法开展工作。我没听说今天有公务团进去啊，是不是他自己单刷的？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法师单刷就是找死，脆皮一个，随便一个怪魔2下就死了。不是我们信不过他，但这就是常识，上过小学就知道。陆成双瞟都莫瞟他们一眼，径直往外走去。莫必要装逼，没必要打脸。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快点晋升执照，下副本去找到爸爸的下落。他走到了外面的马路上，准备打个车回家，但是这时候有个人拍了他肩膀一下，他回头一看，居然是苗万万。你好，有什么事吗？装什么啊，咱们不是见过吗？上次在猎人大厅测试的时候咱们不是见过吗？陆成双的确见过他，但是对于上来就搭讪的自来熟他不是很喜欢。我跟你不熟，甚至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先走了。说着他往旁边靠了靠，可是苗万万不依不饶，他跟了过来，伸出手。一回生二回熟嘛，一个大男人这么谨慎干什么？我叫苗万万，跟你一样也是个法师，认识一下。陆成双依然没有反应，他心想，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不会是这个世界的嘎腰子吧？啧，苗万万拉起他的手，狠狠地握了握。好，我们现在算是认识了。你叫什么名字？不喜欢说话是吗？其实我是来跟你分享一个重要情报的。他压低了声音跟陆成双说道，我知道哪里可以能让你快速升级。闻言他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苗万万继续说道，其实我观察你很久了，上次在职业大厅里的时候，你看着晋升窗口发呆了很久，很想下副本吧？可惜以你现在的执照根本没戏，其实我也一样。陆成双偷看了眼对方的等级，人物苗万万，职业法师奥术师，等级4，生命值魔力值4级了。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法师能够升级这么快？这个苗万万肯定不是一般人，要么是公家的人，要么就是个家族的大小姐。
上次在大厅里有人议论苗家的千金，该不会就是他吧？呵呵，口嫌体正直，嘴上说着不信，还在偷看人家。苗万万笑了起来。陆成双很自然地笑了笑。我又不知道你是敌是友，当然要确认一下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升级的方法是什么？现在想知道了？求我呀！不说算了，我去网上查一查，自己也能知道。切，你这个人真无趣。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带你过去，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知道法师练级很难的，你要带我一起去。陆成双叹了口气，低头思考了起来。他不想这么早暴露，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能力。这个世界不怀好意的人太多了，他自己没有背景，没有势力，人家要害他还是很容易的。苗万万看他犹豫了，继续开口说道：跟我组队你不吃亏，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城郊那边那些被清掉的野怪都是你干的吧？还有，苗万万阴险地笑了一下，祁东来和他的2个狗仔也是被你做掉的吧？陆成双猛地抬头，眼露凶光，居然被他给看见了，要不要现在就杀了他杜绝后患？苗万万连忙耸了耸肩说道：想动手吗？这里可是安全区，警察第一时间就会赶过来的，不过你放心。他拍了拍陆成双的肩膀说道：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祁东来那个王八蛋该死，你不杀他，早晚我也会杀了他的。陆成双，我说我叫陆成双。第13章，此桩土豪大小姐。哦，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苗万万对他笑了笑，告诉我你说的那个能练级的地方在哪里？你还真是心急，至少先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吧。他拿出手机，把自己的2维码展示在了陆成双的面前。陆成双毫不犹豫地扫了他，加上好友之后，他再次开口说道：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苗万万拿出手机推给他了一个地址。私人副本听说过没有？陆成双点了点头，听说过，这个是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不过坊间一直有这样消息流出。世界的上的副本数不胜数，大多数稳定的大型副本都是由官方控制的，为了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觉醒的凡人。但是这个世界随时都会出现新的副本，有些不稳定，有些是太小，于是这样的地方就被承包给了私人老板。明面上还是受官方控制，要定期把副本里发现的资源上报给官方，但实际上自主性很大，老板会暗地里在专门的网站上发布信息，招募猎人勘探队，确定等级难度之后可以对外收费开放，以资源的多寡、难度的大小来评定，从1A 级到5A 级不等， A 越多证明难度越大，资源越丰富，收费也就越贵。这次的这个副本是 A 级的，上个月才刚刚出现，勘探队已经下去过了，所以很安全，25000龙国币一个人。陆成双听完点了点头，25000对现在的他来讲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等会回去以后看一下拍卖行那边的情况，如果还不够的话，他准备问朋友借点。副本的资料有没有？苗万万摇了摇头，回答道：没有影像资料，不过有个据说是勘探队的猎人写了一个攻略，不知道可信度高不高。一些猎人为了收入会跟某些攻略网站签协议，做常驻顾问，写一些副本攻略、装备攻略、怪物介绍等等。但是跟平行时空的自媒体一样，这些东西无法保证其来源，更无法保真。陆成双咬了咬牙，要尽快升到10级，把执照换了，现在也顾不得危险不危险了。于是他点了点头，说道：好，明天上午见，回去之后我研究下攻略，然后跟你电话联系。苗万万笑着点了点头，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陆成双回家以后，第一时间打开了交易平台的界面，所幸他挂出去的几件装备都卖出去了，任务道具也卖出了100个。看来最近有晋升需求的人非常多，正好赶上毕业季，各大机构疯狂锻炼新人，这也正常。装备卖了25000，任务道具卖了120万。在黑山市，他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他把其中100万留给了妈妈，剩下20万留在自己身边备用。10级之前应该不用为钱的事情发愁了。法师的装备几乎在拍卖行里见不到，只能靠铁匠们量身定制，或者大公司为培养法师专门下副本打装备。技能书因为有了系统的加持，干脆就省了。陆成双打开手机，开始仔细阅读启苗万万发给他的攻略。相比官方副本攻略，这个东西看上去已经不能用粗糙来形容了，全部都是文字信息，而且好像还是在手机里直接打出来的。副本名字叫做哥布林洞穴，探险队用了3天的时间把这里探查了一遍。洞穴分为上中下3层，一个精英怪，一个哥布巫师， BOSS 应该就是这个哥布林巫师。洞穴内部很狭窄，能见度很差，单只哥布林的杀伤力并不大，但是他们会发动团体突袭。新手们一般会对哥布林的战力有错误的估计。在空间狭窄的地道里，哥布林身体矮小，
十分灵活，而人类在这样的空间里根本施展不开。这就是很多新手猎人会在哥布林手里吃瘪的原因了。陆成双摸着下巴，勾嘴笑了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哥布林跟他那个世界所说的是否一样。如果是真的，那可就好玩了。第二天一早，陆成双打车来到了约定的地方。这里位于黑山市区的边缘，原本是个农户的家，被公司包下来之后，围栏被加固了，周围站着几个高阶猎人负责安保，应该是公司聘用的打手吧。出示执照之后，他们也没多问，就放2个人进去了。苗万万，今天你穿了一件绿色法袍，刚好遮住了他的绝对领域。陆成双能够隐隐感觉到这件衣服上的魔力波动。跟我组队吧。苗万万伸出手，跟陆成双的手碰到了一起。一阵微弱的光芒过后，两人的脑中响起了一个声音：组队契约完成。陆成双好奇地打开了对方的人物界面。人物：苗万万，等级4，生命值1450，法力值5000，耐力170，敏捷45，智力225，精神200。死！陆成双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等级属性居然比自己高出这么多，太不正常了人！这家伙到底穿了什么装备？陆成双好奇，继续往下翻。装备：织梦者的外衣，品质史诗级，等级要求1，耐力加100，精神加100，智力加100，毁灭系法术伤害增加 35%， 附带 15% 的真实伤害。梦只是轮回的开始，并非现实的终点。我的发年纪轻轻就穿史诗级装备了，而且还没有等级佩戴要求，这么强的属性，这东西挂在拍卖行少说也得7545万，在黑山市里直接买下一个小区是没问题了。要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很多带电梯的小三房才10万块一套。陆成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差点闪瞎他的钛合金狗眼。苗大小姐掐着腰笑道：怎么样，帅不帅？这是我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爸专门找人做的，以后你表现好，我也让我爸给你做一件。陆成双伸出了大拇指。大小姐，我服了，请你务必说话算数呀。苗万万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一大半的人都看了过来。第14章哥布林的习性。我操！我操！紫装！我这辈子头一次见到真的紫装，这玩意不是只有老头子们才能穿得起吗？一个4级的垃圾法师凭啥？要不找个地方给他办了，把他装备给抢过来。想啥呢傻子，这是黑山市里，你办一个试试，莫等你捂热乎直接就被枪毙了。就是，而且这个年纪这个等级就能穿紫装，你觉得他会是正常人吗？再有这个念头，搞不好那天你就直接蒸发了，尸体都不会剩下。两人并没有在意别人的议论，苗万万是习惯了，反正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帮人议论他的。两人走到管理处，两位，苗万万指了指自己和旁边的陆成双。那个人扫了两人一眼，笑着说道：请问你们需不需要带几个战士下去？我们这里可以提供代打服务的。说着，管理员拿出一叠资料卡放在了2个人的面前，上面的人最少也是 B 级猎人，而且还有圣骑士这样的稀有职业。陆成双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推开了。不必了，就我们2个下去就行了。此言一出，周围发出一阵尬笑。小子，你个6级的法师也敢一个人下去？你怕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里面的怪物可都是8到10级的，进去之后你撑不过1分钟的。听我一句劝，小伙子，之前下去了2个射手1个战士都折在里面了，还是带2个战士下去吧。我们这儿有 B 级猎人，实在不行我们也可以调拨 A 级的，当然价格方面，嘿嘿嘿。这些人都看见了苗万万的紫装，心里的算盘珠子都快崩到陆成双的脸上了。他们想讹钱。陆成双回头看了一眼苗万万，大小姐现在还真的有点动摇了，感觉好像人多一点更安全吧。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陆成双，陆成双捂着脸，一副黄豆哭脸的表情。大小姐观察力是绝对顶级的，但是社会经验一点没有啊。他赶紧摆了摆手，不用了，生死我们自己负责，麻烦你2位。切嚣张啥呀？有钱人家的孩子脑子都不好使吗？行了，人家想死咱也拦不住，不是吗？可惜了一身好装备。妹妹，要不跟你商量一下，装备卖给我呗，反正你也用不到了。周围阴阳的声音此起彼伏的。有些人本事不大，干啥啥不行，但是阴阳别人真的很有一套。好吧，小伙子，该提醒我已经提醒你们了，出了事自己负责，把这个免责协议签了，你们就可以下去了。2人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苗万万一直看着身边的这个男生，想问什么你就快点问吧。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排斥带打手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些人比副本里的怪物危险多了，真打起来我可没时间照顾你的背后啊，大小姐。哦，苗万万点了点头。两人一起穿过了传送门，房间里的其他纷纷摇头叹息。这么水灵的一个姑娘，还有一件紫装就要这么葬送在里面了。穿过传送门之后，原本光亮的大厅一下子消失在了身后。两人置身于狭窄的洞穴中。提示：副本出口已关闭，猎人进入后必须击杀 BOSS 或者完成副本任务后方可退出。两人的面板中不约而同地弹出了这样一个提示，还是个封闭式副本。昨天的攻略上根本没写这个，这种细节都会忽略的话，那么写这个东西的人也变得完全不可信了。这个副本要当作开荒来处理了。陆成双心中想着。召唤，呼啦一阵空间扭动，5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他已经6级了，召唤位变成了30个。不过那地方太狭窄，不适合大兵团作战。你的召唤物是什么东西啊？看上去好恶心。女生天生讨厌虫子一样的东西。不过苗万万还是忍住不适，打开了面板看了一眼。我勒个豆，这么变态的属性！陆成双点了点头，说道：怎么样，羡慕吧？不要走出我身边15米范围。苗万万觉得身体一下子充满了力量，看到属性面板里多出了2个光环：渴求者光环、狂热者光环，每秒2%的法力恢复速度，攻击附带火焰伤害，还有440点真实伤害。妈呀，召唤师这么变态的吗？而且人家最多召唤3个召唤兽，你怎么有5个？大小姐一连串的问题让陆成双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小姐，注意力集中，不该问的不要问，打完了你自然就知道了。好好好，我不问了。光明术，苗万万用了照明法术，光线可以达到周围3米范围内，能看得清脚下的石头和粪便，多了就别想了。关掉手电。啊？为啥？你这法术除了能暴露目标之外，暂时没有别的用处，快关掉，我有法子看见他们。散开，寻找敌人。前方的洞口一共有3个岔路，3只迅捷蟹一人一个方向，很快地图就慢慢被探了出来。我没让你走，你不要动，跟在我身后。哒哒2声细碎的脚步声，陆成双感觉有2坨圆形的东西顶住了自己，接着就是一股香气灌进了自己的鼻子。他刚才说的跟在自己后面，不是贴在自己后面。算了，随他吧，这样自己也挺享受的。很快其中2只就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他们传回了讯息，让陆成双的心里为之一震。发现囚室里面有活物，3个人类10个精灵，都是女性。死胡同，发现去2层的通道，有大量哥布林卫兵把守。走吧。说着，陆成双果断往囚室方向走去。通道狭长地带，刚刚好够2个人类肩并肩。天花板很矮，陆成双181的身高得微微弯腰才能正常行动。他选择了囚室的方向。2人走了没2步就到了死胡同里。到头了，你这方法不怎么灵光吗？你错了，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开锁吧。第15章，洁癖者的噩梦。苗万万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微光，他看到在牢房里关着的被扒成近乎裸体的女孩子，她们身上发出刺鼻的恶臭，有2人的伤口上已经腐烂生蛆了，黑色的脓液顺着伤口流淌下来。房间里所有人都几乎没了神智，只有呼吸。哦，苗万万扶墙吐了出来，这个画面实在太恶心了，混杂着大便和腐烂的气味直冲他的脑门。他本来就有些洁癖，看到这场景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过。不过简单的平复了一下情绪之后，他还是使用了技能开锁。啪啪啪，连续几声清脆的响动，伴随着一阵白光，牢房的门打开了。陆成双指挥手下的迅捷蟹斩断了锁链。主线任务一解救人质已完成，奖励将在结尾结算。隐藏任务，昨天的攻略里怎么没写？苗万万有些吃惊，那份攻略可是他花了大价钱从朋友手中买的。哼，开荒团忽悠了雇主，估计进来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所以攻略上的话一句也不要信。那我们接下去干什么？在这里等着。啊？为什么？这里囚室里关着的是哥布林重要的战略资源，动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一定忍不住想要把我们碎尸万段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嘘，别说了，事后我给你解释。轰轰轰，地面开始微微震动，3只迅捷蟹挡在了2人的前面。在这个狭窄的地方，召唤兽太多没意义的。陆成双的判断全都对了，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可是连夜学习过哥布林相关著作。嘎嘎嘎嘎，咕咕呱叽叽咕咕，哥布林之间在小声的交流，应该是在布置战术。紧接着嗖嗖嗖，3声破风的声音传来。贴墙，苗万万赶紧爬在了墙上，恶臭的粘液沾了他一身。咿呀，恶心死了！
3支箭矢贴着他的后背飞了过去。开灯！陆成双一声令下，光明术，嗡！一道光亮照射在了陆成双前面。虽然这光并不是很亮，但是对于哥布林这种讨厌阳光并且在地道里生活了很久的生物来讲，这道光线刺眼至极。咕咕呱！啊！他们惨叫着捂住了自己的眼睛。献祭！厄运降临！献祭！厄运降临！眼前大概拥挤的出现了几十只哥布林，因为他们身材比人类矮小，一排能站3-4人。他们手里都拿着破旧的武器，有几只身上穿着破烂发霉的皮甲，更多的则是光着身子露出暗绿色的皮肤。等一会放心输出，不要担心魔力，听我号令你再动。好！陆成双的几个诅咒全部送给了后排的弓箭手。这个距离加上过道太窄，闪避空间几乎没有，哥布林弓箭手很危险。嘎嘎嘎！只见那几个弓箭手惨叫着在地上打滚，大块的血肉从他们的身上一块块的剥离下来，露出森森白骨。-344，-500，-456，2个诅咒加上狂热者光环的真实伤害，很快那几个弓箭手就倒地化成了一滩脓水。但是哥布林的数量完全没有减少，人墙的厚度反而增加了。好在他们被3支迅捷蟹顶在前面，根本过不来。-87，-90，-88，-73，乱刀砍在迅捷蟹的身上造成的伤害十分有限，反而是那些前方的哥布林战士被迅捷蟹锋利的前爪一个个刺死。虽然他们人很多，但是通道很长，只有最前排的几只能够挥动武器，后面的几乎就只能当啦啦队。目前的状况来看，永远都会是4对3的局面。苗万万对陆成双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这个地方挑选的真是绝了。但是单靠陆成双一个人清怪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到你了，输出输出输出！别怕 OT， 奥数飞弹！苗万万抬起手来，眼前出现了一个手掌般大小的法阵，嗖嗖嗖，紫色的能量束从法阵里一个个射出来，平，砰，轰！奥数飞弹碰到哥布林身体的时候瞬间爆炸。-1020，-800，-1000，-1500。织梦者的外衣给予的伤害加成真的恐怖，哥布林有的直接被瞬秒，身体被炸掉了半截，没死的血也被抽去了大半。陆成双心里暗暗感叹，法师的伤害真的变态，清怪速度真心快，这还是在没用 AOE 技能的情况下。但是最大的短板就是魔法值，每一发飞弹打出去的时候，陆成双都看见他的魔法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好在渴求者光环的加持下，他的恢复速度也很快。这时候苗万万身前的法阵突然变大了好几倍，足足有1人多高，数十发奥数飞弹同时打了出去，在前面哥布林群落中发生大爆炸。这些绿色的小鬼被炸得血肉横飞，吱哇乱叫，但是死光了总会有新的补上。陆成双心中闪过一丝不安，刚才到现在已经有70至80只哥布林被炸得稀碎了，看到这副场景，他们应该早就崩了，四散逃走才对，为什么还会不计伤亡的往前顶？忽然他反应过来了，召唤，2只迅捷蟹出现在了苗万万的身边，蹲下。苗万万听见，下意识地伏下了身子。同一时间，突然从洞穴的顶上跳下来4只哥布林刺客，他们的前行能力让2个法师都没有发现，再晚半秒钟淬毒匕首估计就会划开苗万万的喉咙了。只听见叮叮叮几声，匕首刺在了迅捷蟹的甲靠上。-14，-17，盗贼的短板就是这样，偷袭如果不能得手，正面几乎造不成什么杀伤。不过他们的突然出现打断了苗万万施法。呀呀呀！太恶心了，别过来！不管是陆成双的召唤物，还是眼前的哥布林，亦或是地上烂兮兮的排泄物混合的泥水，都让他觉得随时随地都想呕吐。这个副本简直就是洁癖终结者。此时他用手中的法杖挡着哥布林刺客的匕首，噗呲一声，迅捷蟹的爪子刺穿了哥布林的身体，割了，又是一下，直接将那具身体分成2半，大量的血浆刺到了苗万万的身上。第16章，突然间的同病相怜。哦，他又扶着墙吐了起来。哥布林的血液是紫红色的，肉则是像羊尿一样一股膻味，正常人吃个羊奶酪都受不了，更不用说这个味道了。不过现实情况根本不会给他喘息的时间。趴下，趴在地上不要动。陆成双话音刚落，嗖嗖嗖，3支箭矢从苗万万的头顶上飞过，更多的哥布林弓箭手踩在洞穴的碎石上，朝着苗万万射击。攻略里说的有一点是正确的，这里的怪物的确只有8到9级，只不过强度要比外面高得多。嗡！
一阵微弱的光线包裹住了苗万万。Level up， 我升级了，我升级了！苗万万十分开心，这才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他就来到了5级。陆成双的经验值也飞速成长，目前只剩下 17% 就可以升级了。砰砰砰，几发奥数飞弹打在了后面弓箭手的身上，瞬间几个人被炸得稀烂。轰轰轰！忽然洞穴中又传来了一阵响动，动静要比刚才的哥布林群过来的时候大了不少。眼前的哥布林群落闪开了一道缺口，2个巨大的阴影出现在了陆成双的面前。是哥布林英雄，这种生物是哥布林的变种，其实更加接近于兽人，会跟随哥布林群落居住。人物：哥布林英雄，等级10，生命值75000，标注是红字，极度危险。眼前这2只哥布林英雄跟陆成双的身高差不多，但是身体更为健硕，胳膊上的肌肉高高隆起，胸口2个大双开门，皮肤是红褐色的，手里拿着一根粗制滥造的狼牙棒。哥布林自己也有铁匠，但是工艺跟人类的没法比，大多数时候他们更愿意失去人类的装备。此时另外一只哥布林英雄的手里就拿着一柄金刚剑，稀有，是一件蓝装，应该是哪个猎人死在这里然后留下的。大胆的猜测一下，应该是上次开荒团的人。吼吼吼！2只哥布林英雄发出了怒吼，朝着陆成双走了过来，但是迅捷蟹马上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哐哐，重击！狼牙棒和钢剑在迅捷蟹的甲壳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567，-555，-600，-540，攻击力相当高，但是攻击频率比较慢。拿狼牙棒的那个还会有概率发动击退效果。2只迅捷蟹被他一棒子打退了好几步。好在迅捷蟹血后，实施技能发动，失血最多的一个吃掉尸体补充生命，另外一只又顶了上去，交替轮换。献祭，厄运降临。陆成双给他们每个人打了2个 debuff。迅捷蟹用锋利的刃足在哥布林英雄的身体上划出一道倒血口子。-458，-500，-788，-880，叠加伤害加上真实伤害，让2个大块头血量迅速下降。苗万万，输出不要停！听到陆成双的喊话，苗万万稳住身形，朝着他们2只接着发射奥数飞弹。哐哐，奥数流在他们2个身上爆炸，发出紫色的光辉。其中一只的血量已经掉到了 30% 以下，他的身上已经是血肉模糊，眼睛也瞎掉了一只。啊！那只拿着金刚剑的哥布林英雄发出了怒吼，眼睛变成了红色。是狂暴，这个家伙是个狂战士。瞬间他的攻击频率变快，但是陆成双很清楚，这个技能会大幅度降低自身的防御力。集火那个拿剑的，苗万万听见号令，手动调整奥数飞弹的瞄准，10几发飞弹砸在了他的身上。献祭，厄运降临。陆成双又补了2次诅咒，轰的一声巨响，拿剑的那个哥布林英雄的身体直接被炸碎了，烂肉飞溅贴在了潮湿的洞穴墙壁上，画面变得非常刺激。这次连陆成双自己都有些忍不住要吐了。见状，剩下的那一只拿着狼牙棒的干脆从地上捡起哥布林同伴的尸体丢向了陆成双，不过速度很慢，对他毫无作用。看得出，不过对方的目的显然不是造成伤害，而是想打断法师的施法，保护我方输出。陆成双给身后的2只迅捷蟹下达了命令，他们2个立刻围在了苗万万的身边。唰的一下，哥布林英雄又朝着苗万万扔了一具尸体。这时候迅捷蟹跳了起来，挡在了他的身前，硬生生的将尸体弹了回去。放心输出，不用管他，现在谁都伤不到你。好，陆成双的召唤物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啪啪啪，又是一顿奥数飞弹输出，哥布林英雄身上出现了好几个大的血窟窿。啊！他发出了惨叫，转身就要逃走。献祭，厄运降临。陆成双又补了2次诅咒，他知道这家伙想要干嘛。别追，让他走，他已经活不成了。所有的召唤兽和身后的苗万万都听从命令，在原地待机。不一会，陆成双的身体被一阵暖光包围。Leave out， 他升级了，现在已经来到了7级，说明刚才那个哥布林英雄已经死了。原本堵住自己的哥布林也都四散逃走，不见了踪影。舔包吧！呼！苗万万长舒了一口气，他从空间里拿出一个技能书丢给陆成双，拿着，给你的，以后技能书不够跟我讲，管够。老板大气啊，这东西这么随便给真的好吗？没事儿，相比你刚才的表现，这一个技能书算是便宜的了，你配得上一件紫装。这可是你说的呀，记得你欠我一件紫装。苗万万笑了起来，
你这家伙真有意思，一剑紫装而已，至于吗？至于呀。大小姐，你家大业大，黑山是什么资源，你没有啊？我可是一介凡人，一剑紫装可能是别人几辈子的收入了。两个人一边闲聊着一边舔包。你是怎么知道哥布林的特性的？这么细的东西学校里是不可能教的。我爸也是猎人，只不过很多年前失踪了，他给我留下的笔记里写的。老爸，对不起了，我只能把这件事推到你头上了。原来如此，那你当猎人是为了找你爸爸吗？是的，我想快点拿到 C 级执照。第17章，奥数飞弹。两人之间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了。苗万万心中突然对眼前这个男生产生了同情。以后当我的小弟，我罩着你，别的咱不敢说，黑山是保证你横着走。闻言，陆成双立刻咧嘴笑了出来。哎呦喂，那我先谢谢你了，大小姐，我倒是真想试试横着走是啥呀。苗万万是个聪明人，他一早就发现了陆成双的那个渴求者光环，只要跟他站在一起，法师就不存在魔力值的短板了，根本就是打了子弹无限密集的炮台。出来混爆紧大腿才是主要的，钱对他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陆成双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魔力值很高，但是奥数飞弹的消耗更高，渴求者光环可以把所有法师的魔力值稳定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刚才已经经过实战测试了，未来这将是自己的一个大卖点。毕竟全世界有这个光环的人只有自己。走吧，这里恶心死了，快点扫光，快点出去吧。说着，苗万万就要往外走，甚至没有兴趣来舔包。等一下，地上的尸体搜索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苗万万点了点头，站在了一边。陆成双开始一个个翻找尸体，获得哥布林的头皮 X1， 获得劣质狼牙棒 X1， 获得金刚剑稀有 X1， 获得哥布林英雄的獠牙 X1。 大多数都是材料道具，用来制作铠甲或者合成装备的必备物品。检测到关键任务道具，主线任务开启。二人同时收到一条提示。陆成双打开面板上的那个叹号，阅读起了任务简报。开启副本第3，扫清哥布林的威胁，勇者要村子的安宁就全部拜托你们了。所需道具：哥布林英雄的獠牙，哥布林巫师的面具，白骨钥匙 X1。 苗万万惊呼一声，什么？主线任务居然这才开启？上一次的开荒团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攻略上只字未提？行了啊，大小姐，你就别抱怨了，开荒团死人了，估计人家也就是写个报告应付副本承包商，结果不知道被谁给拿出来卖了，这个人倒是挺缺德的。快走吧，出去以后我要好好找他们算个账。等下，还没结束呢。说着，陆成双走到了里面的牢房里，打开了俘虏的镣铐。你们朝外面走吧，这里已经被我们肃清了，其他的我也帮不了你们了。谢谢，谢谢你，可嗨嗨。牢房里仅剩的一个精灵族费劲的张嘴说道，接着他从破烂的衣衫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陆成双。这是一个人类小男孩交给我的，可嗨嗨，请你，拜托你找到他的家人。陆成双接过那张白纸，再看一看，居然是一张数学的满分试卷。叮，检测到任务道具，请将王子轩的满分试卷交给他的家人，完成孩子的遗憾。任务奖励：王子轩的试卷。套装任务：上次击败卷王获得了一件绿装，这是他的另外一件。陆成双打开空间查看了一下装备，王子轩头骨套装，精神加100。王子轩的遗憾套装效果：2件，法术伤害将会有 30% 转化为施术者的生命值。这个套装正是目前他所需要的。30% 的法术吸血，可以不用为了续航问题担忧了。打完副本，接着去做一下这个任务吧。走吧。陆成双招呼了一下苗万万，又接新任务了。是个什么任务啊？一个支线，放心，我会带上你的，经验少不了你的。嘿嘿，这才像话。等一下，陆成双突然站住了，然后对着苗万万用出技能灵魂绑定。一阵微光包围了苗万万的身体，随即一颗灵魂石出现在了他的胸口。苗万万看了一眼属性，直接瞪大了眼睛。你居然还会复活？他默默点了点头。保密啊，这种事情别到处说。废话，我又不傻。你知道一个复活十字架卖多少钱吗？你这到底是什么变态职业？法师的攻击力太强，而且5级之后还有 AOE 技能，太容易 OT。大小姐可是自己的大金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死。陆成双一边走一边打开自己的人物面板。人物：陆成双，等级7，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1800，法力值4000，耐力120，敏捷45，智力205，精神195，经验值7%。
距离下一次升级还有 93%。按照刚才的经验，完成任务应该会获得大量的经验值，或许比刷怪还要多。而且没猜错的话，这个副本他们应该是首通，还会有更多奖励加成。再升一级问题不大，大胆点估算还能再升2级。这时候一道光笼罩了囚室里面的所有人，等到光散去之后，他们都消失了。亮继续往下走，迅捷蟹在前面已经把洞穴构造都探出来了，顺着洞穴昏暗的地道一直往前，里面有一个宽阔的大厅。不用想，那个巫师应该就在这里了。咕咕咕，咯咯咯，越靠近地道，声音越大，好像里面在举行某种仪式。一路上他们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之前来这里探路的迅捷蟹已经把通道给清理了一遍，路上零星的散布着几个哥布林的尸体，给他的感觉是这群东西应该是准备整个大火。终于两人来到了大厅，一群哥布林围着一个火堆在跳舞，中间2个白皙的人类女性一丝不挂，被困在柱子上。陆成双瞪大了眼睛，这2个不是 NPC， 是猎人，不用看也知道他们2人经历了什么。2人的嘴巴被堵住，眼睛里跟那几个 NPC 一样毫无生气，应该是被灌了某种迷幻药。这帮畜生！苗万万看到这样的场景，瞬间被激怒了，抬手就是2发奥数飞弹。等一下，他是故意的。陆成双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但是为时已晚。嗡嗡，一阵空间扰动，2发奥数飞弹被什么东西吞了进去。第18章全部杀掉。这时圆柱下面忽然闪过一个紫色的魔法阵，嘎嘎嘎嘎嘎，哥布林巫师发出了刺耳的笑声，然后手一指，叽里哇啦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手下的哥布林朝着他们2人冲了过去。迅捷蟹马上顶在了他们的前面，锋利的刃足疯狂挥砍着。负456，负600，负589，负666。升级之后，召唤物的敏捷有明显提高，攻击频率变得比原来快了1倍。噗呲哗啦，哥布林瞬间被砍断了手脚，有些被砍断了脑袋，有些则是直接被劈成2半，血肉横飞，爆炸四起。奥数飞弹像是不要钱一样在哥布林群里乱炸，看得出苗万万是真怒了。可求者光环的作用下，他的魔力值还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后面的哥布林巫师对着柱子上的2个人吟唱，这是要献祭啊！陆成双抬手，献祭！轰的一声，哥布林法师浑身起火，嘎嘎嘎嘎，剧烈的疼痛让他躺在地上打滚。厄运降临，2个 debuff 叠加，哥布林法师开始疯狂掉血。后排的弓箭手朝着陆成双嗖嗖2箭，但是早就被他看见，很轻松的躲了过去。召唤，召唤，召唤！他不想给机会了，这里地势开阔，他直接把迅捷蟹给罩满。一阵剧烈的空间扭曲，大厅的四周迅捷蟹像是团建一样蜂拥而至。站在他身后的苗万万直接看傻了眼。场上的迅捷蟹往少了说也有20多只，没听过哪个召唤师能有这么多召唤兽啊！感觉现在完全不需要他了。迅捷蟹群嘁里咔嚓肆意屠杀着场上的哥布林，这东西血厚功高，尽管等级上面有点差距，但是也基本可以无视了。2倍的法术强度让所有的召唤兽同时享有加成。负567，负457，负555，屠杀光了哥布林，20只迅捷蟹围着哥布林法师就是一顿乱砍。苗万万还是头一次听说，在副本里召唤兽比野怪还多的。哥布林法师根本来不及施法，他身上的血肉被大块地切下来，噗呲噗呲，紫色的血浆被喷洒的到处都是。嘎嘎嘎，随着一声惨叫，哥布林法师倒在了血泊当中。击杀哥布林法师，经验值加1984。陆成双的经验值已经来到了 50%， 如果把主线任务做完，估计就能再升1级了。苗万万等级比他低，击杀哥布林法师这一波直接让他的经验暴涨了 40%， 还差最后的 2% 就升级了。他心里暗暗感叹，这个速度太快了，根本还不知道这个哥布林法师有什么能力。苗万万来到柱子旁，把2个女孩子放了下来，紧接着从空间里拿出毯子盖在了她们身上。他们2个人没有大碍，应该是受了精神刺激，加上中了神经毒素。解毒剂有吗？有。苗万万从空间里拿出来万能解毒剂，每个人灌了1小口。不一会，他们的眼睛里恢复了神采。2个姑娘一下子哭了出来。别紧张，你们没事了。你们是猎人吗？有队伍吗？其中一个姑娘点了点头。我们是黑山五中的毕业生，过来练级的。2个姑娘稍微恢复了神智，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原来他们也买了那个坑人的攻略，只可惜他们的运气没有那么好，同队的战士已经死了，长剑被哥布林英雄拿走当做武器，自己则被绑了留了下来。原本以为要被哥布林侮辱的，
但是这个法师却把他们要了去，灌进去了某种药物，然后进行奇怪的仪式。仪式进行了一半，他们2个人就闯了进来。陆成双一听，脑子里的一根弦疼的一下就绷了起来。快看看他们的身上有没有印记！哎，什么印记？他来不及解释，冲过去撤掉了2个姑娘身上的毯子。果真，其中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紫色的魔法阵，法阵越来越亮，不一会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小心！陆成双一下子扑到了苗万万的身上，把他压在了身体下面。接着，2只迅捷蟹扑到了那个姑娘的身上。轰！一声巨响，2个姑娘连同迅捷蟹一块被炸得粉碎。负1100。陆成双也因为冲击波的缘故被抽掉了一大管血。可嗨，刚才那个哥布林法师跟陆成双一样是个咒术师，高中竞赛辅导班上教过，献祭类召唤法术一旦被打断，祭品有很大概率被召唤物标记，并且夺走灵魂，并且发生大爆炸。这么好的几个学生就这么没了，这个开荒团太他妈的坑人了，至少3个家庭要沉浸在失去孩子悲伤中。陆成双暗下决心，等出去以后抽空调查一下这个开荒团的底细。你没受伤吧？我没事，没事。那2个姑娘？陆成双摇了摇头，没戏了，刚才不是迅捷蟹，我们2个也得交代在这里。怎么会这样？陆成双沉默不语，只差一点就能救下那2个人了。苗万万没见过这种场面，肯定心有不甘吧。果真，苗万万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呆滞，他赶紧拍了拍对方的脸颊。喂，行了，我们尽力了，他们这样只能怪他们自己命不好，太不小心了。没有，我没事。陆成双伸出手把他给拉了起来，把副本完成，把他们的物品给带出去吧。看着眼前的白骨王座，陆成双知道这里就是王庭了。他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四处搜索了起来。忽然看见一个用白骨伪装的门，陆成双一脚踹开门，里面大概20几只哥布林幼崽，看上去绿绿的圆头圆脑的，十分可爱。嘤，吱，他们害怕的相互搂抱在了一起。这个时候苗万万也走了过来。小孩子，陆成双点了点头，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说着他就要对那些哥布林幼崽伸出手，但是却被旁边的陆成双一把拉住。你要干什么？他们只是小孩子，应该不会有害吧？哥布林是狡猾的生物，无论大小都一样。陆成双的眼里闪过一丝凶光，全部杀掉。第19章哥布林王。等一下，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说不定以后不会伤人。大小姐，他们是野怪，这里是副本，他们的唯一价值就是给我们提供经验值。说着，陆成双开始收集刚才死掉的2个姑娘的空间。主线任务完成，哥布林洞穴3层开启。叮，2个人的地图上同时标注出了传送口。刚才迅捷蟹探出的第3个死胡同就是通往3层的入口。舔完了包，陆成双拍了拍大小姐，走吧，下去看看还有什么。走吧。苗万万已经没有刚进来时候的那种活泼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刺激的场景也没办法，适应一下，很快应该就好了。2人来到了传送点，准备好了吗？苗万万点了点头。好了。陆成双触摸一下传送光幕，一阵亮光过后，2人来到了一间空旷的地下室。这里中间站着一个高大的黑袍男人，仔细一看，他的脸并非人类的脸，而是一张丑陋的布满疙瘩的哥布林脸。佝偻的身形让他看起来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头顶戴着一个生了锈的王冠。从装扮上来看，他就是这里的哥布林王了。陆成双打开了属性面板，人物哥布林王，等级11，生命值95000，技能对于这个等级的怪物来说，他的血量高得可怕，换成其他职业不知道要砍多久。陆成双观察了一下周围，这里地势开阔，用4只魔像加上5只迅捷蟹，不用10分钟就可以处理掉。但是如果哥布林王有召唤技能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身后的苗万万也是个麻烦，身板太脆了。灵魂石绑定，复活一次有120秒的冷却，120秒之内他如果死那可就是真死了。等会打起来站得离我近一点，如果对方会召唤的话，你负责清理小怪就行了，哥布林王不用你动手。苗万万点了点头。好。奥术师的技能太容易 OT， 拉不住怪的话，搞不好又会像刚才一样被针对。但是就在这时候，哥布林王开口说话了：人类，你们赢了，放过我，这里的宝藏都归你们。哥布林王指了指身后的木头栅栏，里面放着一个宝箱。陆成双睁大眼睛看了一下，这是史诗级宝箱，必定开出至少1件史诗级装备。就这么离开避免战斗的话，可以白捡1件装备。我知道你们只是拿钱办事的猎人，拿着宝物离开这里，咱们双方都不用拼命。这只哥布林很聪明，还学会跟人类讨价还价了。但是陆成双看过有关哥布林的著作，这个东西只是在用缓兵之计。哥布林王投降，
您可以选择拿了宝物离开，或者继续杀死他。面板中跳出提示。陆成双抬手指着哥布林王：“哥布林王呀，你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轮到你付出代价了。等一下，我什么也没做，这都是我的手下。去死吧！谁要听你把话说完？”召唤，一阵空间扭曲，4只魔像，10只迅捷蟹出现在了大厅里。料敌从宽，尽量不要让对方有还手的机会，这是陆成双的原则。你们这群人类，为什么要欺负我？明明我已经道歉了。哥布林王取出长剑和盾牌，轰轰轰，他的身体开始变得巨大化。这是剑盾战士的技能，天神下凡，短时间内可以大幅度增加双抗。献祭，厄运降临，火球术。陆成双打了2个 debuff 上去，紧接着2只红色魔像扔了2颗大火球。-777，-890，-2589，-3500。法术暴击加上持续的法术伤害，让哥布林王迅速掉血。人类，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好，恐惧术。哥布林王用出了第2个技能。前排的那些迅捷蟹陷入了1秒钟的恐惧，四散逃跑。但是对于魔像这种非生命单位，恐惧术毫无作用。哐哐，大拳头砸在了哥布林王的身上。-1567，-2567，再次打出了暴击。站在一旁的苗万万目瞪口呆，他到底还有几只召唤兽啊？怎么感觉站在他身边的陆成双更像是副本 BOSS 呢？哥布林王的攻击力也不低。-1173，-1459，两刀下去，一只迅捷蟹的血量飞速下降。关键他挥刀的面积极大，周围几只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箭射伤害。-765， -777， -536。陆成双注视着眼前的战斗场景，时不时给 BOSS 补上2下诅咒。这种打法可以说已经刷新了他的认知。单刷副本居然还能游刃有余，眼前的这个哥布林王换做其他小队的话，至少要打几个小时。圣骑士光是忙着治疗前排的战士，就应该已经要精疲力竭了。大块的血肉被众多召唤物撕扯下来，哥布林王的血量已经过半了。他摘下别在腰间的号角，吹了起来。嘟嘟嘟，周围忽然出现空间扰动，100只哥布林涌入了大厅。苗万万立刻紧张了起来，看着周围，陆成双所有的召唤物都在对付哥布林王，他们2人已经被围死了。但是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紧张，反而是淡定一笑。陆成双抬手召唤，一阵空间扰动，10只蓝色魔像和10只迅捷蟹出现在了2人的周围。魔力护盾，一层防护罩包裹住了2人的身体。自由输出，炸死他们！苗万万抬手，奥数飞弹，嗖嗖嗖，紫色的魔法流从他的手里飞出来，砰！打在的哥布林身上，立刻发生了爆炸。-1765， -1888， -1754。每一发飞弹都带着火焰伤害，同时附带真实伤害。不过打在这些小怪身上有些浪费就是了。霎时间号角声四起，残肢漫天乱飞。但是这些哥布林都是召唤物，产生不了一点经验值，这让陆成双感觉有些不爽。一旁的弓箭手现在已经完全不足为惧了，箭矢造成的毛毛雨伤害已经全部都魔力护盾给挡了下来。吼吼吼！哥布林王进入了狂化状态，他的血量已经低于 10% 了。轰的一声巨响，他的大脚狠狠地踩在了地面上。战争践踏。-2348， -3300， -4567。这下是 AOE 攻击，而且伤害极高。第20章手通奖励。换成猎人战士的话，刚才那一下1/3的血就被抽走了。陆成双一边看一边分析，对于圣骑士、武僧这种带治疗的职业，这个副本是个极大的考验。只要前排的剑盾战士死了，接着就是团灭。打到半血的时候，100只哥布林的出现也是个麻烦。喂，你在想什么呢？攻略，我准备出去以后重新写一个副本的开荒攻略，应该可以赚不少钱。你真行，这种时候还有新思想赚钱的事情。陆成双笑了笑，随手又补了2个 debuff。大小姐，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生下来就不用为钱的事操心吗？再说了，这副本又不用我打，交给他们就行了。火球术，火球术。外围的2个红色魔像又扔了2发大火球，哐的一声，火球爆炸，烟尘散去，哥布林王的身体直接被炸成了2截。周围被召唤出来的小怪随着召唤者一同消失了。叮！恭喜您击杀哥布林王，奖励将在1分钟之内结算。陆成双马上跑到了尸体面前，舔包。苗万万则跑过去打开了宝箱。您获得哥布林王的王冠，任务道具深渊魔种 X10，
国王号角，任务道具：金刚大盾，稀有。地营，史诗。哥布林王出了一件史诗级装备，而且还是个法刃。陆成双马上打开了面板。低营，法刃，要求等级10，品质史诗级，法术穿透加150，法术伤害加90。咒术师的厄运降临，如果击杀目标，将会有 15% 的概率召唤出一只深渊恶魔，持续1分钟。当你拿起这把匕首时，深渊中无数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你的灵魂。低音在你耳边响起，这件装备就是为咒术师量身定做的，法术穿透和伤害2项加的都不少，重点是居然还能改变技能形态，这个高中课本里可没有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法师类职业都是下水道职业，没有人特别进行研究，咒术师这种没有爆发伤害的法师连一丝下副本的机会都没有。面板中继续弹出提示，您的队友获得物品：狼皮 X10， 魔蜘蛛丝 X50， 金币 X200000， 锈蚀的钥匙，任务物品：华伦天奴的攻速鞋，史诗，又是一件史诗级装备，这回发大财了。陆成双继续打开面板，查看装备信息：华伦天奴的攻速鞋，品质史诗级，等级要求10，敏捷加150，物理穿透加300，耐力加10，攻击加40，普通攻击将附带 35% 的吸血。主动技能急速，发动后攻速增加 350%， 持续5秒，冷却时间2分钟。死！一件高品质射手装啊，而且等级要求极低。如果我是后羿，战撸可以直接推水晶了。呸！这件东西放在拍卖行绝对是抢手货，射手盗贼都可以用，甚至狂战士也能用。所有的装备穿到不同的人身上会幻化出不同的样子，拿到装备的人也无需太担心。传送光芒开启，2个人的身体笼罩其中，不一会周围变成了一阵纯白色。叮！检测到任务道具：哥布林王的王冠。国王号角，已完成击杀哥布林王的任务，已完成肃清哥布林洞穴的任务，获得称号哥布林杀手，获得经验值 X1500000，获得宝箱随机品质，手通奖励发放，获得宝箱史诗级，获得宝箱稀有级。世界本源会自动评估2人在副本中的贡献，然后给他们结算奖励。苗万万的贡献远不及陆成双，所以他只分到了稀有级宝箱。不过经验值和随机品质宝箱他也有份。刚才获得的2件紫装以及所有材料和金币分配权都给了陆成双。大小姐其实根本看不上这些垃圾，她要的是经验值。东西都给你，我一件都不要。那怎么行？紫装给你1件，但是金币我都要了，你看怎么样？出去以后还要指望大小姐罩着呢，该让利的地方就得让。今天我能让出去1件紫装，明天他就能给我10个亿，听懂掌声。与此同时，城内公共频道出现一条广播：副本哥布林洞穴手通，用时2小时44分，评定为 S 级，城市级 buff 开启，富贵泼天，黑山市所有副本产出量增加 30%， 稀有级以上装备享受双倍爆率，持续144小时。吼吼吼吼！大街上走的，大厅里坐着的，还有现在就在门外等着的所有猎人，全部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尖叫。这他妈真是泼天的富贵！城市级 buff 如果想要开启，必须手通3A 及以上难度的副本，同时必须拿到 A 级以上评价，评价越高，奖励幅度越大。而且每一个新发现的副本只有1次手通的机会，手通没评价的只有小队内部人才能拿到奖励，之后哪怕有人拿到 S 级评价，也无法开启全程 buff， 条件非常苛刻。最近5年以来，黑山市的城市 buff 就从来未有人开启过。陆成双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事。此时传送的光芒褪去，2人出现在了大厅内。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都在看着我们？短暂的肃静之后，轰的一声，一大群人把他们围住，抛向了空中。牛逼呀，小子，开启了城市 buff， 太帅了呀！你叫什么名字？能跟我合影吗？2个法师居然通关了副本，回去我要跟我女儿说一下，她也觉醒了法师。YYDS 啊，你是我们黑山市的英雄！英雄！英雄！此时此刻，各大公司也都收到了通知，官方更是早一步动员自己的猎人小队。猎杀时刻要开始了，从现在到未来的6天之内，整个黑山市的猎人小队都将不眠不休地拼命刷副本。像这样的狂欢已经太久没有出现过了。此时此刻，皇朝集团办公室，老板，有人通关了副本，拿到了 S 级评价，我要他的所有资料，快点！市长办公室，秘书哐的一声推门进来，孙市长，有猎人手通了副本。姚秘书，我说了多少遍了，进来要敲门，不就是个3A 级副本吗？
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吗？东环副本有限公司 S 级猎人齐东焕的办公室，秘书推开了门，把一份资料放在了他的桌子上。老板，手通的人找到了，他可能就是杀了2少爷的凶手。做得好！齐东环的眼睛里露出了一抹凶光。第21章，被通缉了。陆成双挤出人群，拉着苗万万飞奔出了大厅，好不容易才打了一辆车往回走。苗万万还觉得一切非常不真实。我们破纪录。陆成双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做了一个虚的手势。大小姐，我一会把你送到哪里比较好啊？最近的地铁站吧，我坐地铁回去。行，那一会短消息联系吧。车里2个人不能说太多，现在这个时候不要做出太惹眼的举动为好。此时他只想赶紧回家。刚才的一波经验值直接让连升2级，顺利来到了9级。回去之后，他要看看宝箱里的东西和自己的属性。此时苗万万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他讲，但是陆成双拼命摆手，示意他有什么事等到4下没人了再说。他已经猜到了，一定会有很多人要找他们，大多数都是要拉拢他的，但是难免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要算计他们的。陆成双现在还不想加入任何组织，当然更不想得罪那些大型猎人公司。万一被邀请然后拒绝了别人，恼羞成怒之下，那些公司有很多种手段能玩死他。回到家里以后，陆成双吃过晚饭之后跟家人聊了一会。电视上正好在播放今日新闻。哥，今天有人通关了新副本，全程都有 buff， 你有没有打算去捞一票啊？妈妈听到以后眉头一皱，你说啥呢？你哥是个法师，他怎么下得了副本？见状，陆成双马上给自己的妹妹使了个眼色。陆双马上捂住了嘴巴。哦对，我突然忘记了，老哥，你要是能下副本就好了，我超级想看看副本里面是什么样子。下副本有什么好的？你哥现在打工赚钱不是也赚挺多吗？陆成双并没有将自己下副本的事情告诉妈妈。已经失去了爸爸他，家里的2个孩子就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了。下副本这个词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禁忌。妈说的对，我有点困了，你们慢慢聊，我先去睡了。说完，陆成双起身进了房间。锁好门之后，他第一时间打开人物面板。人物陆成双，等级9，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2800，法力值6000，耐力200，敏捷75，智力285，精神245，召唤空间也扩张到了75个。接着陆成双拿出史诗级宝箱，手通奖励异常丰厚，况且还是 S 级评价的手通，甚至比官方给的市级奖励还要丰厚。领取，宝箱打开，手通奖励已领取，复活十字架 X100， 技能书 X20， 金币2000万，兴隆的祝福史诗，谋杀者的小刀稀有，萝莉狗头 X100， 混沌之眼 X1。 我操，别的不说，单单这100个复活十字架就会让他直接原地起飞，500万一个的售价，而且轻易不会有人拿出来卖。对于高级副本来讲，这个东西就是第2条命。每个高级猎人下副本之前的必备产品，跟技能书一样，是副本随机爆出的。除此之外，20个技能书，如果没有系统的话，够他用到100级了，直接实现了技能书自由。不过现在他有系统傍身，现在这东西对他来讲就有些鸡肋了。萝莉的狗头是重要的铁匠材料，用来制作高级别史诗装备的。陆成双打开拍卖行，查询了一下同款的价格，居然也要150万一个，全部卖掉。剩下的一个混沌之眼居然达到了传说级品质，看了一下描述，也是锻造用的材料。之前他在拍卖行看见有人发起过1亿的求购，不过挂了很久也没有人回复，姑且先留着吧。陆成双现在也不是很缺钱。最后就剩下这2件装备了。陆成双打开说明面板，谋杀者的小刀，品质稀有级，等级需求11，敏捷加15，攻击加55，格挡加17，垃圾装备。他的脑袋里闪过一丝这样的念头，估计是最近2天紫装看多了，突然给个蓝装都觉得垃圾了。其实这个装备放在市场上会被很多人抢购的，因为比起灰色的普通级和白色的精品级，蓝装能够加的属性已经很多了，这是大多数人一辈子的极限了。有些穷苦的猎人家里砸锅卖铁也未必能凑得出一身蓝装，绝大多数猎人一辈子也就是20级左右，精品白装一身，能拿得出一件蓝装就足够炫耀了，更不用说升到50级以上拿到 A 级执照了。像慕云兰这种 S 级大神属于镇国神器，平时只能在电视里见到，现实生活中能见一次都属于3生有幸。陆成双决定先留着，以后说不定能用得到。他打开说明栏继续看，
最后一件装备，兴隆的祝福。兴隆的祝福，品质史诗级，等级需求10，智力加300，精神加300。召唤师的召唤技能有 30% 的概率发动兴隆的眷顾。德拉克西翁将派遣一只自己的子嗣协助战斗，召唤师将随机召唤出兴隆斜杠龙兽，持续3分钟。拿锤子的黄金大只佬，欠我的酒什么时候还给我？好东西啊，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自认为见过世面的陆成双突然不淡定了。兴隆和龙兽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而且这个概率很高，召唤一次是 30%，10次就是 300%， 好像不是这么算的，但不管怎么讲概率非常高。明天有机会实验一下。陆成双把想要卖掉的萝莉的狗头全部放在了拍卖行，静等收益，剩下的全部放在了自己储物空间里。随着下副本次数的越来越多，他的空间可能不够用了。虽然随着等级的提升，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总不能把众多价值连城的装备随身携带吧？万一来个富婆帅，明天第一件事情就去银行开一个储藏空间，不用的装备全部放进去。嗡嗡嗡！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苗万万给他发来了消息：呆瓜，不好了，你快看看新闻，有人要通缉你了。第22章，淡定。看到消息之后，陆成双的反应出奇的淡定。哪家公司？咦，你怎么知道是公司？废话，官方通缉，我现在已经死了。官方处理案件是要讲究证据的，况且是对方先动的手，只可能是公司私下对他发布的通缉令。对方来头还不小，你最近不要自己外出了，尽量多跟我待在一起，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谢谢大小姐，你真可靠。挂了电话以后，陆成双立刻打开网页，在最新一期的悬赏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东环副本有限公司发布的信息，悬赏金额是10万元。看到金额，陆成双青筋暴起，你他妈是在瞧不起我吗？混蛋，老子死了报的金币都比你的赏金多。悬赏令这东西就是个灰色地带，一般官方是不会支持的，除非对方背景深厚，甚至很有可能是个高级别猎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协会恐怕都管不了了。这种事一般都属于私人恩怨，高级别猎人在哪个国家都属于稀有资产，只要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为国效力，并且不随意杀人，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官方是不会随意干涉的。当然，每个地区的执法力度也有不同就是了。陆成双叹了一口气，该来的总会来的，赏金这么低，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有兴趣的。更何况最近副本有翻倍奖励，大家根本没空理这种事。陆成双判断，这段时间之内他还是安全的，趁这个机会赶紧升级，增加些自保能力。等到执照换了以后，他就可以一直在官方副本待着了。只要不去荒原，哪怕是 S 级猎人，也不能在官方控制的副本安全区里动手。第二天一早，苗万万就给他打来了电话：呆瓜，赶紧下来，本小姐要去练级。走到楼下之后，他们家公寓门口居然停着一辆法拉利。看什么？快上车，别耽误本小姐练级的时间。得嘞。虽然这车现在自己也能买得起，但是有光不占，乌龟王八蛋。你打算怎么安排啊？呆瓜，我先去做个任务，然后换个执照，然后我带你顺便也把任务做了。晋升任务道具我已经有了，花钱买的，你把我带到10级就行了。果然有钱就是豪横，能花钱解决的就尽量花钱。等下做完任务，我要去一次银行开个储藏空间。哦，不用这么麻烦，你的身份信息发给我，我让我的客户经理帮你弄，一会他们会派人把钥匙送过来的。陆成双点了点头，抱了大腿就是方便，很多原本麻烦的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不一会功夫，两人来到了城郊。今天这里组队的人足足比往常多了10几倍，因为城市级 buff 的影响，装备的掉率更高了，野怪的刷新率也更快了。低级猎人为了蹭这波热度，纷纷出动。毕竟等级高了，不管是考编还是考大学，亦或是找工作，都是十分有利的。4级战士带队，经验团，还差一位发车。金团，打材料的来。双骑士团，绝对安全，车速很快要的赶紧来。武器大师求组队，任意职业，谁都行。刚停好车，就看见一堆人摇旗呐喊，寻找队员。副本的入口处也全都是人，好像在商量着什么。2个人朝着城郊入口处走去，刚走进那些人的视线范围，就吸引了无数目光。我靠，2个法师，法师也能单刷了，这2货纯找死的。小妞，要不要哥哥保护你啊？5级战士，嘎嘎有经验。苗万万笑了笑回答道：细狗，要不要看看姐的等级再说话？比我高2级又如何？法师下副本就是找死，这是常识。常识你妈逼啊，滚远点！战士一听有些火了，身为战士，到哪儿都有人求着组队，还从未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你怎么说话呢？
脑子不好吧你？要不是看你长得还行，你以为老子愿意搭理你？陆成双赶紧拽了拽他的袖子。行了，别搭理这种垃圾。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旁边的人听见。你他妈说谁呢？战士拔剑，想要当场就把陆成双给砍了。哪怕差着5级，他也不认为自己会输给一个法师。两个人都使用了屏蔽功能，身上的装备周围人是一个也看不见。如果看见了两个法师身上的紫装，估计两眼放光，也不会管什么官方的禁令了。到了城郊没人的地方，就会有很多人动手。看到对方有动手的打算，陆成双丝毫不慌。哟，怎么着？想动手？来吧，安全区动手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比我清楚吧？这时候旁边有个人出言劝道：算了哥们，为了两个法师不值，他们进去能不能活着出来还不知道呢。你是个战士，能转职成战士已经是人生赢家了，别上头啊。闻言，那个战士才恨恨作罢，周围更多的人则是露出一副看好戏的表情。虽然这里是城郊，野怪都是被弱化处理过的，但是对法师来讲单刷也是致命的。一阵传送的光束过后，两个人来到了城郊。召唤！呼啦，4只迅捷蟹和2只魔象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作为保镖，这些东西足够了。两个人直接掠过了小怪，找到了卷王的位置，还是那个熟悉的办公室。那个玻璃隔间里，卷王在愤怒的来回走动。加班，加班啊！这石面板上传来提示：到达任务地点，是否使用任务道具？是。王子轩的满分试卷飞到了卷王的跟前。卷王拿起试卷，外形瞬间恢复成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儿子，你考了满分。儿子，爸爸为你骄傲。儿子，你太棒了。卷王高兴地跳了起来。今天不加班了，去给儿子买个礼物，然后回家做顿饭。各位下班吧，工作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回家陪陪家人吧，他们正在家里等你们呢。第23章刺杀。说着，卷王化成一缕光消失在了空气中。陆成双感叹，这大概就是上个时代的缩影吧。无数的办公楼里，到底有多少卷王为迷失了自己，为了卷而卷呢？叮！任务完成，获得王子轩的试卷，获得经验值35000，获得金币1万。紧接着一阵光芒笼罩着两个人的身体。Level up， Level up， 升级了，我又升级了。苗万万开心地叫了起来。此时他已经来到了8级，而陆成双则升到了10级，终于又突破了一个关键节点，终于可以领到 C 级执照了。陆成双的心里一阵激动。喂，别顾着自己开心，答应我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啊！知道了，大小姐，我带你升到10级，然后咱两个一起去换执照。这还差不多，银行账户已经帮你弄好了，他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走吧，出去。叮，系统检测到宿主提升到10级，是否现在领取奖励？系统同时给他发来了消息。晚上回家再说吧，现在根本没时间研究属性和奖励。两人正往上走着，陆成双突然发觉了一丝异样，上去的通道好像被人做了手脚。他猛地一把拽住了苗万万，停下，别走了。啊，怎么了？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扶梯被炸塌了。陆成双跟苗万万一起从上面跌落到了地上。-1456，-1123。咳嗨嗨！陆成双剧烈的咳嗽着，巨大的烟尘笼罩住了整个空间。这是游侠的陷阱，而且这个雾也不是一般的烟尘。没事吧？快起来，我们被人给盯上了。顾不上别的，他一把将苗万万从地上拉了起来。魔法护盾，嗡的一声，蓝色魔像放出护盾，罩住了两人的身体。就在这时，只听见嗖嗖2声破风，还未等他们做出反应，2支分裂剑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叮叮，2声清脆的动静，剑矢被护盾弹开。好险！再晚半秒，两人估计就要用灵魂石复活了。不是吧？这都没死！烟尘的另外一边传出了一声惊呼，看来对方是准备不讲武德，搞个偷袭的。不过偷袭不成，因为刚才的惊呼，他自己也暴露了位置。召唤！这次空间扰动的力量要比以前大上不少。陆成双头顶出现了一片星空，紧接着就是一声怒吼，一只浑身遍布灰蓝色龙鳞的龙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龙兽和龙的区别在于，首先它们没有翅膀，不会飞，对于魔法也没有龙这么精通，但是它们的双抗极高，物理攻击更是高的变态，是高阶天的大天使和深渊大魔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可是现在陆成双的等级太低了，无法发挥出他们的全部实力。巨大的龙兽几乎占据了半个地下空间。嗡的一声巨响，迷雾被瞬间驱散。这是龙吼。陆成双记得在课本上学过，龙吼是所有龙属怪物的天赋技能。他马上看了一眼龙兽的技能，龙吼天赋技能
作用范围30乘以70，范围内打断技能释放，驱散不高于召唤师20级的魔法效果，标记范围内隐身单位，持续120秒，冷却10分钟。冷却时间很长，不过种族技能、天赋技能都是这样。周围的空气随着龙吼的效果震动，对方所有人纷纷捂住了耳朵。陆成双注意到，已经有一个刺客摸到了苗万万的身后。场上一共5个人，一个圣骑士，2个射手，2给刺客。圣骑士16级，剩下4个人都是15级，等级比他们2人高出了一大截子。不过那又如何？他勾嘴一笑，献祭，厄运降临。趁着对方硬直的时候，每个人分配了2个诅咒。呀，啊呀！皮最脆的2个刺客已经开始了尖叫。-456，-555，-327，-278。同样的技能打在圣骑士身上掉的速度比另外2个职业慢了不少。杀了他们！他一声令下，周围的召唤物一下子冲向了那些人。小心！神圣冲击！圣骑士发现了龙兽朝着最近的一个刺客去了，奋力发出警告，打出一个技能。他的盾牌上发出一道银色光波，朝着龙兽飞了过去。但是星龙属于神圣系野兽，神圣冲击能够造成的杀伤非常有限。-765，原本能打出硬直的技能，完全没有阻止龙兽的动作。别过来！刺客一边挥舞着匕首，一边乱叫，紧接着他发动了急速，想要从苗万万身边逃跑。另外2个射手原本想要放技能掩护他的，可是迅捷蟹已经缠上他们了，根本没有空间给他们释放技能。只听见噗呲一声，龙兽直接咬住了他，狠狠一用力，咯啦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7645，这个刺客大概只穿了2件白装，锋利的牙齿直接将他的身体咬成2段。击杀刺客小风获得经验值9987，果然还是杀人经验值更多，比同等级的怪物高了至少3倍。吼吼吼！龙兽吞掉了他的身体，发出了吼叫，紧接着冲向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别小看人呀！圣骑士召唤出了战马，发动冲锋，朝着龙兽而去。身后的把2个魔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看见队友死掉，他估计也上头了。这个时候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先攻击召唤师。莱文，别冲动，先打召唤师，别管那些怪。他的身后有另外一个盗贼提醒了一句。此时的陆成双因为套装的作用开始疯狂吸血，召唤物造成的伤害也算作法术伤害。+234，+600，+2345，他的血很快就补满了。陆成双坏笑了一下，接下来实验一下另外一件装备。他马上收起了王子轩的试卷，拿出低银。这把紫装释放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暗影系和圣系刚好是相生相克的，刚好可以用圣骑士来开个刀。厄运降临，厄运降临，厄运降临。同样的诅咒是没法叠加的，陆成双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他能死在这个诅咒之上。-300，-409，-248。但是对于一个血量接近2万的肉盾来讲，收效甚微。第24章召唤深渊恶魔，挡住他！陆成双念头一动，龙兽和3只迅捷蟹瞬间挡在了他的身前。迅捷蟹的速度最快，朝着圣骑士就扑了过去。圣盾术，神圣铠甲，这个等级能学到的所有防御技能，莱文全都用上了。龙兽朝着他狠狠一爪。-1746，则物理攻击这么强的龙兽也仅仅造成了这么点伤害，迅捷蟹打在他的身上就只能造成100多点的伤害。苗万万，奥术冲击，把他给我推开！这是奥术师能学的第2个技能。陆成双是个学霸，所有职业他都有一些了解。砰！一声闷响，一道紫色的光圈从苗万万的身体周围快速扩散开来，但是打在圣骑士的身上也仅仅只是让他迟滞了半秒。等级相差了8级，效果大打折扣。但是就这一个瞬间，2只迅捷蟹扑到他的身上，一旁的龙兽又是狠狠一爪，直接将他弹飞。啊！不远处传来一声惨叫，其中一个射手的身体被迅捷蟹刺穿，造成了重伤流血的效果。很好，撤退！陆成双给迅捷蟹下达了命令。紧接着他一抬手，厄运降临，一个诅咒打在了射手的身上。莱文，快给驱散！盗贼发出指令，只是圣骑士刚从乱石堆里爬出来，根本来不及发动技能。-789，呀！射手被当场咒杀，身体被暗影能量吞噬。陆成双紧张地盯着对面，希望能发动低银的附加效果。他很想在现实世界看看深渊恶魔是个什么样子。就在这时候，一道黑紫色的法阵出现在了那个射手的额头上。他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那个声音根本不像是人类能够发出的。他的皮肤一点点地脱落，暗影能量像是触手一样席卷了他的全身。还剩下的3个人也都停下了手边的动作，注视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这种魔法效果，他们从书本上都没有看到过，谁都不知道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砰！一声闷响，那个人的身体直接炸开，随即一个低沉的像是砂纸磨金属的一般的声音凭空出现：“是谁在召唤我？”空空空，热浪席卷了整个空间，紧接着一只浑身赤红、头上长着一对羊角的怪物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那东西獠牙长在嘴唇外面，下半身像是山羊蹄子一样，巨大的红色尾巴上布满了尖刺，尾巴的末端还有一团火焰。小火龙是你吗？手里拿着一柄巨大的斧头，上面还有一些红色的看不懂的铭文。这是恶魔，货真价实的恶魔。强烈的压迫感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透不过气来。陆成双一时间也紧张了起来。听说恶魔和召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奴役的关系，他在现实中的每一秒都要把召唤者的身体据为己有，一个细微的错误都有可能会导致召唤者被反噬，是一种极度危险的法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全控制住这个东西。杀了他们！陆成双下达了命令。你胆敢命令我，人类？给我记住！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地动了起来。大斧朝着另外一个射手的脑袋上就劈了过去，速度之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10764，瞬秒，射手根本来不及躲闪，直接被劈成2半。事实上，在场的剩下2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个怪物。跑！盗贼发出指令，自己迅速后撤，找寻上去地面的通道。你先走，我顶住他们。圣盾术，神圣铠甲，呀呀啊呀！圣骑士冲向了恶魔，挥剑朝着他的身体砍了过去，追上盗贼，杀了他。5只迅捷蟹迅速向着盗贼逃跑的方向冲了过去。别杀他，挑断脚筋，留一口气。陆成双突然改变了命令。迅捷蟹的速度非常快，迅速越过了圣骑士，朝着盗贼跑去。刚才被龙吼标记的时间也快到了，他知道对方一定在等这个时间，然后发动前行。不过只要他处于交战状态前行，就无法发动。急速效果在迅速衰减，很快就被迅捷蟹给追上了。叮叮叮！盗贼的乱舞打在迅捷蟹身上，几乎造不成实质性伤害，因为盗贼是必须靠偷袭打出高爆发，像这样的正面战斗根本发挥不出他的实力。迅捷蟹一拥而上，锋利的刃足在他的身体上划出伤口，很快他的体能就跟不上了。噗呲一下，刃足刺穿了他的双脚，把他活生生地钉在了地上。如此一来，圣骑士的抵抗也失去了意义。呀呀呀！他奋力挥剑反击着眼前的恶魔，他的伤害不值一提，但是陆成双却发现恶魔会自己不断的掉血，因为恶魔不属于这个维度的造物，在物质世界现身需要消耗大量的魔能，但是他也不会真正死掉，被消灭以后他就会返回恶魔世界。这些都是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积累的知识。人类，你的灵魂早晚是我的，给我记住。从刚才开始，类似的耳语就一直在陆成双的耳边出现，这是恐吓，用意在消磨召唤者的意志。不过对于屌丝来讲，这招无效。母胎单身早已经让他的意志比自己的麒麟臂还可靠了。献祭，厄运降临，火球术，奥术飞弹，哗啦一顿五彩斑斓的魔法招呼，奥术、火焰、暗影各种元素的大爆炸，几乎让陆成双看不出对方头顶冒出来的数字，伤害提示堆成了一团，分辨不出到底哪个伤害是谁打的。最后，恶魔一击重击打断了莱文的剑，他单膝跪地口吐鲜血。就在恶魔准备给他最后一击的时候，突然温度再次升高，一阵时空扭曲，恶魔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哈哈，人类你给我等着！本以为逃过一劫的圣骑士抬头一看，陆成双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他微笑着举起匕首，一刀扎在了他的喉咙上。-134，最后一击，莱文口吐鲜血倒了下去。击杀圣骑士莱文，获得经验值13475。第25章升级，新技能 get。啊！盗贼呻吟着躺在地上，鲜血从他的伤口中不断流出。小心别弄死了！给迅捷蟹下达了命令之后，围着他的2只蟹后退了2步。我跟你没梁子吧？为什么要杀我？大哥，饶了我吧！我们只是求财的，不知道你实力这么强。呵呵，猛谁呢？你们这个等级会缺那10万块钱？你们是打手吧？谁家的？是不是齐家的？听到陆成双的问话，他把头别了过去。不能出卖雇主是他们的行规，不说是吧？好，他拿出匕首，噗呲一刀扎进了盗贼大腿的上的伤口。呀啊呀！-17，
-18，-18。低银的物理攻击很低，但是扎在身上一样会感觉到痛苦。他回头对身后的苗万万说道：“还有治疗药水吗？给我1瓶。”哦，有。苗万万拿出治疗药水递给了他。陆成双打开药水，滴了几滴在对方的伤口上，滋啦，轻轻的一声，他的伤口快速愈合。+35，+35，+35。他手上的准头控制得很好，既不会让他一下子治愈，又不会让他一下子死掉。紧接着，他抬起匕首，狠狠的又是一扎，噗呲一声，刚愈合的伤口又被划开。呀，啊呀！盗贼发出了惨叫。我这里治疗药水还有100多瓶，不够用了，随时跟我说。陆成双指了指大小剑，听到了吗？我能在这里陪你玩到天荒地老，就是死了，我也能瞬间让你复活。盗贼连忙摆了摆手，别，大哥，我错了，我说，我全都告诉你。他吞了一口口水之后，继续说道：是东环副本有限公司的齐总，他的弟弟死了，根据可靠的消息，他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陆成双杀死齐东来之后，警方就直接介入调查了，可是因为没有尸体，看不出作案动机，没法认定凶手。于是齐东环就用了自己的资源，原本也是一无所获，直到陆成双通关了3A 级副本，而且还拿到了首通奖励，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然后又看到了拍卖行的交易记录，那天从城郊出来以后，陆成双一次性卖了100多个任务道具，最终锁定了他。这下子陆成双全都明白了，悬赏只是个幌子，在城里直接动手，警方会第一时间介入了，但是发布了悬赏令的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公司之间的恩怨了。陆成双低头思考了一会， S 级猎人吗？以他现在的实力恐怕很难应付，必须尽快提升等级才行。苗万万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别怕，一个 S 级猎人而已，如果真有人敢动你，我苗万万第一个跟他过不去。大小姐真可靠啊，以后出门在外可就要靠你了。陆成双咧嘴笑了笑，哎，我都告诉你们了，现在能放我回去了吗？陆成双立刻收起了笑容，回头看着他，别开玩笑了，现在把你放回去的话，我的事情不就全都暴露了？别，不要，我会从东环离职的，求你不要杀我。对不起，我还是更相信死人能够保守秘密。说着，陆成双站起身来，吃掉他。5只迅捷蟹一拥而上，啃食着盗贼的身体，嘎吱嘎吱，啊！他发出了一阵阵惨叫。很快，现场的尸体都被迅捷蟹处理干净了。嗡的一声，陆成双的周身被微弱的光芒包裹。Leave up， 他升到了11级，身后的苗万万也来到了9级。杀人的经验值居然这么高！苗万万发出一声感叹，和自己第一次的时候一样震惊。这时候，一阵空间扰动，现场的那只龙兽也回到了召唤位面。2个人前脚走出城郊，后面紧跟着一辆辆警车，就把这里给围住了。快点，动作都快点！周队，到底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有人举报里面发生了命案，城郊也有敢动手，不是吧？进去看了就知道了。2个人对话的声音不小，陆成双清楚的听见了。不过2位警官进去了之后，恐怕什么也找不到。呆瓜，过来录入一下指纹。苗万万喊了他一声。此时他正跟银行的经理站在一起，这也引起了一旁警官的注意。周维明朝着他这个方向瞥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他从陆成双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压迫感的气场。这种东西一般都是上位者才会有的。怎么了？周队？哦，没什么，走吧，一起进去。2人通过了城郊的结界。另一方面，银行的工作人员给陆成双采集好了指纹之后，递给他一个黑色的圆柱体。陆先生，这个上面是指纹感应器，只要将拇指放上去，就能打开您的专属空间了。哦，跟他了解的银行账户有些不太一样，一般的账户只有拿着卡片去专门的机器上才能打开。苗万万帮他开的这个居然是随身空间。陆成双把手指放上去，呼的一下子，空间布局就在他的脑中出现了。这里的面积居然这么大，看了一下度数，足足有10平方公里，这特么是不花钱就能用的吗？看着他吃惊的表情，苗万万非常得意。高兴吧，呆瓜，我特地用了自己的黑金特权，给你把储存空间升级到顶了。从这方面来讲，你和那些 S 级的大佬已经没有区别了。谢谢大小姐。这么大的空间，我怀疑一辈子都用不完了。瞧你那点出息，应该说我这辈子一定要把你填满。老板说的对。回到家中之后，陆成双打开了随身空间，把暂时用不着的道具扔到了储藏空间里，接着打开了系统面板，看到上面的奖励提示，他心中默念了一下，领取。叮，宿主领取了系统奖励，获得咒术师技能生命虹吸，获得召唤师技能召唤魔爪蛙，获得天赋技能博学者2级，获得来路不明的钥匙。
又是一波新技能，他赶紧打开了人物面板，看看新技能的说明。第26章魔爪啊！人物陆成霜，等级11，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3500，法力值7000，耐力220，敏捷85，智力455加300，精神400加300，召唤空间也扩张到了130个。每过5级能力都会有一次大飞跃。陆成霜继续往下看，天赋技能博学者2级，被动，所有魔法效果提升10倍。死！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还记得1级的博学者只有2倍的效果增幅，那也就是说，现在他的所有召唤物全部都会受到这个技能的影响。此时他的心中有了一个疑问：系统增幅效果只对技能有效，还是说装备提供的召唤物也享受增幅？博学者对宿主所有技能、所有召唤物都有效果。我的天，这个技能有点厉害。虽然初始给的增幅并不高，但成长值厉害。现在他已经不敢想象自己到达更高等级的时候，法术加成会到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步。技能如果再提高几个档次的话，即便面对 S 级猎人也能得心应手了。陆成霜激动了一会，盯着面板继续看了起来。咒术师技能生命虹吸1级，每秒对单位目标造成987至1000点伤害，持续10秒，施法期间所造成的80%的伤害将会被转化成术士的生命值。这就是个吸血技能，能打伤害，能恢复，非常的方便。有了这个技能以后，王子勋的遗憾就些鸡肋了。这2个套件放在一起才会产生吸血效果，但是给的属性其实对比现在陆成霜的紫装来讲有些一般了。于是他果断地把王子勋的遗憾放到了储存空间里。他知道这套装备就算是放进了拍卖行也卖不了几个钱的。法师的装备不像是其他几个职业那么抢手，很多人买了去也只是用来拆分提取各种元素的，留着说不定以后会有大用处。接着他看到了新的召唤师技能，召唤魔爪蛙，召唤一只魔爪蛙为术士战斗，等级跟随术士等级。于是陆成霜默一声，召唤，空空空，一阵空间扭曲之后，一只绿色肥硕蛤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有意思的是，这只蛤蟆并不是直接双脚着地的，而是坐在一张漂浮着的椅子上面，它的周身环绕着一股强大的魔法能量。从外观上来看，这应该就是个法术单位。陆成霜打开了魔爪蛙的数据面板，人物魔爪蛙，等级11，史兰一族，水生种，生命值7000，魔法值8万，智力5450，敏捷150，耐力300，精神4590。这个属性太夸张了，即便是法术单位被天赋技能加强之后，血量也变成了肉盾等级了。智力更是高的夸张，甚至比自己本身都要出10倍有余。一只蛤蟆比自己聪明10倍，这是一种什么体验？众所周知，法师的智力直接关系着他的法术伤害。这只蛤蟆大概只比自己的巴掌大这么一点，看上去还有点可爱。谁能想到他的伤害爆表？技能炼金术，被动，魔爪蛙是水生一族，在场的时候所有有灵单位水系抗性增加150点。巨浪3，发动怒涛，袭击面前40乘以120范围内的敌人，对敌人造成24800点水系伤害，冷却15秒。海蓝之谜，深层补水，对范围20乘以20范围内所有有灵单位施加水精灵的祝福，8秒内敏捷提高1000点，并逐步衰减，冷却50秒。玛莎拉蒂总裁，召唤一只海皇的3叉戟，范围1000乘以1000内的所有地方单位将受到众多深海一族的攻击，每秒造成4000点水系伤害，持续15秒。使用限制，一场地必须大于1000乘以1000，每次副本只能使用1次。看完了这个绿青蛙的属性以后，见惯了大场面的陆成霜也呆住了。现在他有种想要当场弯腰放屁摇手花的冲动，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强了。但是也有个缺点，魔爪蛙的召唤数量是根据队友多少来决定的。现在的陆成霜加上苗万万两人也只能召唤一只，他感觉这个召唤物是专门为了大型团战副本定制的。陆成霜似乎都能看到那幅景象，有这么几只小青蛙坐镇，整个战场洪水滔天。来不及开心，陆成霜拿出了最后一件奖品，来路不明的钥匙。系统，这是做什么用的？宿主，来路不明的钥匙可以打开隐藏副本的大门，具体是什么副本完全随机。请问宿主是否要进入副本？进了副本之后要通关才能再出来吧？是的，或者宿主死亡的时候也会被强制传送出来。等等，死亡的时候被强制传送出来？一般的副本死亡了可就真的死了，难不成是因为系统特供的原因？系统，详细说明一下。
系统现在无法检测钥匙的属性，只有宿主进入副本之后才能说明。那还等什么呢？进入。一阵空间扰动之后，陆成双直接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型大厅里，周围的一切都是从山体上直接凿出来的。石壁上的火把冒出青蓝色的火焰，把整个空间照射得十分诡异，犹如置身于古墓之中。就在他的正前方，有3座巨大的门，分别是白色、红色和金色。陆成双能够感受到3个大门往外不停地涌出澎湃的能量，3股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排斥又相互交融，一时间让陆成双分辨不出能量的属性。系统检测完毕，3座大门分别代表3个不同的副本，宿主可以从这3个副本之中获得巨大的力量。提示1：副本中的装备只能在副本中使用，无法带入现实世界。提示2：这是纯粹的精神世界，宿主死亡之后并不会真正死亡，而是会被传送回自己的身体。提示3：外界的1小时等于副本中的1天，请宿主注意把握时间，不可沉迷。提示4：副本中宿主不会提升等级，但是可以增加各项属性，获得技能。第27章巨浪3，这太方便了，可以增加属性，获得技能，这不就是他现在紧缺的吗？而且还不会真正的死去，在里面待上1年都没事啊。提示5：这里的感官跟外界一样，受伤后宿主会感受到同等的痛苦，请自行把握尺度。咕咚，陆成双咽了一口口水。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有些担心了。他从小就怕痛，肉体上的伤痛就不用说了，各种魔法伤害打在他的身上，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但是想了想，只要能获得力量，稍微受一点痛苦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在首先走到了那个充满火焰气息的大门口，宿主已经来到了烈焰地狱入口。提示：副本跟宿主等级差距过大，是否进入？呵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一阵光芒过后，陆成双发觉自己站在了一个岩石形成的桥对岸，周围是岩浆组成的湖泊和河流，滚滚浓烟和硫磺的气息让他觉得呼吸困难。就在他的正前方，有一只全身乌黑、长着3个脑袋的巨犬正趴在地上休息。陆成双打开了面板，人物：地狱3头犬，等级：生命值35万，看不见等级，同时在人物属性的旁边还有个骷髅标志。陆成双勾嘴笑了一下，这个副本到底强度如何，试一下就知道了。召唤，一阵空间扰动，50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召唤，又是一阵空间扰动，10只魔像走出空间。怪物的强度不一样了，兵力配比方面也要留意一下。这家伙睡得这么香，先打个招呼吧。火球术，5只红魔像一同发出了巨大的火球，轰的一声命中了3头犬中间的那个脑袋。负789，负988，负1045。火球术的伤害比外面低了大半，召唤兽的强度已经是原本的10倍了，怎么会这样？吼吼吼！3头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激怒了，摇晃着身子从地上站了起来，另外2个嘴里流淌着岩浆，他朝着陆成双就冲了过来。护盾，嗡！蓝魔像撑起防护罩，空的一声巨响，3头犬的身体狠狠地砸在了护盾上，咯啦一声，护盾出现了皲裂。这他妈是什么变态的攻击力？正想着，3头犬的喉咙处发出刺眼的红光，紧接着一道熔岩流朝着陆成双和他周边的召唤物奔流而来。负3000，负2453，负2100，火系伤害直接拉满，而且这个还是 AOE 技能。迅捷蟹虽然奋力在他的身上挥砍，但是收效甚微。3头犬身上恐怖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这个玩意是不死之身？吼吼吼！3头犬的第3只头发出一阵刺耳的怒吼，陆成双不自觉地捂住了耳朵。负989，无视防御，这是精神攻击。他赶紧瞄了一眼面板，自己的精神力居然下降100点。操，这玩意真变态。不过任何怪物都有自己的弱点，这东西也不例外，必须试探出他的弱点所在。攻击，杀了他！厄运降临，献祭，2个诅咒打在了3头犬的身上。负4323，负987，负3876。哦，奇兽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出了惊呼。这个东西对于暗影系法术的抗性不高，但是火焰抗性很高。于是他抬起手臂，对准了3头犬，吸血。嗡的一声，一道绿色能量光束打在了他的身上。负4688，负6000，负5783。果然如此，生命虹吸造成的伤害也属于暗影伤害，这个伤害值算不上高额，但已经可以给对方造成有效杀伤了。好，
巨大的岩浆球从他的第一个脑袋里喷吐了出来，轰的一声巨响，岩浆球炸开了。迅捷蟹群受到了高额的火系伤害，轰！又是一爪子扫过，冲在最前面的10几只已经被他给踢飞了，有5只6只直接被他踩成了肉泥。负8000，红魔象开启了进展模式，填补上迅捷蟹的漏洞，但是他们的行动速度太慢了，防御力也不够高。哐的一口，3头犬的3个头分别咬住了魔象，硬生生把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抛向了空中。负10889，负10746，魔象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剩下的几只举着重拳朝狗头的方向打了上去。哐哐哐，负892。每次几百点的物理攻击损伤，很快地狱犬就能够通过自愈给补回来。不过这一次，陆成双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地狱犬每次恢复血量的时候，爪子处好像有岩浆流动的光芒，似乎的它的身体在吸收地上的热量。地狱犬就是靠着这个东西维持生命力的吧？要把它引到距离岩浆更远的地方。他四下看了一会，发现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山坡，这上面的岩石都是黑褐色的，温度应该很低。厄运降临，献祭。补了2个诅咒之后，陆成双转身就往高地上跑，但是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让他自己 OT 了。地狱犬放弃了周围的迅捷蟹和魔象，转而冲向了陆成双。巨大的身体有着非常迅猛的速度，只跑了2步就被追上了。巨大的狗头张开嘴，一口咬在了陆成双的身上。啊！他尖叫着，身体被抛到了空中。哐的一口，陆成双看到自己的身体直接被咬成了2半，另外被的地狱犬吞到了肚子里。下一秒钟，他就在副本的门口复活了。好痛！死亡前的疼痛简直深入骨髓，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也被撕裂了一样。但是很快，陆成双就恢复了冷静。陆成双感觉自己马上就能找到对方的弱点了，于是他伸手再次进入了副本，召唤。一只魔爪蛙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召唤。龙兽伴随着50只迅捷蟹，伴随着空间扭曲来到了战场，攻击。陆成双直接命令在场的近战单位直接莽了过去。吼吼吼！地狱犬苏醒，朝着蟹群喷吐着致命的熔岩，瞬间就有2至3只被烧成了炭。但是陆成双反而勾嘴一笑，给魔爪蛙下达命令。巨浪3。只见小青蛙举着自己的法杖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嘴里还念念有词。忽然一道巨大的海浪凭空出现。第28章鬼火骏马。海水和水草的气息扑面而来，海浪以极快的速度冲着那条黑狗扑了过去。入口的位置很窄，狗的身体太过于巨大，没有多余的空间让它躲闪。轰的一声，海浪重重地拍在了它的身上。负3万！我的发！陆成双想起来了，这里是地狱，水是不属于这里的物质，同时也是大多数地狱生物的克星。地狱犬的身上的暗红色的岩浆流直接被海水浇灭了，周围地面的热力流动也被海浪给阻断了。这一次它的生命值没有像刚才一样恢复。吼吼吼！嗷呜！地狱犬发动了狼嚎。负987，负888，负1，负1。陆成双被狼嚎的精神攻击打得频频掉血，但是却发现这种攻击对于身边的小青蛙毫无作用。看这个小东西的身板，应该是惧怕物理攻击的。进攻！迅捷蟹群一下子围了上去。后撤！他同时给魔象下达指令。红魔象的火焰系攻击对这只狗没什么效果，除了一点点真实伤害加成之外，它们在这个空间几乎没有作用。负4000，负3987，负3120。迅捷蟹的攻击终于恢复了正常，一道道巨大的伤口出现在这只狗的身体上，很快蟹群就爬满了它的全身。地狱犬狂吠撕咬，挥动着它的大爪子朝把迅捷蟹群一次次打散，但是很快这些小玩意又会聚拢在一起，朝他发起更加凶狠的进攻。陆成双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旁的龙兽，从战斗刚开始到现在，他就没让这家伙动过。庞大的身躯站在自己这边，能让陆成双产生安全感。死过一次之后，他便怂了，不想再尝试地狱犬的獠牙了。现在地狱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应该没余力再对他发动攻击了。攻击！他给龙兽下达了指令。嗷嗷！一声怒吼，巨大的龙兽也加入了战团，疯狂啃食着地狱犬的血肉。很快，地狱犬的血量见底了。好！一声怒吼之后，他打算开启狂暴模式，可是仅仅一个呼吸的瞬间，他的脖子就被龙兽狠狠咬住。割了！一声清脆的响声，狗头被咬断了一只。很快，另外2只上也被迅捷蟹给戳出了无数个血窟窿。迅捷蟹的刃足拼命地在他的身体上制造出更为夸张的新伤口。嗷嗷！
一阵绝望的怒吼之后，地狱犬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陆成双抹了一把汗，这副本的难度比国家5A 级副本更甚，自己10倍魔力加成的情况下，都死了一次才杀掉第一只小 boss， 后面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等待着他。这时候，陆成双的脑子里传来一阵电子音：击杀地狱犬，全属性加10。哦吼，这奖励给力啊！他打开了面板，查看自己的属性。人物：陆成双，等级11，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3510，法力值7010，耐力230，敏捷95，智力465加300，精神410加300。生命值和法力值两项虽然增加的幅度不算大，但是其他4项属性增加10点，已经可以在实战中看出区别了。现在他的步伐更快，身体也没有之前感觉的那么沉重了。智力影响着法术的攻击强度，精神则是每次施法所耗费的魔法值，以及自己魔法值和体力值恢复速度。现在陆成双有光环加持，刷副本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精神力有什么用，但是在 PVP 战场上，精神力往往决定着战斗的胜负。更短的施法时间，更强的恢复能力，就代表着他有着更强的续航能力。陆成双搓了搓手，这还只是第一只怪，真期待里面的怪物会是什么样子。于是他走过了那个石桥，来到了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带。不远处的火山和末日熔炉隆隆作响。他打开地图，自己所处的地方叫做地狱火半岛，是通往地狱深处的门户。因为魔爪蛙的作用，他现在感觉不到热浪的侵袭和硫磺的味道，比刚才要舒服多了。走了2步之后，他停了下来，还是先把地图开了比较好。散开，侦查。5只迅捷蟹四散开来，很快地图上的阴影被一点点驱散。位于自己左手边的是熔炉平原，上面有很多巨大的熔炉和机器。位于右手边是一个叫绝望之地的枯萎森林，里面好像有很多沼泽。自己的正前方是兵营，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大多数怪物应该都在这个方向。思考了一下，陆成双还是决定往正前方走，因为这里地势开阔，自己不容易被偷袭，庞大的召唤物群体也能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刚走了没一会，2只全身通红的哥布林就发现了他。人物：小鬼，等级生命值14500。我去，随便一个小怪就是万血，跟自己同等级的战士大概也就比他们高出一点。嘎嘎嘎！入侵者！小鬼挥舞着手里大棒，大喊大叫。2只迅捷蟹扑了上去，3下2下就把小鬼给弄死了。击杀小鬼，全属性加1。看来属性增加的多少是根据怪物强度来决定的。轰轰轰！此时陆成双感觉到地面发生了震动，不远处烟尘四起，好像有大队人马朝着他这个方向奔涌而来。很快他就看到了对方的人物属性。人物：恶魔骑士，等级生命值45200。天空中也出现了几只飞龙一样的玩意。人物：龙骑士，等级生命值24500。血量稍微低了一些，但是这东西机动性高，最重要的是陆成双的部队里没有远程单位。很快恶魔骑士就冲到了肉眼可见的范围，陆成双能清楚地看到他们身上金属灰色的铠甲，泛着磨砂的光泽，胯下的战马也是全身着甲，鬃毛是橘色的烈焰，同样泛着磨砂灰的光泽。好帅啊！陆成双感叹了一声，心里想着如果自己能有一匹这样的马该多好，这不比 CT5 还帅。骑士们在离他100米左右的距离上停了下来，看似首领的人拍马向前，举起长枪指着陆成双问道：人类，说出你的来意。第29章迎击。恶魔骑士团。那个恶魔骑士盔甲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用恶魔纹雕刻出的铭文闪着幽蓝色的光芒。胯下的战马与一旁的骑士有着明显区别，他脖子上的鬃毛是黑色的火焰构成的，脚下的蹄子踩到地面的时候更是会冒出黑紫色火光。一身银色的铠甲比贴了电镀膜还要亮眼，铠甲上的铭文同样是幽蓝色，就算月省那些鬼火少年的座驾都没这个亮。这家伙把自己想装的逼斗给装完了，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于是他用匕首指着对方胯下的战马说道：你的马我看上了。话音一落，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那一匹高大的恶魔马喷了一下鼻息，蓝色的火焰窜出了他的鼻孔，好似听懂了陆成双的话，正在向着他的主人表达不满。过了半天，那个骑士低下了头，身体开始抽动，紧接着他身后那群人都笑了出来。哈哈哈哈！人类的小子口出狂言，马尿酒喝多了吧？大人，
他侮辱了你的荣誉，我要跟他进行1对1的决斗。说话间，一个骑士拍马向前，但是刚才走了2步，他的身体上就燃起了绿色的火焰。负1348，负987，负1274。献祭没法给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却能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痛苦。混蛋人类，我要杀了你！说着，那个骑士拍马向前，提着长枪瞄准了陆成双的头颅冲了过去。但是还未冲到跟前，旁边一团看不清的阴影嗖的一声砸向了他。哐！撞击发出了金属摩擦的声音，骑士直从马背上被撞了下来。负2343，一只迅捷蟹团成了球，直接砸在了他的身上。可恶！恶魔骑士抽出长剑，朝着迅捷蟹的甲靠砍了上去。叮！负12。他愣了一下，隔着头盔的面甲，陆成双也能感觉到对方吃惊的表情。没想到生物的甲靠可以抗住恶魔长剑的斩击，不过他可不想给敌人过多的反应时间。厄运降临，生命虹吸，这色绿色光明交替在他的身体上闪烁着，大量的生命物质流失，让他的身体痛苦异常。他顶住剧烈的疼痛，朝着陆成双走了过去，但是只走了2步，噗呲一声，他的胸口就被另外2只迅捷蟹给刺穿了，黑紫色的血液从他的伤口中流出。实施！陆成双发动了指令，10几只迅捷蟹一拥而上，直接啃食干净了他的尸体。迅捷蟹没有伤险，其实不需要实施来补充体力的，他这么干单纯就是为了激怒眼前的这个骑士。但是他好像失算了，领头的那个人毫无反应。陆成双挑了一下眉毛，说道：真是奇怪，你的手下为你出头然后惨死，难道你不会有一丝愤怒吗？连家因为自己太弱了所以才死的，有什么好生气的？说着，他拿起长枪指着陆成双。身后的骑士们排好了队伍，随着一声号角的声音，恶魔骑士大军冲向了陆成双。看队伍的规模，至少有50人，每个人等级都是。空中还有龙骑士掩护，首领实在想不出眼前的这个人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召唤！召唤！陆成双连续发动召唤技能，一阵空间扭曲之后，更多的迅捷蟹和魔象来到了战场。护盾！蓝色魔象撑起护盾。龙骑士距离太远了，他的诅咒打不到对方，但是箭矢却零星的落在了队伍里。如果是箭与他倒真还不惧，就怕这种偶尔来1-2次的冷箭。红魔象的大火球直接砸在了骑士的阵型里，把冲锋的队伍炸出数个缺口。爆炸的冲击波把骑士掀翻在地，但是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空中的龙骑士也加入了战团，朝着迅捷蟹喷吐火焰。陆成双发现迅捷蟹的法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被这烈焰喷吐击中，开始疯狂掉血。厄运降临，献祭！连续的诅咒打在龙骑士的身上。负873，负4245，暗影系能量在他们的身上打出高额伤害。陆成双抬手用生命虹吸把其中一个龙骑士给吸死了，一旁濒死的骑士也被厄运降临给咒杀。嗡的一声，传送门开启，一只拿着大斧的深渊恶魔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人类，你竟敢召唤我！对方的首领一惊，冲着那个恶魔说道：居然连你也听从人类的召唤！首领用枪指着深渊恶魔：你堕落了，闭嘴！剑种，你没有资格质问我。说着，深渊恶魔的大斧就朝着骑士首领的脑袋上砍了过去。刚才陆成双还担心同样是恶魔，沟通完了之后会不会反过头来对付自己，现在一看，他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他们的关系好像没那么好。长枪和巨斧交织在了一起，两柄武器的铭文越来越鲜艳，似乎高水平的战斗给他们灌注了能量。这时候只听见嗖的一声，灌满能量的长枪朝着深渊恶魔的胸膛直刺过去。深渊恶魔并未躲闪，而是直接用胸口接下了这一击。噗呲，长枪贯穿了他的胸口，但是深渊恶魔的动作并未因为长枪而停止，他猛烈地挥动巨斧，朝着骑士首领的脑袋砍了过去。距离太近了，而且深渊恶魔动作极快，他根本无法反应。只听哐的一声，骑士首领的直接被掀翻在地，头盔连同面甲直接被劈成了2半。这回陆成双才看清楚了他的脸，那是一张柔美的堪比精灵族脸庞，只不过他的皮肤是淡紫色的，额头流出的血液也是紫色的。女孩子，而且还是个绝世美女，就这么杀了可惜了。但是深渊恶魔才不管男女，他抡起大斧狞笑道：结束了。嗖的一声，斧头直直劈向了他的脑袋，他下意识地抬起胳膊，但是斧刃在距离他还有1寸的地方突然开始解体，紧接着他的身体也开始慢慢解体。
混蛋，混蛋！剑种，这次算你好运，下次……话还没说完，深渊恶魔的身体就化作点点火星消失了。第30章，超位魔法。惊魂未定的骑士首领很快又被几只迅捷蟹给包围了，但是陆成霜下令不要杀他，迅捷蟹就只是守在了他的身边。大人，快去救大人！骑士们奋力冲出迅捷蟹的包围，朝着首领冲了过去。陆成霜勾嘴一笑，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他给小青蛙下达了命令。海蓝之谜，哗啦，现场一阵水泡泡，区域内的所有召唤物身上就开始放出蓝光。迅捷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骑士首领移动着，用一个反向半包围圈把骑士的大部队给兜住。这群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口袋，他们根本顾不得这么许多，拼死朝着骑士首领冲了过去。陆成霜低声给小青蛙下达了命令。巨浪3，轰的一声，遮天蔽日的海浪在恶魔骑士们的头顶形成了巨大阴影。撤退，快撤退！骑士首领朝着人群大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轰隆，海浪结结实实地拍在了这些人的身上。击杀恶魔骑士，全属性+2；击杀恶魔骑士，召唤位+1；击杀恶魔骑士，全属性+2。面板上疯狂弹出提示，50几个骑士死伤大半。不过他的召唤物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迅捷蟹只剩下大概20只左右残血的，在场的7至8个魔像也都是大残。恶魔骑士们的攻击力真是恐怖。陆成霜朝着口袋走向了那个骑士首领，他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你怎么可能？那是我国最精锐的骑士团，怎么可能被你一个人类？你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轮不到你提问，先回答我，那个里面有什么？恶魔少女咬着嘴唇不说话。哼哼，不肯说是吗？那你也没什么用了，我自己过去看看就是了。等一下，你不要杀我，那边是我父亲的王国，把我带回去，他会给你赏赐。哦，什么赏赐？黄金、珠宝、传世装备，要多少我们有多少，这些都可以是你的。陆成霜听了摇了摇头，这个副本的所有东西他都没办法带回去，就算是金山银山成片的传世装备对他来讲也是无用的。于是他摇了摇头，你还是去死吧。等一下，等，噗呲一声，恶魔少女的身体被蟹爪贯穿，接着4至5只迅捷蟹围了上去，噗噗噗一阵乱捅，她的身体瞬间变成了血葫芦。啊呀！伴随着一阵惨叫，她被撕成了碎片。击杀恶魔骑士领主，全属性+10。陆成霜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刚才这一波刚好让他所有属性增加150，召唤位也多了20个。人物陆成霜，等级11，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3660，法力值7160，耐力380，敏捷145，智力615+300，精神560+300。这个属性已经接近22级了，再加上博学者的加持，现在陆成霜的法术攻击和施法效果已经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了。面前的城堡里不管有什么人，他都相信自己有一战之力。接着出于好奇，他还是舔了一卷包。这些恶魔骑士身上的装备真没话说，恶魔长枪、恶魔短剑、恶魔重铠、咒术重铠、华丽的恶魔铠甲等等，清一色的紫装，连普通骑士都能用上史诗级装备，这个恶魔王国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吧。只可惜这些玩意全都带不走。在这些恶魔尸体上，他还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币，每一枚都有1/4个巴掌大小，像酒瓶子底一样厚，上面刻着他看不懂的文字。陆成霜看了一下说明，恶魔金币，本副本内的通用货币，可以购买装备，换取技能。副本里居然还有商人，这可真是稀奇，跟他在课本上学的内容完全不一样。看来人类对副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搜刮了一遍尸体，陆成霜得到了恶魔金币12000多个。接着他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城堡的入口处。这时候他忽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压，好似一只大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抬头一看，空中有一只巨大的黑龙，全身泛着磨砂金属质感的光芒，应该是龙铠。陆成霜不自觉地吹了个口哨，好帅啊，好想要啊！飞龙缓缓降落在自己的面前，瞪着猩红的双眼朝陆成霜怒吼。他背上的那个全副武装的龙骑士不由分说地拿着长枪刺向了他。不按套路出牌，不得先自报家门吗？加了150点的敏捷属性，陆成霜感觉自己的身体轻了不少。他轻轻往后跳了2步，顺利避开了这一击。卑贱的人类，你居然敢杀朕的女儿！我要把你的灵魂做成壁画，永远留在这里。哼，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陆成霜周围空间剧烈扭动，大量召唤物出现在了他的身边。陆成霜在博概率刚才连续发动召唤技能，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洞口，比之前召唤龙兽的传送门大得多。陆成霜勾嘴一笑，他赌赢了。星龙子嗣的身体要比龙兽大3倍不止，除了龙吼之外，星龙子嗣多了星辰吐息和坠星术，但是备注栏里标注着不可骑乘的红字，这让陆成霜有一点失望。2条龙在空中缠斗在了一起，地面上的迅捷蟹和魔象都成了啦啦队。陆成霜给恶魔王打了2个 debuff 之后，本人也逃到了安全距离。星辰吐息，一个指令下达了之后，星龙子嗣喷吐出银色的火焰，负17000，负19000，负18746。巨量的火焰伤害瞬间让恶魔王的血量迅速下降，但是很快他的血槽又被补满了。陆成霜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真这么好对付的话，他也是愧对恶魔王这个头衔了。自己这边星龙子嗣的血量倒是在缓慢下降，这么缠斗下去必败无疑。呜！号角声响起，城堡的几个大门打开，里面涌出数以万计的低阶恶魔，血量基本在2万至3万之间，硬拼肯定没戏了。现在该是超位魔法时间了。他给小青蛙和星龙子嗣同时下达指令。玛莎拉蒂总裁，坠星。第31章奴役恶魔公主。小青蛙周身被水泡泡包围，他的眼睛往外释放着巨量的水系能量，嘴里还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在吟唱着。这时候天空中出现了一束光，一只黄金色的3叉戟从天而降，插在了的恶魔群的正中央。霎时间，方圆1公里的陆地碎裂开来，海水从4面8方涌了出来，淹没了这片土地。水里那家一族，水麒麟、鲨鱼、鲸鱼、海绵宝宝、电水母，各种海洋一族冲着恶魔群疯狂输出，伤害数值连成一片，一旁的陆成霜根本无法分辨了。面板上的提示更是一串接着一串：击杀低阶恶魔，召唤空间+1；击杀低阶恶魔，全属性+1；击杀幽冥斯芬克斯，全属性+8；击杀食人魔，召唤空性+5。这个效果实在是太震撼了。激动的不知该如何表达的他，一个劲儿的口吐国粹。我操，牛逼，牛逼 plus！ 此时一阵刺眼的光芒让陆成霜睁不开眼睛。战场中，恶魔王和他那些幸存的手下也都下意识地挡住了眼睛。一颗明亮的星辰从天而降，银白色的光芒像一颗冰冷的太阳一般照亮了地狱。单是这个光芒就可以让所有地狱生物产生硬直了。就在星辰降落在城堡顶端的一刹那，它爆发出比刚才强烈千百倍的光芒。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周围的一切都被爆炸产生的奥数光芒吞没。幸存的大批恶魔和恶魔王都被卷入其中，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削平了周围所有的小山坡。远处的地狱熔炉也有好几个被吹垮了。等到光芒散去之后，陆成霜震惊了。原本宏伟壮丽的恶魔城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不见底巨大坑洞。周围的岩浆缓缓地流入这个大洞里，不一会这里就变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岩浆湖。星龙子嗣消失了，应该是因为召唤时间到了。魔王和周围的那些小恶魔也都一同消失了。击杀恶魔王，全属性+100。目前这一趟副本总共增加了250多点各项属性，召唤空间也扩充到了150个。但是他想要的2个坐骑没有了，恶魔的宝藏也没有了，系统里说可以给的技能也一个都没给。陆成霜盘算着，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为什么这么久了通关提示都没发过来？难不成这个恶魔王不是 BOSS？ 他绕着湖边走着，希望能看见传送门一样的东西，但是却发现了一个雕刻骷髅花纹的金属戒指。陆成霜打开了面板，魔王的戒指，转职关键道具，转职还能转职？陆成霜记得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觉醒为什么职业就会一直是什么职业，这是副本降临之后世界的共识。难不成这是系统提供给他个人的独家福利？正在想着，他的大脑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电子音：叮，宿主击杀 BOSS， 可随时退出副本。叮，宿主拾取转职关键道具，20级以后可以开启转职任务，20级才能开启，说明这个任务的强度不小。当务之急是快速增加自身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的2个坐骑一个都没得到，这让他非常恼火。副本的自由度很高，并不一定只有一种通关模式，于是他决定再多试几次。退出，一道白光闪过，陆成霜再次站在了出使大厅里，接着又用手触碰了那个泛着红光的大门。陆成霜再次来到了地狱火半岛，那只狗像第一次一样趴在地上睡觉。厄运降临，巨浪3，2个法术直接招呼了过去。
有了属性加成，加上第一次的经验，这只狗连1分钟都没挺过去，就一命呜呼了。过了石桥，击杀了2只小鬼之后，他再次跟恶魔骑士团遭遇。话不多说，这次他直接用小青蛙的玛莎拉蒂总裁给他们洗了个澡。恶魔公主连话都没来得及开口说，就被他击杀了。这次他希望得到恶魔宝藏，可是与恶魔王交战的过程中，还是跟上次一样，无论打多少输出在他的身上，他都能随时不满。即便把他引入地面战，用水系魔法攻击了，也毫无作用。无奈之下，趁着星龙子4和几条龙兽召唤时间未到的情况下，他再一次和平了那个恶魔城堡。这一次，大量恶魔和恶魔王本人连个毛都没掉落。陆成双开启复盘，观看了整场战斗的录像，发现恶魔王总是会在城堡上空盘旋。星龙子4一旦飞出这个范围，他就不追了。加上这2次杀死恶魔王都是用了直接摧毁城堡的办法，陆成双判断恶魔王的不死之身一定跟这个城堡相关。退出之后，他又开了一次。杀死地狱犬之后，他又遇见了骑士团。这次他把恶魔公主困在了一个小山丘上，打到了大残。接着又处理掉了那些剩下的骑士。别杀我，送我回去，我父王会支付你报酬的。陆成双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带我去你的城堡吧，公主殿下。恶魔公主有些纳闷，这个人怎么这么轻易就同意了。一边走着，他一边将手伸向了怀里的匕首。趁其不备，恶魔公主抱起，一刀朝着陆成双的脖颈扎了下去。叮！匕首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然后被巨大的力道给弹飞了。陆成双身上出现了一层若隐若现的法力屏障。怎么会？啪！一个大嘴巴子打在了公主的脸上，直接将她放倒。居然还想被刺我？你这双手也没什么用了吧？反正只要你活着，父王就会付赎金，不是吗？话音刚落，红魔像就提着他的手臂把他给拽了起来。等一下，我知道，我错了，请不要伤害我，我愿意做你的奴隶。哦，恶魔公主赶忙点了点头。你是召唤师吧？我可以跟你订立奴隶契约，做你的召唤物。这太新鲜了，陆成双低头思考了一下，从未听说过副本怪物也能当作召唤物，要怎么做？恶魔公主抬起手来，伸向自己，轻轻触碰了他的胸口。第32章，属性大丰收，恶魔王的飞龙。对方向你发起奴隶契约，接受以后，他将变为你的召唤物，是否接受？接受。一阵光芒闪过，陆成双的脑海里出现了他的本名，艾琳。主人，请问有何吩咐？陆成双点了点头，他现在十分满意，有个漂亮的大兄妹作为召唤物的召唤师，这个世界恐怕独此一家了。这时候，他看到了旁边那匹鬼火战马，心中突然一动，他指着战马说道：“这个我也要。”艾琳点了点头，很痛快地回答道：“没问题，主人。”接着，陆成双跟鬼火战马也定了奴隶契约。接着，战马化作一道光，进入了陆成双手臂上的印记。技能栏里出现了新的技能召唤梦魇，真不错。陆成双心情大好，召唤出了鬼火战马，骑了上去。这不比劳斯莱斯拉风啊！上来！他对着一旁的艾琳说道：“不行，我怎么能跟主人骑一匹马？这是……哎！”还没等他说完，陆成双就把他一把拉到了马背上，朝着城堡的方向飞驰而去。这一次，陆成双才算是第一次看到了城堡内部，巨大的圆拱形大厅，宽阔的长廊，比前世他在游戏里见到的那些城堡更加宏伟。两边挂着2排画像，看样子应该都是历代城堡主人的肖像。最中间的那幅肖像上面用红布盖了起来。他没有在意，跟在艾琳身后走到了国王大厅。王座上坐着一个看上去20出头的年轻人，除了皮肤跟艾琳一样是紫色的，其他地方跟人类并不同，脸庞比人类更加清秀。艾琳走了2步，跪在了地上：“参见陛下。”“起来吧，你身后这个人是……”恶魔王看到陆成双的时候，脸色突然变了，他的目光汇聚到了那个手臂上的那个奴隶印记上。“人类，你居然敢奴役我的女儿！”话音刚落，周围的恶魔骑士抽出宝剑，将陆成双团团围住。艾琳一下子挡在了他的身前，抽出宝剑跟他们对峙。“父皇，我跟随的是一个绝世强者，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怎么可以刀剑相向？跟他废什么话，都杀了不就好了？”话音刚落，他的周围空间扭动，几十只迅捷蟹把这群人团团围住。在小青蛙海蓝之谜的加持下，迅捷蟹的动作异常迅速，一个呼吸之间就把这些恶魔骑士全部斩杀。眼前的恶魔王大吃一惊，脸颊上流下了汗水。陆成双不慌不忙地说道：“你的女儿是自愿做我的奴隶的，当然我也可以勉为其难地收了你，只要你交出宝物和那条龙。”恶魔王咧嘴笑道：“哈哈哈哈，你杀不死我的，任凭你再怎么强也没用。”
陆成双耸了耸肩，说道：“我已经发现你的秘密了，就在刚才的走廊里，对吧？”恶魔王听见这话，脸色大变，两腿一软，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被他给猛中了。刚才走廊里用红布盖住的话，就是他的弱点。陆成双给一只迅捷蟹下达了指令，很快那幅画就被拿到了他的面前。他扯掉了红布，露出来的是一个几乎腐烂到只剩白骨的面孔。看到画作的时候，恶魔王遮住了眼睛。拿走，快拿走，求你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时候，陆成双的面板上传来提示：丁，宿主攻陷恶魔城，迫使恶魔王臣服，副本攻略完成，退出后将会结算奖励。陆成双并没有急着退出，他一把揪起地上的恶魔王，说道：“带路，带我去你们的宝库。”一行人来到了城堡的最深处，恶魔王推开一扇巨大的门，各种装备、金币、珠宝让陆成双目不暇接。可惜副本赚钱副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他只取走了大概2亿恶魔币，然后兴趣索然地挥了挥手：“艾琳，宝库里的东西都是你的了，杀了这个国王，你就是恶魔女王了。”艾琳躬身行礼：“遵命，我的主人。等一下，我也可以当你的奴隶。”恶魔王跪着爬向了陆成双，完全没有了王的尊严。但是这时候艾琳开口说道：“父亲，你难道忘吗？身为王，你是无法跟其他人订立奴隶契约的。”说着，他一剑划开了那幅丑陋的肖像画。啊！随着一阵惨叫，恶魔王的身体迅速老化，枯萎凋零，最后化作一滩脓水。而此时画作里原本形容枯槁的肖像恢复了生机，变成大概20岁的模样。陆成双注意到属性面板里，艾琳的名字后面多出了一个后缀恶魔王。现在陆成双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去看一下副本的奖励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是，随时听从主人的召唤。说完，一阵白光闪过，陆成双再次站在了大厅里。恭喜您通关副本烈焰地狱，结算奖励：全属性加1000，获得技能召唤黑龙，获得技能恶魔亲和，火系抗性提升100%。死！陆成双倒吸一口凉气，全属性加1000点，这已经相当于40级左右的水平了。再加上10倍的技能效果增幅，一般副本的 BOSS 几乎都可以被秒杀了。接下来的2个技能才是重点。召唤黑龙，您可以召唤一条来自地狱的黑龙为坐骑。黑龙并没有攻击力，只是看上去帅。看到技能解说的时候，陆成双稍微有点失望。不过现在他不缺攻击手段，只是帅就够了。毕竟劳斯莱斯你能花钱买到，黑龙和梦魇全球独此一家。他继续往下看，恶魔亲和，所有恶魔类召唤物增加10%各项属性，增加100点攻击，增加100点物理抗性，增加100点法术抗性。已经对数字有些麻木的陆成双，觉得这样的加成有些平淡了。2趟副本加起来，他总共收获了1500点全属性加成，召唤位也再次增加了50个。他打开了人物面板，人物陆成双，等级11，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4660，法力值8160，耐力1380，敏捷1145，智力1615加300，精神1560加300，200个召唤位。第33章，我单刷副本跟玩一样。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陆成双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时间过去了1个半小时。副本内外的时间流速不一样，连续的刷副本已经让他身体觉得异常疲惫了。陆成双躺在床上，澡都没洗，就这样睡了过去。第2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12点了。这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呆瓜，你是不是忘了今天要做什么了？电话那头传出苗万万焦急的声音。陆成双睡过头了，今天是要去猎人大厅办理执照升级的日子，我马上就到。说完，他飞速洗漱，随便吃了2口东西就出门了。20多分钟之后，陆成双赶到了猎人大厅。大小姐掐着腰站在门口，你可真磨叽，我都刷了一上午也怪了。苗万万这分明是话里有话。陆成双打开面板才意识到，这个丫头居然已经10级了。此时苗万万露出了得意的表情，怎么样，本小姐的效率是不是很高？你是怎么做到的？苗万万压低了声音，趴在陆成双的耳边说道，上次杀了那几个人，经验值超级高，我9级以后发现自己还有3点几就要升级了，所以就让我把公司里的人带着我去了一次城郊，付了点钱之后，我们就把厂子给包了下来，然后我就这么升级了。包厂？公共资源怎么包啊？嗨，门口排队进厂的，每个人给10万块钱，让他们走开，他们就走了。陆成双暗暗竖起大拇指，果然财阀就是不一样啊。2人来到了执照办理的窗口，
这里排队的人很多，都是刚认定成功的过来取剑。看到两个法师坐在了他们身边，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投来了异样的眼光。兄弟，你们来办证啊？陆成双微笑着点了点头。哎，两个法师啊，你们不是大厅工作人员啊？法师不都是文职吗？什么时候也能下副本了？别这么说，听说这次通关哥布林洞穴的也是个法师，还是单刷的呢。假的吧？自媒体说的你也信？苗万万一听不乐意了，站起身来就想要跟他们理论，但是还没说出口就被陆成双一把给拉了下来。这些人太过分了。行了，咱们做咱们的事儿，甭搭理他们，一群驴马烂子就只能嚼舌根子了。1103号，请到3号窗口办理。终于叫到他们了。两人起身之后，一旁排队等号的人纷纷翻起白眼。装什么啊？以为自己是 S 级猎人啊？能下副本又怎样？没有别人带你们，还不是一样去送死的？呵呵，谁要带法师啊？就是个没用的挂件。好在窗口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刁难他们，上交了材料之后，就把两个人的证件升级到了 C 级。大小姐的心情极好。呆瓜，接下来怎么打算？直接去副本吗？还是说咱们去荒野逛逛？陆成双低头思考了一番。爸爸最后一次出任务是跟随协会的开荒团去了荒原，而后开荒团的所有人都没有回来。荒原的危险程度远高于官方副本，因为那里没有攻略，没有规则和法律，除了要提防无尽的魔兽之外，还需要提防人类，尤其是那些荒原猎人。据说死在荒原的猎人绝大多数都是被人类所杀的。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是身边这位大小姐出去以后几乎就是必死的。先去副本吧，荒原太危险了，等级高一点再出去。嚯，变谨慎了，行听你的。黑山市周围被官方控制的副本一共有77个 ，A 级的有2个，2A、4A 级的70个，5A 级的有5个。A 越多，说明副本的难度越大，获取的资源和报酬也就越高。现在陆成双虽然只有11级，但是属性强度已经非常高了，直接去5A 级副本问题不大。他打开手机上的 App 查阅副本介绍，这5个分别是 King 的王座、小星星孤儿院、花溪之城、地铁3号线、午夜城堡。看介绍上说，难度最大的是小星星孤儿院，怪物强度一般，但是这个副本含有解谜元素，脑子不好很容易团灭。花溪之城最简单，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副本，爆率不错，只要带个肉点的 T 一路莽过去就行了。5个副本都有专门的铁路线抵达。陆成双最后决定先去刷花溪之城，毕竟自己带着大小姐，乘坐专门的铁路大概15分钟就到了副本门口。官方在门口设立了哨卡，检查证件的时候看到2个法师，那个工作人员有些惊讶。只有你们2位吗？是的，陆成双点了点头。这个副本最低需要8人才能通关，你们2人要不要考虑下更简单的2A 级副本？不用，他微笑着回绝了工作人员的好意。那个人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拿出一份免责声明，2位在上面签字，以后就可以进去了。此时副本的入口处已经里3层外3层的堵了很多人，最低的29级，最高的40级。他们2个，一个11级，一个10级的走进来，格外扎眼。什么情况？11级的也敢来5A 级副本？小子，你来错地方了，回家吃奶去吧。哈哈哈哈！旁边那个妞不错，要不要哥哥带你啊？我收费很便宜的，懂事的话免费也不是不行。陆成双。这时候人群里突然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是一位穿着淡蓝色铠甲的银发少女，绿宝石一样的眸子正在一闪一闪地看着他。人群之中，他的身影格外惹眼。思念。陆成双吃了一惊，此时的思念已经达到了30级，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签了大集团，加上家族的势力，思念有这样的成就也不奇怪。少女走到了他的跟前，面无表情地说道：“你来这里干嘛？”陆成双指了指身边的苗万万：“带我朋友练级啊，这里对你们来说等级太高了，很危险的。”哈哈，谢谢提醒，不过刷通这个副本对我来说分分钟的事。第34章拉怪群杀。他的话音刚落，周围再次爆发出一阵哄笑。哈哈，小子你假酒喝多了吧？你进去能活过1分钟，我倒立拉屎。上一个说话这么狂的，现在坟头草已经1米多高了。法师就老老实实回去当文职，考个编制，喝茶算了。这种危险的地方不适合你们，不用10分钟，他们就会哭着找队伍的。但是陆成双此时却看到了思念的眼神和唇语，好像在提醒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他在解读的时候，忽然间被几个人围住了。为首的那个是个35级的圣骑士，周围还有2个战士，一个射手。看到面板上的介绍，这些都是皇朝集团的人。干嘛呢？思念，碰到了同学，稍微过来打个招呼。那个圣骑士歪着头打量了陆成双一下，
召唤师还是唯一职业？双职业觉醒。呵呵，可惜都是法师。他又看了看旁边的苗万万，奥数法师，苗家的大小姐，考虑来皇朝吗？我可以给你个书记员的位置，报酬高，还不没有风险。这人说话的语气非常轻佻，眼神还不停地打量苗万万那对85弟。不必了，你们那种穷酸公司我才不稀罕，我要开自己的副本公司。周围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安静了大概5秒钟。轰的一声，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大小姐，你该不会被白痴传染了吧？法师开副本公司，你脑子坏了吧？审核文件都通不过，老实回家继承家业吧，读个 MBA 才是正经出路。哈哈哈！被回绝之后，那个圣骑士拽了思念一下。走吧，一个 S 级跟 C 级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们冷却时间差不多到了，继续刷吧。思念临走的时候留给了陆成双一个眼神，唇语的意思好像是要他快点离开，不然会有危险。苗万万拽了一下他的胳膊，我们也走吧。甭搭理他们。迎着众人嘲讽的目光，两个人走进了副本。白色的传送光芒过后，两人置身于一个充满龙国古代风格的花园入口。面板上传来提示：杀死 BOSS， 让花园里的植物恢复正常。普通难度的华西之城，怪物等级是20到25级之间，可以为两个人提升大量的经验值。召唤还是老规矩，陆成双召唤了8只迅捷蟹，分头探路。8只蟹往不同的方向跑去，速度极快。地图面板上的阴影快速被驱散，大概15分钟的时间，迅捷蟹把整个花园的地图都开了。这里其实就是一个被放大100倍左右的中式古宅，分为前中后3境。普通难度的副本只开放了前区， BOSS 的位置在中区入口处，非常显眼。花园左右两边分别是2口古井，迅捷蟹路过那边的时候，能够很清楚地听到呜呜呜的哭声。先给花园来个大扫除，才能仔细探查。灵魂绑定。陆成双对自己和一旁的苗万万使用了灵魂石，这里的怪物等级比他高太多了，随便摸一下他就会死。紧接着他心中念头一动，召唤梦魇。一阵空间扭动加上马匹的嘶鸣之后，一匹银白色的电光马出现在了两人的眼前。你又学会新技能了？苗万万有点吃惊。算是吧，这是我收的宠物，帅不帅？陆成双拍了拍马脖子。梦魇喷吐出幽蓝色的火光，说实话有点土，尤其那个电镀镜面的铠甲。嗨，你真没有品味。陆成双翻身上马，朝着他伸出手。上来，抓好了。苗万万上马后轻轻地搂住了他的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绯红。陆成双一家马腹，梦魇嘶鸣一声，向前狂奔，速度非常快，甚至要超过了吉伯利的0-100加速。所到之处会留下2条青蓝色火焰轨迹。花园里的食人花和狂暴太阳花都被他所吸引，慢腾腾地追在了后面，时不时还对两人喷吐瓜子。哇哇哇哇！苗万万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这感觉比坐了过山车还刺激。瓜子飞快划过他的身边，10级的等级差，被打中一发他就直接挂了。不过陆成双的驾驶技术超然，密集的瓜子居然连边都没蹭到，偶尔有1-2颗有些威胁的都被跟在后面的迅捷蟹给挡了下来。两人顺时针围着古井转了一圈，前院的怪基本都被他拉了过来。他在前院选了一块较为空旷的地方，下了马。召唤，一阵阵空间扰动，陆成双召唤出了30只红魔象，还有1只魔爪蛙。巨浪3，哐的一声，10几米高的海浪拍在了植物堆里。-872，-987，-888，-986。海浪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看来是因为属性相克的原因。这局小青蛙就只能当做辅助用了。大小姐，不要输出，看到有近身的怪就直接弹开，或者控他们也行。明白了。一颗颗巨大的火球砸进了植物群。-10883，-12093，-11092，火球的爆炸都能产生10000点伤害，被火球直接命中的小怪当场就被秒了。但是他们还是从4面8方不停地涌进来。捕蝇草挥舞着藤鞭抽打最前排的红魔象，不过自身也会因为红魔象的光环不停地掉血。突然，两人的身后地面裂开了口子，2颗食人花从口子里钻了出来。苗万万眼疾手快，变羊术，2棵植物被变作了温顺的小绵羊，来回蹦跶。这是10级的奥数法师能学习的新技能，法术的作用能够持续1分钟。陆成双马上就命令4只迅捷把这个身后的威胁给处理掉了，转头又对小青蛙下达了指令：海蓝之谜。瞬间，原本动作缓慢的红魔象在 buff 的加持下爆发出惊人的攻击力，双手疯狂地打击着地面。食人花被锤得粉碎，化成了一滩滩泥一样的物质，看上去极其恶心。
后排的向日葵和豌豆射手吐出来的瓜子和豆子也都被魔像挡了下来，有些还未接近就直接被火焰光环烧成了灰烬。整场战斗下来，两个人的经验值飞速上涨，连升2级，苗万万12级，陆成双13级，这个效率太高了。第35章最快通关记录，苗万万暗自感叹，这个效率不知道比爸爸公司的打手快多少倍。舔包的间隙，苗万万顺口说道：“陆成双，刚才我在外面说的话是认真的。”“什么话？”“我要开一家副本公司，你有兴趣加入吗？”“大小姐，开公司没这么容易的，咱两个都是法师，协会那边不会批资质的。”他尴尬的笑了笑，自己只是想快点变强，有能力应付所有威胁，另外就想快点找到爸爸，其他的事情他不感兴趣，尤其不想惹麻烦。苗万万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搂住他的脖子说道：“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可是你要知道，即便你不想惹麻烦，麻烦也已经找到你了。你被东环通缉，对方可是个 S 级猎人，你确实很厉害，但是出来混要讲势力，单打独斗再厉害也永远是个小瘪三。”陆成双没有回答，但是头脑里却在思考。苗万万一看有戏，继续说道：“成立的公司，我就能正大光明的用家里的资源来帮你了，到时候我帮你一起调查你老爹的线索，让我考虑一下吧。”“行，那你就好好考虑一下吧，打完副本我就去交申请。”苗万万正说着话，忽然井里传来一阵呜咽，这声音穿透力极强，让他浑身一阵鸡皮疙瘩，往后站一站。陆成双探头往下看了一眼，里面好像反射出一些微弱红光，他命令一只迅捷蟹下去探路。地图上显示出来，井的下面居然还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微光就是从大厅里传出来的。两人翻身下井，走过了一条通道，来到大厅里，两边井是这个大厅的2个入口。大厅的中央地面上雕刻着类似于奇门术一样的阵法图，阵法的中央有个坛子，那个呜咽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陆成双撕开了贴在上面的封条，往里看了一眼，小孩子，那个孩子的嘴巴被堵住了，眼睛拼命地朝着陆成双眨巴着。两人赶紧把孩子抬了出来，松绑之后，孩子恭敬地给他们2个人行了个礼，多谢2位的救命之恩。说着，他解下腰间的锦鲤玉佩递给他们，这玉佩乃是在下的随身之物，2位带着他去找家父，他会给2位一笔报酬的。说完，孩子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消失在了空气中。是地缚灵吗？但是刚才触碰他身体的时候，明明感觉是有温度的。他看着手里的玉佩，雕工非常精美，是用上好的羊脂玉做的，捏在手里感觉像是冰块一样。玉佩在这个宅子里是不祥之物，请持有者务必小心。一段简短的系统提示划过，先前看到的攻略上可没有写这个情节，难不成是支线任务？两人仔细搜索了大厅一圈，并未发现其他异常。他尝试着开启法阵，可是不管是触碰还是念咒语都毫无用处。这个东西活像个装饰品，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两人回到了地面，越过一片被烤焦的植物尸体，来到了2棵槐树旁边。前面就是中院的入口，但是被一层隐形的立场给封死了。就在这时，地面开始猛烈晃动，一株巨大的食人花从地下冒了出来，一人多粗的藤条狠狠地抽打着地面，花瓣里能清楚地看到呈螺旋状的利齿。海蓝之谜。陆成双念头一动，给2个人加了个 buff， 他们快速后退，离开了藤条的打击范围。来到安全距离后，陆成双打开了面板。暴躁的食人花，等级20，生命值28万。等级很高，但是生命值还没有烈焰地狱的看门狗高。根据攻略上所说的，这朵花一共有3个攻击方式，全部释放完之后，它大概需要10秒钟左右的蓄力，大多数队伍是趁着蓄力的空隙上去输出的。但是陆成双用不着，他连续召唤了30只红色魔像，巨大的身躯几乎把他庭院这片区域给占满。伴随着召唤技能出现的还有2只龙兽。在小青蛙的海蓝之谜的辅助下，一群召唤物贴脸对着珠花进行输出，他的藤条手臂根本会舞不开，酸液喷吐也无法突破人墙的第1层。张开巨嘴准备使用吸收技能的时候，直接被龙兽巨大的身体给堵上了。一时间，苗万万甚至有些同情这只 BOSS， 他的血槽正在迅速下降。陆成双只是偶尔打2个 debuff 上去，然后全程躲在后面看电影。3分钟之后，只听见平的一声，暴躁的食人花身体炸开，流出脓水，击杀暴躁的食人花。通关时间23分15秒，恭喜你打破记录，特别奖励将会在退出时发放。哎呀，一不小心就破纪录了。陆成双挠了挠头，这下子会不会太过于招摇了？苗万万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你小子在凡尔赛点什么呀？
破纪录了就给我高兴一点啊！话说，跟你刷副本也太爽了吧！我都已经14级了。陆成双刚才都没注意，自己已经升到15级过半了，还有15%左右的经验值就可以升到16级。速通奖励之后，铁定能够升级，效率实在太高了。看来还可以再上点强度。陆成双走到了食人花尸体旁边，忍住恶臭舔了个包，获得荆棘王冠，稀有；获得精致的眉笔，获得厢房钥匙。这次并没有爆出紫装，他略显失望。打开属性面板，于是他马上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荆棘王冠，品质稀有级，需求等级20级，力量加20，耐力加20，物理穿透加45，反伤，每次被攻击有15%的伤害值被反弹到攻击者身上，远程效果减半。属性不错，对于这个等级的肉盾战士来说已经是一件上乘的装备了，放在市场上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只有一件装备，我拿去市场上卖，赚了钱分你30%可以吗？没问题。其实本小姐也不缺钱啦，本小姐缺经验值。其实这个钱就算1分都不给她，她也没意见，因为接下来的破纪录奖励才是重点。第36章，祁东环找上门来了。一阵白光闪过，2个的面板上弹出提示：获得 S 级评价，打破市级速通纪录，获得疯狂的园丁称号，获得金币200万，获得史诗级速通大礼包。苗万万跟陆成双的奖励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史诗级大礼包降级为稀有级，不过对他来讲已经很好了。单就头顶那个市级纪录保持者的标就足够他回家炫耀一番了。白光消失之后，2个人站在了副本的入口处。刚才的通关提示已经在整个黑山市广播了，外面组队的那些人也都看到了。刚才你们看到了吗？有人刷新了通关记录，不会是那2个法师吧？怎么可能？肯定是皇朝那个队伍，人家有个 S 级猎人坐镇呢。哎，不对啊，你看苗家大小姐头上那个标志，我操，速通记录印记，果然是他们。666啊，等级相差这么大，还没有战士，他们怎么做到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难度而已。哼，站着说话不腰痛，牛逼你去试试。人家可是2个人做到的，我哥能单刷这个副本。6啊，叫你哥来，我坐等待飞。副本通关以后有8小时的冷却时间，在每个官方副本的旁边都有配套的付费休息室、餐厅、美食街，当然还有一些大公司的服务点，专门负责高价回收装备材料，以及给自己公司的队伍提供支持服务。当然，这里也有东环副本有限公司的办事处。陆成双的动向马上就被汇报给了总部，不过此时他还未意识到危险的到来。陆成双跟苗万万2人走进了酒店，开了2间套房，等待冷却时间的同时，他想看看大礼包会送些什么东西。领取大礼包，意念一动，礼包打开，获得奥能核心，史诗，获得双叶护肩，稀有，获得混沌之眼，获得密银 X30，获得金晶 X10，获得金币100万。奖励不错，这次又开出来一个混沌之眼，传说级材料，以后请大小姐家的铁匠打造装备的时候肯定能用得上。另外还有一件史诗级装备和稀有级装备，都是法师装。奥能核心，副手，品质史诗级，需求等级20，全属性加90。奥数飞弹将变为奥能冲击，一次性发射1束死亡光线，攻击前方30×1000范围内的敌人。神秘，必须屈从于更大的神秘。这是件奥术师的专属装备，能开出来的概率很小。陆成双想了一下，亲兄弟明算账，这东西打折卖给大小姐吧，他不买再挂到网上去卖。另外一件护肩是他急需的，到现在陆成双肩膀上还是空的。双叶护肩，品质稀有级，需求等级20，护甲加70，耐力加10，木系抗性加70。属性不错，花溪之城里的怪物大都是木系和水系的，只不过需求等级要20级，暂时还无法佩戴。目前他已经突破了16级，系统刚才同时向他发放了奖励。陆成双很好奇15级能学到的技能是什么。丁，宿主领取了奖励，获得恶魔之门，获得召唤物亲和，一共2个技能，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召唤物亲和，被动，你与召唤物之间形成羁绊，召唤物所有属性将提升20%，非常实用。现在他所有召唤物的4维属性几乎已经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了，随便挑出一只都能把30级的战士打出屎来。即便现在去了荒野，他也有信心让2个人都全身而退。他继续看着面板上的技能说明：恶魔之门，召唤一座恶魔，传送信标，需要至少4人，随即献祭1位队友，随机召唤出嗜血狂魔恐惧魔王深渊领主。参与召唤的人数越多，召唤物的实力越接近本体，杀死眼前所有敌人，或者自己被杀之后
召唤物才会离开现实。死！需要献祭队友的技能，他还是头一次看见，说明召唤物的实力肯定异常强大。不过对他来说，现在没有应用场景，比10级那次得到的技能来说，有些拿不出手了。陆成霜叹了口气，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人物：陆成霜，等级16，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5160，法力值9160，耐力1680，敏捷1345，智力2615加300，精神2560加300，350个召唤位。现在他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等会下副本的时候，有必要再给自己上点强度。陆成霜伸了个懒腰，给苗万万发了个消息：大小姐，我这里有个不错的东西，你看看要不要收了。他把奥数核心的属性信息给发了过去。苗万万秒回：好东西啊，呆瓜，你打算卖什么价钱啊？不知道呀，你说吧。钱你现在肯定不缺了，这样吧，我让公司的铁匠帮你锻造一件同等级的装备，作为交换，你看怎么样？那当然好了，现在大小姐欠我2件紫装了，抽空跟我回家一次吧，我带你见见我爸。听了这话，他心里稍微觉得有些奇怪，不过能结交这种级别的大佬，算是一桩美事。他起身洗了个澡，忽然觉得困意来袭，倒头就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陆成霜起身一看，酒店门口聚集了一大帮人，领头的那个穿着一件红色的夹克，格外惹眼。他抬头望了一眼楼上，正好跟陆成霜的眼神对上了，一股寒意直他的后背。是齐东环。他也发现了陆成霜，虽然隔着很远，但是陆成霜能够清楚地看见他抬起了手臂，指着自己勾了勾手指，然后咧嘴露出令人的胆寒的笑容。但是这里毕竟是官方开的酒店， S 级猎人也不能随意闹事，该来的总是躲不过。陆成霜穿好衣服走出了酒店，第一次他跟一个 S 级猎人面对面，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气场跟之前的小卡拉米有本质区别。你就是陆成霜吧？我弟弟是不是你杀的？第37章，我是大漂亮国籍，你能拿我怎么办？是。陆成霜的话音刚落，只觉耳边一阵狂风袭来，哐的一声巨响，巨大的权力轰在了酒店的防护罩上，震得周围的人耳朵嗡嗡作响。这就是 S 级的实力吗？刚才那一拳打在自己身上，就能直接秒掉他了。拳头就停在了陆成霜的脸颊旁1寸，让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浅浅的血迹。这就是 S 级的实力吗？实在是恐怖。妈呀，这小子居然招惹了祁东环，他死定了。可是这里是官方控制的公共区域， S 级猎人也不能动手吧？哼，他不用亲自动手就能让你在黑山混不下去，以后这小子的前途算是完了。S 级不仅仅是因为他战斗力强，资源和背景也同样厉害，毁掉你的前途跟喝水一样。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陆成霜面无表情。S 级虽然压迫感很强，但是比副本里的恶魔王太远了，刚才这一拳最多就是地狱拳的程度，现在的他心里反而坦然了。祁东环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黄牙：小子胆子挺肥啊，敢不敢跟我去竞技场比划比划？祁东环向你发出决斗邀请。陆成霜的面板上出现了提示，竞技场会把我们的等级压到同样的水准，放心，我不会以大欺小的。竞技场是猎人们切磋的地方，装备、属性、等级都会强制被拉到同一水平。陆成霜点了一下拒绝，周围的人都哄笑了出来。呵呵，小子是不是怕了？怕了也没用，得罪我们祁总，以后别想在猎人这条路上混了。祁东环也料定了他会拒绝，挑了一下眉毛说道：你以为这样就能躲得了吗？他戳着陆成霜的肩膀说道：如果真的怕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个机会，我看你是个人才人，加入我们东环，以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不仅如此，我还会给你投入资源，帮助你更好的成长。祁东环才不关心自己弟弟的死活，他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势力，在这个乱世中掌握更多的资源。前阵子陆成双手通哥布林洞穴的时候，他就打起了主意，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陆成双拍掉了他的手，抱歉，公司的事情我已经答应别人了，另外我拒绝你也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贴近了对方的脸，露出了一个邪魅的微笑。如果在竞技场，我就没法碾压你了。这是彻头彻尾的挑衅，自从自己成为了 S 级猎人之后，还从未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操！祁东环转身，使出全身的力量，朝着陆成双的身体打了过去。就在拳头碰到他身体的一刹那，祁东环忽然停下了。他感觉有什么冰凉的东西顶在了他的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了，一个身穿乳白色铠甲，拥有淡紫色皮肤和一头金发的美女，用长剑抵住了他的喉咙。周围所有人都没看清楚这个瞬间发生了什么，
半晌之后，人群才开始骚动。我操，好美，等级都看不见，难不成也是 S 级？不对，你看他的名字，他的肤色，这绝对不是人类。恶魔，这是恶魔，这是什么情况？恶魔为什么会出现在城里？而且警报都没响，该不会是那个小子召唤出来的吧？不可能，恶魔没有灵魂，不会成为召唤物的，这是常识。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忽然周围警笛大作，4辆警车把这里给团团围住了。陆成双对着艾琳挥了挥手，他马上收起了长剑，往后退了几步。几个身着便衣的警官马上把这里给围住了。领头的那个陆成双看着眼熟，好像就是上次调查城郊命案的周队长。只见他点了根烟，缓缓走到了2个人旁边。2位，安全区内禁止私斗，请你们克制一下，如果一定要动手，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的。陆成双能够感受到周围这几个警察全都是高手，绝对不逊于祁东环。他摊了一下手，说道：不巧了，看来我们的事只能等到下次了。周强把烟掐灭，看了一下酒店的防护罩。祁先生，你刚才动手了吧？还请跟我们回去走个流程。小伙子，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祁东环讪笑一声，开口说道：呵呵，我不去。说罢，周围的那些他的打手们也围了上来。周队叹了口气，说道：那我们就要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了，还请见谅。说着，周围的几个警察也都拿出武器准备战斗。然而祁东环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蓝色的小本子，在他们面前亮了一下。看好了，臭条子，我是大漂亮公民，而且我已经入职了大漂亮的猎人联盟，你们龙国的法律没法处置我。世界各国之间有协议， S 级猎人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如果在他国犯法，只能移交给所有国进行处置，这是为了维持各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周强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察，见状马上给上级确认了一下情况，然后一言不发地带着陆成双走了。周围人群爆发出一阵叹息，哎，太憋屈了，一个 S 级就这么加入大漂亮国籍了。呵呵，人家给的条件够好，为什么不去？有本事的都润出去了，关键人家拿着大漂亮的护照，我们还真没办法。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把你当人才重要。车上，陆成双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刚才是他先动的手，我可什么都没做。我知道，我都看见了。死寂一般的沉默之后，周强缓缓地开口说道：你刚才就不该收手，直接捅死他，我们反而好办了。啊！周队拿出一颗华子递给了陆成双，谢谢。他不抽烟，但是该接也得接着，这是江湖规矩。他很好奇周队接下来要说的话。别国的 S 级猎人我们的确无权处置，但同时也不用为他们的安全负责。第38章，什么？法师还可以无限蓝？回到局里之后，周强把陆成双带到了一个像是秘密会议室的小房间里，然后拿出一叠资料放在他的面前。我们其实早就开始关注你了，在你杀气东来之后，后来通关哥布林洞穴之后，上头就让我留意你，所以今天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你。陆成双点了点头，问吧，知道的我都能回答你。升到目前这个等级你花了几天？大概1周吧。有固定队伍吗？没有，法师没人要啊，我都是单刷的。闻言，周强吃了一惊，单刷任何等级的副本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副本里的怪物都是活生生的异界生物，有情绪，会思考，会使用战术，单单能做到这一点人，放眼整个世界都是凤毛麟角。陆成双还是个法师类职业，更是突破了现代人对于职业的认知。可是众所周知，限制法师发挥最大的因素是魔力值，地下城使用恢复道具的次数限制，大多数法师都是挂件。你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他耸了耸肩，我的召唤物有光环，可以让法师们法力无限。什么？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周强也一下子不淡定了。这件事太重要了，这是足以改变猎人世界格局的消息。国家尝试过很多方法，想让法师发挥出原本的力量，但是均告失败。现代科技无法在副本里运转，就连炼金术产出的药水也会被副本规则限制。然而现在，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打破了这个规则。周强不是学者，但是他的直觉也告诉他，解决这一切的方法就放在了自己眼前。对于龙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讲，陆成双的存在都太过于特殊了，对他的处置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范围。你的这个光环只能你一个人使用，还是团队增益？团队增益，但是再具体的我就没法说了。理解。跟他想的一样，陆成双就是移动的魔力拳，如果增益范围很大的话，打起国战来。只是稍微想一下，周强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最后一个问题，你说，如果刚才我们没有出现，你跟祁东环动起手来，有多大胜算？陆成双勾嘴一笑，不知道，要打过才知道。他的话
把周队给逗笑了。哈哈，好，我知道了，你的事情事关重大，我会上报给上级。另外，最近这段时间注意安全，你加我个微信，祁东环那个家伙再来找你麻烦，你就告诉我。好，谢了周队。周强陪他走到了警局门口。需要我送你一程吗？这外面是荒原，你一个人挺不安全的。没事，我有车。说着，陆成双的头顶出现一个传送门，一条巨大的黑龙降落在了警局门口的空地上，震得周围的助动车都开始纷纷报警。黑龙身上的铠甲闪着磨砂黑色的光芒，陆成双迎着众人的目光骑上了龙背。走了，有事电话联系。周强冲他招了招手。黑龙用力忽扇了一下翅膀，周围沙土飞扬，庞大的身体缓缓地升上了天空。周强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暗暗说了一句：好帅啊。龙背上的陆成双俯瞰着整个荒原，地面上有些体型巨大的魔物朝着他们的身影怒吼，时不时还会投来石块魔法、剑矢等等东西。相比于警署用的隐身车，他这条龙实在是太扎眼了。黑龙的速度很快，大概过了3分钟就飞到了副本安全区的外面。他拍了拍龙脖子，让黑龙返回了恶魔界。为了不惹旁人的关注，他选择走回副本安全区。刚回到休息区，苗万万就迎了上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刚才祁东环是不是来找你麻烦了？他并没把你怎么样吧？陆成双摇了摇头，没有，我被带去警察局坐了坐。靠！苗万万掐腰嘟嘴，义愤填膺，这帮臭条子真是欺软怕硬，大漂亮的公民惹了事，反而要把本国公民抓紧去盘问。他拍了拍陆成双的肩膀，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给你做主的，我这就让我爸给警察局的人施压，开掉那个抓你的警察。苗万万可不是说说就算了，他拿出了手机准备给他爸爸打电话，但是却被陆成双给拦住了。算了算了，人家工作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他刚才对我挺客气的，还加了联系方式。是吗？陆成双拼命的点头。比起这个，我们的冷却时间是不是要到了？苗万万打开面板一看，果然已经到了。走，接着刷。说着他拉起了陆成双的胳膊，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副本入口。刚巧思念他们团队才刚从里面出来，看见两人，思念主动过来打招呼。听说你们刷新记录了，恭喜啊。苗万万仰起头，露出自己的记录，保持着徽章。那是，羡慕吧？切，幼稚，不过是一个普通难度而已，找只狗也能刷通。插话的人是思念同队的那个战士，一头黄毛，还纹了2个大花臂，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看好了，小子。说着他亮出了自己一大堆的速通记录，5大最难的副本他有其中的4个。普通难度只是给你们这些平民准备的，我这些可都是噩梦难度的速通记录，是你们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高度，哈哈哈哈！只不过是个挂件而已，真当成自己的本事了吗？陆成双补了一句嘛，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那些明白些内幕的人都笑了出来，就是黄江就是个挂件，跟了2次大神就觉得自己也是大神了。我记得上次速通是邹子豪带队吧，让我去我也能有速通徽章。嘘，你声音太大了，会被他听见的。黄江怒目圆睁，揪起陆成双的领子，你这混蛋，刚才说什么？把手拿开，不然我轰烂你的脑袋。苗万万的手里闪出紫色的法术光芒。第39章，终于被我给装到了。咱们是猎人，不是街头混混，应该用实力说话。陆成双拍了拍对方的手臂，当挂件也没什么好丢人的，毕竟你也是凭本事混进去的。但是陆成双走到了入口处，传送门的光立刻变成了红色。他刚才把副本难度调整成为了地狱级，当挂件还出来显眼，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黄江瞪大了眼睛，但是随后笑了出来，哈哈，地狱级难度，你在吓唬谁呢？真能通关，我跪下喊你生爹都没问题。陆成双没有搭理他，而是拽着苗万万走向传送门。地狱级，咱们是不是选错了？没有。哎，等一下，说归说，你别赌气啊！呀！一声尖叫，2个人消失在了光芒之中。这个世界的副本中 ，A 和2A 只有普通难度，3A、4A 开始有噩梦级难度，5A 才有地狱级难度。目前刷通地狱级难度的猎人团队在龙国凤毛麟角。苗万万站在副本里面，感觉空气都变得沉重了，他整个人身体开始发抖。这里的怪物强度比噩梦级强了10倍不止。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不再是靠蛮力就能通关的了，需要解决掉副本中的很多问题才行。稍有不慎就会一命呜呼，就算不死，无法完成解谜，也不能回到现实。陆成双挑战地狱级难度并不是因为赌气，根据他的分析，爸爸多年前很有可能是在荒野中的某个副本失踪的，至今恐怕仍然被困在里面无法出来。只有地狱级难度的副本才能做到这一点。刚走了2步，
面板上就弹出了提示，请找出花溪之城植物发狂的原因。走吧，咱们先给前院做个大扫除。说完，陆成双就推开了宅子的大门。他赫然发现前院的面积要比普通宅子大3倍不止。原本白墙灰瓦的院墙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浓雾，还有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味道。空气中漂浮着一种黄色、微微发光的小颗粒，比小米粒还要小。哎，我怎么开始掉血了？苗万万惊呼了一声。-12，-10，-12。只见他的头顶上冒出伤害数值，每过2秒就会跳一次。伤害很低，但是频次很高。这么下去，不用碰到怪物，在这间院子里待一阵，2个人都会死。陆成双打开面板，查看2个的状态。中毒，果然如此，肯定跟空气中的黄色孢子有关。咯咯咯嘎嘎。这时候，浓雾中传来了怪物的低吼，紧接着浓雾中几个扭曲的身影朝着陆成双他们走来。嗖嗖嗖，几声破风的声音，陆成双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推开了苗万万。轰轰轰，自己背后的院墙被轰出了几个大口子。这是刚才那些向日葵的瓜子，居然变得跟炮弹一样大了。陆成双终于看清楚了他们的身影，普通的小怪体格已经跟普通难度的那个 BOSS 一般大小。陆成双看了一下面板，被感染的向日葵，等级25，生命值64500。向日葵前面还有几株稍微小一点，长着暗红色脑袋的花。被感染的蔷薇，等级23，生命值55000。陆成双意念一动，空间扭曲，30只红魔象、10只迅捷蟹和30只蓝魔象来到了战场。他敏锐地发现，红魔象散发出的火系光环能够快速清除周围那些孢子，站到魔象的光环范围里来。苗万万赶快躲了进来，果然2个人站在魔象的身边就停止掉血了。吓死我了！苗万万长舒了一口气，拿出治疗药水给自己猛灌了一口，然后递给陆成双。我不用。说着，陆成双抬手对准一只怪，生命虹吸，一条绿色的光带吸附在了那只怪的身上。加4000，加4000，加3454，大量的生命值被抽离了他的身体，蔷薇变得更加暴躁。嘎嘎嘎！他一边叫着，一边挥舞着藤条冲向了陆成双。不过他根本没机会近身，红魔象巨大的拳头砸在了他的身上，把他直接砸飞了出去。-12000，-2344。第一次是魔象造成的物理伤害，第二次是光环附加的真实伤害。魔物很快就被抽掉了接近1/4的血量，跟着红魔象朝怪物群里释放大量的火球术，哐哐哐，爆炸声震耳欲聋。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火焰持续灼烧，伤害数值连珠炮一样从怪物的头顶冒出来。击杀被感染的向日葵，击杀被感染的向日葵，击杀被感染的蔷薇。面板上的提示不断刷新，他根本来不及看。我要实验一下我的新法术，可以吗？苗万万眼中充满期待地看着他，好像一个孩子想拆开大人刚给买的玩具一样。离远点，别靠太近，这东西摸你一下就死。知道了。苗万万抬起手，身前出现了一个紫色法阵，一颗奥数能量球射向了怪物群，砰的一声，能量球像是烟花一样炸了开来，冲击波打在植物的身上噼啪乱响。-3245，-2345，-3453。这就是奥数震爆的威力。哦吼！陆成双惊呼了一声，这个伤害力比不过自己的魔象，但是在同级别眼中已经非常逆天了。好漂亮的法术！苗万万也激动地喊了出来。接着，为了多看几次这漂亮的特效，他朝着怪物群连续发射。被奥数能量击杀的植物很快就会凋零枯萎，最后化成黑色的灰尘。强大的奥数可以直接从原子层面瓦解事物的结构。现在的苗万万可不完全是美丽的挂件了，慢慢在战斗中它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陆成双认真考虑起了他的提议，搞个公司也不是不行，以后去荒原或者更高级别的副本时，身边能有个照应，不然自己的用的法术也会受限制。大约过了10分钟，眼前这片区域的怪物全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孢子依然弥漫在空气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过来的，再加上浓雾，完全看不清前面的方向。舔完包之后，陆成双站在了前院中心的空地上，念头一动，巨大的黑龙出现在了2人的面前。我去，好帅！苗万万脱口而出。陆成双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终于给我装到了。第40章主线任务第2阶段，女主人的委托。黑龙的翅膀猛烈闪动着，浓雾很快就被这风给吹散了。陆成双这才发现，原本守在第2进门口的那个 BOSS 不见了，庭院两边的2口井也被人给推倒了。
院子四周全都是破裂的花盆，还有被翻开的土地。看来刚才那些怪物就是主人养的花卉，不知什么原因产生了变异。两人走到了第二进的入口处，木门紧闭，普通难度下的那个立场已经消失不见了。陆成双推了推门，纹丝不动。他仔细看了一下，门上有个凹槽。他触碰了一下大门，忽然间，储物空间里的那块锦鲤玉佩发出了光芒。陆成双取出玉佩，放进了那个凹槽里。空的一声，大门打开了，玉佩再次回到了陆成双的手里。踏进中院之后，两人忽然感觉到空气变得异常沉重。院子中间有2棵参天大树，遮蔽整个头顶的空间，旁边还有一个通往花园的通道。通道两旁布满了尸体，他们的身体上被黄色的孢子附着，长出了奇怪的器官，身体严重变异，巨大的肿瘤破胸而出，手臂上皮肤已经掉光了，而且布满了黄色的孢子囊，时不时往外喷吐着黄色孢子。还有几个原本脑袋的位置直接被孢子囊给取代了，长出了如同树枝一样粗壮的脚。墙上、地上全都是抓挠的痕迹，看得出这些人死之前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孢子感染不仅仅对植物有效，对里面的人类效果更甚。好在红魔像的光环一直有作用，孢子无法近身。如果是一般团队进来开荒，单就这个持续掉血的 debuff， 他们就应付不了。陆成双带着苗万万一起骑上了飞龙。主院的大门还没打开，即便是空中也无法通过。不过前院和花园倒是可以畅通无阻。陆成双一边飞一边看着面板，这间宅子可真够大的，比紫禁城还要大一些。花园的面积是前院和中院的总和还要多，这里巨大的湖泊被围墙围了起来，变成了宅子主人的私人领地。地面的怪物们都被陆成双的坐骑给惊动了，纷纷发出哀嚎。但是中院和花园的怪物似乎缺乏远程攻击手段，对他们威胁并不大。这时候苗万万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湖中心说道：“那边好像有人。”陆成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好像真是这么回事。湖面上有一叶小舟，上面好像有个人正在撑着伞往岸边划去。不远处有个小码头，上面有个亭子，连接着风雨连廊。奇怪的是，这部分跟花园的主体相连，却没有一只怪物。陆成双稍微降低了一下高度，看样子船上那个人是个女的。他抬起头看向空中，两个人目光交汇。陆成双看到一张苍白但是又有些凄美的脸，乌黑的头发一丝不苟地被盘在了脑袋后面，隐约可以看清他头上的那些黄金头饰。女人看到他们之后好像一点也不吃惊，淡定的可怕。陆成双让黑龙降落在了岸边，这时候小舟也划到了码头。女人收起伞走到了过来，陆成双低声跟苗万万说道：“一会不要说话，跟在我身边就行了。”苗万万点了点头，然后陆成双朝着女人恭敬地行了个礼：“夫人，敢问此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石毅，你们都是外面来的吧？进来喝口药汤吧，不然你们的身体也会变得跟那些人一样。”“多谢夫人。”两个人跟着女人往房间里面走。陆成双开口问道：“夫人所说的石毅，是不是那些空气中的小颗粒？”女人点了点头。“能否给我们详细讲讲？说不定我们能够帮上忙的。”副本里的 NPC 本质上都是其他世界的生灵，高中课本里学过的，交流的时候要给他们最大程度的尊重。听了陆成双的话，女人笑了笑：“多谢尊驾的好意，不过此地时疫甚是凶险，看尊驾的样子并非郎中，还请服下药汤之后速速离开，免得伤了尊驾的性命。”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脸上充满着苦涩，她其实很希望有人能够帮她吧，只是之前的几波猎人进来之后，要么无功而返，要么直接死在了里面，以至于这个女人每次都抱有希望，然后再失望，最后干脆绝望了。风雨两廊的后面有一间小房间，陈设极其简陋，与这个女人身上贵气不符，应该是为了避祸不得已才搬过来的。女人从锅里盛了2碗药汤递到他们的手上，面板中传来提示：避汤，服用后可以在一段时间免疫中毒效果。两人服下汤药后，面板中的倒计时开始，免疫中毒效果23小时59分58秒，也就是说喝了这碗汤药，有1天的时间免疫毒素侵蚀，1天之内必须通关，不然就得回到这里重新开一次。陆成双开口说道：“夫人，还请相信我们，1天之内我们一定会查出疫病的源头，让你的宅子恢复如常。”女人愣了一下，半晌她点了点头：“好吧，那能不能顺手给我种的花撒点药？”“当然可以。”叮，任务完成。植物变异的原因是由孢子感染导致的。支线任务可选：帮助女主人驱散植物上的病毒。主线任务：解决疫病的源头。主线任务第1阶段完成，巨量的经验值报酬让两个人身体发出升级的光芒。Level up， Level up。陆成双17级，
苗万万16级。这是中院的钥匙，可以打开去主院的门。不过你们要小心，我们家里的人现在都变得异常暴躁，不要被他们给伤到。陆成双拱了拱手，多谢夫人提醒。两人骑上飞龙，回到了中院进门的位置。这时候，原本地上的尸体都已经苏醒过来。哥哥哥哥！一边怪叫着，一边朝着两人围了过来。第41章，中院的大肉瘤。这里的怪物全部都是变异的家族成员。怪物群的中间有个胖子，准确的说是个肉球，身上已经被孢子和各种变异的触手给覆盖了。他不停地朝着空中喷吐黄色孢子。不过这一次，即便没有站在红魔像的光环范围之内，他们也能够免疫毒素。召唤！陆成双念头一动，50只红魔像，100只迅捷蟹，还有2条龙兽来到战场。原本宽阔的院落，现在倒是显得有些拥挤了。龙兽吼叫着冲向了怪物群。这种巨兽血厚功高，加上陆成双10倍魔法加持和30%的属性加持，对上精英小怪基本就是2口一个。后排的红魔像毫无顾忌地往怪物群中扔着火球。-13000，-10487，-2万，-4374，真实伤害加上火焰伤害，成片的收割着精英小怪。陆成双和苗万万的面板上疯狂弹出提示：击杀被感染的仆从，击杀被感染的管家，击杀被感染的仆从。可是这些小怪就像是杀不完一样，成片的从地里冒出来。陆成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他指着中间的那个肉瘤说道：是那个东西召唤出来的，我们得先把那个处理掉。陆成双查看了一下中间那个肉瘤，被污染的水仙花，等级，生命值，2个关键数据都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查看范围了。刚才2个火球术加上自己的2个诅咒，才打掉了他大概1/20的血量。我去，好厚的血，双抗也不低。龙兽狠狠地在溜肉上咬了一口，扯下了一大块烂肉。-20345，肉瘤猛烈抽搐，脓血喷到了龙兽的身上。那个淡黄色的血液有强烈的腐蚀性，龙兽痛苦地扭动着身躯。这时候，肉瘤的身体迅速肿胀。陆成双一看情况不妙，一把拉起在前面疯狂输出的苗万万，后退。陆成双那100多点敏捷爆发出的速度很快，一瞬间就跑出了数十步远。只听见噗呲一声，肉瘤身上的烂疮猛地一下往周围喷洒出脓液，腐臭的味道扑面而来。挡在前排的迅捷蟹和魔像完整的吃到了这波伤害。-77378，-58393，-58393，10几只血量比较低迅捷蟹当场化作了脓水。前排的魔像也被这波伤害打得大残了。如果那个脓液但凡飞出来一点溅到2人的身上，他们2个几乎就是被秒杀的命。这个伤害有些离谱了吧？苗万万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现在惊魂未定。你在这里待着别动了。好。说完，陆成双又召唤出了100只迅捷蟹，这次附加召唤出了星龙子4。他勾嘴一下，念头一动，魔爪蛙放出海蓝之谜，给周围所有的召唤物上了敏捷 buff。迅捷蟹的速度本来就很快，现在他们的动作几乎肉眼看不清了，全都是残影。锋利的刃足在新一批的小怪身上疯狂劈砍。-3445，-4556，-4545，伤害数值连成一片，已经无法区分单体杀伤数据了。如果换做其他队伍，眼前海量的小怪基本就可以让他们团灭了，更不用说完成副本了。所以杀死你不能用蛮力。陆成双召唤出鬼火战马，翻身上了马背，接着给召唤物下达了命令：开路！迅捷蟹、魔像、龙兽们把战场分割成为了2段，中间空出了一个通道，直通那个肉瘤。陆成双从空间中取出女主人的药包，同时他朝着星龙子4下一个指令，轰的一声，银白色的火焰喷射到了肉瘤的身上，火焰燃烧蛋白质的声音噼啪作响，受到外部刺激的肉瘤自身开始急剧膨胀。刚才被龙兽咬出来的伤口被撑裂了，露出了一个洞，通向肉瘤的内部。陆成双看准时机，直接将药包扔到了那个洞里，然后迅速往后跑。与此同时，数十只迅捷蟹直接被召唤到了他的身上，刚好堵住了那些溃烂的伤口。噗呲一声响，带有酸性的脓液喷吐到了迅捷蟹身上。-7万，直接让迅捷蟹大残，但同时肉瘤开始剧烈扭动。扑啦一声巨响，他的身体内爆，直接炸成了碎片，满地的脓水残渣发出腐烂尸体的味道。在那堆烂肉之下，有一盆漂亮的水仙花，洁白的花瓣，绿油油的叶子，没有沾染一滴污秽。伴随他的出现，周围所有被感染者统统失去了活性，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人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这个还只是个小 boss， 已经困难到这个程度了。难怪地狱级副本在整个黑山市范围内还无人通关过。这是一个8人副本，但并不是说副本里只能进8个人，而是说8人组队的时候，怪物的难度不会提升。随着组队人数的上升，副本的难度也会成倍增长。就刚才那幅场景来说，8人肯定是不够的，除非2个主 T 都能够有一身紫装。在黑山市能有这种底蕴的，只有皇朝集团了。可是皇朝的主力根本不会选择市级副本来挑战，他们会选择投入产出比更高的省级或者国家级副本。如此一来，黑山市的这些高难度副本就很尴尬了，需要的人玩不起，玩得起的人不需要。陆成双拿起水仙花，面板的马上跳出提示：完成支线任务，奖励将在副本结束时一并结算。获得女主人的水仙花，这朵花的香气会让某些人记起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看来是一件关键道具。两个人舔完了包之后，并没有着急去开启主人院的门。陆成双骑着梦魇在中院仔细搜索了一大圈。副本设置虽然难易度不同，但是都有破解之法，一般的队伍肯定也能过得去才对。搜索了一会，陆成双在湖边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码头。这里有3艘船，其中2艘小船已经漏了，1艘大船勉强能够漂浮在水面上，但是看这个样子，稍微有些风浪就会沉底。陆成双下马环顾了一下四周，不远处还有个小棚子，里面零散的堆放着一些木工用具。第42章花西子的秘密。一声低吟从棚子的后面传了出来，陆成双赶紧后退了2步。一只满身溃烂高个子尸体走了出来，他漫无目的的挥舞着手里的锤子。人物：木匠，精英，等级30，生命值27万。这里居然还遗漏了一个精英怪。陆成双赶忙召唤了10只迅捷蟹，朝着木匠的脑袋莽了过去，刃足在他的身体上画出一个个巨大的口子。-10384，-9834，-12000，血量迅速下降。献祭，厄运降临。2个诅咒打到了他的身上。这个怪的火系抗性很低，但暗影抗性出奇的高。-983，-15000，献祭每秒居然可以对他造成15000点伤害。同样等级厄运降临就只有几百点，不过很快木匠的血量就见底了。噗呲一声，迅捷蟹的刃足直接将他剪成了2段。你杀死了木匠，获得木匠的工具，可用于维修破损的船只。哦吼，原来是这样。普通团队首先应该回避中院的那些怪物，尽量不惊动他们的情况下走到这边，杀死木匠之后用他的工具维修船只，然后去到湖对岸找到女主人，喝下她的汤药，再用他给的药包把中院的那个肉瘤给结果掉。在这个期间，尽量把小怪吸引到空地的一边，能不杀尽量别杀，不然他会不停地召唤新的小怪出来。陆成双把这里的地图全开了之后，就来到了主人院的大门处，使用钥匙，嘎达，大门上的铜锁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掉落在了地上。进了大门以后，陆成双发现这里的空间比外面2个院子小了很多。院子的2边是2排厢房，中间是一大间主人的卧房。门口有个穿着白袍的人正在门口走来走去。院子的正中间支起了一口大锅，里面不知道在煮些什么，闻上去像是沥青的味道。中间的白袍子全身都已经被异化了，变成了竹子，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你一碗，我一碗，每一个人来一碗，你一碗，我一碗。院子的地上有不少花盆的残骸，仔细一看，那些都是被砸烂的水仙花。面板上突然跳出一个提示：请把水仙花放在标志位置。陆成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发光的位置提示，这里原本放着的是些盆景，但是因为孢子的影响，盆景上开出了稀奇古怪的孢子囊。陆成双把水仙放上去之后，盆景上的孢子囊全部都开始破裂坏死，原本水仙淡淡的幽香突然变得浓郁了起来。远处院落中央的那个族人忽然停下了脚步，循着味道走了过来。啊，熟悉的味道，熟悉，从哪儿来的味道？走着走着，他的身体突然开始颤抖。这个味道，这个味道。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激动，居然带起哭腔。陆成双2人退到了院墙的边上，这里不容易被怪物围攻，万一等会爆发战斗，2个脆皮不容易被刺。不过意想中的战斗并没有发生，族人跪在地上，身体疯狂抽搐，然后拼命呕吐。渐渐的族人的外壳开始脱落，他恢复到了人类的模样。我这是在哪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陆成双注意到那个人头上的标签已经不一样了，从族人居士换成了男主人。你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看看怎么回事，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立刻用奥数阵爆弹开怪物，等我复活。
你小心点。看着的陆成双的背影，苗万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抬起手，时刻准备发动法术。陆成双走到了男主人面前，恭敬的行礼问道：“请问此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我是经过这里的旅行者。哦，请问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孩子？大概这么高，是个男孩。”男主人比划了一下。这时候陆成双感觉空间里的那个锦鲤玉佩发出一阵光芒，他赶紧取出玉佩。我见到过您的孩子，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啊！男主人拿起玉佩，泪水湿润了眼眶。孩子，我的孩子，任务完成，奖励将在退出副本时结算。这就完成了，副本通关了。但是面板里给出的提示仅仅是主线任务提示，并没有显示副本通关。陆成双想起了普通模式下那个小孩说过的话，把这个带给我父亲，他会给你们奖励的。这是信息误导，男孩子的信息和女主人的信息完全是矛盾的。包子的来源并非在主人院里，男主人也不是副本的最终 BOSS。谢谢你们，旅行者，能否帮我一个忙？彻底解决疫病的源头。面板上面再次跳出提示：主线任务，解决疫病的源头，让花溪之城恢复原状，请您尽管吩咐。男主人从怀中掏出一根眉笔，递给了陆成双，把这个交给我的夫人，她看到以后就会想起来一切的。但是请你们注意，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如果有危险，还请不要有所顾忌。这个宅子里的所有人原本都不该活在这个世上了，请让他得到安息。陆成双向着男主人躬身一礼，然后骑着黑龙离去。真够惨的，哎，苗万万感叹道，如果能让他们都活下去就好了。忽然这句话好像触动了陆成双的神经一样。按照男主人的说法，这个宅子里所有的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死掉了，而且除了女主人之外，所有死人都被疫病感染才复活的。为什么女主人看似一点都未被感染，还能活在世上？他隐隐的觉得副本里还有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秘力量在干预着这里。黑龙飞过湖泊，降落在了刚才女主人的屋外。两个人远远的看见女主人正在给田地里的花朵浇水。整个宅子只有这一个地方没有被黄色的孢子污染，花朵也都生长如常。陆成双的心里有了答案。等会你站在我身后，看我信号，用奥数阵爆阵飞他。好。第43章，股神占据的身体。苗万万留在了安全距离，陆成双一个人走了过去。女主人看见他，脸上挂起了一丝微笑，但是不知怎么的，陆成双的心里看到他的微笑总觉得很膈应。他拿出眉笔递给了对方，这是男主人让我交给你的。说完，他自觉地后退了2步。女主人接过眉笔，突然愣在了原地。过了一会，他把眉笔收了起来，原本要暴露出的表情瞬间平复了下去。谢谢，你们可以离开了。女主人的态度印证了陆成双的猜想。不杀死你，我们没法离开这里吧？女主人怔了一下，停下了脚步。原本黑色瞳孔一下子变成了猩红色。忽然，她抱起，手持眉笔朝着陆成双的脖子猛扎了过去。与此同时，只听见砰的一声爆炸的声音，一颗紫色的光球在两个人中间炸开。-2344，奥数震爆直接将女主人震退了3步。陆成双趁机撤回到了安全距离。咯！女主人身体飘到了半空中，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终于不用装了，你去死吧！女主人手臂变成了蔷薇的藤条，猛烈抽打着地面，手臂快速挥动，在她的身边形成了一堵风墙。好在刚才苗万万的技能释放及时，要不然陆成双现在已经掉了一条命了。献祭，厄运降临。-10345，-9726，-983。女主人对暗影法术的抗性很高，同样对火系抗性很低。召唤，陆成双连续使用召唤技能，这次运气很好，再次召唤出了星龙子嗣。女主人浮在半空中，近战单位对她毫无办法，只能靠红魔像的火球和星龙的吐息。但是星龙的召唤时间只有3分钟，无法进行持久有效的输出。反观女主人的蔷薇长鞭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抽到地面。-6723，-6322，-8733。高额的 AOE 物理伤害打在防御极高的迅捷蟹身上，坚硬的外壳开始皲裂，但是蟹群不为所动，挡在两个人身前。这东西挨一下，蓝魔像的护盾就要破，第2下两个人就得用灵魂石复活。陆成双抬起手，生命虹吸，绿色的光带链接着他跟女主人。-283，-833，-1000。女主人的血量有120，0000。陆成双的伤害几乎就相当于挠痒痒，反倒是苗万万的奥数飞弹能给他造成一些杀伤，但也只有2000多点。
有点难搞。陆成双站在队伍的最后面，思考了起来。每个 BOSS 都会有不同的阶段，有没有一种可能，打到一定程度，女主人就会的进入地面战阶段？眼下对于这个 BOSS 的情报根本没有，连石头都没有就要过河，等于开荒，所以只能赌一下了。星龙子嗣的召唤时间快要到了，陆成双下达了最后的指令：坠星。好！星龙子嗣怒吼一声，澎湃的能量外溢，一颗星辰划破长空，缓缓地往女主人头顶降落。星辰的光芒实在太过于明亮，让女主人遮住了眼睛。陆成双转头对着身边的苗万万说道：你最好也把眼睛遮一下。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星辰爆炸，发出了刺眼的光芒，巨大的冲击波将周围的一切都尽数摧毁。码头、风雨连廊、小屋几乎一瞬间就化为了齑粉，巨大的湖面被瞬间蒸发，周围的树林还有一些没有清理干净的小怪也被一同清除。陆成双团队和召唤物完全不受影响，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只是搞乱了两人的发型。光芒散去，隔着花园和中院的墙壁不见了，风雨连廊和刚才湖泊也消失了，地貌发生了改变，足以证明坠星的威力。苗万万是第一次见到超位魔法，他被震撼的张大了嘴巴。陆成双，你这手段也太溜了吧，这是我不付钱就能看的东西吗？别着急高兴啊。陆成双指了指空中的女主人，她的手臂被炸断了，脑袋也没了一半，但是血槽还剩下 60%， 超位魔法打掉了她将近30万的血量。如果此时陆成双跟对方一样是30级，这一下确定就可以把他给秒了。嘎嘎嘎！女主人爆发出可怕的笑声，断掉的手臂迅速生长出来，变成了像根茎一样的触须，直直地插入了地面。她的身体缓缓降落，陆成双听见一个空灵的声音从她残破的身体里传出来：起来，你不能违背古神的意志，你不能死。女主人的被炸烂的头颅又长了出来，有那么一瞬间，陆成双看到了她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很明显，她的身体是被这个所谓的古神给占据了，怪不得男主人要自己给她解脱。进入地面战之后就好办多了，50只迅捷蟹和20只红魔象一拥而上，把女主人团团围住，一顿猛烈的输出打在了她的身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一个伤害数字都没有爆出。与此同时，陆成双注意到根须手臂上结出大量的种子，种子掉落在了地上，迅速生长出了豌豆射手和被感染的蔷薇，一次性可以繁殖20多只。好在这些小怪都无法走出迅捷蟹的包围圈，豌豆弹打在坚硬的甲套上，刃足和藤蔓边交织在一起，时不时有植物被杀死，也有迅捷蟹被碾碎。苗万万的奥数飞弹毫无顾忌地轰向对方，奥数能量爆炸造成了大量的杀伤，但是比起陆成双的召唤物，这点杀伤就有些不够看了。女主人持续吸收土壤的能量，自身完全是无敌的状态，任凭魔象的火焰伤害和重锤砸在她的身上，也无法撼动她分毫。不对，这个不是她的本体。她仔细观察了触须上的能量流动，地上的能量并未流入她的身体，而是影子。她的本体在影子里。苗万万喊了一句，这丫头的洞察力真强，几乎跟陆成双同时发现了问题所在。献祭，厄运降临。第一个火系伤害直接打在了女主人的影子上，第二个诅咒则分别给了周围那些快要死掉的豌豆射手身上。-10234，-10834。一个豌豆射手死去，紧接着传送门出现在了他的尸体上。第44章底牌，召唤恶魔女皇。人类，我记住你的味道了。一阵暴躁的怒吼，深渊恶魔穿过传送门，他挥舞着巨斧朝着女主人的影子砍了过去。轰！-20389。斧子着实给对方造成了伤害。嘎嘎嘎！女主人吃痛，脖子180度转到了后面，猩红的双眼盯着恶魔。但是这个状态下，她动弹不得，只是身体上繁殖出了更多被感染的蔷薇。小怪们开始放弃与迅捷蟹的缠斗，转而奔向深渊恶魔。想得美！陆成双召唤出了20只迅捷蟹，降落在深渊恶魔的身边，然后跟小青蛙下达指令：海蓝之谜。影子周围的召唤物一下子敏捷暴增，朝着女主人的影子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完全不顾及周围小怪对他们造成的杀伤。献祭，陆成双给影子补了一个诅咒，只看见女主人头顶的血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一旁的苗万万已经吃惊的说不出话来，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跟着的是一个普通团，打到这里该怎么过？盾战士和圣骑士顶得住小怪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吗？射手、盗贼和剑士的输出够吗？单就女主人第一个形态就已经很让人绝望了吧。藤条边攻击高频率又快，就算是学了绝对领域的圣骑士又能挡多久呢？
眼前这个男人居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压着 BOSS 打，这实力是得有多变态啊！他两个到底谁才是 BOSS 啊？他正想着，女主人的血量已经下降到1/3了。空空空！他尖叫着把插在地的根须收回，3道冲击波把周围那些召唤物全部都给冲飞了。这是强制击退效果，强大的冲击波让距离稍远的两人身上的防护罩开始皲裂。女主人双脚着地，手臂已经变成了猩红色的爪子，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像一只人世间的罗刹。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既然如此，你们就都别走了，做我的宠物吧。咯噔咯噔，两个人忽然感觉到胸口一震，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捏住一样，呼吸困难。噗！陆成双口吐鲜血。-4237，-3000。一旁的苗万万已经倒地不起了，他的血槽空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感觉身体冰冷，生命值正在一点点流逝，视线越来越模糊，还有持续掉血的 debuff。不行，死之前必须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打开面板，状态栏提示疫病毒州效果，难不成是刚才喝下去的 B 汤？妈的，被摆了一道啊！陆成双的身体迅速溃烂，最后成为了一具白骨。一旁的苗万万亦是如此。您已死亡，是否原地复活？是。空空空，灵魂石从他的空间飞出，迅速重塑了他的身体。在睁眼的时候，他看到一旁的苗万万已经先他一步复活了。我怎么死了？刚才他明明没有打到我们，我们喝了他给的药。陆成双重新召唤出100只迅捷蟹和30只红魔象。刚才他一死，召唤兽全部都死了。这个形态的 BOSS 目测应该是近战形态，他首先应该封住 BOSS 的去路。猩红的爪子快速挥动着。-13555， -14455， -15455。这个输出太变态了。陆成双心中倒吸一口冷气。如果不是10倍魔法效果的加持，没有一只召唤兽能够挺得过他一击的。刚才那一波团灭，如果是一般团队的话，肯定会使用复活十字架，但是那个东西复活之后，状态只有平时的1/4。活过来之后，必须迅速使用红药水治疗，或者让圣骑士先复活，再用复活术把队友拉起来。陆成双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复盘刚才的经验。以后如果真的有了自己的公司，这个地狱级副本他们还会经常光顾。空！又是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思路。真烦人！你们这群人类为什么就是不肯去死？女主人震退周围的迅捷蟹，双手交叉，一阵空间扰动之后，两个人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来吧，我的家人，杀了这些外来者，还我们一个清净。他居然召唤出了男主人和孩子。孩子漂浮在了半空中，伸出手，一道法阵出现在了地面上，紧接着巨大水柱从法阵中央喷射出来。没来得及逃走的迅捷蟹被强烈的水流撕成了碎片。-48587， -5万！我操，变态吧！苗万万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这水系法术，即便是30级的圣骑士开着绝对领域挨一下也得大残，除非一身紫色防御装。那孩子的身体呈半透明状，刚才红魔象扔了2个火球过去，根本打不到。而另外一边的族人虽然有实体，但是看不见具体生命值。迅捷蟹的刃足砍在他的身上，发出叮叮的响声，但是这个族人也只会用拳头还击，时不时发动嘲讽，把召唤物强制拉到他自己身边。族人是个 T， 空中那个小孩是 DPS。虽然小孩的攻击力很强，但是魔法的前摇时间有点长，只要敏捷不是太差，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躲开。关键在女主人身上，这个形态的她身上有一层荆棘光环，所有的伤害会有 50% 反弹到攻击者身上，远程减半。大小姐，别使用魔法了，你太脆了。我知道，我看到了。苗万万的奥数飞弹打，如果打过去，当场就能够把自己再秒一次。陆成双自己的诅咒也不敢再用了。召唤，召唤，召唤！他拼命的给现场补充召唤物。这段时间迅捷蟹死的有点频繁，已经开始吃死亡时间惩罚了。魔象的防御力还不如迅捷蟹，只能依靠小青蛙的海蓝之谜增加攻击频率，狠狠捶女主人几下，然后化作一堆齑粉。女主人的爪子攻击范围极大，而且她一边打一边朝着陆成双他们的位置走过来。迅捷蟹挨不了几下就要回空间里重生，120秒的死亡惩罚时间，一般情况感觉无所谓，但是战斗烈度提升之后，这个时间就是致命的。更要命的是，周围没有其他小怪，连实施补充血量都做不到。陆成双叹了口气：“艾琳，该你出场了。”第45章，古神地印记。金发恶魔少女出现在了陆成双的身边。主人有何吩咐？被喊主人的时候，
陆成双的身体突然下意识地抖了抖，这难道就是宅男的欢乐吗？于是他大手一挥，去吧，眼前那个就是你的敌人，杀了他！是主人！少女召唤出一匹鬼火战马，手持长枪朝着女主人冲了过去。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神情。恶魔？怎么会？话还没说完，长枪噗的一声扎进了她的身体。负30078，打出暴击伤害。然而艾琳自身也受到了伤害反弹。负6723，数值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高。原来如此，伤害反弹会根据对象身上的装备递减。恶魔女皇身上是板甲，而且全部都是恶魔王宝库里的高级货。而且现在陆成双可以看见艾琳的等级了，居然高达75级，比副本中的 BOSS 还要高出不少。按说召唤物的等级不能超过召唤师，但是艾琳不算是召唤物，硬要说的话应该是陆成双的奴隶，所以不存在等级限制。奴隶跟主人的绑定之后，即便身为恶魔也没有召唤时间限制，除非阵亡才会回到恶魔界再次复活。单就这一点，他就是目前陆成双的最强底牌。刚才那一招骑枪冲锋已经把 BOSS 和他身边2个家人的仇恨全部都拉了过去。可是这招的硬度很高，冲锋之后艾琳需要调整马头，然后准备下一波冲锋。就在这个空档，马匹的脚下出现了一个法阵，水柱喷出的那个瞬间，艾琳高高的跳到了空中，朝着女主人飞了过去。闪光斩，一阵银白的光芒，艾琳突然的出现在了女主人的身后，她的身上闪过数十道剑影。负10233，负10000，负10324，伤害爆发出来。艾琳眯了一下眼睛，吼，很厉害吗？居然挡下了所有弱点攻击！啊！恶魔，你为何会屈从于人类人？服从我，我会给你更大的力量。恶魔只服从于强者。艾琳调整姿势，单手拿着长剑指着眼前的女主人，不管是你还是你身体里的那个家伙，都没有资格让我屈服。说着，艾琳举起长剑，银色的光渐渐快速地汇聚在她的剑身上。艾琳手中的长剑变成了一根光柱，高耸入云。陆成双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可以确定，这是超位技能，而且是由等级高达75级、全身紫装的恶魔女皇用出来的超位技能——灭天魔影斩。艾琳手中的剑轻轻挥下，巨大的光柱将血色的天空劈成了2半。轰隆！一声巨响，剑光闪过，大地从她的脚边开始出现了一条深邃的剑痕，整个庭院被她这一剑一分为二。女主人的身体被劈成了2半，烧成了焦黑色，周围的2个家人也化作点点繁星飘散而去。陆成双和苗万万2人都被这一招的效果给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他甚至都没有看到这招的伤害到底有多少。艾琳叹了口气，收起长剑走到了陆成双的面前。主人，您的敌人已经被消灭了。做得好！他拍了拍艾琳的脑袋。金发的恶魔少女脸上泛起一片绯红。一旁的苗万万看到这幅景象，嘟起小嘴。陆成双满意的说道：回去吧。是，随时听从主人的召唤。等到艾琳的身影消失之后，陆成双才觉得一阵后怕。他居然这么厉害，为什么打烈焰地狱的时候没有发觉？有超位技能，为什么那个时候不用？他仔细想了一下，可能不是他不想用，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用不了。为什么？因为从父亲手中夺取的恶魔女皇的头衔吗？只有这个解释才是最合理的。超位魔法反斜杠技能，只有各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才能解锁，不但要有高贵的血统，更要有一定成就，比如星龙子嗣、史兰的后裔，以及杀死恶魔王并取而代之的骑士公主。这时候苗万万方才醒悟过来，喂，你有这么厉害的底牌，为什么不早用啊？早点用了，我们刚才说不定就赢了。陆成双无奈的笑了笑，大小姐，你打牌的时候先出王炸吗？闻言他愣了一下，脑子没有转过弯来。艾琳的超位技能只能用一次，秒不到他我们就完了，所以我肯定要确认他没有其他后手之后才用啊。哦，原来如此，有道理。2人走到了 BOSS 的尸体前，准备舔包，但是发现这个尸体还是不可选中的状态。怎么回事啊？明明已经死了呀，血槽都没了。苗万万话说到一半，陆成双突然反应过来，他拽着苗万万迅速后撤。忽然间，尸体的内部射出一道红光，打在了陆成双的身上，他的身体飘了起来，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黑影。人类，古神的意志是无法阻挡的，你就如同蝼蚁一般。等等，你身上的气味我好像见过，原来如此，你是那个男人的子嗣。哈哈哈哈！阴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笑声，那个家伙居然还有子嗣，很好，很好。陆成双的身体不能动，但是他的意识却可以自由活动。你什么意思啊？谁的子嗣？难道你见过我吧？呵呵呵，哈哈哈哈！
等到太阳、月亮和星辰都消失的那天，古神会再次降临大地的，用不了太久，我们就会见面的。你可别死了。说着，阴影消失了，红光汇聚在了陆成霜的胸口，形成了一个黑色的莲花。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苗万万的膝盖上，头顶2颗阴影挡住了他的视线。损形啊，你醒了呀！陆成霜猛地坐了起来。我昏迷了多久？大概10几分钟，系统已经弹出通关提示了，不用担心。弹出提示后，在副本中浪费的时间不计入通关时间，不会影响他的记录。刚才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红光是什么？陆成霜看了一下胸口的印记，回答道：刚才的事情，出去以后谁都不要提。成立公司的事情，我可以答应你。第46章，首通地狱级难度，奖励结算。真的？你同意了？陆成霜点了点头。只要你答应我刚才的事情，不要说出去。放心，我嘴巴很严的，不过你可不许反悔啊。出去我们要签合同的。好，走吧。主线任务完成，击杀女主人，副本通关，请问是否退出？是。白光闪过，2个人一起进入了结算空间。恭喜您首通地狱级副本，地狱级副本黑山市首通第1名，用时10小时48分30秒，速通地狱级难度花溪之城第1名。奖励结算，获得经验值10万，获得经验值10万，获得经验值10万。恭喜您等级提升到 Level 20，获得金币500万，获得金币500万，获得史诗级宝箱，获得重生十字架 X10，获得技能书 X15，获得花溪之城的核心，获得匕首蔷薇史诗级，获得明道荣的华服套装，获得明道荣的绣花鞋套装，获得明道荣的面纱套装，获得明道荣的斩骨刀套装，获得古神的残念，获得精致的花溪之城眉笔，获得首通宝箱，获得速通记录宝箱，获得称号花园的终结者。另外还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材料、垃圾装备等等，光是清单就足足结算了20分钟有余。这就是地狱级难度的魅力，虽然难度奇高，但是回报的时候给出的资源也极好，直接开出了一套刺客套装明道荣的嫁妆，一把刺客和游侠通用的飞刀匕首蔷薇，像飞刀剑矢这样的道具都是可以无限复制的，不用担心紫装扔出去就拿不回来。这套衣服应该可以在拍卖行里卖出个好价格，或者换点法师道具，当然这个概率有点小。趁着这个空当，陆成霜打开了宝箱，获得荆棘权杖史诗，获得比翼鸟头饰史诗，获得毕方的羽之长衫史诗。2个宝箱一共贡献了3件史诗级装备，这回都是法师装，正好补上了陆成霜头部和身体部位的空白。查看了一下装备效果，荆棘权杖，品质史诗级，需求等级25，智力加150，精神加150，法术穿透加300，每次法术攻将附带1%对方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欢迎光临我的花园，希望你玩得开心。属性增加比他手上的低银高不了多少，但是确定能带来300点的法术穿透和1%最大生命值的附加伤害。未来副本里那些 BOSS 都至少是100万级以上的生命值，1%其实已经不少了。而且陆成霜自己的法术全部都是诅咒系，主打的就是一个持久伤害，每次法术伤害都能够附加，这就太爽了。相比之下，低银可以召唤出深渊恶魔，但是物理攻击的手段它其实不缺，所以在不同场景下2个装备可以交替使用。比翼鸟头饰，品质史诗级，需求等级25，耐力加300，生命值加300。鸟看使用之后可以佩戴者获得比翼鸟视野，清除范围2000乘以2000的迷雾，冷却时间200秒。咕咕咕咕咕咕咕。属性一般，尤其是300点的生命值简直是个笑话。陆成霜下的副本随便一个小怪摸一下都不止这点，但是这个开地图的技能确实不错，非常实用。以后下副本不需要再用迅捷蟹探路了，当然至少比现在自己头上这个白色装备强太多了。等级到了立刻就可以换上。还有最后一件装备，毕方的羽之长衫，品质史诗级，需求等级25，生命值加100，技能冷却速度减少10%，火系抗性加300。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装备最大亮点就是技能冷却减少10%，但是对于陆成霜而言，火系抗性也十分重要。荒原上因为大灾变的原因，火元素四处肆虐，产生了大量的火系怪物。根据他的推断，那个上面也有很多火焰系副本。最重要的一点，古神给他的这个印记是火属性的，也就是说知道爸爸下落的这个古神是火系神奇，要为未来做点准备。叮，检测到宿主升到20级，系统奖励已经发放，
是否领取？是。获得技能进化，获得技能死亡缠绕。转职任务开启，检测到宿主获得古神的残念，世界任务开启，当前获得古神的残念1/10。原来如此，古神的残念是世界任务的钥匙。这种知识高中课本里可没有教过。系统，解释一下什么是世界任务？宿主可以通过完成世界任务接触本源的秘密，并获得超出这个维度的巨大力量。刚才副本里遇到的阴影，以及现在系统给的说明，都在提示他，父亲失踪跟古神有关系。地狱级副本才是这个世界真相的开始。想要集齐古神的残念，他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抽空先把转职任务给做了吧。陆成双继续往下翻看自己新得到的2个技能。进化，被动，可以使迅捷蟹具备近战远程能力，召唤师只需要给召唤兽个体下达指令即可。非常实用的技能，也正是他最缺少的能力。副本里有大量的飞行单位，以及可以漂浮在空中的 BOSS。这个技能可以让普通迅捷蟹具备射手一般的远程输出能力。终于不用再靠红魔像的火球术了。迅捷蟹喷射出的钉刺等同于普攻，效果更好，成本更低。另外一个技能，死亡缠绕，吟唱之后向目标发射一股高纯度暗影能量，造成24000点暗影伤害。这个技能陆成双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再熟悉不过了，相当于法师的火球术一样的单体攻击技能。攻击虽然高，但是需要将近1秒的吟唱， PVP 过程中是一个极大的短板。要知道，剑士或者盗贼这种高爆发职业可以在1秒内制造成吨的伤害。不过在下副本的时候倒是非常实用。苗万万比他的奖励少，不过速通奖励和地狱级手通奖励也让他获得了2件紫装，2人的一身装备顶得上别人一辈子的家当了。第47章，全程 buff 光辉之证。不过20级以后升级就会变得异常困难，需要比先前多10倍左右的经验值。陆成双想了想，等级可以先压一下，抽空去隐藏副本把转职任务做了，这样还能再增加一波属性。他打开了人物面板，人物陆成双，等级20，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5160700，法力值9160-12260，耐力1680-1980，敏捷13451545，智力2615+300，4115+300，精神2560+300，4060+300，350个召唤位，550个召唤位，个人能力提升了一大截。目前在黑山市范围之内，他已经可以不用惧怕任何对手了。即便现在祁东环再过来找麻烦，他也不会有一丝忌惮。倒不如说，陆成双还挺希望对方过来找死的，不然在龙国境内的安全区里，他还真不好动手。2个人还未出副本，破纪录和手通的广播就已经在公共频道传开了。黑山市所有职业者都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此时，花溪之城入口处已经挤满了人。手通5A 级副本比起之前3A 级给全城带来的增益更多，而且还是地狱级难度。所有人的状态栏全部都出现了一个 buff， 光辉之证。副本产出的经验值 X300%， 副本产出的装备 X300%， 稀有级以上的装备爆率增加 150%， 有 50% 的概率提升装备1个品级。人群中爆发出高昂的欢呼声，虽然此时大多数还是不知道手通地狱级难度的人到底叫什么。我操，真是牛逼啊！皇朝的底蕴也太强了吧！这不废话吗？人家可是有个 S 级猎人带队的，剩下的也全都是 A 级的，战士就有2个平常人，谁能组得了这种队伍？不得不说，确实牛逼。黑山市的猎人团队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通过地狱级难度的。咱们这个小城市，大公司的主力团队都去魔都上京和西京了，那边资源多，官方给的扶持力度也大。哎，这一波过后，我估计这个团也得走。不管怎么说，人家可是为咱们黑山市的猎人做了好事。有这个 buff， 我特么还刷什么5A 级？等会去3A 副本虐菜去。紫装咱没那个命，蓝装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安全区内所有人都簇拥在那交谈，谁也不想错过这历史性的时刻，都想亲眼看看英雄的真容。这可是地狱级通关团队啊，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时候有人突然说了一句：哎，我记得刚才有2个法师也去挑战地狱级难度了，肯定死在里面了，想啥呢？没有替他拿头拉怪啊，可惜了。那个妞长得真不错。不错你能咋的？那是苗家的千金，借你1999个胆子，你敢动他一下？不过那召唤师就算是不进副本，他也活不成了。这话怎么说？那个人神秘一笑，不再说话。但是一旁的人完全不知道内情，急得抓耳挠腮。义父，显然他没有料到这人为了一个八卦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卖关子了，直截了当的跟他讲：
你们几个来的晚，没看见，刚才祁东环来过了。祁东环，就是那个 S 级猎人。那人点了点头，没错，而且他是来寻仇的。你还记得先前发布的那个通缉令吗？记得哦，通缉就是那个叫陆成双的吧？祁东环跟他有梁子，刚才2个人差点在这里动手，不过被官方的人给拦住了。我去，法师对上普通的武僧都没有一丝胜算，更别说是 S 级猎人了。闻言，说八卦的那个人摇了摇头，不对，我觉得那个召唤师有点古怪，他的召唤物是个恶魔，准确的说是个恶魔大妞。啊，恶魔是一种特殊的生物，他们不会成为召唤物的，这是常识。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没有，绝对没有。而且当时在场的也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看见了。那又怎么样？我就不信一个10多级的能打得过一个45级 S 级猎人。即便能打过，他也死定了。祁东环是漂亮国级，龙国官方管不了他，而且以他的资源和背景，弄死一个小召唤师还不简单吗？这倒是。所以啊，那个陆成双就干脆搏一把，直接去了地狱级难度的花溪之城，没攻略，纯开荒。万一赌赢了，起码在黑山市谁都动不了他了，明白吗？想法不错，但是只能说还是太年轻了。地狱级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个死，一样的，就是觉得有些可惜。哎，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与其被祁东环那种人给折磨死，不如让我死在副本里，起码还能落得个痛快。这时候，旁边那个人忽然想起来点什么，开口问道：“不对啊，我记得这个陆成双一直跟苗家的那个千金混在一起呢，他抱上了苗家的大腿啊。”就是啊，祁东环就算再怎么厉害，他也只是一个 S 级猎人，底蕴肯定没有这种大家族来的深厚。苗家也出过不少 S 级猎人的。将八卦的那个人神秘的笑了笑，呵呵，这你就不懂了吧？他摇了摇手指头，你想想啊，陆成双跟那个大小姐为什么会在一起？谈恋爱？对啊，肯定是因为人家头脑发热。你再细想一下，大家族里可能同意自己的后代跟一个来路不明又没有背景小子认真相处吗？周围的几个人纷纷点头。所以这个大小姐是离家出走的，苗家根本不会给她任何资源，更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子跟黑山市的 S 级猎人把关系给闹僵。原来如此，所以这次进副本陆成双拉着大小姐一起，这是为了逼宫吧？对了，他们8成是在里面等着。苗家知道这事儿以后会派救援队过来的，等到苗家的人来了，陆成双的身份就算是坐实了，到时候祁东环可不好动手了。第48章，震惊我全家，手通居然是2个法师。就在这个人侃侃而谈，唾沫横飞的时候，副本出口的传送门亮起了光芒，红色。皇朝的队伍要出来了。安全区里，皇朝集团的办事处已经准备好了红地毯，鲜花准备迎接了。传送门两边的那些观众自觉地闪出一条通道，他们准备给手通团队一个英雄式的欢迎。副本降临到现在，黑山市副本的地狱难度这是首次有人通关，在隆重的凯旋仪式，他们都配得上。众人屏息凝视，盯着那道红光。渐渐的，光幕凝结出了人形。这时候，人群有人发现了异样。哎，不对啊，怎么只有2个人？刚才我看到他们团队8个人进去的。不会吧？8个人进去折了6个，这还是有 S 级带队的情况下，地狱级副本的难度也太夸张了吧？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怪不得黑山市的地狱级副本根本没有人挑战。以这个伤亡率来说，投入产出比过分的低了。但是随着人影再次凝实，他们才发觉有些不对劲。不对啊，怎么有人拿着法杖，穿着法师才会穿的长袍？难不成？红光褪去，陆成双和苗万万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陷入了尴尬。原本准备欢呼的、准备上去献花的皇朝集团的工作人员，统统都像木雕一样愣在了原地。现场那些准备了一肚子骚话要吹捧英雄的人，也都硬生生把话给憋没了。倒是陆成双先反应了过来，哟呵，欢迎我们呢？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着，他跟苗万万两人往前走了2步。此时苗万万的脑袋已经昂到天上去了，头顶上那个明亮的浅粉色手通标志和黑色速通记录标志闪闪发光，任凭周围人随意查看。陆成双正准备从皇朝的工作人员手里接过花束呢，结果对方如梦初醒，一下子闪到了一边。紧接着2个人把原先准备好的红地毯也给卷起来抬走了。啊，什么情况？不是来迎接我们的吗？倒是苗家的救援队赶到现场的第一时间就看到这幅景象，又看到大小姐身上的那明晃晃的标志，顿时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苗振业亲自带队，看到女儿先是震惊，然后脸上的表情渐渐融化，变为了骄傲，最后居然喜极而泣。一旁的观众才如梦初醒。
不会吧？不可能吧？首通地狱级副本的居然是他们两个？法师不是下水道职业吗？但是人家通关了，你他们头上的标，这是货真价实的地狱级首通，还有速通记录，牛逼！我只能说太牛逼了。我妹妹也是法师，下次下副本我把她叫来好了。呵呵，你想啥呢？是人家这两个人牛逼，不是法师这个职业牛逼。你妹妹来给怪送经验吗？话说皇朝刚才的8个人不会都折在里面吧？不知道，他们挑战的也是地狱级难度，我觉得凶多吉少了。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牛逼，大佬牛逼，干得好！大佬可以认识一下吗？加个微信吧。大佬需要服务吗？我可以免费。刚才人群中的议论被陆成双给听见了。思念去挑战地狱级难度了。这个副本小怪的强度不算高，重要的就是那个包子还有避汤的，相信以思念的脑子会找出这个副本的最优解。这时候一个中年大叔挤进了人群，陆成双查看了他身上的装备，好家伙，一身圣骑士的蓝装护具，还有一个史诗级盾牌，这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苗万万开口说道：爸爸，你怎么来了？苗振业一把搂住女儿哭了出来。太好了，万万出息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好了好了，这么多人都看着呢，苗总你的形象都没了。陆成双尴尬的别过了脑袋。对了爸，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大神陆成双，这是我爸，你们认识一下，这次能通关地狱级难度多亏了他。苗振业立刻擦干了眼泪，恢复了脸上深沉的表情。你好，我是苗振业，感谢你。话还没说完就被苗万万从背后拍了一下子。不要这么严肃了，正常点。嗨嗨，小伙子，今晚上有事吗？我做东给你们2个办个庆功宴。嘿嘿，那就多谢叔叔了。面对对方的邀请，陆成双毫不推辞，毕竟能有苗家当做靠山，以后在黑山市的活动还能方便一点。与此同时，黑山市委办公室里，秘书把 pad 放在了孙市长的桌子上。孙市长，通关的人查到了，就是这个叫陆成双，黑山市16中的毕业生。孙德胜拿过 pad， 皱起眉头看了一眼。双职业法师，主职业是召唤师。是的，孙市长，并且他现在才刚刚20级，未来不可限量，市里面是不是能够延一下，给他一个市级资源扶植的名额？孙市长放下了 pad， 点了一根烟。你的意思是，今年的市级特殊人才扶植要加一个 C 级猎人进来，而且还是个法师？可是他和苗万万2个人就通关了地狱级难度的5A 副本，这……市长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市级的人才扶植最低门槛限制需要 A 级才行，他们2个人不符合条件啊。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不行我去跟协会那边说一下，让他们给破格提升一下执照不就行了？哎，小金啊，你这话就过了。市长吐了口烟，轻轻敲着桌子说道：你刚从上京调过来，本市的情况你不了解，协会有协会独立的运营机制，咱们地方上不太好干涉，你要这么搞就越权了，而且贿赂人家闲话的。接着孙市长拿出一份名单放在了桌子上，这个是我们市几个大公司推荐的人，今年的扶植名单就从这里挑吧，你回去研究一下，给我个方案。第49章扶持名单，你是没戏了。金秘书拿过名单看了一下，总共10个人，2个是皇朝集团的 S 级猎人，其中有思念，只是皇朝集团的人今天也一同进入那个副本的地狱级难度，能不能出得来还是个问题。3个是无尽副本事业有限公司的，全是 A 级猎人，稀有职业的战士和圣骑士，剩下5个全都是东环公司的人，其中就有祁东环本人。金秘书也是在官场摸爬多年的人，里面是怎么回事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东环跟孙市长的关系不一般啊。表面上说让自己下去研究决定，但其实人员名单不是已经定好了吗？原本这件事金秘书不应该说话的，但是这份名单里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自己这里实在过不了关。孙市长，这个祁东环不是龙国公民，他现在已经是大漂亮的公民了，按照规定咱们市里的人才扶持计划只能给龙国人。哦，是吗？你看我这脑子，那你把他拿掉，剩下的9个人挑5个就行了。祁东环在不在这个名单里都无伤大雅，他的那一份资源找个理由给他公司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反正这些人拿到资源以后回到公司还会被再分配的。如此金秘书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拿了名单走出办公室之后，他的心里就开始盘算如何向他的上级汇报这件事。秘书走了以后，孙市长拿起电话：喂，王所长，你们辖区有个叫做陆成双的猎人，知道吗？对，就是刚通关地狱级副本的这个，有人跟我举报说他私斗并且杀了3个猎人，你去查查这事儿，影响太恶劣了，另外把这事儿通知协会那边。另外一边，
陆成双坐上了车，跟着苗振业一起往静海大酒店开。两人坐在后排，苗万万一直勾着他的胳膊。陆成双的脸颊唰的一下红了，但是车内空间狭小，他也没地方躲。苗振业看到了这一幕，他装看不见，拉上了前后排之间的隔音玻璃。后面这个小伙子是个能够单刷地狱级难度的大佬，他未来的高度不可限量，说不定现在各方势力都已经盯上他了。与其便宜了别人，还不如近水楼台，先让他收进来当女婿呢。车子停在了静海大酒店的门口，经理很热情地把一行人引进了包房。刚一坐定，苗振业就开口说道：“小陆啊，未来有什么打算啊？”叔叔您是说？我是未来的发展，以后计划去哪里？我想尽快提升实力，然后去荒原，那里有我要找的东西。苗万万皱着眉头给爸爸使了个眼神，示意他说重点，别扯有的没的。苗振业心领神会，嗨嗨，对了小陆，最近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照顾我们家万万，我跟他妈妈都很感激你。听说他欠了你2件紫装，你把需求告诉我，我让铁匠去做，材料不用担心，市面上有的我都能想办法弄到。那太好了，谢谢叔叔，我正好有些稀有材料，不如给你们铁匠看看能做点什么出来。好，我马上通知下去。另外，苗振业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苗万万一直吵着要开一家公司，他这孩子太理想化，没什么经验，以后还需要你多照顾照顾，报酬方面咱们好商量。苗振业这是着急要拉住陆成双入坑啊。不过陆成双已经想过了，现在开一家公司很有必要，即便他一个人再强，也有应付不过来的时候。这你可以放心，叔叔，苗万万不会有危险的。至于报酬，你们看着办就好了。他现在不缺钱了，光是打出来的金币就已经让他跻身亿万富豪了，更不用说那些珍贵的材料和打出来的装备了。他需要的是人，为未来做准备。因为高中课本上教过，很多高阶副本有人数限制，2个人根本进不去。听见陆成双正式答复他的要求，苗万万算是松了口气，开心的大吃特吃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时候，门口突然喧闹了起来，哐的一声，包间的门被打开了。苗振业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指着门口几个人说道：怎么回事？谁让你们进来的？这时候领头的那个人亮了一下证件，是官方的人。苗振业心里嘀咕了一下，哪个是陆成双？我是宁江区派出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因为什么事？你涉嫌私斗，杀死了3名猎人，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吧。苗万万一惊，马上拉住陆成双的手臂，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乱抓人？证据我们自然是有的，甭废话了，跟我们回所里配合调查。陆成双拍了拍苗万万，别担心，不会有事的，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就算是苗家，也无法在明面上跟官方抗衡，龙国的法律可不是闹着玩的。陆成双跟着官方的人上了车，包间里，苗万万原本的好胃口一下子消失殆尽了。他抓住父亲的手说道：爸，想想办法吧，到底怎么回事啊，丫头，你跟爸好好说说。于是苗万万就把陆成双击杀气东来的经过说了出来。总的来说，是对方先对陆成双起了歹念，想要抢他手里的装备和钱，但是被陆成双给反杀了，尸体什么的都被陆成双的召唤物吃掉了。但是现场再也没有其他目击证人了。而且最麻烦的一点是，陆成双变卖了祁东来和那2个马仔身上的装备，这就等于是实锤了。不仅如此，祁东环还一直在找他的麻烦，上次在副本门口被猎人调查局的探员给带走了一次。听完了整个事件，苗振业的心里大概有数了。别担心孩子，小陆会没事的，我马上去跟金秘书联系一下。另外一边，陆成双来到警察局就直接被带进了审讯室，然后警官就直接扔给他一张认罪书，把这个签了，咱们两边都省点事情，签完我保证没人会再来找你麻烦。第50章官方招揽国家人才培养计划。陆成双看了一下认罪书，本人承认以上供述属实，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他勾嘴笑了一下，哥们，供述的内容怎么没有啊？还有法律后果什么的，你至少要让我明白一下吧。哐！警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怒目圆睁，少给我在这里油嘴滑舌的，让你签你就签，我这是在给你机会知道吗？啥机会啊？你说出来我听听，万一我不需要呢？小子，不签我保证你出不去。阿 Sir， 你们抓人要讲证据的，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呵呵，祁东来和他的2个朋友是你杀的。祁东来是谁啊？我不认识。滚刀是吧？给我上手段。后面2个警官拿出禁制镣铐，准备给陆成双戴上。这个东西是专门为猎人准备的，能够抑制猎人的能力，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让他感觉到成倍的痛苦。别以为地方上管不了你，你们动我一下试试。
黑山市首通地狱级副本的猎人在警局遭人毒打，我想这个新闻一定会成为热点。陆成双这句话是说给门外那个人听的。果然，他的话音刚落，审讯室的门就被推开了，几个警察立刻站到了一边。王所长，这位所长黑着脸走进房间，挥了挥手，你们几个先出去，我跟这位小兄弟单独聊几句。警员走了以后，王所长关上了门，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他拿出一根利群放在了陆成双的面前，小兄弟，抽一口吧。陆成双摇了摇头，我不抽烟，所长，您还是说重点吧。王所长把烟拿回去给自己点上了。你的事儿我们确实没证据，但是即便你出去了，也会有人不断的找你麻烦。他狠狠抽了一口，继续说道，你签了认罪书，我跟上面有个交代，你是猎人，又是黑山市的英雄，地方上管不了你的，最多就是被协会吊销执照而已。真的，我都问过了。在这个世界，警官套路跟另外一个世界很不一样。在这里，警察就是一份职业，他们心里并没有那么多理想信念，所以只要能让他们交差，别的事儿都好商量。但是签了认罪书，陆成双被吊销了执照以后就没办法再考了。从今往后，他就只能像个普通人一样找份工作，或者干脆凭借现在的存款躺平，永远也别想开什么副本公司了。找到爸爸，弄清世界的真相，就更是痴人说梦。我是不会签字的，王所长，不用费口舌了，你们最多只能关我24小时。的确如此，王所长自己也知道，于是只能掐了香烟走了出去。这件事八成又是祁东环在背后搞的鬼，他有能力影响地方上的决策，即便现在他是大漂亮国籍。刚才王所长的一句话说得很对，即便今天从这里出去了，一样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麻烦找上自己。陆成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祁东环的事情要尽快处理一下才行。过了大概1个小时，审讯室的门就被推开了。王所长黑着脸跟他说道，你可以走了。哦，这么突然？王所长没有搭话。陆成双看到审讯室门口，苗万万兴高兴地跟他招手，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子男生，看上去大概30出头的样子，眉清目秀，匀称的身材看得出是经常锻炼的结果。但是陆成双观察到了他的手，虎口处有反复受伤造成了老茧，小臂的肌肉线条也比平常人更为明显。猎人，而且应该是个射手，用枪的，双持。但是因为对方设定了隐私，他看不见等级。看到陆成双，两个人立刻迎了上来。呆瓜，让你受苦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金秘书。你好，金正范。这个名字好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陆成双握住了对方的手。陆成双，苗万万接着说道，我把你的事儿告诉了金秘书，他第一时间就赶过来跟你解围了。当然，这是刷了我爸的脸。陆成双突然想起来了，金正范是市长秘书，之前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经常看见他。他挠了挠头，尴尬地笑了出来。给您添麻烦了。哪里，你是我们黑山市的骄傲，让你受委屈是我工作失职。一顿寒暄之后，金秘书说要做东给陆成双赔不是。刚才原本给他办的接风宴，结果自己一口菜都没吃。陆成双此时感到有些饿了，一行3人找到了一个路边烧烤，大吃特吃了起来。酒过3巡，金正范觉得差不多了，忽然开口问道，小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陆成双指了指一旁的苗万万，回答道，准备跟他一起开家副本公司，现在正在筹备呢。闻言，金正范点了点头，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的材料我看过了，并且从周队长那边听说了一个很意思的信息。他压低了嗓音继续说道，你有手段可以让法师们有无限的魔力值，对吗？陆成双点了点头，没错。你愿不愿意为官方效力？啊，这问题有点突然，陆成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金正范继续说道，有这么优秀的能力，小陆，你不该仅仅局限在黑山市，你完全有能力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争取到更优厚的待遇，比如国家级人才培养计划。死！陆成双倒吸一口凉气。国家级人才培养计划，这是针对整个龙国所有天才猎人的计划，是国家倾注所有资源培养未来核心战力的计划，直接关系到龙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能加入，他将获得龙国巨量的资源，大大缩短自己的计划。只是他不知道，对方一个市长秘书怎么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金正范看出来他的顾虑。当然，入选这个计划也没有这么容易，会有很多硬性指标。不过只要你同意，我可以把你先纳入体系。这算是官方的正式招揽吗？第51章，既要又要。陆成双有些为难，说白了就是官方的资源他想用，但是官方的纪律和约束他不想遵守，既要又要。于是他挠了挠头，咧嘴笑着说道，可是我还要开公司，
而且我这个人天生就不太喜欢约束，不然我早就去考公务员去了。李姐，我跟你一样是个猎人，要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现在应该还是个猎人。金正范的脸上闪过一丝遗憾，他拿起眼前的酒杯，跟陆成双碰了一下杯，然后一口干了杯中酒。也就是这个瞬间，陆成双突然看到了什么。尽管金秘书马上扯了扯袖子管，但是他还是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印记，是一个六芒星，上面还有只全食之眼。从这上面，他隐约能感觉到一些熟悉的能量波动。这是古神的印记，莫非金正范跟我一样，也见过那个影子？金秘书皱了下眉头，酒精似乎让他的话变多了。早晚有一天，你会面对比副本更可怕的东西，到那个时候，或许你会改变想法。他似乎知道不少关于古神的情报，父亲的失踪也跟古神有关，官方掌握的信息很多，这些信息对他非常重要。金秘书，还是那句话，我并不是排斥官方，而是受不了束缚。听了这话，金秘书的眼前一亮，他自然明白陆成双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吧，公司你照开，回头我让周强给搞个身份，官方的资源你也可以适当的调用。当然，如果官方需要你出手帮忙，希望你也能配合我们，你看这怎么样？说白了就是编外人员，不过好处是有些权限，可以适当的使用官方的资源。陆成双想了想，开口问道：资源我可以自己打，不会占用公家的，但是我需要查阅些信息，关于副本和荒原的。这没问题，黑山市范围内所有的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全都可以免费为你开放。金秘书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你想查阅保密等级更高的信息，可以跟我说，我可以把我的权限借给你用。相当于他给陆成双上了一层保险，他来决定陆成双哪些敏感信息可以看，哪些不行。现阶段来讲，已经足够了。成交。陆成双伸出手，跟金秘书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饭后，他能明显地感觉出金秘书的心情大好，面带微笑地叫车回家了。紧接着，陆成双对着苗万万千恩万谢，把大小姐也哄回家了。回家以后，他脑子里拼命在想着今天副本里那个黑影的话：日月星辰都消失的时候，古神将会再次降临大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天空会被什么东西笼罩起来吗？或者他讲的话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不知不觉中，陆成双进入了梦境，但是这又好像不是梦，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他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沉，周围是一片混沌的黑暗。这个时候，忽然有个空灵的声音传进他的脑子：是你，人类，我们又见面了。黑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只不过这一次他似乎能看见黑影的轮廓，还有一具凝实的身体。你是谁？我爸在哪里？一阵狂笑让陆成双心中突然感到一阵抓狂。笑你麻痹笑，回答老子问题，我爸到底在哪里？很快我们会见面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不要很快，有种告诉我地方，我他妈现在就去找你。等你把东西凑齐了，自然知道要去哪里找我。另外，你的灵魂很美味，我已经等不及要享用你了。妈的，真恶心，我对男人可没有兴趣。哼哼哼，走之前我给你一些提示吧，人类。说着，周围的混沌开始散去，他置身于一片废墟之上，从周围的蛛丝马迹能看出，这里就是他一直生活的黑山市。血红色的天空中看不见日月星辰，只有一颗双尾彗星高悬于空中。大地的远方有一座巨大的白色大门，大门缓缓地打开，一双带着利爪的巨手爬在门上。陆成双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门里溢出的能量波动，跟他印记所发出的波动一模一样。那个东西就是古神吗？忽然一股窒息的感觉让他两眼发黑，下一秒钟他猛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陆成双喘着粗气定了定神，这才发现窗外太阳已经照进了屋里，已经是上午了。坏了，要迟到了。今天本来约好了要去周强那边办身份的。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未接电话。对不起，我马上就到。给周强回了个消息后，他飞奔进了洗手间，花了5分钟洗漱完就出门了。手续进行得十分顺利，半个小时以后他就拿到了身份卡。陆成双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黑山市副本资料馆，这里收藏着副本降临以后所有黑山市的副本信息。查阅之后，他才发现这里大部分信息全部都是通关记录，副本的说明和怪物说明都少得可怜，仅有的这些还是官方开荒团留下的资料，让人有些费解，为什么官方对于副本资料库如此不重视？不过稍微思考了一下，他马上醒悟，这是门生意，怎么能不花钱就给人随便看呢？即便是贵为研究员，拿这种材料的时候也是要付钱的。这么一想就解释得通了。但是这里对于副本的本质以及人类的转职系统的材料很多，陆成双津津有味地查阅了起来。忽然材料上的一个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是一本关于副本运行逻辑的著作，署名上赫然写着陆杰。爸爸。他仔细查看了介绍，确定这不是重名。一直以来，他觉得爸爸只是个猎人。这么说来，他是官方的人，一直都在为官方工作，连妈妈都不知道这件事。看来他有很多事情瞒着自己和家人。陆成双翻开书本，仔细阅读了起来。第52章，副本是可以关闭的，可是代价呢？书里写的全部都是副本构成的知识，里面用了很多生涩难懂的数据和方程式，即便像是陆成双这样的学霸，也完全看不懂这些方程式的意义。好像是方程式里的某个变量是影响副本规模和难易度的决定因素。最终的结论简直刷新陆成双的三观，他甚至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副本是可以被关闭的，只要找出并破坏副本核心。书中附带了插图，副本核心有很多种，从水晶到木棍，再到不起眼的小怪。陆杰和自己的团队已经成功的关闭了数个副本，但是导致的副作用就是那个副本附近的觉醒之境消失了。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父亲的书里也没有结论。书的结尾，父亲提到了他接受官方的任务，等到这次任务回来，或许就会有答案了。但是他再也没能回来。陆成双把这本书拷贝到了自己的面板里，准备回去之后反复研究。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了，官方肯定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副本的信息，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向公开。金秘书应该知道些什么，正好现在对方好像有拉拢自己的意思，不如直接当面把话给问清楚吧。于是他拿出手机，准备给金正范发个消息。忽然间打进来一个陌生电话，陆成双赶紧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接起了电话。喂，你是陆双的哥哥吗？电话那头是个女生，听上去年纪很小。对，我是。你快来吧，陆双被人给打了，现在在医院里。什么？你别慌，告诉我你们在哪里。黑山市立2院。陆成双驱车赶到医院，看到病房里的陆双头上包着纱布，失去了意识。不用担心，你妹妹没事，只是轻微脑震荡，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听到医生的话，陆成双稍微轻松了一点。医生走了以后，陆成双坐在了病房门口，他的面色渐渐阴沉了下去。刚才那个女同学已经跟他说了，陆双的学校今天搞了一次关于猎人的职业说明，中间有个环节是演练 PVP 竞技场的，那个猎人就用陆双做了个示范。原本只是点到为止的，结果没想到对方一失手，直接一个重击打在了陆双的头上。可是他们两个人是在模拟竞技场进行的示范，学校里的模拟竞技场都会有保护机制，只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各个职业的特点，并不会真的伤到人，除非人为解除限制器。在学校里，模拟竞技场的后台都会有猎人协会的人把守的，普通人想进去基本不可能，更不会存在学校给解释的那种操作失误。陆成双隐隐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陆双是被人针对的。小双，妈妈得到了消息，也从家里赶了过来。此时的她已经哭成了泪人。陆成双拍着妈妈的肩膀安慰道：妈，别担心，小双没事的，过2天就会醒过来。怎么会这样啊？学校里干嘛要搞这种演练？我要去他学校投诉去。妈，这事儿交给我吧，你别管了。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就看见医院走廊里过来了一行人，领头的是陆双学校的校长、班主任，后面还有这次参加演练的猎人。对不起，我们工作失职，让陆双受伤了，我代表学校党委工作组给您道歉。都怪你们，要搞这个什么演练，我女儿要有个好胆，我就跟你们拼了。妈，你别激动，小心身体，还是我来处理吧。陆成双跟一行人点了个头，来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我是陆双的哥哥，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校长看了一眼现场猎人，那个人嚼着口香糖，脸上完全没有一丝忏悔的意思。不好意思，我本来想展示一下武僧的冲拳的，结果没想到模拟竞技场的禁止居然没作用，一不小心就打到了你妹妹。呵呵，我说你们学校的设备也该更新一下了。他甚至还笑了出来。陆成双头上青筋暴起，这家伙是故意的，绝对是。他打开面板看了一下对方的信息，人物房事多，职业武僧，等级35，A 级执照。房事多发现了陆成双在查看他的信息，咧嘴一笑，呵呵，他妈的，干嘛偷偷摸摸的？直接问老子告诉你就是了，怎么还想记仇吗？旁边的校长干咳了2声，房先生，请注意你的态度。啊，臭老头，你说什么？你在叫我做事吗？我过来道歉就已经很给你脸了。房事多拍着校长的肩膀说道。行了，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也道歉，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等一下，陆成双沉着脸叫住了他。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啊？赔钱？什么？我让你赔钱？房事多的脸色也立刻沉了下来，
释放出阵阵杀气。小子，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啊，一个垃圾嘛。你说什么？他虽然不是 S 级，但是有 A 级执照的武僧也已经可以在黑山市横着走了，习惯了到哪里都被人捧着。然而陆成双根本不可能惯着他。一阵空间扰动，一个巨大的红色拳头砸向了房士多，他赶紧双手撑起架势防御。轰的一声巨响，房士多被打退了好几步。负2098，负1076。红魔像的一只拳头停留在了半空中。房士多的皮夹克被火焰给烧烂了，嘴角因为真实伤害留下嫣红的一道血迹。妈的！武化，他的身体立刻被一阵金光笼罩。这是武僧10级之后的核心技能，能够增加 30% 的双抗和500点护甲值，并且技能冷却的时间缩短 8%。陆成双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只想让这个垃圾快点去死。就在这时，外面警铃大作，医院保安和协会人员赶到，把2个人隔离开来。这里禁止私斗，有什么事去竞技场解决。第53章，竞技场挑战，武僧对法师。切！房士多收起了架势，指着陆成双的鼻子说道：“小子，今天算你命大，但是这件事没完，以后走路的时候小心自己的身后。”说着，房士多转身准备走了。陆成双还未听过房士多的名字，这家伙是出了名的阴险。早些年他还是个 B 级猎人的时候，下副本经常跟队友因为装备材料起争执，为了抢夺资源，他甚至可以在队友抗 BOSS 的时候被刺故意放水，让精英小怪杀死队伍的输出，造成几乎团灭的灾难。这个人的名声当年在猎人圈子里很臭，后来却不知道傍上了奶鹿大佬，消失了几年后再次回归，却已经成了 A 级猎人。地方政府和协会两头都要给他面子，但是他不知道陆成双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正走着，房士多忽然感觉后颈一震，有个几十吨的力道砸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一击他毫无防备，结结实实的挨上了。负9872，打出了暴击效果。房士多的身体直挺挺的砸在了地面上，把医院的走廊砸出了一个大坑，当场昏迷了过去。不过这种伤害对于一个35级的武僧来讲不算什么，武僧的血量仅次于圣骑士和剑盾战士，35级至少应该有15万的血。陆成双的行为吓坏了在场的协会专员和警员，锤晕了房士多以后，他直接被团团围住。不要动了，别让我们为难，走吧，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这时候陆成双从怀里掏出了刚办好的身份卡，在对方眼前晃了一下。我是猎人调查局的特勤。刚准备给他上铐子的警察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协会的那几个人。猎人调查局是官方成立的只管猎人协会的机构，如果猎人有重大违法行为，调查局会越过机构直接对该猎人出手，而且调查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说什么做什么地方上完全无法过问。协会的人扫了一下他的证件，然后对着警察点了点头。警员立刻让开了一条道，刚才这属于神仙掐架了，2个人都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干脆警员们让医护人员把房士多抬进了病房，然后就撤离了现场。陆成双拍了拍在场的那个协会的专员，今天这里发生的事不要外传。明白了，明白了。那个人点头如捣蒜，说到底协会就是个民间机构，再强悍也无法跟官方掰手腕的。1天之后，陆双就苏醒了过来，经过医生的检查，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当天办理了出院回家去了。别担心，哥会为你报仇的。陆成双小声跟他说道。回家以后，他把其他事情都暂时放在了一边，调查起了这个房士多的底细。这件事发生的十分蹊跷，学校模拟竞技场的禁止应该是被人刻意关掉的，能这么干的人只有学校里那2个协会专员。而且看今天房士多的态度，他明显是早就知道协会的人和猎人居然串通一气，就是为了陷害一个女初中生，显然这说不过去。陆成双摸着下巴，仔细看着这个房士多的履历，先前被刺队友的事情全部都被抹去了，通过协会内部的网站能够看到他在多家公司都有挂职，这对于猎人来说也很正常，毕竟有很多高手自己不喜欢开公司，也觉得被其他公司管着非常不自由，在很多家公司挂职外聘专家，对那些小公司来讲可以提升实力和牌面，对于他们来说也能多一份无风险的固定收入。但是陆成双在他的履历里赫然发现了东环副，这个房士多在东环也是特聘专家，而且最近几次副本任务都是由他带队的，逻辑线索链接起来了，这次的事故是冲着他来的。哼，祁东环不敢跟我正面硬刚，选择用阴险的手段吗？陆成双打算快速解决掉这个麻烦，反正大漂亮国籍的人在龙国发生什么意外，龙国政府也不用对他们负责。不过第二一早，一则消息刷爆了全网。什么？
A 级猎人房氏多给陆成霜下战书了，说是要在竞技场分胜负。我操，真的！挑战公告已经发出来了，今早刚发的，竞技场挑战公告已经出来了，陆成霜还未回应呢。一个法师打竞技场，这不是搞笑吗？就是啊，房氏多，这不是欺负人吗？哼，他欺负过的人还少吗？这次又把目标放在陆成霜的身上了。陆成霜不一定会输吧？他可是单刷地狱级副本的狠人啊！楼上的副本跟竞技场能一样吗？科普一下，竞技场会强制拉平等级，而且没有拉仇恨这一说。你觉得陆成霜这样的脆皮法师能挨对方几下？一个崩拳就废了，毕竟等级能够拉平，技能不会被磨掉。竞技场就是战士的天下，好气啊！陆成霜是我们黑山市的英雄，居然要被这个人渣羞辱。论坛上各路网友热烈讨论，大多数人都是站在陆成霜一边的。但是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几乎所有人一致认定陆成霜撑不过30秒。竞技场的空间大概有半个足球场这么大，四周都由强大的能量力场给隔开的，就是一个放大的八角笼。选手在场上根本没有多少活动空间，中空间本来就是对战士极其有利的，加上武僧原本就有大量突进技能，还有铁布衫这样的霸体技能，想要控住他几乎是不可能的。网友们虽然不知道陆成霜这个召唤师和咒术师都有什么技能，但是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硬控，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当然，打竞技场就代表双方都给对方留下些余地，解决完了恩怨，输家会赔上自己的一件赌注，同时也会在权势范围内出丑，成为几乎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除了父母之仇外，其他的仇怨大都会因此一笔勾销。众人都在讨论到底陆成霜会不会迎战的时候，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第54章，比赛反着买，别墅靠大海。竞技场死斗，对面的垃圾敢不敢来？计分高下，也决生死。这则消息来自于陆成霜，瞬间就被竞技场公告传遍了全网。死斗一旦被接受，那就代表着所有竞技场的保护机制都会失效，不存在最后一丝血保护和认输选项了。比斗的双方将会至死方休。网友们瞬间炸锅了，陆神回应了，要跟房氏多分生死啊！他是不是疯了？这不是分生死啊，这是自己找死啊！什么仇怨啊，用得着这样吗？我听说房氏多去初中做课外展示，把陆神的妹妹给打了个半死，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陆神应该是发飙了，难怪是我也发飙，根本不用等竞技场，当场就能杀了这个房氏多。楼上的你想多了，房氏多坏，但是他并不菜。黑山市有几个 A 级猎人，恐怕你现场还未出手就被人家一拳给崩死了。2333，接了，房氏多接了。竞技场的规则，只要比赛双方都确认了，就无法撤回。如果临时不来放鸽子，那么不光执照会被吊销，自己身上的属性和装备也会被竞技场系统强制收回，变回一个普通的废人，无法上学，无法考编制，也不会有任何公司企业会录用。而死斗挑战的惩罚比这还要严重，如果在确认挑战的情况下放鸽子，当即就会被判输，然后输家立刻死亡。所有的装备会被竞技场系统回收之后送给赢家。哇，好可惜啊，好不容易让我们法师看到了希望，这是又要让希望破灭吗？唉，如今的局面，陆成霜横竖就是一个死了，为啥好人不偿命啊？看到消息的苗万万第一时间给陆成霜打来了电话。陆成霜，你是不是疯了？什么仇怨非要用死斗解决？你家人怎么办？他们离了，你怎么活？大小姐说话的时候带着哭腔，其实她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陆成霜，你死了我怎么办？我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说呢。电话这头的陆成霜被这连猪炮一样的责难给对得说不出话来，好歹找到一个间隙，陆成霜把妹妹的事儿告诉他。听完之后，苗万万也不吭声了。换做自己遭遇这种事，苗振业也会拼上老命撕烂对方的，只不过他心里还是担心陆成霜。大小姐，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输呢？我知道你挺厉害的，可是竞技场跟副本不一样，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放心吧，死斗我输不了的。另外，盘口开了的时候记得买我赢，帮我自己也买点。听了这话，电话对面的苗万万明显放松了一些。好，加油，打死那个混蛋！当晚，竞技场比斗的盘口开了。作为在龙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合法赌博的地方，竞技场的盘口瞬间就被人群挤爆。苗万万把自己身边4000多万零花钱全部都压在了陆成霜的身上，另外还强迫老爸也出了一些钱，凑够了1个亿。目前陆成霜的赔率是1比20，几乎已经拉到顶了。整个黑山市里压他赢的人不超过100个，除了苗万万以外，就是一些陆成霜以前的同学，剩下的就是些想着单车变摩托的疯子。当天晚上，陆成霜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陆神，明天加油啊！
我下半辈子的富贵就靠你了。陆成霜，我代表11班给你加油，千万要赢啊！加油，别死在这种地方。最后一条消息居然是思念发来的，他从副本出来了。不过他根本来不及跟对方交流经验，金秘书给他打来了电话。小陆，武僧的技能你都熟悉吧？房事多习惯开局用上部冲拳加崩拳的组合技，速度极快，不过后摇很大，只要躲过第一击抓后摇，你会有机会的。金正范听说了两个人的死斗，第一时间去观看了房事多之前的比赛录像，分析完了以后，他第一时间就来给陆成霜讲了。他可不希望这样难得一见的天才陨落在这种地方，只要能让陆成霜赢，他不在乎有些手段。他甚至想过用泥头车制造一些意外，让房事多无法来参加比赛。不过竞技场的规则是绝对的，任何第三方都干涉不了。直到比赛开始之前，两人身上都有竞技场强制施加的禁制，这时候他们处于绝对无敌状态，不能给别人施加伤害，不能下副本，同时自己也不会受到伤害。陆成霜仔细听完了金秘书的讲解，忽然对对方产生了敬佩之情。这么详细的战术分析，他在市面上任何一个网站上都没有见过，哪怕是那些搞知识付费的大博主。谢谢你，金秘书，我有数了，不要担心明天的比赛我输不了。好，祝你凯旋。一句寒暄都没有，对方就把电话挂了。不过最后一句又好似千言万语。第二天，竞技场早早就已经座无虚席了，更多的人是围在建筑的外面，等待看巨幅屏幕上的现场直播。死斗在整个黑山市历史上只发生过2次，第一次是慕云兰与倭国的大剑豪上山信也，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最终慕云兰用华丽的绝技把对方切成了数段，结束了比赛。也正是这一战，让慕云兰的名字响彻整个辽省。第二次就是今天，毕竟这样的场合，大多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压了谁啊？当然是房事多啊，虽然我挺讨厌他的，但是我不会跟钱过不去。我也一样啊，哎，可惜了，这个陆成霜。大多数人都会压房事多吧，毕竟武僧可是出了名的单体攻击王者。我压了陆成霜？你疯了？咱不懂你说的那些，咱就懂比赛，反正买别墅靠大海。当然也有真心认为陆成霜会赢的，比如那场最前排的思念和苗万万。然而令他们都没想到的是，祁东环居然也来观战了，而且他居然也买了陆成霜。第55章，认真有什么用，一坨垃圾而已。祁东环，哎呀，大小姐，这要巧啊，在这里碰见了。祁东环笑着伸出了手，你也来看比赛啊？今天热闹啊，是吧？黑山市这都多少年没出过死斗了。哟，思念也在啊，认识一下，我是东环副本的祁东环，以后有啥副本上的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咱们互通有无，互相学习，哈哈哈哈。思念根本不为所动，始终保持着一张扑克脸，坐在位置上。苗万万却忍不住了，一巴掌打开了他的手。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没这么熟，上次安全区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祁东环点了根烟，咧嘴一笑，苗大小姐，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是陆成霜那个小子打死了我弟弟，我才是受害者好不好？说完，他吐了一口烟，刚好喷在了思念的脸上。还有你，今年刚晋升的 S 级摆什么架子？他妈的真晦气！思念就好没听到一样，翘着腿继续看着擂台，但是脚下已经开始凝结出寒气。刚才我看见了，你也买了陆成霜，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苗万万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但就算他这么问了，祁东环也不可能会给他说实话。我就是单纯看好陆成霜那小子而已，哪有什么目的？安静点，就要开始了。思念这么一说，两个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竞技场中央。战斗的双方都已经来到了场内，观众席爆发出阵阵欢呼。房事多，你他妈给我用力打，老子买了你1分钟结束战斗，我的房贷就靠你了，赶紧把这小子给我打爆。陆神，给我赢啊！我把我的年终奖都压你身上了。陆神，打死丫的，为我哥哥报仇！欢呼声此起彼伏，一部分梭哈在房事多身上的人迫不得已才给房事多助威的。此时场内的立场升起，两个分别站在了竞技场的角落里。陆成霜发现自己的法力值和生命值全部被调整到了12000，各项属性也被压制了下来，召唤物空格只剩下了10个。对面的房事多也一样，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绝对公平。陆成霜勾嘴一笑，10个召唤位对付这个垃圾绰绰有余了。因为10倍魔法强度加成可是货真价实的被动技能，没有被强制拉平。只不过有些可惜的是，身上的紫装备抹平了属性，现在跟白色装备无异。竞技场死斗规则：1. 不得中途退出； 2. 不得认输； 3. 不得使用药水等短时间内增强属性的道具； 4. 不得使用恢复类药水补充魔法值和生命值； 5. 可以使用无限制手段； 6.
一方生命只为零时，比斗方可结束。广播完了规则以后，比斗的双方面板上弹出确认按钮，确认，禁制解除，死斗开始。这时候围绕在双方身上的禁制消失了，召唤，嗡的一声，空间扭动，两只迅捷蟹出现在了场上，但几乎是同一时间，房士多的身影消失了。下一个瞬间，他已经来到了陆成双跟前2步左右的位置。完了，结束了，这是武僧的踏空步，距离被拉近了，陆成双死定了。但是陆成双根本没有躲闪，他勾嘴一笑，身后的空间发生扭曲。你死了，臭小子！百裂拳，嗖嗖嗖，几十发拳头砸向了陆成双的身体。武僧的技能分为套招和终结技2个部分，套招打在对方身上会形成印记，终结技可以让印记伤害一次性爆发，每一层印记会增加终结 50% 的爆发伤害，竞技场内最多叠5层。这一套技能加上终结技崩拳，可以直接将陆成双给带走。但是这时候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所有的拳头全部砸在了一个能量护盾上，陆成双的头顶飘出一灰色的数字：-500、-457、-599、-439。房士多愣了一下，但就这一个瞬间，让他的崩拳晚了半秒钟。他感觉有什么东西飞到了自己的眼前，只听见轰的一声，他崩拳打在了一个十分坚硬的甲靠上。-1073，迅捷蟹挡在了2个人的中间，他的头上没有印记，终结技直接使用效果非常一般。就在这时，陆成双背后的一只蓝色大拳头砸向了他，轰的一声，将房士多震退好几步。-712，格挡抵消了大部分伤害，不过对于只有12000点血量的人来说，这下子很痛。房士多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被震得发麻，观众席上发出一阵惊呼，台下的苗万万非常兴奋，直接跳上了座位。看到了吧，垃圾！想杀陆成双，你还早100年呢。一旁的祁东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陆成双用余光瞥见了台下的祁东环，马上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这件事背后的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他。先是对自己的家人动手，让自己有种感觉，即便动不了陆成双本人，他的家人也会随时陷入危险的境地，让他无法专心下副本。等他被拉扯的疲于奔命的时候，再动手制造一个意外，或者干脆让大漂亮那边的人出手杀死陆成双。反正这种事，大漂亮在龙国境内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只是没有想到陆成双居然能用死斗这种方式来回应。其他人不知道陆成双的实力，但是自己可见过那个恶魔女皇，所以正好借着死斗的机会逼出陆成双的底牌，让他亲眼看见那个召唤物的实力。呵呵，你想的挺美，陆成双心里想到。这时候对面的房士多拧了拧手腕，妈的，大意了！武化，空的一声，他的身体亮起金光，刚才因为想搞个突袭瞬间结束战斗，他没来得及使出武化强化技能。臭小子，你别得意，我现在认真起来了。呵呵，有什么区别吗？反正只是一坨垃圾而已。陆成双一边说，一边朝着房士多走了过去。操你妈！穿云脚，方士多一个突进飞腿踢向了陆成双。这时他的背后忽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阴影。第56章，你犯了个大错误。糟糕，躲不开了。技能的硬直让房士多根本来不及反应，巨大的红色拳头哐的一声砸在了他的身上。他抬起手臂招架，但是这巨大的力道还是硬生生的把他砸趴在了地板上。-1187、-328、-339。第一下是重击造成的伤害，后面2个是红魔像的火焰光环造成的伤害。平时在副本里看似微不足道的伤害，到了竞技场上也成了决定胜败的关键。目前房士多的血量还剩下9434，红魔像和2只迅捷蟹死死的把他压在了地板上。陆成双看了一下面板，忍不住吐槽：招架真是个麻烦的被动，居然还剩下这么多血。不管是2个魔像也好，还是迅捷蟹也好，在10倍魔法效果的增益下，各个维度的属性都已经高得吓人了。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秒掉房士多。武化后的招架可以抵挡大部分伤害，不管是物理还是魔法。但是龟壳的硬度再高，被按着乱锤也总有被锤开的一天。于是陆成双手指一抬，就在房士多的头顶上出现了数个传送门，5只迅捷蟹被直接召唤到了他的身上，硬生生把他压在了地板上，站不起来。周围的观众发出惊呼：我去，他到底有多少只召唤物啊？我见过的召唤师最多4只，他怎么能有这么多？武僧被布衣职业压着打，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过，打死我都不信。我的房贷不会就这么没了吧？从刚才到现在，这个房士多就没有碰到陆成双一下，他到底行不行啊？你急什么？武僧还9000多的血呢，
我这么说吧，房事多可以失误100次，但是陆成双失误1次就得死。这时候，坑里的房事多怒吼一声：“震！”空！一道强烈的冲击波冲开了压在他身上的迅捷蟹们。负746，负832，负746，负1182。一旁的陆成双也受到了伤害波及，被震退10几步。不过有护盾的加持，他根本没有伤血。你他妈欺人太甚，真以为能赢老子吗？波动拳，房事多上步一掌打出一道冲击波，这是武僧为数不多的远程攻击技能。轰！一声空气的爆破音，两只迅捷蟹挡在了陆成双的身前。负89，波动拳其实攻击力很高，但是因为装备的限制，物理穿透不够，正面打在迅捷蟹的甲靠上，根本造不成实质性伤害。后摇的硬直反倒给了迅捷蟹反击的时间。刃足快速挥砍，划破了房事多胸口，健壮的胸肌上被划出了深深的口子。负873，负732。目前房事多残血7892。此时他的眼睛血红，已经有些上头了。打了这么半天，他连一下都没有摸到陆成双的身体。呀！白眉拳，破门镜连打，啪啪啪啪，雨点般的掌劲打在其中一只迅捷蟹的身上。负1872，负1298，负1984。破门镜是专门针对重甲单位的，直接震伤对手内脏的招式。不过最恨的还是他的终结技柳叶掌、白蛇吐信。房事多的手臂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点了一下迅捷蟹的穴道，爆！砰的一声闷响，迅捷蟹的身体直接被砸成了齑粉。这一招是杀招，对方低于30%的血量会被直接带走。刚才这只迅捷蟹从开场到现在抵挡了房事多数次攻击，原本就已经半血了，刚好被他一套带走。陆成双笑了，开始鼓掌，厉害厉害，武僧的杀招我这是头一次见，真该谢谢你。房事多喘着粗气瞪着他，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陆成双已经被他杀死了无数次了。台下的祁东环把脸色变得更难看了，原本想用房事多引出陆成双的底牌的，现在倒好，对方的底牌没有暴露，武僧的杀招倒是被他给看了个透彻。陆成双继续说道：“我也来给你看点不一样的东西吧。”说话间，两只迅捷蟹嗖的一下出现在了对方的眼前，刃足朝着他的脑袋砍去。房事多往旁边一闪，轻松躲过这一击。就在这个空隙中，他看到了破绽，守在陆成双旁边的蓝魔像不见了。他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你他妈死定了！等你死了，我再去你家好好照顾你妹妹！”哈哈哈哈哈！说着，他腿部发力，想要用踏空步移动到对方面前，然后忽然，他的身后一双巨大的蓝色手臂将他死死抱住，紧接着红色魔像也跟进，与蓝魔像抱在了一起。接着是在场的6只迅捷蟹，召唤物死死地抱住了房事多。震 CD 还未好，杀招也用掉了，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手段了。陆成双阴沉着脸，像看死人一样看着对方：“你犯了几个错误？首先，你伤到了我妹妹。献祭！”哗啦一声，橘色火焰包裹住了他的身体。呀！啊呀！负632，负736，负645。第二，你不但不赔钱，还敢挑衅我！厄运降临，又是一个诅咒打在了他的身上。房事多开始疯狂掉血，周围所有人，不管是猎人还是普通人，不管他们有没有压住，全部都屏息凝神地看着台上发生的事情。第三，明知道已经死定，居然还敢挑衅我！生命虹吸，绿色的光带缠绕住了房事多的身体，他的生命值正在快速流失。啊！你放开我，有本事放开我，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啊！哈哈，刚才给你机会了，可惜你不中用啊！说着，陆成双绕到了房事多的背后，选择了一个角度，暗影能量在他另外一只手中汇聚，生命能量从房事多的身体里快速流失，他的肌肉渐渐干瘪了下去，面部的皮肤快速老化，眼珠子都流了出来，最后只剩一具枯萎干瘪的身体无力地趴在地上。你不能杀我！陆成双根本没理会这个人僵尸般的呢喃。实施！迅捷蟹一拥而上，把这还剩最后一口气的身体吞噬殆尽，现场发出骇人的咯吱咯吱咀嚼骨头的声音。房事多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周围的防护立场渐渐消失。第57章，孙市长来摘桃子了。比赛结束，陆成双胜。竞技场里简短而空灵的播报响彻上空。然而就在观众们发呆的时候，陆成双的手猛地一抬，死亡缠绕，一道纯粹的暗影能量直扑祁东环而去。然而他没有躲闪，而是直接起身，双手插兜，右臂化成了一道残影。砰！暗影能量直接被打碎，在空中爆裂，
黑紫色的火光如同星星点点一般，在空中四散飘落。抱歉啊，手滑了。陆成双淡淡的说了一句。半晌，整个竞技场内瞬间炸裂了开来。不是吧？真的假的？房士多居然输了！我的房贷啊！第一个大哥抱头痛哭，吼出了部分人的心声。然而更多的人则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吃瓜的基本礼仪是扣波666。牛逼啊，陆神！这是小刀拉屁股，让我开眼了。法师1v1赢了武僧，龙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吧？何止龙国，自打副本降临之后的第一次。我靠，我也是法师，陆神让我看到了希望。陆神6啊，这他妈简直像开挂了一样。我财务自由了，哈哈哈哈！我财务自由了，明天再不用去厂里打螺丝了。内场那些压了全部身家在陆成双身上的，现在已经疯狂庆祝，20倍的身价几乎让他们这辈子都不用再工作了。而那些不惜借高利贷也要压住房市多的，已经昏死在了看台上，有些干脆从上面跳了下来，一了百了。反正人生一直都只是个 loser， 这次刚好给自己个理由重开。剩下更多的人则是开始弯腰放屁摇手花，癫狂的被现场工作人员驱离。场外的相对文明多了，刚才不知道谁带了礼花筒放了起来，放完了还不忘记掏出随身的塑料袋收拾自己的垃圾，绝不给别人添麻烦。陆成双杀死了房士多，也算是为黑山市除去了一个大祸害。再加上之前他手通地狱级副本给大家加上的 buff， 一时间他已经成为了黑山市的英雄了。台下的苗万万高兴地跳上了椅子，欣赏着周围人吃惊的表情。一旁的思念破天荒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精彩！他从嘴角挤出了2个字。而那个祁东环早早离开，现在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陆成双的召唤物强度比一般召唤师高太多了。诅咒系法术单体伤害不强，但是持续性伤害很麻烦。如果没有圣骑士的驱散或者驱散药水，会被他反复放风筝的。另外，刚才打了半天都没有看到陆成双的魔法值掉一点，这件事很奇怪。难不成他有什么手段快速回蓝？如果真有这种手段，他怎么都没有听说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小子都是一个心腹大患，就算没有良子，今后也会威胁到他的地位，绝不能留他。呆瓜，我就知道你能行。哈，大小姐，你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呸，我那是担心你，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陆成双挠了挠头，咧嘴笑了出来。这时候他看到一旁的思念，你也在，出来了。精彩的比赛，通关还顺利吗？花溪之城吗？还好，2个重伤，没有死人，勉强算是通关了。陆成双点了点头。好，改天有空好好交流一下。他刚转身要走，却被思念喊住。陆成双，有空跟我打一把竞技场吗？我想试试杀死你。哦，不对，打败你。陆成双脊背一凉，还没等回答，苗万万就站在了他的身边。喂，我们陆总可是很忙的，要挑战的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思念点了点头。哦，好，那我帮我拿个号，要付定金吗？周围的观众一拥而上，抢着跟陆成双搭话。陆神，我是你的粉丝，很早就关注你了，能跟我合个影吗？陆神，带我下副本吧，我愿意出钱，多少钱都行。你好，我是江州市无伤保健品厂的，我们有款男人强壮药可以请你代言吗？我是东方神器副本集团的，听说你还没有签公司，有兴趣签我们吗？签约费好谈。陆神，我是辽省电视台的，可以跟你约个独家专访吗？陆神，我要跟你生猴子，我爱你么么哒。一边骚去。众人七嘴八舌的朝着陆成双喷射话语，但是当这些话混杂在了一起，变成了一片杂音，陆成双一句也没听到。这个阵仗比前几次大太多了，他也是头一次见到。协会的工作人员隔开了人群，硬生生从中间给他开出了一条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竞技场中央响起了一个声音：大家好，我是黑山市市长孙德胜，能听我说2句吗？瞬间人群安静了。首先恭喜陆成双拿下了比赛，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孙市长咧嘴朝着陆成双笑了笑，露出了他满口的大黄牙。众所周知，陆成双是我们黑山市土生土长的爷们，他能如此优秀，有他自己的功劳，当然主要还是市委工作到位，培养了这个优秀的人才。所以我现在做出一个决定，特批给陆成双人才是级人才扶植名额，享受 A 级猎人的资源。话音刚落，台下一片哗然。你早干嘛去了？通关哥布林巢穴的时候也没看见你啊，这时候出来抢人了？说的什么逼玩意？C 级猎人有啥资源？陆神用你培养，脸可真大。谁都知道你那个人才计划是怎么回事，都是个大公司往里送人，根本没有我们普通猎人什么事儿。陆神听我的，别去，你值得更好的。台下爆发出一阵阵嘘声，但是
常年的官场练就了孙德胜的心理素质，这种小场面根本吓不到他。于是他大手一挥，朝着通道那边陆成双的位置看去。当然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有请陆成双上来跟大家讲2句。这是在逼宫，他料定了陆成双在这么多人面前肯定无法拒绝。可是孙德胜定睛一看，通道里的陆成双已经消失不见了。第58章，异象降临。这一手给孙德胜整尴尬了。他原本计划的很好，两边压住，房事多赢了，他就把人才名额给他，然后给陆成双追认一个黑山市英雄的称号。毕竟给死去的人再多的荣誉也没有问题。如果陆成双赢了，那就是众望所归，名额荣誉都给他，把他拉拢成为自己人。毕竟能够通关地狱级副本的黑山市除了慕云兰之外就只有他了，能拉住他就算自己最大的一个政绩。从今往后他就可以用陆成双的名义向省里要资源了，对方取得的成就越大，他能得到的资源越多，如此循环，他就能毫不费力的在省里占有一席之地了。然而就在刚才，陆成双居然毫不留情的击碎了他的计划，面对自己的邀请，居然一声不吭的离开会场，让所有猎人都垂涎的市级资源居然对他丝毫不起作用。要知道，那可是全套一身稀有蓝装啊！绝大多数猎人倾尽一辈子的努力，3代人的心血都未必能凑齐这一身，这可要比魔都的房产还要夸张的诱惑。孙德胜百思不得其解，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底气？可事实就摆在他的面前，他只好自己逼了一大堆有的没的。等他说完的时候，现场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另外一边，陆成双也没有去跟苗万万庆祝，因为比赛之前他妈妈和陆双都十分担心，他想回家先去安慰自己的家人。跟家里人吃了一顿大餐之后，陆成双跟妈妈坦白了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虽然很不情愿，但是妈妈还是表示支持。他不禁感慨，全天下只有父母会无条件的站在他的背后。当晚，陆成双写下了竞技场攻略，还补了一份花溪之城的地狱难度的攻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陆成双都在处理琐事。成立公司需要各种身份认证，最终他们拿到了一张小微副本企业的执照。然而他们还未来得及庆祝，异变发生了。当晚跟苗万万吃完饭以后，陆成双突然听见城外传来一声巨响，轰隆，大地剧烈地震颤，楼顶巨幅的广告牌砸了下来，距离隔离墙近的房屋玻璃都被震碎了。与此同时，黑山市所有的猎人几乎都感觉到了一种能量波动，仿佛一双无形的大手掐住了他们的心脏，让他们都喘不过气来。城外的天空被染成了血红色，这是异变。他看到过爸爸写的笔记，异变是一种能量波动，来自于副本内部。如果一个副本太长时间没有人通关，或者没有猎人能够顺利通关，副本内部的世界就会开始自我演化扩张，而那种死过很多人、吸收了大量人类灵魂的副本就有很大概率发生异变。副本中的怪物会突破壁垒来到现实，在副本降临这个世界的早期，经常会有异变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被荒原吞噬。自从猎人体系成熟，副本知识普及以后，异变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准确的说，再也没有在城市周围发生过。这时候，陆成双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金秘书的语气十分焦急：“小陆，你都看到了吧？发生了什么事？城西林子里某个野生副本发生了大爆炸，我们已经组织开荒团过去查看了。”金秘书话说了一半，支支吾吾不好意思继续说下去了。需要我帮忙吗？陆成双主动问道，毕竟他现在也算是官方的编外人员，享受了身份的优待，总要付出点什么的。好，你在猎人大厅门口找个空地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过来接你。3分钟之后，猎人大厅门口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被清退了，只剩下陆成双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这里。忽然间，他听见头顶有引擎的轰鸣声，一架运值20降落在广场上。金秘书冲着陆成双招手：“小陆，快过来！上飞机的时候不要跳，不然会把螺旋桨搞坏。”这阵仗陆成双是第一次见到，直升机这种东西是属于武装部的，跟地方上没有关系。看来这次事件非同小可。拓荒团已经去了，军队的猎人在外围布置了警戒区，现在还不知道里面出来的是什么怪物。他们进去多久了？半个小时了，2个战士，一个2个射手和一个圣骑士，很标准的拓荒团配置，而且应该都是硬手。不过这里是荒原，不是副本，手机什么的可以正常工作。半小时都没有接到里面的消息，估计凶多吉少了。他们都什么等级？30级上下，装备也不差。他所谓的不差，可能就是有基建蓝装。黑山市地处龙国的北境，只是一个地级市，在这里武装部的猎人不会分到太好的装备。这些怪物等级不低，
直升飞机飞出市区高墙，来到了荒原。因为副本降临，这里的地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冰原树林，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往南走却变成了赤红色的沙漠。很快，满天的风雪就遮蔽了他们的视野，飞行员只能降落。往前走大概1公里左右，就能看见军方的营地。陆成双抬头望向天空，太阳消失了，这里就好像一个灰暗的白色世界。猎人的体质比常人好太多了。2个人在风雪中跑了大概2分钟，就找到了营地。小陆体能很好啊，居然能跟得上我的速度。说笑了金秘书，你根本就没出全力吧？我能跟上就已经很勉强了。2人进入营地，周围的士兵看到金正范的时候都会敬礼。这家伙以前不会是军方的人吧？此时营地的指挥室里已经聚集了另外一群猎人。陆成双进去的时候瞪大了眼睛，你怎么也来了？苗万万笑着说道。废话，我是公司的董事长，难道还能躲在合伙人的后面吗？他扫视了一眼，思念居然也在。除了这2个人以外，还有上次那个讨厌的黄毛战士，以及另外2个皇朝的射手。第59章双精灵遭遇战。各位，感谢你们在关键时候伸出援手，事后我会跟上面反映的，该有的政策少不了你们的。里面的情况未知，你们的任务就是摸清敌情，看一下出来的都是什么怪物。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恳请各位把拓荒团的成员给带回来，无论死活。说着，金秘书将所有人拉了个群，把拓荒团成员的信息都共享到了群里。看到怪物的时候，注意一下等级，不要硬刚，实在不行就回来，不要徒增伤亡，拜托各位了。说完，金秘书深深的鞠了一躬。喂，会不会说话呀？你这是在给我们送行啊，还是出殡啊？啊？呵呵，你不说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我们是看着钱的面子来的，能跑我们肯定第一个跑。至于那些队员想要把他们的尸体给带回来的话，得加钱。面对这些人的讽刺，金正范点了点头，没问题，只要能把他们带回来，我会跟上头申请的。听到了满意的答复，黄毛拍了拍金秘书的肩膀说道，懂事儿，走了兄弟们，干活了。说着，那2个射手跟着他一起走出帐篷。名义上皇朝集团的队伍队长应该是思念，可是黄毛这个架势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我们也走吧。陆成双跟2人示意，注意安全，不行就跑。知道了。一行人来到了营地的出口，陆成双抬起手，组队吧，各位。苗万万和思念纷纷回应他，举起了手。队长大人，跟其他公司的人组队不合规矩啊？还是说你嫌弃我们太弱了？黄毛阴阳怪气的说道。这是政府的特殊任务，不是下副本，我们都是猎人，不该分彼此。切，去你大爷的不分彼此，这2个家伙就是来跟我们抢功劳的。就是啊，队长，我们把人带回来了，钱怎么算？还要分给他们一份？要组你组吧，我们不会跟他们俩组队的。听了这话，苗万万的暴脾气一下子就被点燃了。操，谁稀罕这俩钱啊？不组拉倒啊！等会出了事儿，别求着我们出手救你。哎呦我操，谢谢你们，别拖我们后腿。那个光头射手笑着说道。他这2天忙着集团里汇报的事情，没有关注网上的消息。可是黄江知道，这个陆成双不是善类，先是通关了地狱级花溪之城，接着又在死斗里干掉了房士多。如果说通关是运气的话，死斗绝对是靠实力赢的。如此，他就更不想让陆成双进入队伍了。如果真的把人带回来了，功劳都会被算在陆成双和思念的头上，跟他们这几个级猎人没啥关系了。就像之前通关副本一样，明明自己出力很多，出来之后所有的功劳都算在了思念头上，好像他们几个人都变成了挂件，只需要看着 S 级一个人刷怪就能通关，这种感觉糟糕透了。不过陆成双还是友好的朝他伸出了手，组一下吧，不然我们使用魔法的时候会误伤的。滚！啪的一声，黄毛打开了陆成双的手，一个人朝着林子里走去，另外2个射手紧跟着他追了上去。陆成双，你别生气，他是冲我来的，任务结束了以后我会跟你好好道歉的。思念面无表情的说道。没必要，你们谁都没错，一个破 A 级高贵什么，不组队，看我一会怎么炸死你。苗万万比了个国际手势，一行人分成了2队走进了森林，刚一进他们就感受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能量波动，浓郁到已经快凝结成实体了。这里原本就是一片原始森林，里面生活着很多野兽。副本没有降临之前，这里就经常爆出一些精怪传说。现在这里已经有10年没人涉足了，鬼知道里面会变成什么样子。走了大概1刻钟，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不对，太安静了，除了风声听不到任何声音。召唤，召唤！陆成双连续使用召唤技能，空间扰动之后，一只巨大的龙兽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众人正在惊讶，陆成霜动了一下念头，给他下达了指令：龙吼！啊！声音震耳欲聋。黄江和那2个射手捂住了耳朵，但是还能感觉到灵魂深处的震颤。就在这一瞬间，风雪突然停了，周围包裹着的雾气一样的东西也被驱散了。众人感觉到的那种胸口压石头的感觉也一同消失了。是魔法，这附近有法事。话音刚落，嗖的一支箭插在了黄江的脚边。敌袭！敌袭！黄江抽出长剑和盾牌，2个射手则拿出了步枪和手弩。思念缓缓地从腰间拔出那柄通体雪白长刀，在上面，他抬手一指，几个人发现高耸的树枝上站着一个人形生物，淡蓝色的皮肤，白色的头发，尖尖的耳朵。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铠甲，手持一把白色复合弓，背后的箭筒里放满了闪着蓝宝石光泽的箭矢。双精灵，是双精灵。陆成霜使用了探查技能，人物双精灵射手，等级34，生命值6万。咯咯喽！双精灵笑了起来，好像在说些什么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不过看他的表情就明白，肯定不是好话。妈的，笑你妈笑！砰砰砰！光头射手抬枪点射，但是双精灵的速度更快。子弹出膛的一瞬间，他已经跳到了另外一棵树上。他们还有很多，小心！众人抬头看到这周围的树梢，阴影中藏着更多双精灵，看得见的大概有20个左右。这时候，在树林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只穿着法袍的双精灵，他的脸上露出了狞笑，一甩手朝着陆成霜他们抛出了什么东西。那玩意刚好滚到了苗万万的脚边，定睛一看，这是磕人头呀！苗万万应激，惊叫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师抬手指着陆成霜一行人说道：第60章，本小姐救了你一命，杀了他们，这是献给古神的祭品。忽然间，原本不知所云的语言传进陆成霜的耳朵里后，被翻译成了汉语。他们在说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鬼话。看来除了他，没有人能听懂。防护罩，嗡嗡嗡！众人身上被一层暗淡的魔法屏障包裹。同一时间，蓝色的箭犹如雨点般射向了众人。-1200，-1098，-1192。中箭的人头顶上显示出一个个灰色的数字。这些箭矢的攻击力不算高，但攻击频率很快。防御阵型，思念给小队下达了命令。黄毛举起盾牌，铁壁。盾牌的周围一阵能量波动，这是剑盾战士的技能，展开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扇形防御墙，格挡50%的远程攻击，近战效果减半。2个射手马上开始还击，精准射击，砰砰砰！枪械射手的基础技能让命中率提高100%，附加破甲伤害-4400。闪避，闪避！这些双精灵敏捷实在是太高了，单体攻击技能很难命中他们。箭雨，一旁的弩手朝着天空放了一发箭矢，范围100×50的空间内，大量的箭矢从天而降。-1232，-1203。AOE 攻击确实比较容易命中，但是造成的杀伤效果有限。这还只是些弓箭手，后面那个法师还没动手呢。召唤，瞬间60只迅捷蟹和一只魔爪蛙出现在了他的身边。海蓝之谜，整个团队加上了敏捷 buff， 杀了他们。迅捷蟹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树上的双精灵弓箭手，远距离攻击效果有限，陆成霜打算强制把他们拖入近战。除了苗万万以外，所有人都陷入了惊讶之中。召唤师的召唤兽跟自己等级有很大的关系，一般20级的召唤师只能召唤4只召唤兽，最多因为装备的加成可以有5只，就没见过陆成霜这种一次召唤几10只的。苗万万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他们的表情，连这个扑克脸的 S 级都被震惊了，着实让他爽了一把。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万双副本的实力。万双，这是咱们公司的名字，怎么样，好听吧？咱俩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没把你名字放前面，是因为这样读起来顺口。好吧。说话间，迅捷蟹已经冲到了双精灵弓箭手的眼前。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甩不掉？对方惊讶地发现，无论他们如何闪躲，迅捷蟹就是会在后面黏着他们。突进到跟前，迅捷蟹举起刃足一顿乱砍。-4500，-4500，-6000，-6000！红色的血液从伤口喷了出来，还未落地就凝结成冰。双精灵弓箭手被迫来到了地面，拔出双刀迎战。叮叮叮，刀刃砍在了甲靠上，火光四溅，但却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双精灵吃力地躲闪着迅捷蟹的攻击，忽然发现背后有个巨大的黑影，他的身体被火焰烤得生痛，
负923，负872，负847。火焰光环对他们造成了加成伤害。轰的一声，巨大的拳头砸向地面，虽然被躲开了，但是背后的迅捷蟹趁连续砍了他2刀。负6934，负6348。火焰光环的加持下，迅捷蟹的攻击附带火系伤害，这2下全都造成了高额暴击。他吃力的跪倒在了地上，血量已经见底了，但是召唤物可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唰的一刀，迅捷蟹直接切下了他的头颅。战场的各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双精灵都在应付迅捷蟹和红魔像的组合，完全没有空间去攻击陆成霜他们几个人。陆成霜，你那个红色召唤物是不是可以给友军增加火系 buff？ 思念问道。对，30米范围内都可以。明白了。他提刀向前走了2步，刀身被一层冰蓝色的皱纹缠绕。海蓝之谜。陆成霜大概感觉到他要做什么了，马上给他补了一个 buff。 眨眼的时间，思念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半秒钟之后，他出现在了一只双精灵身后，刷刷刷，银色的刀光闪烁。负10938，负10837。双之舞，冰霜舞者技能，物理伤害加上火焰光环，一刀砍出1万多点的伤害。对方寒冰抗性太高，不然这个伤害应该更高。啧，看不出你的香好好挺厉害的。苗万万说道。别瞎说，思念是我同学。是吗？我看他对你挺有好感的。大小姐，战斗的时候不要分心呀。哼。苗万万头一回，抬起手，奥数震爆，砰砰砰，震爆的时间恰到好处，刚好打断那些弓箭手的闪避技能。这是瞬发技能，那些双精灵根本来不及反应。这回一旁的黄毛和2个射手真的成了酱油了。思念快速在双精灵之间闪烁，不一会就把现场清理完毕。击杀双精灵弓箭手，击杀双精灵弓箭手，击杀双精灵弓箭手。这时候苗万万的身体被一阵光芒包裹。我要升级了 ，Level up。苗万万升到了20级，这个等级的奥术法师有个很实用的技能可以学。大小姐，定向卷轴有没有？有，你有什么建议吗？把闪烁学了。好，比起普通的技能书，定向卷轴可以让使用者自选一个技能学习。您获得了技能闪烁，这个技能可以开一个双向传送门，传送距离根据施法者等级而定。现在苗万万20级，传送门之间的距离是500米。就在这时，思念的背后闪出一道黑影，一只全身黑甲的双精灵出现在了他的背后。思念刚用完技能，还在硬直，根本躲闪不及。陆成霜看不清那个黑甲精灵的属性，但只看外表也知道绝非善类。那只黑甲精灵把手按在了腰间的长刀上，是居合斩。陆成霜脱口出，这家伙是个剑豪。这下子要是挨上了，盾破了不说，思念肯定的大残。忽然间，他的脚底出现了一道传送门，在黑甲精灵出刀的一瞬间，传送门的另外一边出现在了陆成霜的头顶。砰的一声，思念从天而降，一屁股坐在了厚厚的积雪上。本小姐救了你一命，在心里默默的感谢我就好了，不客气。第61章，答应我，别死得太快。谢谢。思念恭敬的给苗万万道谢，这下子倒是让这个傲娇的大小姐有些不好意思了。等会还需要麻烦你帮我传送回去，那个家伙有些意思。思念跟苗万万这种土豪大小姐不同，她从小开始接受战斗训练，直觉本身就要比正常人敏感。刚才那个瞬间，她居然没有察觉到对方的气息，自尊心无法让她就这么算了。于是她对陆成霜说道：拜托二位，这个人留给我。好，尽管去吧。霜降，一层寒冰甲罩在了思念的身上，他刀刃上的皱纹变成了银色。陆成霜用探查技能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人物邓尼茨，职业大剑豪，等级35，生命值155000，还是个有名有姓的 BOSS 怪。但跟副本里不同，这个 BOSS 怪并没有特殊标识，好像也没有出招的套路，他更像是一个猎人，只不过跟人类种族不同。而且大剑豪这个职业他从未听说过，战士有个稀有职业叫剑豪，尽管只有1字之差，但面板标注的不同就代表他们是2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刚才的拔刀斩就能看出来，剑豪的拔刀斩最多只能挥2刀，但是那个叫邓尼茨的足足挥了7刀，而且每一刀都力道十足，周围80米范围内的巨树都被他给削平了。喂，不要勉强啊，这家伙好像挺厉害的，不行就逃回来。苗万万嘱咐了一句，然后打开传送门。思念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此时
邓尼茨举刀对着陆成霜这个方向喊话：“人类的女人，你最好能让我玩得尽兴一点。”只是他的话只有陆成霜一个人能听懂。思念飞身跳入传送门，来到了邓尼茨身边，挥刀朝着他的脖子砍了过去。对方不但不躲，反而拔刀朝着思念的脸上劈了过去。轰！一声巨响，两把冰刃撞在一起，强烈的冲击波把附近的树木连根拔起。接着两人一边打一边朝着树林深处飞速移动。附近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只剩下那个双精灵法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边。好机会，跟我上，干掉那个法师就结束了。黄毛一声吼，身后的两个射手跟了上去。但是那个法师根本没露出害怕的表情，反而笑了起来。陆成霜感到奇怪，使用了探查技能。人物：史泰格冰手，职业：冰霜之主，等级：生命值。我操，居然看不出对方的等级，说明他至少在60级以上，而且居然连生命值也是，只能看见血槽。这至少是5A 级副本大 BOSS 的存在，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黄毛根本不可能是他对手。回来，你们几个别过去！啊，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啊？滚一边去！眼看劝解没有用，陆成霜干脆让迅捷蟹围在了他们后面，分割战场，以免未知招式波及到这里的大小姐。毕竟好言难劝，想死的鬼，让他们去吧，这都是命。打副本这么久了，还没学会先观察对手，再制定方案，能活到现在已经实属不易了。苗万万看到这幅场景，拉了拉陆成霜的袖子问道：“我们就这么看着不帮他们真的好吗？毕竟是一个团队来的，他们跟我们可不是一个团队的，贸然用技能会误伤的。再说了，我也想看看 BOSS 的技能，希望他们能坚持得久一点。”另外一边，黄毛在冲到对方10米的距离，用了技能盾牌冲锋。嗡！他的盾牌亮起荧光，黄毛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对方。哐！盾牌狠狠地砸在了史泰格的身上。负零！什么？黄毛感觉自己撞在了一个坚硬的物体上，就看见蓝光一闪，他整个人飞了出去。寒冰甲反甲，跟狂战士的反击一样，能够反弹100%的伤害，但是对方完全没有伤血，倒地的黄毛反而被弹出了2400点的伤害。老大！两个射手赶到他的身边，抬手对着史泰格就是一顿输出，精准射击，连环箭，当当当，箭矢、子弹全部都那层淡蓝色半透明的铠甲给挡了下来。哈哈哈哈哈！人类，你们就只有这点本事吗？你们不配拥有这个世界，这里是属于古神的。黄毛几个人听到一脸懵逼，但是这话被陆成霜听了个真切。古神？又是古神？这家伙也跟古神有关系？说话间，他举起了法杖，往地上一砸，以他为中心，一层白色的光环迅速向外扩散，范围很大，三人躲闪不及。冻结之环，咔咔咔咔，被扫到的几个人手上的武器瞬间结冰。快用驱散药水！我拿不到，我手结冰了。史泰格笑着抬起法杖，成为邪神的祭品吧。永生寒冰关。此时，天空中的雪花落在了3个人身上。接触他们身体的瞬间，雪花变成了一颗颗寒冰蔷薇绽放开来。这是什么招数？我的身体动不了了，快救救我们！呀，啊呀！玫瑰越来越多，最后长满了几个人的身体。黄毛3个人被彻底冻结在了冰棺里。史泰格走到了他们旁边，对着天空念起了咒文，紧接着砰的一声敲碎了那个光头射手的身体。接着又是一下，另外一个弩手也粉身碎骨。可是正当他要敲碎黄毛的身体时，2只迅捷蟹扑了上来，朝着他的脸就是一顿挥砍。当当当！负零！负零！寒冰甲挡住了所有攻击，但是这猝不及防的一击让史泰格有些恼怒，居然搞偷袭！他往后跳了2步，抬起法杖，冰锥术，嗖嗖2只冰锥射向了迅捷蟹。哐！冰锥结实地砸在了迅捷蟹的甲靠上，坚硬的甲靠直接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负8273，负7348。史泰格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大概是想，为什么没有秒掉这2个召唤兽？意外吗？陆成霜笑着说道：“别着急，我还有很多花样，咱们可以慢慢玩，答应我，可别死得太快啊。”第62章，召唤师自创技能。听见陆成霜的话，史泰格忽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人类，我居然可以听懂你说的话，你不是普通的人类。他举起了法杖，有人对你使用了探查技能。陆成霜的面板弹出提示。这时候他浑身感觉到一阵压迫，好像感受到了来自高维生物的凝视。
紧接着，史泰格爆发出一阵狞笑，呵呵呵，哈哈哈哈！原来如此，你是触神者。他伸出手臂，上面有一个印记，只不过他的印记是一个八爪鱼，印记闪着暗红色的光芒，让陆成双的胸口一阵刺痛。他身上的印记跟对方产生了共鸣，莲花也发出了淡绿色的光芒。触神者是什么东西？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呵呵，是吗？原来是这样，你还不知道力量的使用方法。史泰格的印记爆发出一阵光芒，他的身边出现了10几个粗大的冰锥，他猛地一挥手，冰锥朝着陆成双砸了过去。砰砰砰，冰锥还未飞到他身边，就被红魔像砸碎了。陆成双勾嘴笑道：“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力量是什么，但是你显没有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他指着对方说道。史泰格一脸懵逼：“你说什么？什么义务教育？9年制义务教育，初中物理、力学第1课，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话音刚落，红魔像身边突然冒出了10只迅捷蟹，远程形态。迅捷蟹猛地收缩身体，将嘴里的针刺吐了出去。这种针刺细长2头尖，在强大的肌肉收缩作用力之下，喷出去的一瞬间就打破了音障，达到了2马赫。加上红魔像火焰光环的作用，针刺全身通红。史泰格根本没有时间反应，当当当，一阵清脆的响声，磁针结实地扎在了他的寒冰甲上。咯啦咯啦，寒冰甲裂了，眼看就到了承受力的极限。冰墙术，哗啦，一排冰晶尖刺从他的脚下伸了出来，快速朝着陆成双的方向蔓延。火球术，4颗大火球砸在了蔓延的冰墙上，轰的一声巨响，冰墙被融化人瞬间爆发出来的水蒸气又快速的凝结成霜，白雾遮蔽了2个人的视野。忽然间，冰雾里出现了10只黑影，迅捷蟹的身体团成一团，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史泰格砸了过去。冰甲术还在 CD， 他来不及补。迅捷蟹冲到他跟前的时候，张开了刃足，噗呲，史泰格的身体被划出了长长的血口，鲜血滴在了地上。混蛋！他的表情扭曲，显然是没有遭受过这样的侮辱。史泰格抬起法杖，迅捷蟹身上沾有他血迹的部分开始结冰，很快就蔓延到了全身。不一会，10只迅捷蟹全部变成了冰雕。你这下贱的人类，居然敢伤到我的身体，让我流出了尊贵的血液！人类，我要把你做成收藏品，放到我的展示柜里，就像先前进来的那些人类一样。听了这话，陆成双明白，官方派来的拓荒团估计是全军覆没了，而且这个家伙极有可能用了他们的尸体进行了邪恶的仪式。陆成双正在想着如何让对方开口，史泰格抬起法杖，永生寒冰关。陆成双的头顶开始飘雪，这一招刚才他见识过了，千万不能让雪花沾到自己身上。召唤，召唤！20只红魔像如同3个气摩托一样叠成了人塔，把陆成双围在了中间。自创技能红魔像龟甲阵，20倍火焰光环的加持下，雪花还未碰到红魔像的身上就已经融化了。紧接着，他给迅捷蟹下达了指令：10只迅捷蟹切换近战形态，剩下保持远程形态。跳！近战迅捷蟹跳到了空中。火球术，红魔像发射出大火球，推着空中的迅捷蟹飞向了史泰格。自创技能火焰迅捷蟹突袭，轰轰轰，几下剧烈的爆炸，雾气四起。史泰格躲避了火球，又需要躲避迅捷蟹的刃足，雾气遮蔽了他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避过所有攻击难度太大。他的身体上又多出了几道口子，虽然看不见具体血量，不过刚才的攻击的确让史泰格的血槽有了一丝丝下降。以比例来计算的话，他的血量应该跟花溪之城里的女主人相当，不过仅仅是以目前的状况来判断的，不能保证这家伙还有什么后手。冻结之环，白色光环迅速扩散，把冲到他眼前的迅捷蟹又做成了冰雕。陆成双能感受到自己的召唤物没有死，只是被冻住了。稍微得到喘息机会的史泰格指着陆成双说道：“人类，你有点实力，不过这个你该如何应对呢？”史泰格举起法杖，朝着地面猛砸了一下，大地开始晃动。不一会，地面就裂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裂口。吼！一声怒吼从裂口深处传来，是龙影。紧接着，2只巨大布满白色鳞片的爪子抓住了地面，一条巨龙冲破地面，飞到了空中。人物：白龙，等级60，生命值200万，200万生命值的白龙，地狱级副本的大 boss 的血量，而且等级居然比自己高出了40级。不过陆成双的属性很高，跟白龙的实际差距应该在20级。哈哈哈！人类，就让我的小宠物陪你好好玩玩吧。说完，史泰格抬起法杖，让开启了一道传送门。别走！
我还有话要问你。不能。陆成双说完，史泰格就走进了传送门，眼下只能先解决掉眼前这只冰龙了。吼吼吼吼！冰龙怒吼，朝陆成双喷出冰霜吐息。不过好在吐息的范围并不算大，很轻松就能闪开。挡在他前面的红魔象硬生生吃了这一招。负10837，负10322，负10465，每秒钟1万多点的伤害，相当可怕了。而且冰霜吐息属于固有技能 ，CD 时间短，还没有使用限制，让他这么喷下去可就麻烦了。召唤献祭厄运降临，两个诅咒加在白龙的身上。吼吼吼吼！白龙发出了痛苦的嚎叫。负6723，负7823，负6748，等级压制让诅咒的秒伤减半。这时候白龙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传送门。第63章巨兽决战巨兽。星龙子嗣穿过传送门，直接扑到了白龙的身上。紧接着150只迅捷蟹像雨点般落在了白龙的身上。负1483，负1500，负1454。迅捷蟹快速挥动着刃足，玩命挥砍着。虽然白龙的血多，攻击高，防御也厚，但是对于自己身上长虱子这种事，再强大的野兽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白龙身体剧烈的扭曲，雪白的鳞片上开始出现一道道红色血迹。趁着这个机会，星龙子嗣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负20234，要害攻击加上持续流血，这一口对白龙的伤害可不小。紧接着他狠狠一用力，直接连着龙鳞把白龙脖子上的一块肉给撕了下来。红色的龙血如同喷泉一样从他伤口处喷出。吼吼吼！白龙发出了哀嚎，拼命用爪子撕扯着星龙子嗣的身体，巨大的力道将他身上的鳞片打飞。但是星龙子嗣却不为所动，紧接着又是一口咬住了白龙的前爪，用力撕扯。两只巨兽在雪地上翻滚撕扯，鳞片血浆乱飞，场面非常震撼，就如同上一世他在电影院看的哥斯拉一样。只不过现在这个效果更像是裸眼4D。从高中课本里，陆成双学习过关于龙族的知识。按照龙族的阶级，金色和银色是最为高等的，接下来是黑色、红色、蓝色、绿色，最后才是白色。每个颜色的龙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红色暴力嗜血，黑色神秘狡诈，银色知识渊，白色智商最低。打个比方，就如同龙族里的二哈一样。此时这只二哈正在被比他高等的同族按在地上暴锤。生命虹吸，陆成双抬起手开始抽出对方的生命值，紧接着他又召唤出100只迅捷蟹落在了白龙身上。对付巨兽这种狮子战术果然是最有效的。白龙的身上爬满了迅捷蟹，这一幕就如同他在幻想中看到的那样。半晌，白龙的血量已经见底了，他挣扎着想抬起身子，朝着身上的星龙释放吐息，可是因为脖子上巨大的伤口撕裂了喉囊，寒冰之力根本无法聚集，反倒被星龙子嗣抓了一个空档，照着白龙的脸上喷了一发星辰吐息。银白色的烈焰包裹住了白龙的脑袋，不一会的功夫，他最后一丝生命值就被抽走了。白龙脑袋焦黑，身体无力地瘫在了雪地上。啊！星龙子嗣发出了胜利的吼叫。陆成双突然感觉到身体充满暖流，肌肉变得刚猛有力，自己的面板上出现了一个 buff。 胜利之歌。星龙子嗣有概率在杀死对方之后发出胜利的怒吼，范围1000乘以1000内的友军单位获得500点力量加成和350点敏捷加成，持续3分钟。Vocal， 这还是个技能呢。之前召唤处来过几次星龙子嗣都是用技能给人家和平的。随着自己等级的提升，装备产生的召唤物也会拥有新的技能吗？如果是这样，那只深渊恶魔会不会也有新技能？想到这里，忽然间树林的方向传来一道剑气，唰的一声，金属摩擦的声音，大量巨木被直接削平。远处闪过一阵连续而激烈的刀光，这是思念的招数。他赶紧命令迅捷蟹冲进树林探查情况。就在陆成双跟史泰格还有他的白龙宠物激战的时候，思念跟邓尼茨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树林的深处。当当当，两人以凡人无法捕捉的速度挥动着手里的兵刃，两把神兵碰撞在一起，火光四射。冰霜武者是战士的稀有职业，本身就有不逊于盗贼的敏捷、高爆发，兼具战士的持续输出能力。唯一的缺陷就是防御比较低，不过能力高超的刀手根本不会给对方碰到自己的机会。邓尼茨是大剑豪，更擅长使用拔刀术，使用了一柄赤红刀身的倭刀。两人在空中拼了一会，双双落到了地面。二人的技能只有在地面才能发挥更大功效。邓尼茨把刀放回了刀鞘，缓缓地朝着思念走了过去，这是拔刀术的起手架势。思念原地没有动，
但是周围已经凝结出一层冰环，刀身上的皱纹变成了黄色。冰霜武者的技能需要积攒剑气，蓝色是第一层，白色是第二层，黄色是第三层。层数越高，连招越多，能够打出的附加伤害也就越多。他轻轻抖了抖手腕，让身体处于最松弛的状态，等待对手出招。思念打算在邓尼茨出招的一瞬间抓破绽，可是就在对方离他还有大概10步距离的时候，一闪，他根本没有看清对方手上的动作，凭借身体的本能反应往后撤了半步，紧接着他就感觉脖子一凉，一股鲜血喷涌而出。负7723，仅仅是刀尖产生的威压就让他掉了7000多的生命值，这柄刀的攻击范围实在太诡异了。邓尼茨这时候一脸意外，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人类的女人居然能够躲开自己的必杀技双龙闪。这一击有2招，就是他稍微发呆的 0.01 秒的时间里，思念身体往旁边撤了一大步。玉环步，这是冰霜武者的被动技能，也是接下来招数的启示。双龙闪的第2刀下劈就被这样轻松躲过，威压在地面上产生了一道深深的刀痕。呼吸之间，思念已经绕到了邓尼茨的身边，大概3步的距离。满月斩，银白的刀光亮起，嘎啦一声，周围的巨木上瞬间结冰，刀光朝着的邓尼茨的上半身劈了过去。这一刀躲无可躲，但是双精灵的敏捷度还是让他的身体做出了反应。邓尼茨左手抓住刀鞘，微微抬起，叮！满月斩搭在了刀鞘上，直接将其劈成2半，紧跟着的是一刀中断斩和一刀回身斩，剩余的2刀都结结实实的砍在了邓尼茨的身上。当当，2刀砍在了他的黑甲上。负983，负983，负1083。攻击很高，但是穿透不够，刀刃对于这种板甲来说伤害极其有限。思念的攻击让自己产生了硬直，邓尼茨回手一刀又划破了他的皮甲，在他的身体上划出了一道伤口。负6354，冰霜武者防具上的劣势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第64章刀客对决。板甲对皮甲已经是个重大劣势了，而且对方还是个高攻击的职业。思念已经开始喘粗气了，失血让他的体温开始下降，香汗流到了大腿上，立刻就凝结成冰。邓尼茨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他看了看铠甲上的裂痕，人类能做到这个地步值得赞赏，我不会一下子杀死你的。唰，他的身影消失了，下一个瞬间他出现在了思念背后。擦擦，思念洁白的大腿上又多出了2道伤痕。啊！他吃痛踉跄了2步，原本2人刀法上的差距根本没这么大，就是因为邓尼茨身上那件黑色铠甲，刚才打得有些急躁了，应该缓一缓，多积累几层剑气，这样就能打出破甲效果了。思念的头脑在飞速运转，邓尼茨笑着说道：“你知道吗？我们双精灵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收集强大对手的首级。真没想到，人类这个软弱的物种里，居然还有像你这样的高手。”嗖，他又消失了。赤龙闪，剑气以泰山压顶的势头劈向了思念。当当当，3声金属撞击的声音，思念双手持刀后退了几步，他周围的地上出现了5条深深的刀痕。哦，还有余力吗？真不错。邓尼茨从一棵巨树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你有资格成为我的收藏品，我要把你慢慢放血致死，然后趁你还没有咽气的时候，慢慢割下你的首级。这时候你的大脑不会马上死去，意识也能够保持清醒。接着我会用秘法把你的首级保存起来，千年万年都不会腐化，你的意识也不会消散。你应该感到开心，这是我族的最高奖赏。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刀收回了刀鞘。这是要再来一次拔刀斩吗？思念做好了防御架势。没有用的，这一招你防不住。不过有点遗憾，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邓尼茨逼逼赖赖一大堆话，思念确实一句都没听懂，不过也能猜个大概。对方已经在宣判他的死亡了。思念深吸一口气，他的鲜血流到了刀身上，雪白的刀身忽然被一层红色的符文缠绕。思念单手持刀，刀尖朝着地面，他放弃了架势。邓尼茨稍稍惊讶，然后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怎么了？这么快就要放弃了？我才刚刚兴奋起来呢。不过无所谓了，把你砍成人棍之后，你更能感受到痛苦。双精灵是虐待艺术的大师，痛苦的尖叫和求饶的呐喊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味的精神刺激。生于苦寒之地的他们非常注重感官享受。思念想起了在皇朝培训班上学到过的知识，虽然放弃了架势，但是他的眼神里并没有一丝要放弃的意思。邓尼茨把手轻轻放在了刀柄上，不慌不忙地朝着思念走了过来。1步2步3步4步5步，思念脑子里计算着对方的步子。这个蓝皮是管用右手的。拔刀的瞬间，
他左边的肩膀会微微下沉，右脚会往前踏半步，膝盖也会微微弯曲，而且在拔刀之前的一瞬间，他会用大拇指轻推一下刀鞘。思念的目光移到了对方的手臂上，邓尼茨的臂甲上有一层螺旋纹装饰，不对，这不是装饰。刚才在10步的距离他就出手了，其实他的身体是向前小跳了半步，刀身和手臂也没有看上去这么短。最重要的是，那个螺旋纹是一个魔法阵，应该是一个短距离传送法阵，能够让他的刀身直接够到自己的脖子，然后再接收回去。呵呵呵呵，思念突然笑了出来。邓尼茨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走着，在距离思念10步左右的距离上停了下来。这一瞬间，时间好像已经静止了。关，思念发动了冰霜舞者的固有技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五感的敏感度。此时，他甚至能够听见邓尼茨的心跳声，能够看见他体内血液的流向。然而，他的身体依旧保持着无驾驶的状态，他的头顶和肩膀上已经开始有了积雪。两个人就这样站着不动。时间1分1秒过去，邓尼茨的脑海中思念已经被籽切成了数段，然后又被组装起来。他正在思考用什么方法切最能保留住对方的痛苦。刀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必须选择一个适中的出刀速度，切口尽量避开思念的大动脉，组好用刀尖划开他的皮肉，刺激他的中枢神经，一定要最大程度的保证思念能够感受到刀刃切入身体的痛楚。杀法已经在他的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了，但是出手的时机还未到。两人仿佛两个泥塑一样站在雪地里。突然，嘎啦一声，积雪压断了巨树上的一根枝杈，树枝掉落了下来。这一个瞬间在两人的眼里仿佛慢镜头一般。就在树枝划过两人眼睛的位置时，有那么1/1000秒的时间，两人的视线都被遮挡了一部分。就是现在，两人想到了一起。思念清楚地感受到了对方心脏在剧烈收缩，气凝聚在了他右手上。来了！自己左耳已经感受到了刀刃带来的威压。邓尼茨是打算划破他的肚子，让内脏流出来。传送距离被他故意缩短了大概1寸左右。就在刀尖快要碰到思念的身体的时候，他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道传送门。思念嘴角一勾，露出了一个同样狡黠的微笑。下一个瞬间，在邓尼茨胸口位置前方2步距离内出现了传送门的出口。雪白的刀尖缠绕着红色皱纹，率先从传送门里呲了出来，紧跟着是思念的身体。飞燕穿连 X2， 嗖的一声，他的身体交错穿过了邓尼茨。对方的刀身连同手臂的一部分已经被传送到了10步以外的位置，根本来不及收回。此时他的胸口露出了大空档，思念的刀尖刺破了他的黑甲，扎进心脏的位置。接着他稳住身形，从邓尼茨后心的同一位置再刺一刀。-57222， -60283，弱点攻击破甲加5层剑气加持，直接打出了爆炸的伤害。第65章，继续向前，带他们回家。扑厄呀！邓尼茨一口老血吐了出来，155000的血量，一招之下就已经去掉了2/3，何等恐怖的杀伤力！现在在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先前的悠然自得。他抬起手指着思念说道：“2打1，你不讲武德。”思念的脸上挂着微笑，在斑驳的树影下显得极其诡异。这个时候，邓尼茨感觉到手臂一阵刺痛，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对方：“你不可能，你是……”就在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一声龙吼，瞬间，思念觉得力量再次回到了他的身体。他的面板下出现了一个 buff， 胜利之歌。动气在他的刀身上凝结，刀身上的皱纹消失了，整把刀似乎跟思念的手臂融为了一体。思念手腕一抖，刀尖指着邓尼茨：“等一下！”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只不过思念再没给他机会。白鹤无双华，雪白的刀光如同细雪一样在空中飞舞，每一片都精准地落在邓尼茨身体的不同部位。轰的一声，剑气直接削平了附近的巨木，倒下的树干上被寒冰包裹，如同镶嵌了水晶的装饰品一般。动气凝结成一只白鹤，以思念为中心直冲云霄。唰啦！邓尼茨的身体碎裂成了无数小片，脑袋一下子飞到了空中。思念把刀一横，邓尼茨的脑袋稳稳地落在了他的刀身上。收藏品吗？真是恶趣味！咔啦！邓尼茨的脑袋被冰封，然后碎裂成了小块。这时候，苗万万从远处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道：“抱歉啊，刚才看着实在危险，忍不住出手了，打扰了你的决斗。”啊，没事，谢谢你。哎，苗万万有些纳闷，武者最喜欢跟强者战斗了。刚才遇到邓尼茨的时候，思念表现出一脸的兴奋。跟强者比试的时候有第三者干预，这应该是最忌讳的事儿了。思念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板着脸说道：“我只想赢，手段什么的不重要。”接着，思念捡起了地上的那把红刀，真大，赤红丸，品质稀有级，需求等级30，敏捷加350，力量加90，唯一被动流血，砍中敌人之后有10%的概率造成流血效果。稀有品质的蓝装能在这个地方爆出来很难得，回去以后按规定应该上交给公司，等待公司的再分配。自己用的这把跟这个赤红丸是一个品级的，换不换都行，倒不如回去以后让公司给自己换一套高级点的防具。想到这里，2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确认2个人都安全之后，陆成双才敢放心的舔包。你获得寒冰核心，你获得巨龙之冠，你获得龙鳞 X20， 你获得混沌之眼，一件圣骑士用的蓝头，剩下的全都是材料。陆成双把它们全都丢进了空间里。天空中的暴风雪已经停了，冰冷的阳光重新照耀在了大地上。这时候，一旁被冰封的黄毛化动了，他瘫软在了地上，喘着粗气。他手里牢牢地抓着长剑。人呢？那个法师呢？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法师被我给打跑了，你的2个朋友没了。你运气好，捡了一条命。不得不说，这个黄毛运气是真的好。被直接冰封之后，身体是极为脆弱的。刚才白龙把大地撑裂的时候，他没事儿。2只巨龙在地上翻滚，扭打的时候也未伤到他分毫。大范围的双指吐息，连碰都没碰到他一下子。最后苟到了大结局，成功复活。不得不说，这家伙有点气运之子的味道了。黄毛站起来，用剑指着陆成双说道：“他妈的，你把法师放跑了？你应该拖住他，等老子复活，然后再一剑砍了他。怎么能把他给放跑了？你不是法师吗？怎么不给老子放个驱散之类的魔法？我知道了，你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吧？作为一个职业猎人，你居然甘心做官方的狗？那个白龙抱了什么东西？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你应该拿出来给。”砰！一声巨响，红色的大拳头在黄毛的后脑勺子上狠狠地来了一下。黄毛吭都没吭一声，就直挺挺地扑倒在了地上。吵死了！说完，陆成双叫来了一只蓝魔象，把黄毛扛了在了肩上。2拨人汇合。现在我们怎么办？要回去吗？苗万万率先发问。现在回去他们也可以交差了，把刚才拓荒团的人头交回去，就说剩下的人都死了，尸体都没找到，接着汇报一下双精灵的事情就可以了。一般的私企的团队都是这么干的，都是充钱来的，玩什么命啊？这个小队名义上的队长是思念，陆成双在等他先发话。现在雪停了，能见度较好，我们可以顺着双精灵来的方向往里走走，说不定能找到那些队员的尸体。说着，他拿出一瓶红药水，顿顿地喝了起来。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但破掉的衣服却没法修复。我同意，可是有一个问题。陆成双指了指蓝魔象身上的那个人。这个家伙怎么办？让他自己回去吗？还是我们要带着他一起去？黄毛也是皇朝集团的签约猎人，再看不对眼，跟思念也是同事关系。出于礼貌，对他的处置要征询一下思念的意见。沉默了一会，思念开口说道：“就把他丢在这里吧，不用管他自己能找到回去的路，就算他醒了，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往里走的。”好！砰一声，蓝魔象把他像一条死狗一样扔在了地上。黄毛还是毫无反应。在出发之前，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明确一下。”陆成双说道：“队员的尸体如果找到了，你们就带着他们先回去。我判断这附近肯定有个跟双精灵有关的副本，我打算进去看看。”那怎么行？我们是合伙人，不能让你一个人下去。同意。面对未知副本，战力越充足越好。这次听我的，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第66章，奇袭双精灵营地。这件事是我的私事，我不想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可是，苗万万还想争辩，但是陆成双摆了摆手：“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放心，我心里有数，死不了的。”我懂了，那就这么办吧。思念点了点头，抢先说道。一行人继续朝着森林的深处进发。暴风雪虽然不见了，但是空气中弥漫的能量波动还是会让他们几个人感到不舒服。周围所有的巨木长得都一个样子，除了天空中那个冰冷的太阳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辨别方向了。这样漫无目的的找下去不是办法，迟早他们也会迷路的。等下，都停下来！陆成双招呼了一声，然后站在一棵树下，念头一动，鸟看。瞬间，陆成双的眼睛变成了白色。陆成双开始共享比翼鸟头观带来的视野，一望无际的林海在一座山脚下戛然而止。等等，这里什么时候出来一座山的？难不成是因为之前的异变？山脚下传来一阵阵幽蓝色的光芒，他们几个感受到的能量脉动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视野继续往下沉。那个是……陆成双发出一声惊呼，紧接着视野断了。怎么了？你看到了什么？陆成双摇了摇头说道。看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个传送门的入口，但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副本传送门不一样，更像是个裂隙。陆成双指了指太阳落山的方向，西边多出来一座山，那个裂隙就在山脚下。思念朝着西面望了一眼，凭我们的脚力走到了太阳也下山了，不如就在这里扎营吧，明天再走。不用，没那么复杂。苗万万摇了摇手指，一副只有他和陆成双两个人知道秘密一样。陆成双念头一动，一只身披黑甲的黑龙穿过传送门。思念的扑克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你到底有多少只召唤物啊？陆成双笑了笑，翻身上了龙背，然后伸手说道，有很多，慢慢你就知道了。三个人骑在龙背上，也没有让黑龙的速度减慢分毫。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那座山的上空，裂隙闪着幽蓝的光，非常惹眼。裂隙的周围，双精灵已经建起了一座营地，具体多少人尚不清楚，但是刚才肯定要比刚才那一波多。这个距离来一次吐息，先把他们消耗一波。思念指着下面的营地说道。陆成双尴尬的挠了挠头，这龙没有攻击力，只是单纯的坐骑。吼吼吼！黑龙似乎很不满意，发出了一声吼。不过因为某种限制，他也确实没有战斗力。于是一行人降落在了营地的外面。精灵的视力比人类好很多倍，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们了，距离太远，处于弓箭的射程之外。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刚走到营地门口，箭矢就如同雨点般砸了过来。护盾，嗡嗡嗡！三个人身上被魔法屏障笼罩，接着他又召唤出了15只迅捷蟹挡在自己的前头，箭矢对他们的甲靠毫无办法。大小姐，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小宝贝传送到他们身边去。没问题。闪烁，一阵传送门的闪光，周围所有迅捷蟹被一个个传送到了那些双精灵弓箭手的身边。就算他们敏捷再高，也达不到瞬间移动的地步。迅捷蟹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双精灵们十分惊讶，但不等他们做出任何反应，刃足就划开了他们的身体。呀！哀嚎声四起。击杀双精灵弓箭手，击杀双精灵弓箭手，击杀双精灵卫兵。苗万万在一旁放着奥数飞弹补充伤害，确保每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精灵都能够死透。奥数能量穿透了他们的身体，甚至有些能量弹直接将他们的身体炸得四分五裂。什么呀？这些家伙很软弱吗？因为这些精灵都是民兵，跟刚才那些职业士兵有本质上的不同。双精灵有个传统，就是全民皆兵。小孩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兵刃，不管今后从事何种工作，他们都会进入部队服役一段时间。思念跟两人解释了一下双精灵的社会构成。陆成双沉思了一会，问道，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集团的图书馆里，据说那里储存着从副本降临之前就有的关于怪物的知识。闻言他有些惊讶，公司居然会有这种底蕴。他突然对皇朝的图书馆产生兴趣了，说不定那边也会有关于古神的记载。这么说，我们杀死的都是些老百姓哥？苗万万问道。没错，但是对怪物手软是愚蠢的行为。思念提醒了大小姐一句，战场上最要不得的就是怜悯，唯一抱有的念头就是尽快弄死对方。陆成双一抬手，天空中出现了数十个传送门，迅捷蟹如同雨点般落在了营地里。杀光！指令下达，迅捷蟹如同高效的杀戮机器一般，收割着对方的性命。不到半小时，营地里就被清空了。海量的经验值让陆成双的身体笼罩在了光芒里。Level up， 他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人物陆成双，等级21，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77300，法力值12260132260，耐力19802060，敏捷15451585，智力4115加34915加300，精神4060加34860加300，550个召唤位，650个召唤位。恭喜恭喜！一旁的两人简单的向陆成双道贺。走吧，我们进去。前头两只红魔象开路，一行人走到了营地里面。他们很有默契的没有理会地上四散的尸体。这时候舔包可能会让藏在阴影处的敌人有机可乘。陆成双把一半迅捷蟹留在身边，另外一半放出去搜查营地里的那些帐篷。这里刚建起来不久，还堆放着很多用来搭建的材料。这时候就在营地的一个大帐篷里，迅捷蟹发现了那些失踪的队员。第67章混沌之眼，古神和祭祀。几人匆忙赶了过去。大帐拉开的一瞬间，三个人都惊呆了。
那些队员全被肢解，然后重新缝合，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被组合在了一起。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中居然有一个还保留着意识。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嘴里发出了一阵呜咽。陆成双大概能猜到对方说的话是什么。苗万万扶着柱子吐了起来，跟陆成双下副本，他也算是见惯了血腥了。只不过这种变态的造型艺术刷新了他的世界观。等一下，你再忍一会。思念走不知何时走到了那个仅存的队员身边，安慰道，然后查看了一下这堆人肉造型。发现什么了吗？陆成双问道。思念点了点头。这个符号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想要用痛苦的灵魂取悦他们的神明，延长他们某个重要人物的寿命。双精灵是高等精灵的近亲，但是由于纵情享乐被逐出族群，发配到苦寒之地。据说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用魔法漂浮起来的巨大方舟，与世隔绝，常年漂泊在苦寒之地，靠着劫掠为生。热衷于极致感官刺激的他们，发明出了各种奇怪的祭祀活动。像这个人肉组成的符号，在双精灵的文化里有特殊的含义。思念拿出纸笔，比着图案给画了下来。在他的讲解之下，两个人大概明白了双精灵的文化习俗。我回去公司查一下这个符号的具体含义，之后再告诉你。陆成双点了点头，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幸存的队员。被挖去眼睛，割掉舌头，砍断四肢，然后跟其他尸块被缝合在一起的他，是想让自己给他个痛快。思念抽出刀来，正准备这么做，却被陆成双给拦住了。等一下，他还有救。什么？你是说复活十字架吗？他身体缺失的部分太多了，就算是牧师和圣骑士的复活术也没办法。没这么麻烦，你让一下。灵魂石绑定。嗡的一声，陆成双的手里出现了一个七彩的灵魂石，然后他对思念点了点头。对方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着他。厉害，这个能力真方便。动手吧。话音刚落，思念的手臂就化成了一道虚影，唰的一下切下了对方的脑袋。几秒钟以后，灵魂石开始放光，逐渐重塑了对方的身体，甚至身上的装备都被复制了出来。思念暗暗感叹，这个能力比复活术好用多了。复活十字架也好，还是复活术也罢，首要条件是对方的尸体最好完整。如果被打烂或者拍成肉饼，那也最好让身体的各个部分不要分离得太远，这样复活术才会发挥作用。但是眼下这种情况，这个姑娘的身体部分已经缺失了好多，很有可能是被他们给吃了。这样的话，即便复活，她最好的情况也会是个残疾。陆成双的这个灵魂石却可以做到重塑对方的肉体。如果放在市面上，哪怕他下副本什么也不做，专业复活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广告标语他都想好了，即便被人轰杀致渣，也能让你活过来。光芒过后，女孩子瘫软在了地上，她喘着粗气，显然被临死噩梦般的景象给惊吓过度了。慢慢的，她的脸上表情从恐惧变成了愤怒。我要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他们都死了，告诉我这是谁干的？陆成双蹲在了他的身边，让外面的迅捷蟹取了几个双精灵的人头过来。看到这么多颗敌人的头颅之后人，女孩子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点。我们整个队伍进入森林以后，没走多久就被弓箭手伏击了。我们的2个射手经验老道，开始还打得有来有回的，我们觉得很好应付。但是来了个法师人，他用了一种邪门的法术把我们全都冰住了。再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了这个营地。我们所有人都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能猜出来大概要用生命进行祭祀。然后就开始哦，他说到一半就吐了出来。死亡时候的阴影还在困扰着他。苗万万轻拍了一下他的后背，他忍住了强烈的不适，继续说道：那个法师拿了一颗珠子，黄色的，上面的纹理像是个漩涡。他拿起匕首在地上画了起来。陆成双一看，立刻就认了出来，这是混沌之眼。肢解我们的时候，他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然后我就看见几个队友的灵魂被这个东西给吸走了。后来他挖掉了我的眼睛，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女圣骑士不愧是官方拓荒队的，被如此虐待致死，还未丧失理智。从他的话里，陆成双听出了端倪。混沌之眼可以用来吸收活物的灵魂，再加上司念刚才说的情报，这堆烂肉摆出的造型是在取悦他们的神明。这些灵魂很有可能是供他们那个神明享用的食品。他看向了不远处的那个裂隙，表情变得逐渐阴暗。他们的神明就是那个法师所说的古神吧？不过听完了拓荒团的遭遇，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弄清古神是什么了。这些家伙都该死，没有一个无辜的。于是陆成双站起身来，对着身边的2个人说道：好了，情况我大概知道了，你们2个带着他先回去。你确定自己一个人下去 OK 吗？思念问道。我的手段你不是见到了吗？
我没这么容易死的，注意安全，等你回来。苗万万说道。紧接着，那个女孩子站起身来说道：你是要进去吗？我要跟你一起进去，我要为队友报仇。不用，你现在的任务是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金秘书，黑山市恐怕不止这一个麻烦，放心，你队友的仇我一定会帮你报的。那个女孩子还要争辩，却被思念一把拉住。我是皇朝救援队的猎人，我们队伍为了过来找你们已经折了2个人了，都是 A 级的好手，你不回去我们拿不到政府的补偿，所以请你配合。第68章，告诉我法师在哪儿，我可以考虑留你全尸。3人走了以后，陆成双独自来到了裂隙入口。刚才他们感受到的能量波动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他抬头向上望去，裂隙足足有5层楼这么高，裂口周围有些像是肉瘤的东西在蠕动着，像是某个生物开膛破肚后的伤口一般。陆成双走进裂口，一阵白色的闪光之后，他再次睁开眼睛，自己站在了悬崖边上，旁边就是一望无际黑色的大海，天空中乌云密布，细小的雪花随风飘荡着，自己脚下的大地全部都是一片乌黑。不对，这不是大地，这是人工铺成的石板。所谓的悬崖也只是某个人造建筑的边缘。他打开面板上的地图人，黑色方舟。原来如此，这里就是这帮双精灵的老家吗？这个叫做黑色方舟的东西到底有多大？往两边望去，根本望不到尽头，自己的正前方被一片云雾遮蔽了视野，浓雾之中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黑色影子，像是个建筑的轮廓。鸟瞰，陆成双发动了装备技能，他的视线被带到了方舟的上空，透过浓雾可以看到黑色方舟庞大的身躯，这个东西的轮廓是一个菱形，它的边缘是锯齿状的，就在它正前方有一个高塔型建筑，像是一道门。塔的另外一侧是一个黑色城市群，因为浓雾的关系，他根本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接着，陆成双把视野拉到更高的地方，他发现这个叫黑色方舟的东西，与其说是方舟，不如说是一块漂浮的大陆。而这整个世界大得出奇，从视野带给他的感觉来看，应该是跟自己世界同样的大小。老规矩，迅捷蟹探路。收回视野之后，他召唤出了5只迅捷蟹。探路，迅捷蟹快速朝着不同的方向散开，消失在了浓雾里。很快，地图上显示出他们的视野，前方黑色的轮廓是一道城墙，而那座黑色的尖塔是个瞭望塔。不过，城墙上、瞭望塔上都没有人，这里安静的要死。陆成双甚至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他走到了那个城墙的大门口，黑色的大门表面附着一层金属。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过来的裂隙已经消失在了迷雾之中。召唤，陆成双连续使用了召唤技能，叫出了10只红魔象和2只蓝魔象。触发被动之后，又召唤出了1只龙兽。敲门，哐哐哐，巨兽们开始疯狂冲击着这道黑色的大门。就算是再坚硬的金属，也有熔点。红魔象的火焰光环不一会就把大门烧成了红色。哐当一声巨响，在龙兽的猛烈撞击之下，大门轰然碎裂。这时候，瞭望塔上才响起了钟声。卫兵的反应速度这么慢，不像是双精灵的作风。不过，陆成双也顾不得这么多，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20几个双精灵堵住了缺口。人类领头的那个双精灵队长发出了惊呼：怎么了？看到很意外吗？你居然会说我们的语言，你到底是什么人？陆成双脸上露出了一个狡黠的微笑。我是你的阎王。话音刚落，迅捷蟹就如同雨点般落在了这些人的头上。呀，这是什么东西？好硬！叮叮叮，刃足和刀锋交织，发出了金属撞击的声音。双精灵们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打乱了阵脚。眼前的这几个都是战士，身上穿的黑色铠甲好像没有邓尼茨那么高级。迅捷蟹的刃足很轻易就能划开他们身上的铠甲。负9832，负8823，负9845。伤害虽然有减免，但是强度算是正常。鲜血从他们的伤口中喷涌而出，洒在了地上。但是陆成双注意到，这些血洒在地上的时候立刻就消失了，好像被地面给吸收了一样。好奇怪，难不成这里有什么法阵？他抬头扫视了一圈，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符号。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按照思念提供的情报，这些人应该是所谓的民兵，战斗力原本就不行，而且看他们的等级也不是很高，基本都是25级上下。领头的那个队长有30级，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也无法同时应付2只迅捷蟹。陆成双站在战场的后方，冷眼看着这些双精灵被屠杀，鲜血、碎肉、残肢漫天乱飞，留下一个人，剩下的全部杀掉。他下达了一个指令，龙兽冲进了人群，
几乎是一口一个将他们咬成了两段。几分钟的功夫，这群民兵就被屠杀殆尽。迅捷蟹围住了那个奄奄一息的队长。你们这里的人呢？都去哪儿了？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厉害的法师？人类，你不要嚣张，警报已经发出去了，很快我们的人就会来了，我们会把你做成纪念品。说着，队长咧嘴笑了起来，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这时候，陆成双感到大地微微震动，好像有很多人正朝着这个方向赶来。不一会，浓雾渐渐散去，大队的双精灵将他团团围住。这一波的每一个人手持长矛和盾牌，身上被黑色的甲胄覆盖，头盔上黑色的面甲盖住了半张淡蓝色的面孔。这些人的装备比刚才的民兵精良太多了，每一只的血量大概在45000至65000之间。你死定了！呵呵呵呵，你死定了！躺在地上的队长一边笑着，嘴里一边重复着这样的话语。这时候，从队伍的中间走出一个骑着迅猛龙的黑甲骑士，他抬起长枪指着陆成双问道：“人类，你是怎么来到黑方舟的？有什么目的？老实交代，我可以给你个痛快的死亡。”然而，这个时候陆成双在意的并不是他的话，而是对方胯下的那只迅猛龙。这东西看上去比普通的马匹帅多了，但是他念头一动，鬼火战马穿过传送门，全身电镀光泽的银甲晃得在场所有人都睁不开眼。陆成双翻身上马，用手中的低银指着那个迅猛龙骑士说道：“你们的大法师在哪里？我来找他办点私事。老实告诉我，我可以考虑留你们一个全尸。”第69章，精灵的灵魂，最美妙的盛宴。几秒钟的沉默以后，那群双精灵爆发出一阵笑声。哈哈哈！人类，你太嚣张了。不过好好调教一番的话，你应该会是个不错的宠物。哈哈，大人，把他送去竞技场吧，让他跟科莫多巨兽厮杀一定很好看。我想看他跟巫灵对打，那种虐待手法用在他身上。这小哥哥长得细皮嫩肉的，还是留给我吧，我有很多玩法想在他身上实验一下。迅猛龙骑士举了举长枪，周围的人群马上安静了下来。我想过了，既然你是来找大法师的，那我们就把你献给大法师，让他举办一个盛大的献祭仪式，让我们的血液在古神的眷顾中沸腾。啊啊！周围这群双精灵就像嗑了兴奋剂一样，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就好像已经看到了献祭的现场一般。血腥刺激，变态的虐杀，即便是想一想也会让他们感到兴奋。就在他们的欢呼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陆成双低声说了一句：“厄运降临。”诅咒刚好施加在了的那个奄奄一息的队长身上。啊！撕裂灵魂的痛苦让他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周围人错愕，但是也很享受地看着他在地上扭曲着身体。双精灵对于痛苦的追求不仅仅来源于外族，对于同族也是一样。其实叫他们爽精灵更合适。砰的一声，队长的身体炸裂开来，变成了一道传送门，火红的岩浆喷涌而出。好，人类这次精灵！哈哈哈哈！深渊恶魔原本打算对陆成双的召唤抱怨两句，当他看到眼前这群双精灵的时候，爆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对于陆成双来讲，这笑声就是难听了一点，并没什么特殊的。但是眼前这群双精灵一个个面部表情都开始扭曲，那是一种由灵魂深处的原始恐惧产生的表情。哦吼，双精灵和恶魔之间好像有某种羁绊，这个要记录下来。领头的留下，其余人杀光。遵命！深渊恶魔这次出奇的听话，手中的巨斧猛地挥动了一下，嗡的一阵风声，前排10几个爽精灵就被打飞了出去。-12343，-12847。深渊恶魔的伤害比迅捷蟹多了3000点。陆成双抚摸着下巴，突然明白了什么。哦，原来如此，装备产生的召唤物好像可以无视等级差距，这个在高中课本里可没有学过。记录下来回去发给教委，让他们更改一下教材的内容。此时双精灵们完全丧失了战斗欲望，阵型溃散，有些则干脆丢了武器，发疯似的逃窜。恶魔，是恶魔！救命啊！我不想被恶魔杀死，快跑！他会吞掉我们的灵魂！啊！只见深渊恶魔抓起一个刚刚死去的尸体，把一团银白的雾气吸进了自己体内。紧接着又是一个，这是吸魂吧？就如同先前那个双精灵法师对那些队员做的是一样，只不过精灵的灵魂对恶魔来说好像有特殊的魅力。深渊恶魔甚至拿起了那些还未死透的双精灵开始吸食，被恶魔吸食过的身体会迅速干瘪，如同被抽光水的水袋一样。嘟嘟嘟嘟，那个迅猛龙骑士突然吹起了号角，精灵们听到号声方才止住崩溃。陆成双注意到这些精灵的眼睛里开始冒出红光，
精神控制。由那只号角发出的技能，让眼前的这些双精灵全部都陷入了癫狂。一只深渊恶魔而已，跑什么？古神会眷顾我们的，给我杀！话音刚落，那些被施加了 buff 的双精灵发疯一样冲向了深渊恶魔。巨斧的攻击范围很大，但还是有长枪时不时刺中恶魔。负1734，负1644，负1834。恶魔是他们的天敌，长枪造成的伤害有限，不过他的召唤时间也快到了。杀光他们！周围的迅捷蟹快速反包围了这群双精灵，从他们背后挥动着刃足划开他们的躯体。但是受到致命伤害的双精灵完全不理会那些迅捷蟹，选择继续围着深渊恶魔砍杀。就连那个骑着迅猛龙的首领也被号角所影响。火球术，红魔像的大火球肆无忌惮地朝着人群扔了过去。轰轰！火球爆炸，释放出的冲击波把一群双精灵给掀翻。海蓝之谜，陆成双让小青蛙给在场的所有召唤兽增加了一个 buff， 刃足挥动的频率变得更快，火球术的 CD 时间变得更短。爆炸声、惨叫声四起，火光四射，鲜血飞溅。恶魔再次发出了骇人的笑声，这次吸取的灵魂够他消化好一阵子的了。这次我很满意，人类，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也要吃到像这样高品质的灵魂。随着一声低吼，恶魔的身体消失在了现实的帷幕之中。现场的双精灵也都所剩无几了，迅捷蟹和魔像们进行了最后的收尾工作。莫死透的补刀，死透了的啃食掉尸体，恢复生命值。而那个骑着迅猛龙的骑士则是被刺穿了肩胛骨，狠狠地按在了地上。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吗？陆成双问道。人类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等一下，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陆成双拿出一颗混沌之眼，慢慢靠近他，他的脸色由兴奋变成了恐惧。对了，这些家伙知道混沌之眼的用处，对这东西非常忌惮。肉体上的伤害对他们来讲是种愉悦的体验，灵魂被封闭，感受不到任何感官刺激，才是对他们最痛苦的折磨。告诉我，不然我就把你放进这个小球里，让你在接下去的10000年里感受不到任何愉悦。等一下，我告诉你。他指着远处的阴影说道，那边往前走，所有人都在里面。话还未说完，他的额头上就出现了一个红色手印般的印记。他的身体痛苦地扭曲了几下，然后彻底咽气了。陆成双眯起眼睛，向浓雾中的那个阴影望去。呜汪呜汪，2声低沉的号角声穿过了浓雾。第70章，谋杀大厅和群鸦王子。陆成双隐约能看到浓雾的那头有个巨大的轮廓，号角声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雾实在太大了，他根本看不清，不过从轮廓上来看，像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奇怪了，刚才使用鸟瞰技能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种体量的建筑。陆成双召唤出了黑龙，他打算飞到上空去一探究竟。副本的外面，官方的营地里，金正范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道，你们疯了吧，让他一个人去那个不明情况的副本，等级和状态都不清楚，这不是让他去找死吗？现场的气氛陷入了尴尬，没人敢接他的话茬。金正范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个圣骑士的身上，他们没有经验，你也没经验吗？陶歉，抱歉，教官，都是我的责任。那个圣骑士说道，他是官方的人，所以他必须首先做个表率。这时候思念开口说道，金秘书，这件事情跟这位没有关系，听任陆成双下副本是我们一致的决定。金正范叹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理由，陆成双的召唤物想必您已经见识过了，我们几个人之中他的能力最强，下副本越级杀怪的事情他已经做了不止1-2次了。那个副本感觉很奇怪，并不像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副本，如果不当即调查清楚，恐怕会给黑山市带来灾难性后果。金秘书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那也应该等支援到了再下去，没有那个时间，况且市里应该也没有多余的资源了。金秘书已经打过申请了，不是吗？思念说到了重点，早在他们几个刚出发的时候，他就已经跟孙市长汇报过情况了，并且亲自申请了支援。但是孙德胜以市区的安全更需要保障为由，一直拖延支援的进度，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调动了武装部，但是这样的私人关系也不能一直用，所以思念的判断是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陆成双下去看看情况，等他出来以后再制定下一步的计划。哼，那小子以为自己有点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算我们劝了，真的能劝得住吗？黄毛开口说道，脸上挂起了那让人不舒服的笑容。总之，那家伙的死活跟我没关系，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您是不是该兑现报酬了？你放心，答应你的报酬1分都不会少。金正范沉着脸说道，他握紧了拳头，要不是职位所限，
他真想一记老拳砸到这个黄毛的脸上。就在这个时候，金秘书的电话响了起来。喂，金秘书，不好了，副本安全区那边出事了，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浓雾笼罩着的天空中，一只黑龙飞过，发出了一声低吼。好，陆成双低头俯瞰，此时他正越过那个巨大的建筑。这个地方通体黑色，四周有4个高塔，号角的声音就是从这个高塔上传出来的。虽然是封闭的建筑，但是陆成双依然能够隐隐听见里面传出来的呐喊声。黑龙降落在建筑外侧的空地上，他随手解决了2个双精灵守卫之后，打开了地图。谋杀大厅就是这个建筑的名字，但是这里的守卫并不是很严格，杀死了几个固定岗哨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出现了。陆成双走到了大门处，硕大的通体漆黑的大门上用金色勾勒出了一个纹样，那是一只大手，中间有一颗全食之眼，跟自己先在史泰格身上看到的完全不同。这时候陆成双感受到胸口处传来一阵刺痛，那个莲花状的印记发出暗暗淡绿色的光芒，好似在跟墙上这个图案共鸣。这也是个古神的标识，到底有多少个古神啊？陆成双推开大门，沉重充满血腥味的空气扑面而来，紧跟其后的便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往里看去，这是一个黝黑的通道，在通道的尽头隐约可以看见光。陆成双走进了通道，眼睛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他仔细观察着通道的两边，上面刻满了他看不懂的文字，还有一幅幅精美的浮雕，雕刻上的内容跟角斗有关。周围的灯里闪着蓝色的光芒。随着离出口越来越近，陆成双终于听清了欢呼声：哈登，哈登，哈登！杀了他，杀了他！陆成双站在了通道口，看到眼前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四周的看台上已经座无虚席。竞技场的中央有2个人，准确的说是一个人和一个怪。倒地的那个身体上长着4只手臂，每一只手臂都握着一柄带倒刺的长刀。另外一个人站在他的身上，手持2柄短刀，背后还有一把复合弓。这个人不像是双精灵，他的皮肤跟人类一样红润，充满血气。黑色的长发被梳成马尾，高高的绑在脑袋后面，表情阴郁，像是在怜悯地上的这个对手。折磨他，折磨他，折磨他！周围的观众不停地呐喊着。这时候，对面的看台上，一个穿着黑斗篷的人抬了抬手，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紧接着，那个人跟旁边语了2句。那个人走上前来，用法杖狠狠地砸了一下地面。吼吼吼！观众席再次爆发出了欢呼声，而一旁观看的陆成双一眼就认出了看台上的那个人。史泰格，终于找到你了！此时，竞技场内那只精灵绿色的杏核眼里忽然闪过一丝凶光，他手腕一翻，一个华丽的转身切断了那个怪物的喉咙。场内响起了一片欢呼。这时候，陆成双走进了竞技场内，他勾嘴一笑，看着台上的史泰格。对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一个邪魅的笑容。他趴在那个黑袍旁边低语了2句，随后站起来宣布：挑战者出现了，加赛一场！吼吼吼！哈登杀了这个人类，杀了他，虐死他！此时，哈登举起刀指着陆成双说道：我是哈登，别人也叫我群牙王子，你就是我下一个对手吗？第71章主线任务：亲王的请求。陆成双对哈登使用了探查技能。人物：哈登，职业：超级压位，等级：生命值，等级和生命值都不可见。这家伙等级奇高，可是他的名字是黄色的，说明敌意程度不高，仅仅是会反击对自己有敌意的目标。其他的双精灵名字可都是红色的。这个人有些古怪。我的目标不是你，我们没必要战斗，我们的目标是上面那个家伙。他抬起匕首指着楼上的史泰格。陆成双试探性的说道。哈登眸子一动，表情依旧沉着的如同平静的湖面。别说笑了，这里是谋杀大厅，站在这里的人都是见血的。话音刚落，一片黑色的羽毛掉在了场地中央，哈登的身形消失不见了。瞬间他来到了空中，手持长弓对着陆成双。连珠箭，嗖嗖嗖，5支箭化作一阵光射向了他的脑袋。这时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传送门，叮叮叮，箭矢被迅捷蟹的甲靠挡了下来，紧接着迅捷蟹弓起背，噗，数根钉刺飞向的哈登。但是这种长距离攻击对一般的双精灵来讲都不算什么威胁，更何况这种 BOSS 级的人物。他的身体化作一团黑色的羽毛，消失在了。这时候，大厅上空出现了5只乌鸦，它们分散飞到了陆成双的不同方位，人忽然变成了哈登的分身。无影杀，连珠箭，5个分身在不同的方向朝着陆成双放箭，
箭矢如同机关枪一样密集地射向他。陆成双元的未动，传送光束一阵闪烁，迅捷蟹如同搭房子一样，用身体垒成了一座堡垒，把陆成双包裹在中央。叮叮叮，负138，负114，负134，金属与甲铐碰撞在了一起。迅捷蟹的甲铐十分坚硬，抵消了大部分伤害。里面的陆成双勾嘴一笑，到我了。只见外层的迅捷蟹猛地弓起身体，朝着四面八方喷吐钉刺。噗噗噗噗，钉刺以2马赫的速度射向哈登的分身。这样的如此近的距离，如此快的速度，即便是精灵族引以为傲的敏捷也无法完全避开。可是就如同刚才一样，钉刺在碰到分身之前，哈登的身影就立刻变成了羽毛。迅捷蟹还在持续射击，朝着四面八方喷吐。自创技能旋转机关枪。谋杀大厅的观众席可没有像竞技场的那种立场，钉刺直接打到了台上欢呼的双精灵，直接将一些人的身体打成筛子，有些则直接被打烂。密集的扫射在观众席前排产生了一阵血雾。吼吼吼！嗷嗷！过瘾！杀！杀！杀！陆成双此时注意到，这些被打烂的肉块和鲜血刚接触墙壁地面就消失了，而大厅周围正在释放一种让人兴奋的能量波动。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个大厅不应该是整个黑方舟都可以吸取生物的血肉，释放出让令人愉悦的能量波动。精灵对于情绪的感受比人类要敏感100倍，这些能量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极致的、令人癫狂的快乐。说白了，这里所有人都集体嗑嗨了。然而，同样作为精灵，哈登居然可以从这种能量中保持清醒。这家伙以前戒过毒吧？忽然间，黑色羽毛飘落，哈登出现在了陆成双的正上方，手持双刀朝着他劈了下来。这一击必定会砍到迅捷蟹的甲铐，他的刚才见过迅捷蟹的防御力了，怎么还会出这种昏招？这家伙另有所图。于是陆成双让迅捷蟹在堡垒上敞开一个口子，下一秒，哈登嗖的一下跌落到了那个口子里，刚好来到了陆成双的面前。迅捷蟹的刃足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想跟我说什么快点说吧。哈登一惊，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人类，你有点本事，跟我之前所有的对手都不一样，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事成之后必有重谢。主线任务，哈登亲王的请求。陆成双的面板上跳出了任务提示，按照一般副本的设定，完成了主线任务，他就可以从这里出去了。说说看，我的目标是台上那个穿着黑袍子的人，帮我抓住他，但别伤害他。我以亲王的名义担保，你会得到一件史诗级装备。抓住，但不能伤害。你跟他是什么关系？陆成双挑了挑眉毛问道。哈登沉默了，眸子里闪出一丝伤感。陆成双的话似乎刺痛了他神经。说实话，我不喜欢被人当枪使。哈登咬了咬牙说道。他是我的哥哥，伟大的精灵先王艾纳瑞昂的子嗣，马雷塔亲王。黑山市，因为异象的蔓延，此时的天空渐渐开始飘起了雪花。要知道，现在是7月，正值盛夏时节，天空中原本应该艳阳高照的，此时太阳也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小圆点。一架直升机飞越城市上空，缓缓地降落在了黑山市官方控制的副本安全区。这里距离花溪之城有3公里，正是上个时代留下来的遗迹。官方清扫了遗迹里的怪物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副本，那就是至今都未有人通关的小星星孤儿院。此时副本的安全区已经被拉上警戒线，官方的特勤队把 B 级以下的猎人都赶走了，里面只留下了10几个 B 级以上的高等级猎人。金秘书带着思念和陶倩下了飞机，看到一行人，这里的主管迎了上来。发生了什么事？副本发生异变了。那个中年的人的语气很着急，指着副本入口的方向。一行人来到入口处，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了一跳。只见那个入口比原本的扩大了10倍有余，传送门的光芒也从原本的蓝色变成了现在的血红色。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进去过吗？主管咽了口水回答道。昨天上午，那声爆炸之后，这里就开始慢慢变大，1天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刚才有开荒团下去了。你说什么？谁下的命令？不是让你封锁所有副本吗？是我。一个声音从众人背后传来。第72章群鸦盛宴。金秘书回头一看，孙德胜带着2个警卫朝着他走了过来。命令是我下的，有什么问题吗？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孙德胜这么说了，金秘书作为下属根本不好翻脸。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的优秀猎人，他明白这件事孙市长做的极不专业。对方虽然也觉醒成了猎人，但是一次副本都没下过，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有些时候会让人送命的。孙市长，
小星星孤儿院这个本儿你应该知道的，进去的拓荒团没有一个出来的，甚至连一本靠谱的攻略都没有过，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你怎么能贸然派人下去呢？哦，小金，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孙德胜扶了扶眼镜说道。没有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你就开始下定论了。小金啊，谁叫你这么做事的？他走到了金正范的跟前。你没有通过我，私自调动了武装部的力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件事我会好好向上面反映一下的。另外再告诉你一点，因为你的过错，我们黑山市里官方人手不足，刚进去的开荒团是我说服了私人企业，他们派人下去的。孙市长拍了拍金正范的肩膀。小金啊，你要学会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问题，做事儿别这么教条。你说是不是？齐总。金正范一回头，才发现齐东环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背后。这家伙的实力又长进了，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齐东环咧嘴笑了笑。多谢市长的信任，我们东环一定会为黑山市分忧的。齐总为我们黑山市做出了重大牺牲，市里的人才扶持资源给到他们，我想你应该没有意见了吧？小金。谋杀大厅，迅捷蟹堡垒里面半天没有动静，外面的观众几分钟没有见到鲜血，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了。混蛋，你们在里面做什么呢？杀了他，虐杀他，谁杀谁都无所谓，快让老子见血，要不然老子亲自下去杀了你们！啊！杀杀杀！这就如同 DU 引犯了以后四处寻找真迹的药罐子一样，就在观众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啪啦一声，迅捷蟹堡垒塌了。哈登一个漂亮的后空翻，跳到了场地的另一侧。他举刀指着陆成双说道：“人类，你很厉害，能逼我使出绝招，我在这里要夸奖你。别废话了，快点！”忽然间，从大厅的四面八方飞进来大群乌鸦。这时候，哈登亲王的身体变成一团羽毛，消失了。群鸦盛宴，密密麻麻的乌鸦鸣叫着在大厅内盘旋。紧接着，他们的羽毛变成利剑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观众席上。溅雨撕烂的一大片观众的血肉，鲜血被谋杀大厅吸收。此时，看台上的双精灵完全没有感觉到害怕，反而变得兴奋起来。对，就是这样，鲜血，更多鲜血！啊！很多人干脆失去了言语能力，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不错不错，很好的技能，我也来帮你一把。说着，更多迅捷蟹出现在了场上，围成了一圈，一边旋转一边朝着四周大量喷吐钉刺。自创技能，自由机关枪。观众席上掀起一阵阵血雾，鲜血、碎肉被大厅吞噬。大量的活体献祭让这里释放出了更为猛烈的能量波动。更上面的观众虽然没有受到群鸦盛宴和机关枪的袭击，但是因为这种波动让他们直接陷入了疯狂。很多人失去了理智，互相厮打了起来，甚至有些无法控制自我的朝着对方疯狂撕咬，吞下新鲜的血肉。陆成双用眼睛见证着这如同修罗地狱般的一幕，心中大为震撼。精灵一族中居然还有如此堕落的分支，跟我来！这时哈登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陆成双朝着他指引的方向往最高处的看台跑去。1600点的敏捷让他这个法师身手不凡，3两下就越过了普通观众席。但是等到他们两人在最高处汇合的时候，看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史泰格和马雷塔亲王都从隐秘通道撤走了。这边走，跟我来！哈登带头跑进了通道，他好像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你之前来过这里？陆成双问道。哈登沉默了一会，回答道：来过。就这么直接追上去，你确定不会有陷阱吗？不会，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方舟就是我造的。什么？陆成双心里一惊，这跟思念提供的知识有些出入啊。哈登的话里隐藏着一个大瓜，关于双精灵的大瓜。这件事说来话长了，现在先要抓住我哥哥，不然整个双精灵，不应该说精灵族，说不定以后都不会存在了。陆成双闭上了嘴，不过他隐隐的觉得背后的故事才是关闭这个副本的关键。两个人快速奔跑了5分钟左右，前方豁然开朗，他们走出了通道，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回廊。回廊的两边雕刻着精美的浮雕，跟刚进入谋杀大厅时看到的有很大不同。这里的浮雕好似在讲述精灵族的某一段历史。高耸的穹顶上漂浮着各式各样蓝绿色的魔法石，为整个大厅提供照明。陆成双打开地图看了一眼，这里是鲜血回廊，直接连通血守圣殿。哈登说道：你要找的那个巫师就在这个圣殿里。你确定他不会带着人跑到别处吗？哈登摇了摇头说道：史泰格跟圣殿是一体的，在那里他会获得更大的力量，他不会蠢到放弃圣殿藏到其他地方去的。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需要处理一个大麻烦。他抬手指着回廊远处的阴影。陆成双似乎听到了整齐的脚步声，
他眯起了眼睛，仔细往哪个方向看去。阴影之中，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卫队朝着他们走来。黑守卫，双精灵的皇家卫队，个个都是剑术高手，他们的武器上有剧毒，碰到一下必死无疑。陆成双勾嘴一笑，巧了，我这里也有个高手。第73章鲜血与羁绊。艾琳，主人有何吩咐？一名金发少女出现在了两人面前。哈登看到她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紧接着变成了恐惧。恶魔，别担心，艾琳是我的朋友，不会随便伤人的。少女低眉顺目，脸上泛起一丝绯红。陆成双抬手指着前面那群穿着黑甲双精灵说道：“这些人归你了，我数了一下，大概有20个，杀掉他们。”是，主人。陆成双拍了拍他的肩膀：“帮我们开一条路，装备给我留着，其他的你随意。”是。怎么办？被主人夸了。艾琳夹紧了双腿，身体微微颤动，紫色的脸变成了深紫色。不是奴隶，而是朋友，这种身份认同是对艾琳最大的褒奖。去吧。嗖的一声，艾琳消失了。瞬步，下一个瞬间，她出现在了黑卫队的眼前。前进喷泉，西洋剑以极快的速度刺，前排的3个黑守卫的抽出双刀，用尽浑身解数抵挡，但是肩膀和腿部还是中了好几剑。-23439，-21000，-23000。黑守卫的等级是45级，艾琳有75级，等级压制加上强大的破甲攻击，即便是 AOE 连续技能，单体杀伤也十分可观。噗呲，鲜血从黑色的甲胄里渗出，落在地面上消失不见。紧接着，他们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发出嚎叫。哇！但是鲜血的刺激并未让他们完全失去理智。黑守卫的队形保持得极好，前进喷泉，又是一次范围伤害，密集的剑刃之雨强行在队伍中间撕开了一个口子。主人，快过去吧，辛苦了。说着，陆成双从那个缺口快速跑了过去，他的头顶上，哈登变成了一只乌鸦，跟着他飞了过去。黑守卫的仇恨都被拉到了艾琳的身上。护盾，嗡的一声，艾琳的身上被罩上了一层魔法护盾。小心点，他们刀上有毒，别让他们碰到。是，主人。艾琳露出了幸福的微笑。陆成双的关心好似滴油品一样，让他自己嗨了起来。双方都嗑药了，刀刃以极快的速度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光带。陆成双和哈登两人穿过了长长的回廊，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拱门之下。他走到门前，抚摸着门上的花纹。这里有个密码。闪开！陆成双把他推到了一边。史泰格站在门的另一头，伸手一个法术，把马雷塔禁锢在了座椅上。陛下，请你在这里安静的待一会，入侵者解决掉之后，我们将继续仪式。呜！面具之下，马雷塔发出了一阵呜咽。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咚咚咚！门外传来了撞击声，屋内穹顶上的灰尘都被震落了下来。哐当！一声巨响，大门被撞得粉碎。一只龙兽咆哮着冲了进来。吼！龙吼！龙兽的技能驱散了房间里的禁锢法术，但是马雷塔却直接瘫软在了地上。看到哥哥如此惨状，哈登想要冲上去扶住他，但是史泰格举起法杖，一道冰墙拦在了他的面前。亲王殿下，您真是不懂规矩，以为这里是奎尔奈家的王宫吗？想要面见陛下，你首先得向我这个御前大臣申请。史泰格看了一眼旁边的陆成双，表情变得阴沉了下去。外来人，先前我已经放过你了，居然还敢来这里找死！呵呵，告诉我古神的秘密，我可以给你个痛快的死法。闻言，史泰格的表情逐渐扭曲。你们两个都给我变成古神的祭品吧！冻结之环，一层冰环从史泰格的脚底扩散，周围的一切都被染上了一片雪白。护盾，陆成双让蓝魔像给两人撑起护盾，紧接着召唤出了魔爪蛙和20只红魔像。护盾勉强挡住了史泰格的攻击，他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实力的提升。鲜血大厅是用来祭祀古神的，在古神的加持下，史泰格的力量比先前强了1倍有余。呵呵，就算找来再多的帮手，你们的结局都是一样。冰墙术，咯啦咯啦，寒冰之墙朝着陆成双砸了过去，挡在他前面的3只红魔像被瞬间冻结。-23493，-23434，伤害很高，重点是这个控制技能持续时间很长。在这期间，被冻住的红魔像虽然没死也不能行动，更无法把它们收回召唤空间。凡人的技能，火球术，剩下的红魔像轮番将火球扔向了史泰格。空空空，火球发出了剧烈的爆炸。趁着这个机会，
哈登跳到了他的侧面，连珠箭，嗖嗖嗖，十几支箭矢如同机枪一样射向了史泰格。叮叮叮，割了！他撑起护盾挡住了火球术，但是面对高额的单体杀伤技能的时候，护盾到了极限，直接崩裂开来。精准射击，哈登拉满了弓，能量在箭头汇聚，嗖的一箭直接射向了史泰格的脑袋。这一箭避无可避，因为速度太快，距离太近，法师的护盾 CD 还未好，以他的敏捷绝对躲不开。箭矢狠狠地插进了他的太阳穴，砰的一声，直接将他的脑袋给轰烂。负零？什么？哈登瞪大了眼睛，一副吃惊的表情。史泰格的身体随即碎裂了一地。冰之幻象，这是史泰格用寒冰创造出来的分身，他的本体此时已经站在王座之上。哼哼哼哼，呵呵呵呵，亲王殿下，真遗憾，只差一点你就能杀死我了。史泰格一把将躺在地上马雷塔给拽了起来。你要干什么？放开我哥哥！哥哥，不要用这种可耻的名称来称呼我们的陛下，他是高贵的先王艾纳瑞昂和生命女王拉莫斯的长子，王座的正统继承人，而你只是个杂种，只不过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才让你的母亲当上了生命女王，才让我们流落到这种贫瘠的地方。500年了，这一切该结束了。说着，史泰格掏出匕首对准了他的咽喉。住手！哈登搭弓射箭，陆成双召唤出迅捷蟹砸向了史泰格，但都被一堵厚厚的冰墙挡了下来。第74章神将恶魔时刻。此时外部的回廊里刀光交错，火星四溅。艾琳在黑卫队刀刃的缝隙中旋转跳跃，每一次出刀都能精准地命中对方铠甲的缝隙，而黑卫队的剧毒刀刃却连碰都没碰到他一下。也许是恶魔对精灵天生就有压制能力，艾琳的攻击打出刀刀暴击的效果。最开始挡住他去路的那3个人，现在已经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具尸体了。不要害怕，对方只有1个人，前后包住他。因为努力契约的关系，艾琳听懂了这些双精灵的话。来啊，使出你们的真本事，让我玩得尽兴一点。黑卫队训练有素，指挥官一声令下，恶魔女皇围在了中间。杀了他！众人举刀一起砍向了艾琳。他已经身处死地，黑卫队剩下的17人封住了他所有闪避的角度。只要他的剑去格挡任何一个方向的攻击，另外一个方向的人就能马上抓住他的空档。这是连深渊恶魔都能毒死的剧毒，稍微在山上划出一个小口子，他就必死无疑了，连呼叫陆成双支援的时间都不会有。但是恶魔女皇此时却一动未动。猛然间，她的瞳孔变成了猩红色，周围那些原本迅捷如风的双精灵，此时在她的眼中就好像被放了8倍速的慢放一样。艾琳手腕一翻，剑刃放出一道道纯白色的剑气，风华元武斩。如舞蹈般美丽的动作，剑刃砍出的剑气射向四面八方，直接穿透了黑卫队的铠甲。艾琳跳到了半空中，翻出包围圈之后稳稳落地。短暂的安静之后，指挥官的嘴里挤出了2个字：好，好美。噗呲，大量的鲜血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紧接着黑卫队的身体连同铠甲一起被大卸8块，鲜血在落到地面的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艾琳眸子恢复先前的蓝色，轻轻舔了下手上的鲜血，然后回到了那堆尸体的中间。他的眼中可以看到，这些尸块上漂浮着白色的气体，这是还未散去的双精灵的灵魂。主人把你们赏赐给我了，变成我的力量吧，哥哥了。白色的气体附带着哀嚎被他吞进了嘴里。半晌，艾琳的身体开始发光。阿拉，要升级了吗？ Level up。 伴随一阵闪光，艾琳升到了76级。她的身体也随即发生了些许改变，皮肤由原本的淡紫色变成了人类般白里透红的颜色，胸口处出现了一个暗金色的魔纹，形状还在不停变化中。等下让主人赐给我一个属性。对于下级恶魔来说，吸取了高品质灵魂之后，他们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化，长出魔纹。一般情况下，下级恶魔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属性，但是艾琳跟陆成双订立过奴隶契约，他所有的选择都必须经过主人同意，哪怕陆成双命令他穿着 JK 跳1天的大摆锤，他也无法拒绝。突然间，艾琳发现刚才那些尸体堆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发光。此时此刻，陆成双的面板上，艾琳的头像正在发光。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功夫在意这种事。冰墙的另一侧，史泰格猛地用力，用匕首狠狠地刺穿了马雷塔的胸膛。一阵呜咽之后，他的身体开始痛苦地扭动，鲜血滴到了地上，立刻被大厅吸收。史泰格，我要杀了你！连珠箭，嗖嗖嗖！哈登的箭矢如机关枪一样射在了冰墙上，很快冰墙就被凿出了一个裂口。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有射手的箭矢和枪弹都是能量构成，
不存在弹药耗尽的说法。然而，陆成双却发现被吸收的血液并没有像刚才那样转化成能量反馈到史泰格身上，而是经过了大厅里那些被雕刻的回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空！忽然间，大厅中间的火堆迅速膨胀，蓝色发出冰冷的气息，呼的一声，整个火团好似凝聚成了一个实体。紧接着，那个尸体走上了台阶，站在史泰格的面前。完美的祭品，我的孩子，你做得很好，现在我会赐给你力量。主人！啊！史泰格话还未说完，那团蓝色的实体就钻进了他的嘴里。史泰格的身体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淡蓝色的皮肤上长出了黑色纹样，瞳孔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蓝色的火焰。同时，这种火焰还在他的头上形成了一对犄角。这家伙跟古神融为一体了，这是神翔，他的身体已经成为古神的容器了。哈登喊道：“撤吧！现在凡间的武器已经伤不到他了。”不要，赏赐我一样会给你的。现在我们已经没机会了。哈登准备拉着陆成双离开，但是被他一把推开。在这里逃走了，你就永远解决不了精灵族的问题了。你想看着自己的族人都变成嗑药的瘾君子吗？想让所有族人都成为古神的祭品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然间，一道蓝色的火焰朝他们砸了过来。轰！剧烈的爆炸之后，范围内的东西全部都结冰了。陆成双让两只红魔象挡在了前面，他们两人毫发无伤。他勾嘴一笑，凡界的武器伤不到他，那么魔界的武器呢？话音刚落，一道传送门出现在了史泰格的身后。前进喷泉，嗖嗖嗖！雨点般的刺激扎在了他的身上。负9823，负9842，负9999，负10000。被古神附体之后，史泰格的双抗翻了好几倍，原本2万多的伤害直接被减半。不过恶魔的剑刃是有效的。雕虫小技，恶魔！轰！蓝色火焰化成冲击波，把艾琳的身体弹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墙上。负2343。好在火焰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个瞬间，史泰格产生了硬直。陆成双的手中闪过一阵暗影能量波动，死亡缠绕，一道来自地狱的暗影能量射向了史泰格。他急忙撑起盾来格挡。砰！负48332。原来如此，找到你的弱点了。陆成双点击了艾琳发光的头像，属性选项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第75章，哈登亲王，你不老实。暗影能量是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像风火雷电大地这些元素，暗影能量直接来自于魔界。与之相对的光明能量则来源于神界。这两种力量相生相克，是维持整个世界运转的根基，属于本源之力。无论在哪个副本，哪个位面，这一点都从未改变。从进入黑方舟这个副本的时候开始，陆成双就发现了，双精灵不应该说是整个精灵族都很害怕恶魔，因为精灵族的灵魂对他们来讲是最为可口的美味，所以恶魔系生物可以对精灵造成成倍的伤害。而且暗影属于本源之力，古神也避不开的力量。死亡缠绕虽然伤不到他的本体，但是却可以对这个神降后的躯体造成伤害。此时陆成双看到了艾琳的面板：生命系、雷电系、火系、寒冰系、暗影系、迷雾系。主人可以挑选2项属性对自己的仆从进行升级。主挑选1项属性作为主属性，仆从可以完全获得该属性各项能力。副挑选1项属性作为副属性，仆从可以获得该属性的各项技能。陆成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暗影系作为主属性。至于副属性，他摸着下巴在思考中。立刻，黑紫色的暗影能量包裹住了艾琳的全身，她的皮肤变成了玫红色，附带着荆棘状的魔纹，头上长出了恶魔的犄角，头发的颜色也由金色变成了火焰状态的黑色。她背后长出了大大的黑色火焰构成的翅膀，还有一条长尾巴。手中的西洋剑变成了纯粹的能量体，他接触了暗影能量的本质，彻底改变了面貌。站在一旁的哈登嘴巴张得老大，恶魔气场的震慑让他这个身经百战的亲王都觉得不寒而栗。面板中，艾琳的技能发生了变化，不像其他召唤物，只有3至5个固定技能。艾琳的技能面板跟陆成双的几乎一样，没有主人命令的情况下，他会按照自己的战斗经验释放技能。这时候，史泰格漂浮到了空中，狞笑着说道：你的力量在古神面前根本微不足道。说着，他的头顶出现了巨大的法阵，超位魔法血神之手。一双巨大的手掌透过法阵拍了下来，轰的一声巨响，双动冲击波把整个鲜血大厅给砸烂，
陆成霜的那些召唤物全部都被冻成了冰棍，紧接着哗啦哗啦的变成了冰渣子，碎裂一地。哈登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抬头一看，陆成霜面无表情的站在原地，并且他的血槽居然还是满的。在他的身前，那只黑紫色的恶魔让单手提刀挡住了那个巨大的手掌。显然，史泰格并没有获得古神的全部力量，他可见识过货真价实的超位魔法长什么样子。不可能！史泰格发出惊呼：“力量为什么只有这么点？人类，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你该问问这里对你做了什么。”陆成霜指了指这间大厅，史泰格愣在了原地。从刚才开始，陆成霜就觉得这大厅非常奇怪，被吸收的鲜血并没有流入史泰格体内，反而在神降之后，他体内的力量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暗暗被这间大厅吸收着。换句话说，这里的主人根本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这时候，陆成霜才看完了所有属性的说明。艾琳的副属性他已经决定了。陆成霜用意念点击了一下面板上的物属性，这个属性可以提供超级实用的辅助技能。仆从副属性为物属性，获得物属性的相关技能。结束吧，艾琳，给他死！遵命，主人。说着，艾琳猛地一挥刀，那个巨大的手掌被切成了两半，化作星星点点的能量碎片消散而去。噗！受到力量反噬，史泰格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还未等他反应，艾琳举起剑，剑尖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超位魔法。超位魔法玫瑰永生纹，如同相互呼应一般，魔法阵出现在了史泰格的背后。他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直挺挺的被钉在了法阵上。接着，4个黑色的火焰柱穿透了他的四肢，火柱链接到了他心脏的位置，形成了一朵黑色玫瑰。史泰格的生命力快速的被这朵玫瑰抽走，无视防御，永生纹存在的期间，每一秒都会造成海量的真实伤害。如果说灭天魔影展示最强 AOE 技能的话，玫瑰永生纹就是艾琳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但是这技能只对生物系敌人有效，算是一个大缺陷吧。这时候，艾琳张开了嘴，拼命吸食着史泰格身上流出的灵魂。这家伙之前吸食了不少生物的灵魂，现在都被永生纹给吸了出来。在惨叫声中，他的躯体渐渐干瘪了下去，最终变成了一具骷髅。那个黑色的玫瑰则飘到了艾琳的手里。主人，这是他所有的生命能量。艾琳把玫瑰献给了陆成霜，然后变回了普通形态。他的脸颊通红，低着头不敢看主人的眼睛。陆成霜从黑玫瑰里感觉到了澎湃的生命能量。史泰格的灵魂被锁在了里面。与此同时，哈登冲到了残破的王座上，扶起马雷塔，拼命呼唤着他的名字。马雷塔，醒醒，别睡过去。他摘下了马雷塔的面具，面具后的面孔令他大吃一惊，那是一张被火焰和毒素腐蚀的残破不堪的脸。马雷塔拉住了弟弟的手，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的项链扯了下来，递给哈登后就死了。哈登擦干了泪水，放下哥哥的尸体后，对着陆成霜说道：“人类，感谢你，任务已经结束了，跟我回去领赏吧。”任务提示：主线任务亲王的请求已完成，可随时退出副本。但是陆成霜却摇了摇头，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不，还没有结束。哈登亲王，你不老实，还有一个人，难道你不想跟我一起去见见吗？第76章血月政变，精灵族的往事。闻言，哈登突然愣了一下。什么？什么人？这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我的哥哥已经死了，大法师也死了，双精灵不会再对我们造成威胁了。真的是这样吗？陆成霜眯起眼睛看着哈登亲王，在他的身后，艾琳手中的玫瑰已经凋零，他似乎很好的饱餐了一顿，等级也来到了77级。物属性给了艾琳读取灵魂记忆的能力。就在刚才，陆成霜看到了史泰格的记忆，之前所有的猜测全都串联了起来。黑方舟，或者说双精灵能有今天，至少你有一半的功劳。亲王，你要不要我提醒你凤凰议会的事情？你全部都知道了。哈登瞪大了眼睛，手中紧握着弓箭。半晌之后，他泄气了。现在跟这个人类动起手来，自己毫无胜算。这家伙的实力根本深不见底。哈登瘫软在了地上。很久以前，精灵的先王艾纳瑞昂击退了古神，保护了这个世界。他跟他所爱的女子拉莫斯在一起，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就是马雷塔。但是拉莫斯出身低微，只是一个普通的占星师。为了平衡精灵族各派系之间的势力，艾纳瑞昂又娶了高领主的女儿伊芙蕾蒂为妻子。拉莫斯没有权势，当然不可能是伊芙蕾蒂的对手，很快就被挤下了生命女王的位置。可拉莫斯并不在意，
只要有仙王的爱，他在什么位置都不重要。恋爱脑对世界的认知总是这么的天真。很快，伊芙蕾蒂生下了仙王的第2个儿子哈登。随着2个孩子不断长大，王位问题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高领主们更加支持哈登，可是跟随艾纳瑞昂征战多年的将军们却更喜欢玛雷塔。2个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因为权力产生了下隙。伊芙蕾蒂想要赶走这个麻烦，可始终找不到理由。而这个时候，哈登亲王敏锐地发现拉莫斯绞尽脑汁想要把父亲留在他的身边，于是他指使人给拉莫斯透露了消息，只要通过某种仪式就能再度俘获艾纳瑞昂的心。恋爱脑的拉莫斯信以为真，举办了仪式，结果被哈登布置的人抓获。信仰邪教在精灵的社会里是死罪，尤其对那些见识过古神力量的老战士来说，瞬间原本支持拉莫斯和玛雷塔的老将军纷纷倒戈。此时因为吸食了大量灵魂能量的拉莫斯脑子已经变得不清醒，他意图杀死这些叛变的将领。当时负责皇城警卫的哈登早就得到了线报，却装作不知道，以庆典为由故意调走了禁卫军，听任拉莫斯杀死那些将军。最终疯狂的拉莫斯血洗了整个荣军院，让那些将军人头落地。在外驻防的玛雷塔得到消息，只身赶了回来，想要阻止自己的妈妈，但为时已晚，被称为血月政变的历史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艾纳瑞昂得知这一切以后悲愤异常，拥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如何会不知道这一切幕后指使者就是哈登。于是他命令流放拉莫斯，同时命令哈登建造一艘巨大的方舟，让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一起上去，永远不能踏上陆地。而哈登也失去了王位继承权，他的封地就在这个苦寒的北境，在最后一个背叛者死掉之前，他都必须监视着他们。就藩之时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跟他同去，下一任先王将会在凤凰议会中选举产生，以后亦会如此。拉莫斯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见到自己的爱人，可是他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就在黑方舟建成后的100年，先王带着痛苦离世了。拉莫斯永远失去了爱人，他渐渐堕落，沉迷于邪教和各种腐朽的仪式，靠着吸食生命能量才能勉强过活。他身边的大法师史泰格趁虚而入，为了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不惜向古神献出了灵魂，让整个方舟上的精灵们都堕入了邪教。从此世界上多出了双精灵这个种族。所以对你的哥哥，对拉莫斯还有整个双精灵种族，你有强烈的负罪感，因为是你的欲望把他们推向这个深渊的，我说的对吗？亲王殿下。此时哈登亲王抱着头蹲在了地上，没想到精灵族内部的那些肮脏的事情，自己原本做过的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全都被一个外来者给扯了出来。他亲手造就了这些怪物，他想把他们都拉出深渊。可是距离他父亲去世已经过了400年了，他尝试了各种办法，因为史泰格的阻拦都没有成功。于是这一次，你希望以决斗士的身份接近马雷塔，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破除施加在他身上的诅咒，让他清醒过来。你刀柄上的法阵就是证据。陆成双没有理会悲伤的哈登，继续说道：但你还是太天真了，这么做根本没用。这个方舟已经被史泰格改造成了现在这样子，只要不离开方舟，诅咒就不会破除，你的兄弟也不可能清醒过来。如果你这么做了，就是平白无故给古神献上了一个优秀的祭品，让你的同胞们沉沦得更深。说不定史泰格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力量，去占领更多的世界，就比如我的世界。陆成双的话语字字句句都刺在哈登的伤疤上，但是他并不在乎，因为只有剧烈的痛苦才能让眼前这个男人认清现实。哈登的眼泪如决堤了一般拼命流着，他已经失去了2个至亲，到底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他才能弥补自己之前的过错？陆成双站在了一边，给他时间平复情绪。良久，哈登擦干了眼泪，站了起来，眼底透出坚定的神情。该结束了，现在父亲死了，哥哥也死了，我要带着剩下的族人一起上岸。想法挺好，但是你好像忘记了一个人。陆成双摆手说道。陆成双笑着把手上的一叠泛黄的信递给了哈登，对方拆开一看，瞬间呆在了原地。走吧，一起去见见你的婶娘拉莫斯女士。第77章，你看样子过得一点都不好。在动身之前，陆成双开始了最愉快的舔包环节。进入黑方舟的击杀的那几批双精灵都没爆出装备，给的都是些材料、金币之类的。于是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刚才的回廊，把那些切成碎块的黑卫队尸体搜刮了个遍。你获得金币1000，你获得金币435，你获得金币1232，你获得双之结晶 X3，你获得锯齿利刃精良，你获得夜幕甲胄稀有。真尼玛穷啊，就这么点东西。好在给了一个蓝装胸甲，战士通用装备，应该会非常抢手。另外一把白色的刀加15点敏捷，对于一般的盗贼来讲也是个不错的装备，可以卖个10000把块。
苍蝇腿也是肉，白色装备陆成双也不会放过的。要知道，钱就是这么一点点攒起来的，细节处理得好才能够守住财。回到鲜血大厅，陆成双搜查了史泰格的尸体。你获得金币145，你获得血可扳指史诗，您获得方舟的控制器，您获得混沌之眼，您获得古神的残念。古神的残念只有2/10，这老小子好歹给我报了一个史诗级装备，而且出了稀有材料和古神的残念，姑且算是有点价值。他看着面板上的那个紫装戒指，血可扳指，品质史诗级，需求等级1，耐力+5，寒冰抗性+235，法术吸血症10%。献祭杀死的敌人将会立即召唤一只来自烈焰地狱的可血者帮助你战斗，持续1分钟，冷却60秒。血祭血神，如现如作，不错，非常不错。咒术师专属的戒指，而且能让献祭召唤一个可血者，肉搏战的战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要知道，可血者可是在地狱中战力排名前3的存在，各个领主魔王争相拉拢的存在。相比深渊恶魔来说，他的战力可以说高出了一大截子，可以顶得上100只深渊恶魔。整个地狱里能比他近战还厉害的，恐怕只有被称为红天使的嗜血狂魔了。陆成双查看了一下方舟控制器，隐藏任务开启，请设法让方舟靠岸。哦吼，来了来了，隐藏任务出现了。这么看下来，只要能够让双精灵全族都上岸，就能完美通关这个副本了吧？然而此时，哈登看着那些信件发呆。这些信是父亲写给拉莫斯的，信中表达着他对爱人的思念和自己作为先王的无奈，并且告诉了他在北境的某个地方有一处世外桃源，他希望拉莫斯能够在那里跟他的人民一起生活下去，永远远离奎尔那家的纷争。信是从王宫发出来的，是在父亲死了以后很多年才送出来的，但是因为史泰格和他的黑甲卫先前送来的那些信全都被销毁了。陆成双拍了拍哈登的肩膀说道，看来你妈妈也没有这么恨拉莫斯，你父亲去世之后，他似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他这么做也是希望你留在北境，跟你哥哥和婶娘好好活下去。因为艾纳瑞昂临死前的操作让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到王宫，凤凰议会不希望看到王座的竞争者出现。走吧，陆成双说道。哈登点了点头。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一声龙吼，一条黑龙降落在了鲜血大厅的残骸上，天空中再次飘起了绵密的雪花，不远处的王宫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明辉倾洒四珠霞，星辰荣光天下苍，眺望远方无尽处，白树萦绕之故乡，宋如永结如学者，于海此岸大洋边。歌谣是用古老的高等精灵语唱的，不过在他的耳朵里被自动翻译成了汉语。黑龙缓缓落在了王宫的前厅，守卫冲了上来，二话不说，双方拔剑开打。此时王宫里，一个精灵少女坐在白色树下，黄金色的树叶一片片像雪花一般飘落下来，她乌黑的长发编成了麻花辫系在脑袋后面。少女依偎在一个金发少年的怀里，一旁他们的孩子在地画着什么。亲爱的，你看马雷塔在画画呢，我觉得他有天分，今后会是一个厉害的画家。在成为厉害的画家之前，他首先应该会成为厉害的先王，我亲爱的拉莫斯。然后我会让整个奎尔那家最好的老师来教他绘画，如此最好，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如此。啊！惨叫声透过大门传了进来，拉莫斯眉头微微皱起，他亲吻了一下艾纳瑞昂的脸颊，站起身来。亲爱的，外面有点吵，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快去快回，我跟孩子在这里等你。拉莫斯起身，刚走了2步，哐的一声，大门被撞了个大洞，两个守卫飞到了他的脚边，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嫣红的鲜血流了出来，但是跟之前一样，一瞬间就被吸收了。什么人，竟然敢扰我清静！王宫之内岂敢放肆！陆成双面带微笑走了进来，哈登也跟着一起进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哈登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看到这两个人，尤其是哈登之后，拉莫斯的表情逐渐扭曲。很久以前那些不好的回忆统统涌上了他的心头。拉莫斯抬起手指着哈登说道：你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史泰格，这是怎么回事？没等哈登搭话，陆成双抢先一步说道：史泰格已经死了，被我杀死了，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从这样的环境中清醒过来了，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在胡说什么？拉莫斯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的人民过得非常好，他们都被先王陛下保护得非常好，不需要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是吗？话音刚落，哐的一声巨响，陆成双的背后，龙兽巨大的身体撑破了大门。嘹亮的龙吼让拉莫斯捂住了耳朵。白色树木，金色的树叶，华丽的庭院，
以及艾纳瑞昂和年幼的马雷塔全都如同一阵烟尘般消失不见了。先前的精灵少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形容枯槁女人。陆成霜缓缓开口说道：“看样子你过得一点都不好。”第78章，血神分身。大厅墙上的镜子反射出了拉莫斯的可怖的面容。啊！他发出了一声惨叫。或许是太久没有看到自己的真实容颜了，亦或许是因为幻境消失了，他再次被拉回到了现实。总之，拉莫斯现在很生气，把我的艾纳瑞昂还给我。等一下，听我说。我没有。哈登想要跟他进行交流，但是这显然是个愚蠢的想法。话说到一半，只觉得两道风压扑面而来。锋刃，两人侧身躲过，锋刃打在了背后的墙上，咔咔咔咔，墙面被砍出了深深的裂口。锋刃，紧接着又是第二发，这一次数量比前一次还多。艾琳，陆成霜召唤出恶魔女皇，剑刃在空中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挥舞着。当当当，三声清脆的响声，剑锋劈开了对方的法术。但是拉莫斯的魔力根本深不见底，他可是靠着整个黑方舟供给魔力的。锋刃不停的输出，只是招架实在太被动了。召唤50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的头顶，雨点般砸了下来。紧接着陆成霜给小青蛙下达了指令：海蓝之谜。一阵水泡过后，所有召唤物敏捷都变得十分变态，刃足不停地挥砍着，复灵，复灵，复灵。但是拉莫斯的身体周围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屏障，阻隔了他们的挥砍。魔能屏障吗？不像，更像是一堵风墙。哈登化成一阵羽毛，突然出现在了拉莫斯的背后。连珠剑，当当当当，剑矢被无一例外的挡开了。陆成霜对他使用了探查技能。人物拉莫斯，等级生命值300万。作为这么一个副本的隐藏大 boss， 他的生命值不算高，起码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他注意到面板的最下方有2个小标识，这个 boss 有2个被动：罡风护体，爱的供养。前面一个被动一目了然，后面一个他感觉应该是黑方舟在给拉莫斯提能量。护体技能都会有个疲劳度，到达阈值之后，这层罡风应该就会消失。主人，让我去试试。陆成霜点了点头。去吧，小心点，试探出弱点马上回来。艾琳在这个副本里已经使用过一次超位魔法了。陆成霜注意到他面板上的灭天魔影斩和玫瑰永生纹目前都是灰色的。同一个副本里，超位魔法只能用一次吗？瞬息之间，艾琳已经突入到了拉莫斯的身边。叮叮叮，3次普通刺激全部都被风墙弹开。原来如此，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紧接着他后撤蓄力，前进喷泉，负零，负零，负12223，负零。哦，在一旁观看的陆成霜立刻明白了过来，这个风墙跟魔法护盾不一样，是有缝隙的。给我狠狠的打！陆成霜下达了指令，他马上又召唤出了50只迅捷蟹，在自己的身上垒成堡垒。自由机关枪，噗噗噗噗！迅捷蟹朝着拉莫斯疯狂喷吐钉刺，大多数被罡风给摊开，还是有少数打到了他的身体。你们也别闲着，都给我狠狠的打！陆成霜再次使用召唤术，叫出了10只红魔象。火球术的速度很慢，但是它的真实伤害却可以直接穿透护盾。负932，负982，负1000。火焰光环带来的震伤效果，让自由机关枪也能持续打出有效伤害。献祭，厄运降临，2个诅咒打了过去。负23343，负20983。暗影和火焰持续对拉莫斯的身体造成伤害。呀啊呀！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紧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缠绕在他周围的那些召唤物，包括艾琳和哈登都被吹跑了。人类，又是你，每一次都是你，这一次你没有这么好运了。他的声音变了，变成了那个先前在鲜血大厅听见过的声音。这时候，整个大厅里的那些花纹开始闪耀起红色的纹路，庞大的能量往拉莫斯身上汇聚。不对，准确的来讲，应该是汇聚到了他身体里那个存在的身上。这时候，虚影渐渐凝实，出现了一个实体，巨大的实体撑破了王宫的天花板。不过，落石没有伤到陆成霜分毫，都被迅捷蟹堡垒给挡了下来。现在他的身上可是有2层护盾的。人类，你的灵魂，我今天要定了。陆成霜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人，全身通红，双手上还不停地渗出鲜血，手上拿着一把铜体红色的大剑。陆成霜看了一下面板，人物血神分身，等级生命值8600000。我操，这么变态的血量，而且看样子攻击也不低啊！艾琳，上去拦住他。
是，主人。嗖的一声，艾琳高高跃起，朝着那个巨人脸上就是一剑刺了过去。叮！巨剑隔开了他的刺激，接着巨剑挥砍也被艾琳轻松躲过，两个人缠斗在了一起。自由机关枪，陆成双让迅捷蟹们持续喷吐钉刺，这个技能相当于群体普攻，没有使用限制，在海蓝之谜的加持下，攻速变得奇快无比。负3734，负2392，负0，格挡，负2334。这玩意看着巨大，但是敏捷属性和格挡率都不低。光是这样也就算了，以陆成双的能力，光是耗也能耗死他，血量再多也没用。他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血神分身每挥动一剑，血量就会恢复一些。整个方舟的双精灵都是他的血包，如果杀掉黑方舟上的所有双精灵，这个东西应该就无法吸取能量了吧？可是这么做的话，肯定无法完美通关。陆成双躲在堡垒小屋里仔细思考着，时不时观察一下外边战斗的情况。小月斩，刷刷亮剑砍在了血神的脸上。负34322，负33332，连续10几刀，造成了30几万的伤害。血神分身的血槽肉眼可见的少了那么一小块，不过他身体马上开始发出微弱的光，周围的魔纹闪耀了起来，血槽马上就被补满了。陆成双瞪大了眼睛，突然想起了什么。艾琳回来，他把艾琳叫了回来，紧接着召唤了一只龙兽顶了上去。真实视野，陆成双下达指令，一阵迷雾笼罩战场，巨大的能量网络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第79章，可血者出现，全员是血。早些时候，陆成双选择副属性，特别留意了一下每一种属性的技能。元素属性主要加的攻击力，生命属性则是恢复和控制技能。这些在陆成双自己或者他的其他召唤物身上都已经有很多了。而且艾琳本身就是个单体攻击很强的角色，继续强化进攻对他和整个团队来说都没太大意义。这个物属性却能够给他提供幻术类技能，能使用幻术迷惑对手，同时也能够为他提供真实视野，这是个非常实用的辅助属性。此时迷雾环绕之处，黄金色的能量回路被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了陆成双的面前，巨量的能量脉动流向血神分身的身体，这些就是整个方舟上那些双精灵的生命能量，鲜血、魔力、极端的情绪都变成了血神的粮食。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黑方舟之上，阴谋暗算不断，杀戮从未停止的原因。为了取悦这尊神明，双精灵甚至还入侵了自己的世界。此时陆成双注意到，在这些回路上有一个个圆形的节点，破坏点地上那些圆形的魔法阵。他给自己的召唤物下达了指令，因为高额的单体攻击，哈登现在已经 OT 了。血神分身放下了身边的龙兽不管，追着哈登狂砍，巨剑挥舞的嗡嗡作响。这种程度的攻击，只要稍微蹭到一下，哈登基本上就是一命呜呼的结果。这个时候，迅捷蟹和艾琳一起打算摧毁地上的魔法阵。哐啷，第一个法阵被打碎，血神分身的仇恨这才被拉走。住手！你们这群杂碎！血腥风暴！血神分身用剑指着天空。这时候，天空中变成了红色，血色的流星从天而降，落到地面的时候，砸出了一个个血池。大量的光皮的生物伸着它们长长的舌头从血池中爬了出来，满口锋利的尖牙，长长的爪子像是生化危机里的爬行者。陆成双查看了一下面板，血神的仆从，等级30，生命值75000。单只仆从生命值不算高，但是这些东西从血池中源源不断地爬出来，看上去大概有100余只。陆成双勾嘴一笑，召唤物啊，来得好。厄运降临，献祭，滋啦滋啦，火焰和暗影伤害打在他们的身上，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烧焦的味道。艾琳深吸一口气，手腕一翻，周围的空气围绕着她旋转了起来。风华元武斩，噗呲噗呲，负45732，负5万。这些召唤物抗性很低，艾琳的 AOE 技能加上等级压制，打出了爆炸的伤害。死亡缠绕，陆成双抬手朝着的血神分身释放着暗影能量。负47382，大量仆从被暗影和火焰诅咒吞噬，随后他们的身体上出现了巨大的传送门。嘎嘎嘎嘎，一只全身通红的恶魔来到了物质世界。与深渊恶魔不同，他的脑袋更长，头上的犄角好像一对水牛角，手臂长得拖在了地上，粗壮的尾巴上布满黄铜色的倒刺。他的手中提着一柄大砍刀。陆成双发现他根本无法用语言跟这只恶魔交流，他就好似杀戮化身一样，毫无理智可言。嘎嘎嘎嘎，随着一阵咆哮，可血者身体开始发出微微的红光，
他朝着跟他同样显眼的血神分身冲了过去，两柄巨刃凶猛地碰撞在了一起，而现场所有的有灵单位身上都泛着红光。哈登发疯似的挥舞着双刃乱砍着，艾琳的动作也失去了往常的优雅，只是用剑拼命地砍杀着离他最近的目标。就连陆成双自己都觉得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的分泌让他全身躁动不安，他甚至想上去用手活撕了眼前的对手。不过很快他就强迫自己恢复了理智。陆成双打开面板一看，下面出现了一个 buff， 嗜血光环。光环范围内，有灵单位的攻击力增加100点，攻击频率减少1秒，魔法防御降低 10%， 物理防御降低 10%。光环影响下，精神力弱的单位可能会陷入狂暴的状态，直至光环消失。这也说不清算是 buff 还是 debuff 了。不过现在现场混乱不堪，大部分迅捷蟹都已经不听指挥，只顾着跟眼前的普通厮杀了。更为糟糕的是，仆从们源源不断地从血池里爬出来，感觉这样杀不是个办法。艾琳，冷静点！陆成双使用了强制命令，让杀红眼的艾琳瞬间冷静了下来。抱歉主人，居然因为这种小事让你操心。没关系，可学者可是地狱里数一数二的战力，在他的影响下失神不丢人。接着他抬手指着那些节点，快去把节点破坏点，切断他的能源供应。是主人。艾琳飞奔向了那些能量节点，随后陆成双又召唤出了100只迅捷蟹，从数量和质量上双重碾压了那些红色的爬行者。杀死对方之后，迅捷蟹啃噬着地上的血池，血池的血槽迅速下降。原来这东西是活体吗？陆成双吃了一惊。恐龙、矿浪，艾琳一个个击碎能量节点，回路里的能量渐渐变得稀少。嘎嘎嘎嘎！可血者拼命挥动砍刀，不顾自身受伤，朝着血神分身的砍了过去。回路受阻，血神分身的力量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他的血量明显下降。巨浪3，陆成双又给小青蛙下达了一个指令，巨浪直接拍在了血神分身的身上，同时把他附近的那些仆从一同淹没。-29833，-3万，伤害数字不停地冒出来。击杀血神仆从，击杀血神仆从。提示就像刷屏一样在陆成双的面板上显示着，但是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心情看，血神分身的血量很快就要下降到 10% 以下了，他会进入狂暴形态。到底会使用什么技能？就在他思考的时候，血神分身的通体开始发出耀眼的红光。来了，第80章，上岸回家。龙吼！哦！龙兽发出怒吼，哈登的意识立刻就被拉了回来。所有人都过来！陆成双大喊了一声，艾琳和哈登躲到了迅捷蟹堡垒的后面。紧接着，陆成双又召唤出了100只，让他们垒了一堵更大更厚的墙，挡在了自己的前面。超位技能血域无双斩，血神分身手中的大宝剑发出耀眼的红光，紧接着以他身体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发射出数十道剑气。周围正在厮杀的迅捷蟹和仆从们都被撕成了碎片。紧接着，他手起刀落，一道巨大的血痕从天而降，犹如一道猩红的伤痕劈开了眼前世界的次元壁。好在最后这一刀斩击是朝着可血者而去的，可血者的身体承受了斩击，手中的砍刀被硬生生砍成了两半，身上坚硬的皮肤被豁开了一道长长的大口子，滚烫的岩浆从他的伤口里流了出来。嘎嘎嘎嘎！可血者咆哮了起来。恶魔是没有痛觉的，他只是被血神分身的斩击给激怒了。在他的身后，陆成双的迅捷蟹堡垒被彻底吹散，挡在最前排的那堵墙直接被剑气给蒸发了。他心里一凉，这一刀要是砍在了他的身上，能将他的身体直接蒸发，护盾和外部的物理护盾都不会有作用的。即便他有灵魂石复活，他的召唤物可没有。随着他死亡，所有召唤物都会消失。等他复活的时候，将会孤身一人面对那个怪物，他都未必会有时间使用召唤法术。这个副本的隐藏主线难度太大了，换成了其他猎人，几乎看不见血神分身的超位技能就会团灭。艾琳，上去输出，不要给他放技能的机会了。是，主人。说着，艾琳踩着新生的仆从的脑袋跳到了那尊分身的身旁，前进喷泉，刷刷刷，雨点般的剑刃刺在了对方的身上。这时候，可血者已经扔掉了手中的断刀，直接扑到了血神分身的身上，开始撕咬。献祭，厄运降临，召唤，生命虹吸。陆成双一套输出技能打到了对方的身上，紧接着比雪花还密集的迅捷蟹群飘落到了那尊分身上，挥舞着刃足拼命挥砍着，不要给他机会，拼命输出。哈登的身体化作一团羽毛消失了，接着天空中出现了无数乌鸦，群鸦盛宴，乌鸦自杀似的冲向血神分身，身体化作了黑色箭矢砸在他的身上，
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从对方的头上冒了出来。陆成霜已经无法阅读，血神分身的血槽急速下降。可血者的召唤时间到了，他回到了烈焰地狱。与此同时，陆成霜的死亡缠绕刚好打在了他的身上，抽干了他最后一丝血。嗡嗡嗡嗡，红光闪耀，血神分身的动作逐渐变得僵硬。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陆成霜走了2步。人类，你居然敢阻止我的计划！不过你身上的气味，哼哼哼，你是他的人，真可怜，你也活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会再次见面的。咔啦，他身上的红光渐渐暗淡了下去，最后变成了一堆黑色的石头碎裂开来。你击杀了血神分身，经验值将会在退出副本的时候结算。陆成霜擦了一把汗，最后那段高强度的技能输出还是会让他感到一丝疲惫的。哈登飞奔向了被石头压住的拉莫斯，他奋力推开了巨石，跪在了他的身边。夫人，夫人，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拉莫斯费劲地睁开眼睛，看到哈登的脸之后，他抬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脸。哈登，亲王殿下，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被权力蒙蔽了双眼，请你放过我的孩子马雷塔，放过我的那些族人吧。不是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哈登鼓起勇气讲述了当年发生的那些事。父亲虽然给予自己惩罚，但是却从未将这些事告诉拉莫斯和马雷塔。现在他懂了，父亲让自己就翻这荒凉的北地，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拉莫斯的宽恕，希望他和哥哥还能够回到从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双精灵和高等精灵原本就是血亲，艾纳瑞昂希望有一天漂泊的游子能够回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了哈登的身上。只可惜直到今天，他才悟出父亲的良苦用心。听完了哈登的话，拉莫斯反而释怀了。是吗？原来是这样。哈登点了点头，然后把手里那些泛黄的书信交给了他。其实父亲一直都爱着你，直到他去世的那天都从未改变。拉莫斯忽然瞪大了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书信上的内容。错不了，这就是他挚爱的笔记。这一瞬间，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年轻英俊的精灵，回忆起他们2人在白塔学院相遇的第一个瞬间，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艾纳瑞昂，我亲爱的。拉莫斯哼起了那首歌谣。明辉轻洒四株霞，星辰荣光天下苍。眺望远方无尽处，白树萦绕之故乡。宋如永洁如学者，于海此岸大洋边。歌声被这北国的飘雪带到了黑方舟的每一个角落。剩余的双精灵此时才仿佛如梦初醒。这是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血神的阴影被这轻柔的歌声彻底驱散。一曲毕，拉莫斯的手轻轻垂下，爱人的信随风飘散，带着他的灵魂回到了他思念已久的故乡。哈登此时已经哭成了个泪人。良久，他平复了一下情绪，发现拉莫斯手里有一个发亮的项链，正好跟哥哥身上的那个拼成了一把完整的钥匙。陆成霜拿着黑方舟控制器走到了他的身边，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走吧，我们上岸吧。时隔500年，黑方舟的引擎再次启动，缓缓地靠向了岸边，穿过了无尽之海，终于看到了前方的陆地。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伴随着巨大的震动，黑方舟搁浅在了岸边。哈登亲王带着所有双精灵踏上了陆地。今后有什么打算？陆成霜问道。带着我的族人去世外桃源，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我要带他们回家。陆成霜点了点头。谢谢你外来者，你是我和我族人的恩人。说着，他解下自己随身带着的一把小笛子，需要的时候吹响这个笛子，无论多远我都会来帮你。鸦羽风笛使用之后可召唤群鸦王子哈登为你战斗。哈登挥了挥手，告带着族人继续北上。随后陆成霜来到了黑方舟的跟前，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第81章黑山市的麻烦。召唤。陆成霜召唤出了星龙子嗣，他用手抚摸着黑方舟的船体，抬头看着那高耸入云的尖塔。这个副本的名字就叫黑方舟，副本里的情节线索还有最后的血神分身根基都在黑方舟之上。这里相当于双精灵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小世界。我的判断应该不会有错。陆成霜喃喃自语道：这个就是副本核心了吧？按照爸爸的笔记上说，毁掉这个外面的裂隙就会被关闭。这时候面板上忽然弹出了一条红色的提示：警告，黑方舟是副本的核心，如果毁掉副本核心，传送门将关闭，玩家将会被强制驱离，副本将不会提除了经验值以外的奖励，同时也不会再对其他玩家开放，请玩家谨慎选择。副本的奖励他真的有些好奇，这种难度的副本完美通关之后会发放什么？要不然退出之后再进来打一遍？不行，这样行不通，因为完美通关之后很多东西都不会再刷新了，比如史泰格，比如拉莫斯。
副本说到底就是一个小世界，只有不完美的通关才能不停重置副本。这是爸爸的笔记里说到的知识。对现在的他来说，爸爸的下落和古神的秘密才是最重要的。况且他也应该为了整个双精灵几百年的悲剧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黑方舟，这是他们的苦难之地，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陆成双挥了挥手，给星龙子嗣下达了命令。坠星，一颗明亮的星星缓缓落了下来，如同太阳般照亮了整个北国的天空。双精灵的队伍纷纷停下了脚步，注视着黑方舟。苦难的消散是对他们最好的宽恕。轰隆！一声巨响，耀眼的爆炸光芒伴随着澎湃的星辰之力扩散开来，很多双精灵流下了眼泪。结束了，现在该重新开始了。陆成双的身体被这个光芒吞没，来到了一个纯白色的世界，没有系统提示，也打不开面板，但是他能感觉到身边有一个虚影缠绕着他，让他此时感觉全身温暖无比，原本躁动的心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是什么力量？正在思考着，下一个瞬间他就来到了那片森林，周围厚厚的积雪告诉他自己已经回来了。头顶上密布的乌云消失不见了，艳阳高照，夹杂着雪融化的气息，让他的心情一下子舒畅了。然后一股温暖的光包裹住了他的身体。 Level up Level up Level up， 大量的经验值奖励让陆成双连升3级，来到了24级。他马上打开面板查看自己的属性。人物陆成双，等级24，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咒术师，生命值73008200，法力值13260161440，耐力20602210，敏捷15851745，智力4915加300 5325加300，精神4860加300 5260加300，650个召唤位950个召唤位。好，非常好，现在可以万无一失的开始他的转职任务了。嗡嗡，他的手机响了起来。副本里的时间跟外界的时间不一样，里面的时间流速更慢一些，具体慢多少根据每个副本的不同会有差异。他看了一下时间，距离自己进入副本开始已经过去了24小时。打来电话是苗万万。喂，妈呀，你终于出来了，出大事了！怎么了？在他进入副本之后，黑山市就因为裂隙的影响，让很多个副本都进入了暴走形态，难度提高了一个级数。更为要命的是，副本的传送门也因此扩大了数倍，随时都有成为新裂隙的可能。好在陆成双及时关闭了副本，让汹涌的能量波动暂时缓解了下来。不过苗万万跟他讲完了市里发生的事情之后，他的心情又变得糟糕了。起因是因为小星星孤儿院的副本，市长孙德胜联合了东环副本公司去打副本，美其名曰是为了整个黑山市的市民着想，其实就是为了让东环拿到市里补助的资源。金秘书为了这件事跟市长之间起了争执，作为曾经的顶级猎人，上级领导派他来黑山市就是为了监管猎人事务的。孙德胜这次不但越过了他，反而反将一军，说他私自调动了黑山市武装部的人，造成了无谓的伤亡，同时也打乱了黑山市的部署。而且这件事他已经汇报给了辽省，事关副本资源以及黑山市全体老百姓的安全，省里很重视，反应也很快，第一时间派出了调查组。现在调查组的人应该已在路上了，明天就应该会抵达黑山市。苗家跟金秘书私交密切，如果金秘书有了麻烦，他们家在黑山市也就会失去一大依仗。苗万万现在急死了，他希望陆成双能够想法子帮金秘书一把。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来。陆成双召唤出了黑龙，飞向了孤儿院副本的安全区，一边飞他一边思考，省里的调查组明天就到了，时间实在是太紧急了，现在做什么事都已经来不及，而且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退为进。不过这件事情也太过凑巧了，这么大的突发事件，孙德胜即便要跟东环联合，也需要走市里的流程，就连武装部组织人手都花了一些时间，他们一家私营企业动作居然比军队还快。在陆成双进森林的时候，东环的人已经下了副本了，而且还是那个很久都没有人通关的小星星孤儿院。如果他们早就知道副本能量有外溢的风险，为什么不一直派官方的开荒团下去，直到通关为止？或者用重金让各大副本公司出人组成联合开荒团？偏偏这个时候下去，这一切的疑点太多了，中间肯定有很多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内部交易。当陆成双把这些疑问当面提给金秘书的时候，他的面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小陆，我知道你在暗指什么，我跟你有同样的疑问。金正范叹了口气，事实上，这就是我来黑山市的原因。第82章，以退为进，转职任务开启。金正范起身看着楼下的风景，你觉得孙德胜这个人怎么样？
他冷不丁问了陆成双一句：“我不怎么样，唯利是图，好大喜功，本事半点没有。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像这样的人能走到这个位置，要么就是他没啥用作为各方势力的平衡，要么就是他背景太过于深厚，没有人能动得了他。孙德胜原本不是这样的，虽然他在当猎人这件事上有些拉胯，但是说组织和后勤绝对是一把好手。很久以前我还在部队的时候，我们曾经共事过。”金正范叹了口气，继续说道：“黑山市虽然不大，但是却非常重要。”金正范接下来说的话让陆成双一行人感到无比震惊，因为这里有着一个国家级副本，而且已经超出5A 级难度，就在这里不远处跟半岛交界的地方。国家级副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这里面出产的材料、装备都是最顶尖的，而且出产量大，刷新速度非常快。目前龙国顶级的猎人部队就是靠着魔都的一个国家级副本的产出武装起来的，单就一个副本的产出就能够让龙国跟世界最强霸主大漂亮掰手腕了。而且龙国是国家级副本现存最多的国家，根据父亲笔记的记载，西京有2个祖龙之墓和大明宫，再往西还有2个洪荒之始和双鱼遗迹，巴蜀地区有一个叫做群星之墓，接着就是上京的13陵，魔都的龙之柱。陆成双没有想到黑山市居然也有一个国家级副本，这个副本我从来没听过，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陆成双好奇地问道。10年前就有了，只是官方刻意隐瞒了消息，如果民众得知副本是活的，随时会出现在任意角落，会引起社会恐慌的。陆成双点了点头，他大概明白了。上头原本是要派一个最为可信的人来镇守黑山市，在拓荒团完成首通之前看住国家资源，但是没想到他上任仅仅3年的时间，脾气性格就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从3年前开始，黑山市就不断出现异象，国家监测站频繁收到副本能量异常波动的消息，这才让金正范来到黑山市查看一下具体情况。加上先前祁东环自己爆出大漂亮的国籍，陆成双大概猜到了这一切的后面有着大漂亮的影子。现在看来，这2天的情况对于金秘书来讲十分不利。明天要到的调查组的人大概率不会知道金秘书的身份，所以都是照章办事。从明面上来讲，孙德胜做的没毛病，符合官方处置的流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陆成双说道，那就是暂时离开黑山市，等到事态扩大之后再配合上面过来收尾。金正范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第2天一早，几辆黑色的红旗停在了副本安全区的中央广场，孙德胜和金正范一行人出门迎接。调查正式开始了。不过令所有人包括调查组的人出乎意料的是，金秘书主动扛下了所有责任。会议室里，金秘书坐在调查员的对面，点了一根烟。没错，这些事都是我做的，是我下的命令，从武装部调了人，然后让他们去林子里查看情况的。后来他们之中只有1个人活着回来了，全部这些损失我一个人承担。调查员私下说了2句话，然后开口问道：“金正范，你说的这些话属实吗？确定吗？”“确定。”调查员把文件放在了他的面前，“签个字吧，然后你就可以先回去了，剩下的等待组织的调查结果就行了。在这段时间暂时停止你的工作，不要离开黑山市。”“好，我知道了。”与此同时，陆成双也回到了家里，暂时停止了下副本的工作。刚成立的公司他一直没空打理，现在终于空了下来。这2天调查期间，苗万万一直缠着他，让他发一发招聘广告。现在的陆成双在黑山市算是名人了，目前他在小红书和抖音的粉丝量已经破100万，广告效应绝非正常博主可以比拟的。回家的当天晚上，贴吧里就转载了一则招聘启事：万双副本有限公司开始招人了，我们有黑山市最棒的法师，有最优惠的价格，法师职业优先考虑，入会免收手续费，其他职业入会仅收一次性30万元的会费。陆神的公司开始招人了，法师优先？我操，真的假的？为啥法师优先？陆神自己就是法师，他对象也是法师，你觉得为什么法师优先？我是射手，考虑一下我吧。自然是可以的，只要你出得起30万就行了，这种条件招不到人的，鬼才会去啊。其他职业还得倒贴钱入会，哪个大公司没有入会费的？除非你是 S 级的天才，思念那种，人家才会抢着要，一般人都要交入会费，只是用你打的装备来顶了，一次性收30万，真是良心价了。我是职业法师，我要去试试。加我一个兄弟，哪里面试我也要去试试。我是公务员，请问我能去吗？选上我立刻辞职。贴吧里讨论热烈，陆成双的个人小红书和抖音都被人攻陷了。大哥，招人吗？我是职业法师，招我吧。你看我行吗？我现在15级是个战士，能帮你扛伤害。只可惜网上的评论陆成双一个也没有看到，
现在的他已经躺在床上，意识进入了系统空间。他再次站在了那3个大门前面，他触摸了一下第一个大门。烈焰地狱里还有很多地方没去探索，不过他打算先放放。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转职任务做了。检测到宿主身上有转职任务道具，是否开启任务？开启。系统提示：开启任务之后，中途不可退出，任务中不可使用灵魂石、复活十字架等复活技能，是否确认开启？确认。第83章疫病沼泽，把这里烧光。开始传送，请等待。一道白色的光线将陆成霜包裹了起来。之前在黑方舟副本里见过的那种熟悉的能量再次出现在一片纯白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他的脑中再次提出疑问，可是身体动不了，也无法说话。坐标已锁定，解析当前场景。白色逐渐褪去，那股能量也渐渐消失。这时候他鼻子里又闻见了那股熟悉的硫磺味，紧接着看到了一片被烧焦的大地，枯萎的树枝，满地的熔岩。传送完毕，请宿主尽快抵达目标地点。陆成霜看着地图上标定了一个点，这里是地狱火半岛吧？怎么跟上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这里空旷了很多，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小鬼也没有了，而且旁边那个叫腐败森林的地方，外圈的树木都已经被烧成了炭黑色，横跨在这里的那条岩浆河也不见了。大门的入口处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房子，虽然制作的非常粗糙，但是陆成霜一看就知道是干嘛用的。这不是狗窝吗？那个家伙也混房子了。宿主上次来的时候改变了该世界的走向，副本生物自己对副本做出的改变会成为永久性的改变。原来是这样，上一次杀死恶魔王的人是艾琳，所以从那以后恶魔王就不会复活了吧？那么这里的环境的变化8成也是艾琳干的。正想到这里，远处一匹鬼火战马朝着他跑过来，还没等马匹停稳，艾琳就飞身跳到了他的面前。主人，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他双手抱住陆成霜的脑袋，埋在了自己那对85地上面。呜呜呜！陆成霜本来要说的话变成了呜呜声，突如其来的洗面奶让他一时不知所措。如果不是有任务要做，他搞得整2口。艾琳，这附近跟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哦，是这样的，上次主人走了以后，我就命令手下的人开始对这里的环境进行改造了。他指了指前面的入口处，先给旺财盖了个房子，然后把后面那个河给填平了，然后给这个瘟疫森林做了一个大消杀。说完之后，艾琳的脸上泛起一抹绯红。这些都是为主人做的，因为感觉主人不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这话说的不光是自己不喜欢，世界上好像没人喜欢吧？嗨嗨，做得不错，但是我现在还有急事，能不能把我带到这个地方？陆成霜给艾琳共享了地图，这里是王宫的位置。上次魔王死了以后，这里出现了一个传送门。好，2人一马朝着王宫的方向疾驰，不一会就来到了魔王宫的地下。这里被重兵把守，甚至还有2个欧格林巨兽。主人，这里是通往深渊地狱的传送门，时不时会有恶魔入侵到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我做了点防范。陆成霜点了点头。在公立图书馆里，陆成霜看到过关于恶魔的知识。在地狱里的恶魔主要分为2大类，下级恶魔和深渊恶魔。下级恶魔长相比较接近人类，生活的维度跟人类比较接近。传说在远古时候，下级恶魔曾经跟人类的祖先巫杂居过一段时间。这些生物耐高温，体质比人类高不少，跟巫学习了大量的魔法知识。后来巫灭绝了之后，他们传承了那些知识。这些下级恶魔人们统称为魔族。深渊恶魔就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他们生活在地狱的最深处，那些地方是跟物质世界完全相反的纯能量世界。深渊恶魔的形体也是由纯能量构成，这些东西是以全宇宙所有生物的情绪为食的。只要宇宙里还存在着生物，他们就死不掉，只能被暂时驱赶回自己的界域。但是也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奴役。深渊恶魔跟下级恶魔是死敌，因为除了精灵之外，他们是排名第2美味的食物。大多数深渊恶魔都没有理智，甚至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交流。主人，你要一个人下去吗？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陆成霜摆了摆手，暂时不用，有需要我会随时召唤你的。是，主人。陆成霜触摸了一下传送门，立刻就有一股腐败恶臭的气息从里面传了出来。宿主即将前往未知区域，请问是否传送？是。伴随着黄绿色的浓雾和一阵阵恶臭，陆成霜的身体消失。下一秒钟，他发觉自己置身于一片沼泽之中，地上遍布腐烂的黄色汤水，黑乎乎的蝇群飞来飞去，畸形的树上长着脓疮一样的肉瘤，瘴气从沼泽底部升起，像是癞蛤蟆一样的生物用他们那泛黄的双眼看着陆成霜。嗡！地图上跳出一行提示：腐败疫病花园，请宿主找到腐败核心，杀死花园的园丁。看上去是个平推任务，应该不会太难。可是陆成霜刚走了2步，才发现他的生命值正在慢慢减少。
-100、-99、-99、-100，头上每隔1秒就会爆出一串数字。我操，又是跟上次一样的幻境 debuff。陆成双立刻召唤出了蓝魔像和几只迅捷蟹。护盾，环境 debuff 会先损耗护盾的生命值，然后才是他本体的。在这里死了不能复活，得更加谨慎一点才行。鸟瞰，陆成双发动了装备技能，他的视野飞到了空中，只看见这里腐败的瘴气遮蔽了视野。穿过这片森林，有一片空地，在那里有个破败的房子，那附近的地上长满了食人的植物，周围还有一些独眼的类人怪物在四处游荡。时不时有人从屋里端出一锅汤，紧接着就会被那群怪物疯抢。有些怪物喝了汤之后直接原地爆炸，有些则生长地更为巨大。房子里的腐败之气比森林里浓郁100倍，看来那边就是腐败核心所在了。不过在这片森林的不远处，有一大片蛛网拦住了去路，正合我意。陆成双勾嘴笑了笑，召唤20只红魔像来到了他的身边。开始吧，把动静闹得大一点。第84章腐臭森林之战。轰轰轰，火球术在森林的各处爆炸，腐臭营群直接被烧了个干净，还有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癞蛤蟆也都被直接烤成了牛蛙。生命虹吸，陆成双照着一个牛蛙吸了一下，但只是一个瞬间，牛蛙的身体就被吸瘪了，加不了多少血。烧，统统给我烧光！火球术像是密集的流星，肆意焚烧着这片森林，刺鼻的焦味很快就取代了腐臭的味道，让这一带进行了一次物理消毒。很快整个队伍就推进到了那个大蜘蛛网的位置。陆成双看到这个蜘蛛网的上面沾满了各式各样的骨头，很多还是人类的骨头。奇怪了，人类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咯咯咯咯！不等他思考，蛛网的另外一侧发出了一阵磨牙的声音。正主终于肯出来了，一只巨大的浑身长满绿色苔藓的蜘蛛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在他的肚子下面挂着成群的小蜘蛛。咯咯咯咯！他挥舞着前足，张开身体，做出一副要攻击的架势，但是却没有这么做。这个时候，从他身后的阴影中走出了一个人，他全身惨白，身上满是脓包，手臂上还有一个缝合的大口子，不时渗出绿色的汁水。他的2个眼睛全部是屎黄色的。看到陆成双之后，露出了一个微笑，满口的牙子的尖牙让陆成双站在远处都仿佛闻见了他的口气。哦，他不自觉地干呕了起来。其实从刚才开始，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让他觉得反胃。呵呵呵，有客人来了，外来者欢迎来到我们的花园。陆成双让蓝魔像给补了个盾，开口说道：“我是来找腐败源头的，让开，我不赶时间。”腐败？那个人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说道：“哪里有腐败？这里空气清新，花朵盛开，动植物们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腐败？因为臭，而且你们的样子都很恶心。”哈哈哈！陆成双的话把这个白面人给逗笑了。恕我直言，外来者，我觉得你身上才是臭不可闻，从刚才开始你就一直在污染我们的花园。跟我来吧，来慈父的房间里，我给你洗个澡。陆成双摆了摆手说道：“洗澡免了，让我过去。”怎么？你不打算加入我们吗？我可以跟慈父说一下，他很好说话的。你刚才所做的事儿一定能够一笔勾销，怎么样？加入我们吧，享受这里快乐的生活。白面人向他伸出了手，但是得到的回应是一个火球。轰！烈焰撕开了眼前的蛛网，让那只母蜘蛛痛苦的嚎叫，吱吱吱。但是很快，绿色的浓汤就治愈了它，蛛网上的裂口也自动愈合了。之前我也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外来者，不管他们反抗的有多激烈，最后都加入了我们，你也不会例外。说着，白面人拔出了腰间的小刀，刀柄上有一个黄铜色的铃铛。这时候他头像才变成了红色，下面还有一个骷髅标识，极度危险的怪物才会有这样的标识。陆成双打开了面板，人物瘟疫世僧，等级35，生命值77万，怪物强度会根据玩家属性自动进行调整，所以在我进入副本的时候，这里的怪物就根据我的强度进行调整了吧。系统还真是贴心，搞个简单点的副本任务不行吗？这时候铃铛响起，瘟疫世僧的周围出现了一个个独眼怪物，这些怪物身上的皮肤溃烂，长着各种赖疮，有些内脏直接露在了外面。人物瘟疫使徒，等级31，生命值16万7000。从刚才的表现来看，火焰系对他们有加成。献祭，厄运降临，召唤。陆成双召唤出了100只迅捷蟹，伴随召唤法术的还有一只龙兽。紧接着，背后的蓝魔像给他们上了一个护盾。轰轰轰！火球在这群行动缓慢的怪物中间炸开，
-10293，-10223。咦，没有出现爆炸性的伤害，有点奇怪。接着，迅捷蟹的刃足拼命在对方的身上乱砍。-998，-1023，-892，-723。这种伤害简直就像是挠痒痒一样。附加的火焰伤害和真实伤害倒还算正常，物理攻击几乎像是刮痧一样。同样的，对方的攻击也不算太高，一刀下去能给迅捷蟹造成2000多点的伤害。但是很快，陆成双就发觉事情不对了。迅捷蟹的身体开始迅速腐烂，没看清伤害的情况，最前排的20只就已经挂掉了。在缝隙之中，陆成双注意到瘟疫侍僧用匕首插在地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周围闪耀着黄绿色的光芒。赐福之环，凡是在光环范围内的生物都会快速掉血，最后腐烂成为一滩脓水。这玩意的效果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个侍僧有60几万的血量，就算是用人海堆到近身，也不能一下子杀死他。自由机关枪，后排的迅捷蟹垒成一堵墙，快速朝着前方喷吐钉刺。噗呲，其中几根钉刺扎中了独眼怪的眼睛。嗷！那东西发出一声惨叫，当场化成了脓水。这东西的弱点这么明显啊！失策了刚才。陆成双撤回了所有迅捷蟹，有序地排成了扇形，让前排肉搏的迅捷蟹缓步后退。等到退出光环的范围以后，后排的远程组玩命输出，直打他们的眼睛。很快，那些瘟疫使徒就像是被割麦子一样被一排排收割。但是他发现，钉刺在接近瘟疫侍僧本体的时候，全都被腐化了。远程武器对这个家伙没有什么效果，近距离又扛不住光环的伤害，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厄运降临，献祭。陆成双朝着一旁快死掉的瘟疫使徒上了2个诅咒，很快，他们的身体就被一个传送门给吞没了。人类，你竟敢把我带到瘟疫花园！这笔账我记下了。深渊恶魔一边诅咒着陆成双，一边提着巨斧朝瘟疫侍僧砍了过去。少废话，对付你的同类还是使用你最划算。第85章林中小径。深渊恶朝着瘟疫侍僧的脑袋砍了过去，斧刃离着他脑袋还有1寸距离的时候，忽然一只钢铁般的刃足挡在了他的面前。他身后那只大蜘蛛终于有所动作了，拦住了深渊恶魔这致命的一击。他腹部的孩子拼命朝着恶魔喷吐绿色的脓水，这些汁水沾在恶魔的身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很快，红色的皮肤上就起了一个个黄色的肿瘤，但维持了不到3秒钟就消散了下去。深渊恶魔之间也是有不同信仰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力量相互排斥，所以瘟疫侍僧的技能没法完全发挥功效。深渊恶魔对巫术魔法的抗性很高，只不过这一击，恶魔的仇恨被那只蜘蛛给拉了过去，追着他砍了起来。陆成双见状，马上下达了强制指令：你的目标是这个跪在地上的侍僧，其他人不要理。恶魔发出恐怖的叫声：人类，你胆敢命令我，我一定要吞掉你的灵魂！给我记着！放屁，你只是我的黑奴，即便到了地狱，我还是你的爸爸。说着，陆成双命令身边的迅捷蟹分出一半冲向了那只大蜘蛛，剩下的一半则集中火力朝着他喷吐钉刺。献祭，厄运降临。-10823，-22382，-988，-988，2个诅咒分别打出了附加真实伤害。饱和式的打击让那只蜘蛛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还击，所有的技能还未用出来就被打断。不要停，继续火力压制。召唤物的血量比它的主人低不少，只有20万出头，被这一顿疯狂的输出血量已经过半了。火球术，轰轰轰！巨大的火球砸向了那只蜘蛛，吱吱吱吱，它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身上爬了10几只迅捷蟹，肚子下面的孩子们也都死掉了。很快，它的刃足也被撕扯了下来，蜘蛛拼命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痛苦地在地上叫着。它想甩掉身上的迅捷蟹，但是毫无作用。火焰光环持续对它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很快，它就肚子朝天，身体团成了一团不动弹了。另外一边，深渊恶魔的大斧持续朝着瘟疫侍僧挥砍着，可是他的周身有一层屏障保护，斧刃根本无法接触到他身体。发动赐福之环的时候，这个家伙是无敌的。不过在自己的蜘蛛被击杀之后，他终于站起身来。我好心拉你入伙，你非但不领情，反而杀死了我的孩子，你这混蛋，我有些生气了。说着，瘟疫侍僧口念咒语，用匕首把自己的手臂划出了一道细小的伤痕，乌黑发臭的血液从伤口里流了出来。坏血病，血液飞溅向了陆成双，不过被他前面的迅捷蟹墙给挡了下来。不过迅捷蟹的身体立刻发生了变异，
甲壳迅速脱落，脏器外流，看不见伤害数字就直接挂了。接连几只都是如此。与此同时，恶魔的大斧终于砍到了对方的身上，噗呲，黑色的坏血飞溅，负21923，血液溅到了恶魔的身上，负9823，伤害反弹，不是，这是对方血液中的疫病。不过深渊恶魔的血量很厚，这样的伤害可以抗很久一阵子。可是他的召唤时间就快要到了。召唤，陆成双继续使用召唤技能，又是100只迅捷蟹加1只龙兽。瘟疫式僧已经到了第2阶段，他不再使用赐福之环，这就给了所有单位输出的机会。陆成双这边最不缺的就是输出。自由机关枪，嗖嗖嗖，定刺的密度比机枪还要密集，射向了瘟疫式僧的身体。周围那些近战的迅捷蟹和魔像跟瘟疫使徒缠斗在了一起，死亡缠绕。陆成双也朝着对方发射暗影能量，负42923，这一下打出了超级高的爆发伤害。看来温世僧的防御力比他的手下差远了，很快他的血量就降到了1/3以下。即便是小 boss 也有第3形态，不过陆成双并不打算给他机会。巨浪3，小青蛙闭上的眼睛，用细小的法杖指向了天空，轰隆一道海浪拍向了对方。正准备施法的瘟疫式僧被打断，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想用什么类型的法术，不过陆成双感觉这东西极其危险，自己也没那么好奇法术的样子，现在自己只想让他快点死。恶魔的召唤时间到了，他返回了自己的位面，不过龙兽马上顶替了他的位置，直扑向了瘟疫式僧。紧接着就是一声龙吼，啊！他身上所有保护性法术全部被驱散了，自己想要再次发动的法术也被打断。趁现在，火球术、生命虹吸、自由机关枪，各种技能朝着他的身上疯狂地招呼。最后龙兽朝着他脑袋上就是一口，巨大的嘴巴直接将他的身体咬掉了一半。噗呲，黑色腐臭的脓血喷了出来，龙兽受到了伤害反弹，不过已经无所谓了。你击杀了瘟疫式僧，随着他的死亡，周围那群瘟疫使徒全部都化成了烂泥，消失不见了。瘟疫式僧的尸体上发出绿色的光，陆成双上前查看，你获得了疫病之核，唯一主动赐福降临，可驱散所有疫病变异，让那些感染体恢复正常的形态。CD 1分钟，仅限覆盖副本中使用。爆出了一个紫色的副本道具，副本设计不会毫无道理的，这东西应该跟接下去的剧情有关。陆成双把这沾满粘液的球放进了自己的空间，就在这一瞬间，原本拦住去路的蜘蛛网散开了。他继续往前走，准备穿过腐败森林到那个小房子的位置。直觉告诉他，里面的那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个副本的 BOSS 了，杀死他应该就能找到疫病源头。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声音：旅行者，过来，到我这里来。旅行者。陆成双回头看到了林子里有一条岔路，通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里面黑洞洞的，但是腐败的气息要比外面弱不少。他顺着道路往里走去，越走感觉地面越干燥，空气越清新。忽然间他停下了脚步，一脸震惊。第86章天使的算计，世界级副本。他的眼前一片豁然开朗，地上满是枯萎的树枝和树叶，甚至还有新鲜的嫩芽破土而出。周围的树木也不像外面那样充满畸形的恶臭，地上是干燥的黑土，看不到一丝疫病污染的痕迹。林中小径，陆成双的地图上弹出提示，但是这里应该是地狱，而且是疫病地狱，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上前来，凡人，那个声音说道，声音浑厚清晰，没有了刚才虚无缥缈的感觉。陆成双往前走了2步，忽然一阵耀眼的光出现，他赶忙遮住了眼睛。光芒过后，一个忽闪着光翼的大天使缓缓地从天而降，银色的铠甲熠熠生辉，头盔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但是却看不清他的面孔。头盔里是一团没有实体的能量。凡人，能来到这里，足以证明你是个强者，你是真正的亚威的选民。虽然对方贵为天使，但是陆成双本能的对宗教类的东西产生反感。他赶紧摆了摆手说道：行了行了，我不信亚威，我信无产阶级，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我赶时间。大天使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口说道：我想你能够帮助我净化这片森林，让这腐败之气永远消失。如果成功，我会给你奖赏，来自亚威的奖赏。陆成双勾嘴笑了一下，亚威我不信，但是亚威的奖励我又想要。于是他开口说道：我要怎么做？大天使身后一道神光闪过，一柄闪着金光的长枪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用这把枪杀死疫病魔王，这样整片区域都将会得到净化。陆成双接过长枪，支线任务：帮助大天使净化这片区域，
可选，祝你成功，凡人。说着，又是一道神光闪过，陆成双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他查看了一下面板，下面的状态栏里多出了一个叫做天堂福音的 buff。天堂福音可在12小时内免疫一切中毒、生病效果。有了这个 buff 之后，陆成双将不会再因为环境污染而快速掉血。于是他提着长枪告别了大天使。不过他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总感觉刚才那个天使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自己。陆成双边想边走，半晌终于穿过了那个腐臭的森林。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就如同他刚才用鸟瞰看到的那样，这块空地上生活着大量的瘟疫使徒。越靠近房子的地方，怪物的体型越夸张。离房间最近的地方还有2只肥胖的像是巨型蛤蟆一样的怪物，它们的全身长满黄绿色的脓疮，时不时就有脓疮破裂，向着周围的空气里释放病毒。肚子上是一张巨大的嘴，内脏从嘴里流了出来。头上长着一对干枯坏死的犄角，身体周围还围绕着一群群的苍蝇。他们应该就是那些变异成功者，那些能够承受得住瘟疫浓汤的人。把这里清理干净之后，房间里的正主就应该可以露面了吧？不过要用刚才的办法清理这里，还需要花上一点时间。陆成双给小青蛙下达了指令。超位魔法玛莎拉蒂总裁。天空中忽然出现一道裂隙，一把黄金色的3叉戟插在了花园的中央。轰的一声，周围大地撕裂，海水从裂缝中涌出，跟海水一起出现的还有大量的水族生物。那些瘟疫是一时间无法反应，有的直接被海水和地缝给吞没，有的还未做出反击就被人鱼们给射杀，大批大批的死去。中间那几个大魔有些许一战之力，他们张开肚子上的大嘴准备吞噬海水，但是这些海水是有魔法伤害的，吞进肚子里之后迅速膨胀，最后砰的一声，整个身体炸裂开来，无数的疫病小精灵从破裂的肚子里飞了出来。但是很快这些东西又会被海水给吞没。超位魔法对 BOSS 级以下的怪物有着直接秒杀的效果，无论多少血，是否是精英怪都一样。陆成双淡定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发现即便波涛汹涌，大地碎裂，中间的那个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损伤，这里似乎有着某种魔法屏障的保护。很快潮水退去，周围恢复了原样，只是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全都被清理干净了。这时候房间的门开了，一个浑厚而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凡人，你为何要伤害我的信徒？我们不曾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抱歉啊，我要做个任务，所以你也得给我死，赶紧出来吧，不然把你的房子给拆了。凡人，我看你是想喝我煮的汤了吧？过来吧，我可以免费给你。轰的一声，一个火球砸到了那个房子上，魔法屏障抵消了火球的伤害。别让我说第2次，赶紧给我滚出来。陆成双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屋内传出沉重的脚步声，一个身形肥硕、皮肤腐烂的胖子缓缓走了出来。他的脸烂了一半，身上跟那些蛤蟆一样的胖子一样布满了脓疮，只不过他的肤色更接近于人类。他的一只手里抱着一口大锅，里面翻腾着绿色的脓液。来，尝一口吧。说着，他用手中的大勺子舀了一勺浓汤泼洒向了陆成双，汤汁被迅捷卸墙给挡了下来。负22322，负23332，负10万，负20334。高额的持续伤害让几只迅捷蟹的甲壳迅速腐败，很快化成了一滩脓水。那些滴到地上的汤汁开始迅速生长出瘟疫使徒。刚才被潮水冲走的腐臭蝇群又回来了。去吧，孩子们，热烈的欢迎一下我们的新客人。瘟疫使徒拖动着蹒跚的步伐朝着陆成双走了过去。此时陆成双又召唤出来100只迅捷蟹，红蓝魔象各100只，一只龙兽和一只星龙子嗣。这里地势开阔，哪怕把自己的召唤喂给拉满也应该可以容纳。厄运降临，献祭，生命虹吸，死亡缠绕，一连串技能打在了园丁的身上。来吧，让我陪你好好玩玩，别死太快啊。第87章，我要净化这里。空空空，两股人马撞在了一起，相互撕咬，相互砍杀，根本分不出彼此。陆成双看着空间里的那柄神兵，金色怒火，任务道具，使用之后可以杀死2万乘以20万范围内的所有恶魔造物。他陷入了思考，总感觉这个任务里有些蹊跷。虽然看不见对方的脸，但是从他说话的方式里，陆成双总是觉得他有事瞒着自己。寻常人都会认为天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们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从而对这些话深信不疑。但是陆成双可不这么认为，天使和恶魔只是世界运转产生的能量体而已，他们是伴生关系。
就像阴阳两极一样，破坏任何一方都会让整个世界失去平衡。与西方人那些二元对立的思维不同，龙国人更加奉行平衡之道。更为重要的是，抛出这把枪，眼前的 BOSS 应该就会被击杀，周围这片疫病花园也会一同消失不见，大概率他要找的道具也会消失不见。转职任务完不成对他来讲可是一个重大损失。陆成双笑了笑，将那柄枪收了起来。眼前的 BOSS 攻击力很高，但是血却很低，只有150万的生命值，而且他的身边没有刚才那么可怕的光环。献祭，厄运降临，两个诅咒打了过去，园丁的血量很快下降到了一半。召唤，雨点般的迅捷蟹砸在了园丁的身上，照这个速度，很快他的身体就被撕成碎片。可就在这个时候，陆成双注意到他的血量不再下降，负零，负零，负零，再怎么打都打不出一点伤害。园丁启动了锁血模式，哈哈哈，人类，加入我吧，我将给你不老不死的秘方，这是从古至今无数帝王都在追求的东西，你不想要吗？滚！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有事物都会死亡，然后孕育出新的事物，你也一样。轰的一声，唯物主义的火球砸在了园丁的脸上，但是依旧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腐臭蝇群，嗡嗡嗡，从园丁的锅里飞出一大片的苍蝇。AOE 攻击伤害不算高，但是持续时间很长。蝇群密布在空气中，给每一个陆成双的召唤物造成伤害。负2343，负3333，负2344，负3834。好在陆成双有护盾加持，这样的伤害没办法对他怎么样，只是补盾的手速一定要快。陆成双拿出了刚才获得的疫病之核，可以净化附近所有的变异和疫病污染，1分钟的 CD。 他有些好奇，所谓净化到底是不是他认为的那种净化。使用，嗡，核心发出淡绿色的光芒，瞬间一道冲击波以陆成双为中心扩散了出去。凡是被这道光芒波及到的变异怪物，全部都像蜕皮一样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他们的身上血肉重新长出，腐败被驱散得无影无踪。陆成双这才看出来，原来这些变异怪物很多原本就是人类，还有一些他叫不上名字的异界生物。中间那个园丁身上的脓包一起炸裂，他跪倒在了地上，气喘吁吁。负3433，负2983，负3445。迅捷蟹的攻击起到效果了，原来是这样，用疫病之核先净化它，这样他的锁血能力就解除了。陆成双给召唤兽们下达了指令：红魔象、龙兽、迅捷蟹一拥而上，生命虹吸。自己也用出了输出技能，所有的攻击都打在了园丁的身上。不过很快他又站了起来，你这雕虫小技对我不起作用。大锅里的汤汁洒了出来，腐败再次扩散，原本被净化的生物重新迅速变异，双方的人马再次厮杀在了一起。1分钟之后，陆成双再次发动了疫病之核，如此又循环了2次，终于那个园丁的血量被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丝。陆成双连狂暴化的机会都没有给他，现在只需要再用一次疫病之核，这家伙就该跪了吧。但就在他想着的时候，忽然一道光芒从天而降，地上的那些原本奄奄一息的怪物瞬间被这光芒融化，变成了一缕青烟，消失不见。凡人，你干得很好，现在用我给你的那把长枪结束了他吧，结束这里的腐化之源。大天使指了指那个已经瘫倒在地的园丁，但是陆成双只当听不见，根本就不为所动。他给周围的迅捷蟹下达了指令，蟹群一拥而上，朝着园丁扑了上去。不要！大天使忽然间挡在了园丁的前面，抽出佩剑一挥，直接将迅捷蟹打飞。陆成双勾嘴一笑，呵呵，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不装了。凡人，我再给你一个机会，用这把枪刺死他，结束这里的一切。哼，你是个天使，能力比我强，刚才那一剑足以砍死他了，为什么要我来做？大天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柄枪，因为这柄圣物是专门为凡人打造的，我们无法使用。如果我砍死了他，用不了多久他还会复活的。陆成双摇了摇头，不对，你说谎了，你根本不关心凡人，也不关心这里，你要的就是毁灭，毁掉这里的一切。至于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你自己的野心吧。小心你的措辞，凡人。怎么，说到了你痛处了吧？陆成双根本不怕他，继续说道，地狱和你们高阶天堂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生相克的。我们人类就是两者平衡之后的产物，如果毁掉这里，人类也会消失，那么谁是最终的获益者呢？陆成双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天使那没有实体脸庞的头盔。雅薇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至于为什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高阶天堂一定发生了非常精彩的事。不过我对那些没有兴趣，
我现在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让开。陆成双抬手指着大天使说道：凡人，如果你不肯帮助我们完成伟大的计划，那我就只能在这里消灭你了。说着，天使的长剑上发出金色的光芒，将那些弱小的腐臭蝇群全部气化。炙热的光线让陆成双也感觉到稍微有些不舒服。相比烈焰地狱，这只天使的光令人感到烦躁。第88章，烈焰地狱的麻烦。炙热的剑气朝着陆成双劈了过来，速度不是很快，他有1500多的敏捷，很轻松就躲了过去。天使的行为印证了他的想法，这群家伙就是一些自私富有野心的生命，也会有欲望和算计，本质上跟凡人没有什么不同。跟恶魔相比，这些家伙更伪善。想到这里，天使双手持剑指着天空。这时候，原本笼罩着这里浓浓的云层散开了，一道神光降临在天使的身上。重装化。神光散去了以后，天使身上的铠甲变得更加厚重，肩上多了2门炮。陆成双对对方使用了探查技能。重装大天使，等级35，生命值76万。看到这个数据，他的脸上划过了一丝不屑。习惯了动不动几百万生命值 BOSS 的他，感觉这个天使充其量就是个小 BOSS 的强度。圣光炮，嗡！天使肩上的2门炮开始充能，紧接着2道金色的能量射出，被陆成双躲过。轰的一声，地面被炸出一个大坑。这东西跟火球术的威力差不多吗？陆成双感叹道。这只大天使看上去挺唬人的，实力也就这么回事。完成任务心切的他根本没有心情跟这只天使纠缠。自由机关枪，嗖嗖嗖！钉刺从迅捷蟹的嘴里喷了出来。当当当！负982，负999，负1234。天使的铠甲似乎对远程武器有很高的防御力。紧接着，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10只迅捷蟹一拥而上，从各个角度对他发动了攻击。负3454，格挡，负4103，闪避。敏捷和格挡属性都不错，但是攻击力很普通。这只天使应该只是一个基层的做天使。厄运降临，献祭，滋啦啦，透过盔甲诅咒直接开始燃烧他的灵体。负48343，负47832。2个诅咒加上真实伤害，直接打出了爆炸的效果。因为这些伤害是直接施加在天使的灵体上的。陆成双从书上看到过关于天使的知识，这些生物本质上是纯粹的能量体。下级天使的身体非常脆弱，只有全天使以上的阶级才能够获得实体。到了那个阶段以后，他们才会真正变成攻防一体的怪物。所以现在只要绕过物理防御，直接伤害到本体，他们很快就会死。把他按住！陆成双给所有召唤物下达了指令，他们一拥而上，直接扯住了天使的翅膀，硬生生将他拽到了地面上。死亡缠绕！陆成双向他射出了一发纯粹的暗影能量。砰！能量炸裂！负21932。暗影能量被铠甲阻挡了大部分伤害，也有一部分透过铠甲的缝隙伤害到了他的本体。直接伤害类法术效果并不好，是因为诅咒类可以无视铠甲防御吗？凡人，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天堂的力量，你的身体迟早会被古神吞没的。啊呀！大天使挣扎着想起来，可是因为召唤物让实在太多，根本没有用。省省吧，你大概还不了解龙国人的哲学观吧？陆成双笑着说道。龙国人的哲学观就是去他妈的原则，活下去最重要，天堂也好，古神也罢，敢拦着老子升级的，统统给我死！生命虹吸，绿色的光带从天使的体内大量抽取着生命值，每秒钟造成4万多，将近5万万的伤害。这个大天使被按在地上，根本动都动不了。住手！给我住手！他的血量很快就下降到了1/10。砰的一声，他的身体发出一道冲击波，把身上的召唤物都给震飞了。大天使进入了狂暴形态，可是陆成双根本不打算给他出手的机会。他拿出长枪递给了一旁的蓝魔像，扔过去，刺穿他的身体。嗖的一声，长枪飞了过去。正如大天使所说，这柄枪中蕴含着亚威的力量，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噗呲，长枪如同切豆腐一样刺穿了天使的铠甲。啊呀！天使痛苦挣扎着趴在了地上，金色的血液从他的伤口中渗出。凡人，你会后悔的。说着，他的灵体离开了铠甲，重归天堂界。长枪也化作一道圣光，消失不见了。铠甲堆里有一道金色的光线直冲云霄，这是爆出高级别装备了。陆成双赶紧上去舔包。你获得天使之心，你获得天使杀戮者称号，你获得圣光炮稀有，
仅限该副本中使用。一个副本道具，一个称号，还有一个传说级道具。陆成双打开面板查看，天使之心，传说用于开启世界级副本永恒之战的钥匙之一。陆成双的心脏狂跳了几下。世界级副本，这是全世界所有势力都想争相探访的地方。这样的副本大多数都位于无主之地或者中立区域，所有国家和势力的高手都会组队前往。一旦通关成功，不但可以获得丰富的装备和资源，更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或者势力带来不可估量的能力加成。在副本降临之后，很多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级副本的使用权发动国战。他手里的这个东西以后会有大用处。陆成双把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进了空间，然后他接过了那个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园丁，继续舔包。你获得魔盒，你获得疫病熔炉，你获得恶心的粘液 X4。物品栏里刚刚获得的这几样道具开始发光，一起发出共鸣的还有刚才的疫病之盒。多年游戏的经验告诉陆成双，这几样的东西可以进行合成。他把这几样道具放到了一起，自动合成开始。几分钟之后，光芒褪去，一颗巴掌大小的珠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你获得瘟疫花园的能量核心，主线任务已完成，宿主可以随时返回。嗡！一阵空间的扰动，闪着红光的传送门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通往烈焰地狱。一阵传送的光芒之后，陆成双回到了魔王宫的下层。那些恐怖的守卫亦原本打算动手的，但一看是他，立刻就恭敬地让出了一条路。这个时候，陆成双的面板上再次传出提示：主线任务更新，解决烈焰地狱的麻烦。第89章入侵地狱熔炉。烈焰地狱的麻烦。陆成双摸着下巴，看着面板上的任务提示。艾琳从未说过烈焰地狱有什么麻烦，难不成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他回归之后，艾琳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很快就从王座大厅下来拜见了自己的主人。没有多少寒暄，陆成双直奔主题：艾琳，这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哎，问题吗？我接手以来，这里有很多问题，不知道主人说的哪件呢？一件一件说，我都听听。他判断这是最快的方法了。听见了关键词以后，任务系统会更新，这样就能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于是，艾琳一五一十的开始讲她坐上王座之后遇到的麻烦，从那只凶暴的地狱犬开始，到旁边森林的污染，然后对岩浆、河流和湖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紧接着，为了得到更多的灵魂能量，艾琳决定对地狱熔炉进行改造，因为灵魂能量相当于地狱的基础能量，就如同上一个时代在石油在人类世界里的位置。这里一切运转都需要灵魂能量，但是因为目前艾琳对烈焰地狱的改造太过迅速，发展太快，所以熔炉产出的能量有些跟不上了。主线任务：帮助艾琳升级地狱熔炉。来了来了！听了3个多小时的汇报任务提示，终于来了。陆成双立刻摆了摆手，让对方赶紧停下。好了，我知道，地狱熔炉我来帮你升级，我跟你一起去吧，主人。那个地方有些危险。危险？还特么有比烈焰地狱更危险的地方吗？艾琳看到出了主人的疑问，马上点了点头。我们多带些人过去，清场的事情就不劳主人动手了。一行人马上出发，艾琳带着他的恶魔骑士团走在了最前面，后面跟着大队的各类恶魔、攻城驼兽。这根本不像是在自家的后院处理问题，却像是要准备打一场大战。很快，队伍就来到了一处焦黑的峡谷。艾琳命令大队停下，指着里面说道：“这里就是地狱熔炉所在了，里面那些黑色的尖塔就是熔炉。鸟看。”陆成双发动了技能，他的视线来到了峡谷的上空。只见这里黑烟滚滚，每一个熔炉好像都是通过岩浆来运作的。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地狱熔炉的上空有很多天使在飞行，原本负责维护设备运营的小鬼技术官都被他们给杀光了。天使好像还在中间能量核心的位置建造着某种东西。陆成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从造型上来看，这玩意像极了一座大门。他们是先头部队，如果大门建成，还有更多天使来到这里。刚才在跟天使打交道的时候，陆成双对这个物种现在没有一点好印象。但是天使是怎么来到这种地方的？地狱和天堂之间没有直接通路。陆成双收回视野，问道：“天使是怎么到你们这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就在主人你来到我们这里前不久，我看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就没敢麻烦你。他们通过什么办法过来的？一般来讲，地狱和天堂之间没有直接通路，要么就是通过物质世界，要么就是在烈焰地狱内部开传送门。这么一说，陆成双突然想起了不久之前通关副本之后的那种光，难不成自己的身体被锚定成为了开启传送门的钥匙？他摇了摇头，不可能，真是那样的话，自己现在恐怕已经是尸体一具了。这里是系统给的副本，跟外面的物质世界应该是不相通的。
天使是不太可能通过物质世界来到这个位面，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在烈焰地狱内部打开了传送门。烈焰地狱里难不成出了叛徒？叫你的人在这里等着，我去前面看看情况。主人，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现在必须留在这里，等我给你信号。说着，陆成双召唤出了梦魇，朝着熔炉峡谷里走去。刚一进入峡谷，他就闻见了一股浓烈的焦炭的气味，混杂着机器的轰鸣声。外围有小股的天使负责警戒，最里面好像有两对翅膀的高阶天使负责指挥。能够被选中这些天使，恐怕都是最精锐的战力了。如果他们带着大杀器的话，真不一定是人多就能打得过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舌头问问。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山洞被掏空了，外面用圣光制作了栏杆，将这里变成了牢笼。因为光线太暗，他隐约能看见里面的关押着什么。召唤，陆成双召唤出一只迅捷蟹探路。牢房周围的防守非常薄弱，几乎看不见大天使巡逻。难不成他们对这层牢笼有绝对的自信？迅捷蟹来到了牢房边，这才看清楚里面的状况。牢房里面被关押着10几只驼兽。天使要建造大型传送门，材料肯定需要这些驼兽帮忙运输。迅捷蟹的视力有限，不过顺着微弱的光线往里面看，陆成双发现了一个模糊的矮小的身影。那个该不会是小鬼工程师吧？如果是的话，那可就帮大忙了。他控制着迅捷蟹的身体，仔细寻找周围的墙壁和地面，希望能在上面发现符文一类的东西。但是很可惜，这里并没有符文。他试着用迅捷蟹的身体来触碰这个栏杆，只听见砰的一声清脆的响声，迅捷蟹的身体被弹飞老远。负1232，伤害不大，但是这样做应该会触动某些报警装置。果然，不一会就有2只大天使前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恶魔！大天使对着里面吼道。果然不出所料，驼兽的智商很低，根本无法用言语沟通。被关在这里面的还有一个小鬼工程师。过了一会，传出了一个尖锐的说话声。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刚才一直在喂这些驼兽。恶心的东西，如果你还想要命的话，最好不要乱想。你的同类都被我们杀光了，很快这里所有的恶魔都会被杀光。哦，是吗？我可不怎么认为。他们背后传来了陆成双的声音。第90章，隘口之战。2个天使刚一回头，巨大的魔像就直接将他们抱入怀中。负982，负999，负892。放开我！你不是恶魔，你是凡人。别在意这些细节，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呵呵，我们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好，那就去死吧。厄运降临，献祭，生命虹吸。负49323，负44933。诅咒类法术对做天使这种低级灵体来讲，几乎就是秒杀的。几秒钟之内，红魔像怀中的2个天使就变成了铠甲的空壳。他的目标原本就不是这些天使。别害怕，你过来，我有些事情要问你。哥，你是陛下的。陆成双点了点头。艾琳继承了王位后，他身上的奴隶印记对手下的恶魔们也同样生效。通过印记，这只小鬼工程师认出了陆成双。他慢慢的走到了栅栏前，看着陆成双。主人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这些天使是用了什么手段来到这里的？是熔炉的能量核心。说具体一点。小鬼一五一十的把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给讲了出来。原来不久之前，因为烈焰地狱的扩张，熔炉可供给的能源已经捉襟见肘了。于是小鬼工程师们就在一起开会商议，要把现有的老旧的能量核心换掉，制作一个更大功率的核心，满足女皇的需求。但是他们找遍了烈焰地狱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满意的材料。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漫游商人刚好经过。这些商人有一种特殊的咒符，可以在任意界域穿梭，不受法则之力的约束。当然，本界域的生物无法攻击他，他也无法对这些生物施加伤害。商人手上的一件商品引起了工程师的兴趣，于是他们就用2万个地狱金币换来了纯洁的能量核心。小鬼工程师发现这个能量核心里闪耀着一种未知的能量波动，不属于地狱，也不属于天堂，具体是哪里来的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是这种高纯度的能量的确让地狱熔炉脱胎换骨了。短时间内这里产出的能源已经可以大大满足艾琳的需求了。可是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个能量核心反向吸收了周围熔炉的能源，之后忽然发生了异变，快速形成了一道传送门。天堂的能量涌入了这里，让周围的熔炉一下子停止了工作。紧接着有一大队天使涌了进来。卫队虽然做出了反应，但是因为这群天使的战斗力实在很高，这里的卫队很快就被屠杀殆尽。
地狱熔炉彻底失守，天使们拆出了很多个熔炉，用上面的材料制作了现在这个传送门。同时，现在他们也掌握了这个能量核心。行了，我知道了，辛苦你了。等一会打起来的时候，等你躲到里面去。小鬼工程师点了点头。呜！号角响起，天空中的乌云裂开了一个口子，圣光洒了下来。看到这束光的时候，陆成双突然觉得非常烦躁。对于恶魔生物来讲，圣光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普通恶魔被照射到就会进入虚弱形态，尽量远离那个区域，把他们引出来才好打。艾琳，把你的人带到山谷的入口，不要动。等一会天使们出来以后，我会在后面包抄，截断他们的退路。是，主人。得到命令后，艾琳带着恶魔大军来到了山谷的入口处布阵。这时候，熔炉内部的环境因为圣光的关系，陆成双已经能看得一清二楚了。在最后面的峭壁上，天使们制作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足以容纳数十只星龙子嗣一起通过。一旦完工，烈焰的狱将会遭到天堂的全面入侵。那个门里应该会过来某种可怕的巨型武器。召唤！陆成双躲在了一旁的峭壁上，召唤出几只迅捷蟹，拼命往外逃。天使的巡逻队追了过去，但是到了峡谷隘口处，就被恶魔的弩炮给射杀了。他们空洞的铠甲落在了地上，很快就成了恶魔们的玩物。天使如何能容忍这种的侮辱？很快大队人马的赶了过来，不过领头的2只全天使的并未有动作，更多的人力还在加紧修建那座传送门。他们大概认为这点人就足以应付眼前的恶魔了吧？还真是一群自大的家伙。不过令陆成双感到意外的是，天使大多是远程部队，这些人手里拿着类似于粒子炮一样的玩意，对着恶魔群疯狂输出。前排的重装大天使用盾牌狠狠地挡住了女妖何其美拉。刚得到圣光祝福的他们现在斗志高昂，粒子炮弹在恶魔群中开花，皮薄的小恶魔就被直接抹除。艾琳一挥剑，巨大的工程驼兽顶在了前面，用脑壳硬接对方的能量束。皮厚的工程兽挨了5发以后，身上就开始出现巨大的血窟窿，明显烈焰地狱占尽了下风。天使们的科技跟他们有很严重的代差，今天做完任务以后，还需要加强一下烈焰地狱的科技实力。以后真开始打世界副本的时候，烈焰地狱的力量越强，对自己越有好处。天使的队伍迅速推进，想要把艾琳和他的人直接从这里抹杀掉。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身后传来一声龙吼，星龙子嗣朝着那些重炮天使喷射星辰吐息。厄运降临，陆成双瞅准了机会，一个 debuff 打在了将死的天使身上。空间扭曲，红色的深渊恶魔出现。恶臭的天使，去死吧！这一次深渊恶魔没有痛骂陆成双，而是直接奔着他的死敌而去了。自由机关枪，大量的迅捷蟹朝着天空拼命喷吐钉刺，在峡谷的上空制造了一个禁飞区。重炮天使虽然看上去魁梧，但是他们的防御力并没有前排那些拿盾的那么强，而且他们现在是背朝着陆成双，破绽显露无遗。他就是要把这群家伙拖入地面绞肉战，这样恶魔们的实力才能发挥出来。越来越多的天使降落到了地面，在他们正前方，艾琳和他的恶魔骑士集结在了一起，朝着盾阵直冲了过去。第91章4亿天使。哐！一声金属碰撞的巨响，旗枪跟盾墙撞在了一起。强势冲锋，这个技能是个高爆发 AOE 技能，但是因为装备的差距爆发没有打出来。负9822，负9223，负8923。格挡。盾阵上的大天使虽然有受伤，整体阵型被恶魔骑士往后逼退了一些，但是退而不乱，一波冲锋之后连一个缺口都没打开。紧接着骑士们抽出长剑，开始了近距离搏杀。实战不像小说里写的那么浪漫，当第一波冲锋没有发挥效果的时候，骑兵就陷入了被动，需要重新调整阵型发动第二波冲锋。如果被步兵尤其是长枪手给黏住了，就会造成大量减员。乱军之中，恶魔骑士被一个个拉下马来，接着就是一顿刀斧招呼，砍成肉酱。工程巨兽搬起石头，朝着天使后方的队伍扔了过去。虽然无法飞上天空，但是天使的机动性也是无可比拟的，石头根本对他们造不成伤害。最后面的重炮天使被陆成双的召唤物黏住，阵型慢慢往前方收缩。其实此时天使的队伍已经是背负受敌了，可是传送门方向依然没有动静。陆成双隐约能够看见那2只全天使还在交谈着什么，完全不关心这边的战况。这么下去不行啊，该上点强度了。星龙子嗣再一次被召唤了出来，他马上下达了指令：坠星。只见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缓缓下落，所有人放下了眼前的敌人，抬头看着这一幕。
就连后方的2只全天使也被吸引。轰！一声巨响，银白色的光芒照射的所有人睁不开眼睛，不管是恶魔还是天使，都被这光芒给吞没。击杀重装天使，击杀重炮天使，击杀解放者，击杀重装天使。陆成霜的面板上不停地刷新信息。超位魔法对于小怪就是一击必杀。等到光芒散去之后，恶魔们因为艾琳的奴隶契约被默认为了队友，没有受到伤害。刚才在场的那些天使全都消失不见了。哦！星龙子嗣发出胜利的吼叫。陆成霜看了一眼后方的那2只全天使，这时候两人终于有了一丝紧张。不同于做天使的灵体状态，到了他们这个阶层已经拥有了身体和脸庞。陆成霜能够看清他们2人，一个黑色短发，一个银色短发，身上穿的不是做天使那种华丽的铠甲，而是半甲和长袍。跟上！陆成霜给艾琳下达了命令，他带着大队恶魔跟在了主人的后面。此时陆成霜召唤出了黑龙，飞到了2天使的面前。这时候才发觉这2只全天使是如此高大，比自己召唤的红魔像还要高出1倍，每一只足足有6米。而且他们背后的2对翅膀都是实体的羽翼，不再是全天使的那种光翼了。陆成霜对他们使用了侦测技能。人物卡尔，等级生命值7500000，人物伊顿，等级生命值5500000。察觉到陆成霜的行为之后，卡尔开口说道：凡人，你是亚威的造物，为何要帮助这些恶魔杂碎？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中不带有一丝感情。在疫病花园里，陆成霜已经感受过了，天使对凡人还是恶魔或者是什么其他生灵都同样鄙视，对任何天使以外的物种没有任何怜悯，就如同你踩死了蚂蚁不会为之内疚一样。所以对于天使他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什么亚威的造物，老子是爹妈生的，信仰唯物主义的五好青年。说着他抬手对着卡尔的脸献祭。轰的一声，他的身体燃烧了起来。-1232，-2000，-1231。火焰系法术不再对他有爆炸性伤，因为有了实体之后的天使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生物。一旁的伊顿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击而愣了一下，他应该怎么也不会想到凡人会贸然对全天使出手，但也仅仅是一瞬间，他马上抽出利剑朝着陆成霜飞了过去，手起刀落就是一道斩击。金色的剑气朝着陆成霜飞去。就在这剑气离着他还有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时，星龙子嗣用巨大的翅膀挡下了这一击。-30222，他的翅膀被斩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死！仅仅是一个平 A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陆成霜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紧接着卡尔抬手一指，审判！天空裂开了一道缝隙，一束金光砸了下来。这种距离，而且又在空中，几乎避无可避。主人！陆成霜的身边出现了一道传送门，艾琳举起剑拼死地抵挡着这一击。呀！裂空斩！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挥出这一剑，勉强抵消了审判的伤害。不过卡尔面无表情，抬手在空中一划，裁决之光。他的指尖划出一道金光，像是利剑一样，直接把周围的几座熔炉给削平了。好在陆成霜用迅捷卸垒起了一道墙，生生把裁决之光硬扛了下来。他用余光瞥了一眼，一旁的伊顿似乎是个物理输出的战士，而这个卡尔是牧师。审判之印是牧师特有技能，只不过强度跟猎人的相比差距太大。陆成霜给艾琳切换成了暗影形态，黑紫色的火焰包裹住了他的身体，攻防两端的属性得到了大幅提升。缠住他！是主人！暗影裂空斩！艾琳一剑朝着卡尔砍了过去。暗影和光明两股力量交汇在了一起，两种属性相生相克，双方都得到了针对对方的伤害加成。厄运降临！死亡缠绕！两个暗影系技能打在了卡尔的身上。-19833，-20893，-1982。陆成霜看了一下伤害数值，虽然达不到之前那么炸裂，但是终于恢复正常了。卡尔的仇恨被完全吸引到了艾琳的身上，对旁边持续使用暗影技能打输出的陆成霜毫不理会。这时候一旁冲上来2只做天使，献祭！厄运降临！用完诅咒之后，陆成霜紧接着使用了生命虹吸，把他们的血量抽到了最后一丝。2个诅咒完成了收割。嘎嘎嘎嘎！一声来自深渊地狱的咆哮传了出来。第92章击杀4翼天使。卡尔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虽然只是极其细微的一个瞬间，但确实让陆成霜给捕捉到了。可血者的怒吼让他感觉不适了，即便面对暗影形态的艾琳，他都未曾露出半分表情。哐！
他拔出腰间的权杖，狠狠地捶向艾琳。他举剑挡了下来，但是身体被弹出去老远。趁着这个空档，卡尔挥动着翅膀降落到了地面。可学者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大砍刀，朝他扑了过来。在卡尔双脚落地的那一瞬，陆成双的目的算是达成了。对方如果一直漂浮在空中，他可没办法进行有效输出。对深渊恶魔的仇恨让这位4亿天使进入了第2阶段。1分钟的时间对付另外一只 BOSS 应该已经够了。献祭，厄运降临，生命虹吸，2个 debuff 加在他的身上之后，绿色的生命能量被强制抽出，负1923，负992，负10923，负10834。火系诅咒打不出应该有的伤害，不过暗影能量对他有奇效。星龙子4牢牢地牵制住了伊顿，爪子和利剑交织在了一起。艾琳，上去输出。是，主人。艾琳从伊顿的背后发起了突袭。暗影裂空斩，负46000。弱点攻击加上暗影的力量，这一下打出了爆炸的伤害，能明显看见对方的血条下降。艾琳 OT 了，伊顿转向了他，手中的圣剑发出一道道剑气。当当当，艾琳吃力地挡下他的攻击。4翼天使是天堂的中间战力，攻防两端都非常出色。不过他完全没有注意自己的血量正在被陆成双一点点偷走，不知不觉间已经下降到了1半以下。这时候圣剑发出耀眼的金光，刚才一直平 A 的伊顿终于要使用技能了。你休想！陆成双抬手，雨点般的迅捷蟹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体猛然失去了平衡。光翼10连斩，刷刷刷，10道比刚才强烈几十倍的剑气擦着艾琳的身体，劈到了他身后的峭壁上。轰的一声，整个峭壁被削平了。陆成双注意到，他虽然身体失去了平衡，但还是努力控制着，没有让剑气伤到传送门。看来这东西的重要程度超过了对艾琳的仇恨。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破绽。艾琳背对着传送门，不断地朝他的身体斩击。暗影前进喷泉，暗影裂空斩。伊顿的动作变得十分拘谨，只敢进行有限的普攻反击。陆成双的猜想是正确的，伊顿首先要保证传送门的安全，全力输出，不要留手。爬满他全身的迅捷蟹拼命地挥动着刃足，一次虽然只能造成几百点的伤害，但是爬在他身上的迅捷蟹有20多只，单次攻击累计起来也有2万多点的伤害。而且迅捷蟹因为魔爪蛙的加成，攻击频率变得飞快。伊顿有些急躁了，终于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他用力挥动了一下翅膀，飞到了艾琳的上空，正准备用尽全力使出斩击的时候，忽然被星龙子嗣抓住了破绽。巨龙从后面用爪子抓住了他的翅膀，狠狠地一口咬了下去，直接将一只翅膀给扯了下来。伊顿的身体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就是一个空档，艾琳朝着伊顿的脖子挥出一剑，暗影裂空斩，噗呲，他的喉咙被划开，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紧接着星龙子嗣直接压在了他的身上，狠狠一口把他脖子上的伤口给扯开，直接让伊顿的脑袋搬家。艾琳捡起他的脑袋举过头顶，啊啊啊！星龙子嗣发出怒吼。胜利之歌给在场的有灵单位都上了一个大大的 buff。 一时间恶魔群的战力暴涨，天使们的队形开始变得混乱。败军之乡已显，有不少天使挥动着光翼飞到了天空，躲避恶魔潮。但是飞上去的人会被自由机关枪拼命扫射，大量的天使被屠杀。可学者周围的那些召唤物也陷入了狂暴状态，朝着卡尔疯狂输出。不过嗜血光环的作用让他们的防御大大降低，单是一个普通攻击就能干掉4-5只迅捷蟹。趁着攻击的空档，卡尔高举权杖，天空再次被撕裂，圣光洒到了这片峡谷。天使们的伤势被迅速治疗，士气也稳定住了。光之礼赞，大范围增益技能，可以清除所有负面状态，让死去的有灵单位复活，并恢复最大生命值 30% 的血量。你妈的，这也太恶心了吧！陆成双发出一声感叹。不但刚才那群死去的下级天使复活了，就连一旁没有脑袋的伊顿也一同被复活。这种变态技能肯定没办法连续使用，既然如此，召唤迅捷蟹再次如雨点般砸向了伊顿。厄运降临，生命虹吸。陆成双开始疯狂地抽取他的生命值。伊顿想要使用技能，但是艾琳没有给他机会。靠着胜利之歌的 buff， 艾琳的状态全满。暗影前进喷泉，噗噗，伊顿的身体被扎出了数十个血窟窿。暗影元武斩，他轻巧的跳跃旋转，渐渐暴击。很快伊顿的身上就布满了伤口，失血状态让他体力不支，跪倒在了地上。迅捷蟹趁机把他压在了地上，紧接着就是一顿啃食。
天使和恶魔一样，感觉不到疼痛，也不会真的死掉。伊顿的身体被啃噬殆尽，他的灵魂化作一股纯粹的能量返回了天堂。就如同陆成双的猜测那样，复活技能他无法连续使用。此时可血者跟他的战况焦灼，两个人的血量都迅速下降，都无法给出对方致命一击。然而可血者的召唤时间就快要到了。艾琳，动手！是，主人。超位魔法玫瑰永生纹。在卡尔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魔法阵，紫色的火焰穿透了他的四肢，让这位天使一时间动弹不得。但是对方毕竟是4亿天使，恶魔女皇的超位魔法也无法捆住他太久。陆成双根本没有指望单靠这个一个技能要他的命，他只需要一个破绽。噗呲！可学者盖住了这个空档，用大砍刀捅穿了卡尔的身体。第93章转职地狱之主。金色的血液喷了出来，马上就被他身后的法阵给吸收了。这是最纯粹的灵魂能量，甚至要比精灵的灵魂还补。法阵上开出一朵朵黑色的玫瑰花，艾琳疯狂吸收着花上的能量。天使高纯度的能量让他的身体开始进化，漆黑的双翼变得更大，并且从火焰状凝结成了实体。双翼之下还闪着紫色的火花，头上的火焰恶魔角逐剑凝结成了实体，变成了公羊角。手上的那柄火焰状的西洋剑凝结出了纯黑色的剑身，上面闪着紫色的符文。陆成双察看着艾琳的面板，他的名字下方的状态栏发生了改变。暗影2之形，所有的技能都进一步被加强。暗影前进，喷泉暗影突袭，暗影裂空斩夜幕10连斩。新增技能落云斩，超位魔法无尽之夜。居然出现了第2个超位技能，陆成双的心中有些兴奋。这样的话，艾琳已经拥有了3种超位技能了。每一种在副本中使用一次的话，他就多出了2个技能。有了这一手，今后闯荡更高级的副本，他的把握更足了。这时候，固定卡尔的那个魔法阵开始松动，他用力挥动着翅膀，金色的光线将玫瑰永生纹逐渐吞噬。咯啦一声玻璃碎裂的声，法阵破裂，彻底失效。嗡的一声，金光一闪，卡尔给自己加了一大口血。原本已经低于30%血量的他，现在恢复到了50%。面前的那只可血者召唤时间到了，消失在了无尽的鲜血中。陆成双勾嘴一笑，正合我意，有必要了解一下艾琳的技能。厄运降临，死亡缠绕。陆成双朝着卡尔释放技能，立刻仇恨就被拉了过来。卡尔竖起手指，金光一闪，审判。金色的印记从天而降，朝着陆成双砸了过来。站在一旁的艾琳单手举过头顶，一层护盾罩住了两人。砰！剧烈的爆炸之后，烟尘四起，不过有烟无伤定律。烟尘散去，两个人完好无损地站在了他的面前。卡尔表情稍微露出了一点惊讶，不过很快他就被大量的迅捷蟹包围住了。峡谷隘口的方向，因为艾琳的净化那些恶魔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天使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不过作为天堂里被创造出来的战士，卡尔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举着权杖想要对陆成双继续施法，但是很快咏唱就被迅捷蟹打断。艾琳，去结果了他。是，主人。超位魔法无尽之夜。瞬间周围变得漆黑一片，气温瞬间下降，原本卡尔身上的闪着的金光也一并消失。烈焰地狱里忽然间变得冰冷刺骨，紫色的火星如同雪花一般在空中飞舞，沾到天使的身上就开始拼命燃烧，直到他们的灵魂燃尽之前，火焰都不会熄灭。同时周围的这一片黑夜在疯狂地抽取着他们身体里的灵魂能量。卡尔终于因为双重打击而变得体力不支，跪倒在了地上。凡人，我跟你并无仇怨，为何要阻止我们的计划？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要做任务，而你们碍我事儿了。哼，你的灵魂已经被古神给标记了，只有亚威的力量。陆成双赶紧摆了摆手，阻止对方继续说下去。哎，行了行了，老子不信亚威，老子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去死吧！陆成双抬起手，对准了卡尔。生命虹吸，他身体中最后一丝生命能量被抽离了出来，最终他的身体化做了一道光消失了。黑色逐渐褪去，烈焰地狱恢复了往常的光景。那些原本还在奋战的天使们都被屠杀殆尽。卡尔的残骸里发出了一道金色的光。陆成双赶紧上去舔包。你获得天使之羽，你获得天使魂核，2个材料，还有2件装备。不过系统副本出的装备带不出去，所以陆成双直接把装备送给了艾琳。等我下次回来给你们弄点装备思路，我觉得你这里需要一次现代化改造。现代化改造？艾琳一脑门的问号。虽然成为了陆成双的奴隶，
但是他对人类世界一点都不了解，人类曾经的文明程度他也毫不知情。陆成双指着那个大门说道：“你看看，那帮天使打仗的时候都会用炮，酷酷给你一顿轰，你还跟这儿扔石头呢，要是没有我，你打得过他们吗？这叫科技压制，懂吗？”哦，主人说的很对，是我愚钝了。陆成双挥了挥手。行了，不说这事儿了，现在要重新启动熔炉的能量核心。两个人走到了天使大门的下面，这里原本是个控制室，不过都被那群天使给拆了盖大门了。好在核心部件有静止的保护，以他们的力量拆不掉。控制室内有个小型立柱，立柱上有一堆触手一样的东西，这里原本就是能量核心的位置。陆成双拿出腐败核心放了上去，一下子混沌的能量充斥着整个空间，峡谷内部发生剧烈的震动，周围原本被拆除的那些熔炉高塔迅速恢复着，不一会塔就自动建造完成了。纯粹的地狱能量再次充盈起来，原本熄灭的火山也开始继续喷涌。烈焰地狱不用再为能量发愁了。主线任务完成，奖励将在退出副本时发放。恭喜宿主转职成功。好了，现在我该回去了，你做好准备，很快就会再次召唤你的。是，主人，听从您的差遣。退出。一阵白光闪过，陆成双的身体消失了。转职成功，你获得职业进阶，咒术师地狱之主，唯一。获得技能魔能亲和，恶魔类召唤物将获得 30% 各属性加成。获得超位魔法高强协议，可召唤地狱大军为你作战，持续300秒。技能进阶，献祭将获得法力燃烧效果。技能进阶，厄运降临将获得混乱效果，随机对周围任何事物发起攻击。技能进阶，恶魔之门恶魔方尖碑，召唤物将获得本体 80% 的实力。第94章黑山市的异动。经验值结算，击杀瘟疫使徒。经验值结算，击杀园丁。经验值结算，击杀瘟疫士僧。经验值结算，击杀大天使。Level up。恭喜宿主升到25级。系统奖励开启，是否领取？系统面板上弹出一大堆提示，陆成双并没有着急领取奖励，他打开了面板查看自己的属性变化。人物陆成双，等级25，职业召唤师峡谷霸主唯一，职业地狱之主唯一，生命值82008500，法力值16140174040，耐力22102260，敏捷158516535，智力5325+350+300，精神5260+350+350，950个召唤位，1050个召唤位。25级以后升级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副本里击杀小怪将不再直接奖励经验值，而是大概率爆出经验书，使用了经验书后才会得到经验值。所以大多数猎人都卡在25级这个节点上，很多无法独自升级的猎人都会选择加入公司。如此一来，公司几乎垄断了25级以后的升级道路。除了少部分加入官方的精英猎人以外，剩下的要么进公司，要么开公司，要么选择退役。所以龙国虽大，人口虽多，但猎人却不多。单就从业人数上来讲，甚至没有大漂亮的猎人多。闪光过后，陆成双的意识回到了身体。他抬头看了一下表，时间只过去了1个小时。陆成双打开系统面板，领取奖励。你获得了技能召唤火鸟，你获得了技能瘟疫。召唤火鸟，使用之后你将召唤出一只火鸟为你战斗，等级随召唤师。瘟疫，使用之后范围35×60内的敌人造成每秒900-1500的伤害，被动加成，每秒造成9000-15000的伤害。瘟疫具有传染特效，感染瘟疫的敌人将会继续感染附近单位，持续10秒。陆成双终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空中单位。火鸟的攻击力不低，而且能为有灵单位增加火焰抗性，探地图的时候比迅捷蟹速度还快。唯一的问题就是皮太脆了，15000的初始血量，针对现在地狱级副本难度的小怪来讲就是2-3下的事。不过好在有一个被动，燃尽火鸟最后10%血量的时候将会缩血，用身体撞向敌人同归于尽，造成自己最大生命值 20% 的伤害。伤害不多，不过总比摸2下直接死掉来的强。扛线还是要靠迅捷蟹，如果真到了火鸟用出被动的时候，说明阵线崩溃，情况已经十分危险了。另外一个技能瘟疫是一个 AOE 诅咒，范围算不上大，但伤害不错，而且有传染能力。10秒内，如果染病的小怪乱跑，就会传染给周围的单位，理论上可以变成一个无限扩散的技能。试想一下，一个小怪被感染之后乱跑，周围的小怪也被感染，1传10，10传100。虽然反复感染效果会递减，但是也能给那些地方的邻近单位造成杀伤。大不了多来2发瘟疫，
让他们重复感染一下就行了。这个技能在进行大范围 PVP 的时候最实用。猎人不像怪物们的血这么厚，不被驱散的情况下，感染一次就要大残。呼，收获不错。陆成双长舒一口气，洗漱之后又回到了床上。金秘书那边明天就要出结果了吧？不知道上面会对他做出什么处分。这一次孙德胜是有备而来的。审查的过程中，他一定已经把勾结其东环的证据给销毁了。金秘书这个处分吃定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上面的态度。如果觉得金秘书没有价值了，那他一定会被严肃处理。革职什么的算是轻的，最差的结果可能要押送上京受审。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跟他之间的结盟关系就结束了。陆成双不需要累赘，当然也断不会为了金秘书做出任何牺牲。他已经向金正范证明过自己的价值了，现在轮到对方来证明他的价值了。陆成双向信金秘书的后台，相信他肯定会有后手，否则怎会孤身一人来到黑山调查情况。想到这里，陆成双决定不再耗费脑力，翻了个身沉沉的睡了过去。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之后，陆成双打开了手机，发现不管是微信还是电话都安静的出奇，应该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宁静吧。现在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他的小红书主页了。在成为猎人之前，他在这里发布了许多关于学习和生活的帖子。他在黑山市2次打破首通记录之后，有好事的网友就把他的身份给扒了出来，贴吧里疯狂转载他的主页。于是很多人慕名而来，瞻仰大神的帖子。下面的留言大多数是：陆神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陆神写一个攻略吧，让我看看我与神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大神，我想跟你生猴子。关于经验，他真的没什么好分享的。说起与普通人的差距，那就是他有系统，而他们没有。前一天，他在自己的小红书上发布了招聘启事，仅仅过去了一晚上，帖子已经被人给冲烂了，大概有25万条评论和1000多万次浏览。一半是品牌方的合作邀请，希望他能在帖子里提一下自己的品牌，当然给出的报酬也非常可观。另外一半有10万条是想要蹭团的，有些付钱，有些付装备材料，有些肉偿。剩下的1万多条都是法师们发来的，希望加入他的公司，有些直接附上了自己的简历。他把那些发来的简历都发给了苗万万，因为太多了，自己没这么多时间筛选。而且苗家作为经商大家，做人事筛选还是很得心应手的。处理完了这些以后，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这时候，陆成双的手机终于响了，金秘书给他打来了电话。喂，金秘书，情况怎么样？小陆，上面对我的处分意见已经下来，我马上就要离开黑山市了。要去哪儿？魔都，调令很快就会下来。沉默片刻，陆成双回答道：我们见一面吧。第95章，魔都，黑山市，一家位于陆成双家旁边的小饭馆里。这里的门脸看上去十分不起眼，但老板的手艺极好，很多不住在这片区域的食客都会特地过来品尝他们家的菜肴。这家的老板是陆成双的邻居，靠着这层关系，他在2楼订了个包间。等了没一会，金正范就到了，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苗万万。坐定之后，金秘书也不寒暄，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魔都？陆成双愣了一下，然后勾嘴笑道：金秘书这好像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是想带着自己的关系一起走吧？听闻这话，金秘书也毫不避讳，点了点头说道：没错，魔都我人生地不熟的，当然身边要有些靠得住的人，刚好你是官方的编外人员，又有实力，你的身份很合适。你还没告诉我呢，上面对你的处分意见是什么？我主动提出辞职的，然后揽下了所有责任。关于黑山市的报告，我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上京，然后他们调我去魔都做猎人协会的会长。猎人协会严格来讲不算是官方的组织，但是却受到官方的严格管辖，负责管理关于猎人的一切事务，当然那些猎人公司也归他们管辖，算是一个实权部门。只不过原本金正范的官方编制现在被除名了，陆成双对这个结果挺满意的，这就代表他对官方还有用，背景也很硬，该有的权限一个没少，反而多了。很好，这样的话他就能够跟金秘书继续合作了。不，现在应该叫金会长了。陆成双笑了笑，然后开口问道：之前你给我的权限还能用吗？另外，这次你算是明降暗升了吧？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这话一出，苗万万听不下去了。金会长刚脱险，陆成双就来谈利益，有些不合适。他刚想说话，却被金正范给拦住了。该有的权限一个也不会少，并且我可以跟魔都那边的官方打招呼，让你的公司拥有最高级别的副本权限。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身体前倾，包括国家级副本。不愧是官场上混迹多年的人，只见了2面，
陆成双的诉求算是被他给拿捏明白了。要找到父亲，他就必须得到更多的力量，以及跟副本相关的知识，所以用这个来诱惑他最有效。陆成双心里想着，这个金正范明明是有事求人，怎么感觉反而是自己欠了对方一个人情？魔都的国家级副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他也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想要扳倒孙德胜，上头需要的是足够说明问题的实力以及铁一般的证据。现在的金正范只提供了整局，而且还不够有力。他需要证明自己，上头也需要一个有力的砝码。正好魔都的国家级副本正在组织开荒团。原本这件事是由官方猎人团出面的，但是因为本子那边出现了异象，副本扩张直接吞噬了他们一个城市。为了防止异象扩散，官方猎人都被调走了，攻略团这件事就只能交给猎人协会来协调了。对金正范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国家级副本一旦通关成功，最少也会对魔都市产生重大收益。有了这些，金会长就有了跟孙德胜叫板的资本了。陆成双虽然不明白里面的利益纠葛，但是凭借直觉和金正范刚才说话的态度，他就能够判断出。闻言，金会长苦笑了一下：“你实在太聪明了，小陆，这件事的确是我有求于你。如果你跟我去魔都，事成之后我欠你一个大人情，只要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以后你可以尽管跟我提，对吗？这才是一个合作伙人应该有的态度。”于是他点了点头：“好的，成交。另外，我给你提个建议，你说，让你在东环副本公司的眼线卖个破绽，不要盯得太死。”这话怎么讲？我觉得他们最近要整个大活，保证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给他们个机会。陆成双跟这两人有过节，他希望他们能自己作死，所以空间和机会一定要给足了。金正范明白他想做什么。好，我知道了。坐在一旁全程陪聊的苗万万听得云里雾里的，只感觉两人聊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达成了某种交易。真可恶！除了炫饭出气之外，他好像也没啥事情可以干了。等到二人聊完，准备吃点东西的时候，发现桌子上已经是一片残羹冷炙了。当天晚上，黑山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盛大的表彰大会，孙德胜亲自到场发表了演说。在这次灾难面前，我市的 S 级猎人祁东环和他公司的猎人们体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不惧怕死亡，毅然决然地冲向了城外的异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成功阻止了异象的扩散，有效地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市委研究决定授予东环副本有限公司荣誉集体称号，授予祁东环荣誉市民称号。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祁东环得到了官方扶植的名额。从现在开始，黑山市大量的资源将会往东环副本有限公司倾斜，很快他就会成为在这一地区能跟皇朝集团掰手腕的存在了。消息发布的当天晚上，论坛里一下子就炸锅了。666啊，官方这一通操作真溜。祁东环除了有个 S 级的名头之外，他还剩下什么？真替陆神觉得不值，人家打出来的 buff 现在还在我们身上呢。孙秃子，你好意思啊？呵呵，人家有啥不好意思的？祁东环孝敬了他多少还不知呢？我听说陆神的公司要搬去魔都了，奇怪吗？要我也搬。虽然功劳全都被抢了，但此时的陆成双还是挺开心的。现在他已经在飞往魔都的飞机上了，他靠着窗子看着下面的荒原发呆。3小时之后，飞机缓缓下落，降落在了魔都虹桥机场。第96章面试考核。陆成双看着窗外的风景，心中不免有些吃惊。前世自己一直在魔都打拼，对这座城市无比熟悉，可这个世界的魔都跟自己熟悉的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副本降临，魔都整个城市进行过整体搬迁，黄浦江以东的区域全部沦为荒原，里面生存着很多上个时代留下来的变异种，还有不少野生副本。沿着黄浦江为界，官方建起了高墙，墙以西才是现在的魔都市区。搬迁后的魔都吞并了周围的几个卫星城，直接跟隔壁的苏州连成了一片，组成了长三角超级城市群。这里的副本资源丰富，难度不高，仅存的国家级副本龙之柱，从能量波动来判断是所有国家级副本中难度最低的。但是在攻略副本之前，他们需要先做些准备工作。金正范刚落地，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魔都猎人协会就职，连仪式都没有办就开始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陆成双先安顿好了家人，然后就去了公司。苗万万托家里的关系，在魔都事先租了办公楼，前段时间投来的简历也有了眉目。他选中了一名叫做秦璐的毕业生，这个人的背景我已经查过了，很干净，父母在大灾变的时候去世了，自己是在政府的福利院长大的，有点社恐，不过职业很好用。陆成双看着简历，秦璐，黑山四中毕业的，离你学校不远，德鲁伊啊，稀有职业，不错不错。原本被后期保障处挑走当文员的，因为钱太少了他不想去，
想来我们这里碰碰运气。哦，陆成双挑了挑眉毛，实力确认过了吗？还没有，我觉得你来做这件事比较合适。他也正有此意，一起下副本的人都必须绝对靠得住，毕竟要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的，实力和人品都要兼顾才行。不过等级这么低，你打算怎么试啊？陆成双这才注意到对方才4级，没办法的事，法师去哪里都不受待见，技能消耗大，皮催，技能 CD 时间太长，而且副本对蓝屏使用有很大的限制，能升到4级就已经是奇迹了。不过陆成双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升级这种事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容易了。给他打电话吧，如果对方没什么问题，马上安排他过来面试，机票我给报销。第二天下午，这个叫秦璐的女生就出现在了办公室里。不过看到陆成双的时候，她异常的局促。你好，我叫秦璐，我是你的粉丝。说话的时候，她全程没有抬头，一直看着自己的手搓来搓去。你好，别紧张，我就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好，你实战过吗？闻言，秦璐点了点头。但是只在城郊那块活动。单刷？法师也没人肯带啊，官方的团我也报不上。可以啊，城郊虽然怪物是被削弱过的，但对于一个布衣职业来讲，单刷也十分危险。自己能升到4级肯定不简单。突然间，陆成双对这个小萝莉感兴趣了，愿不愿意跟我比试一下？他忽然抬头，脸涨得通红，连忙摆手说道：不行的，我怎么打得过陆神？我会被秒掉的。哈哈，没人让你赢我啊，对未来的员工我总要知道一下实力的啊。苗万万笑着附和道：别担心，陆总的人很好的，我们就去竞技场比试一下，绝对不会有危险的。秦璐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点了点头。好，我们什么时候去？现在吧，大小姐帮我约一下竞技场。啊，魔都的竞技场位于8万人体育场之内，能够容纳的观众比黑山市的多10倍，是除了上京工人体育馆之外的第2大的体育场。每个城市的竞技场都是在副本降临之后随机出现的，由神秘力量建造并运营的。魔都的竞技场功能比黑山市的多，这里除了主厅之外，还有上百个小型对练室，喜欢 PVP 的猎人都可以在这里预约包场。这个世界的魔都人对竞技十分感兴趣，除了刺激以外，这是龙国唯一一种让赌博合法化的地方。当车子来到竞技场外的时候，陆成双看到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不过他有协会授予的特权，不用排队就来到了内场。服务人员已经为他安排好了竞技厅。等级结束之后，3人来到了厅内。比起竞技场，这里更像一个体育馆。竞技场规则都知道吧？他开口问道。秦璐点了点头。强制均衡等级，不能使用辅助药水，不能使用恢复技能。不错，竞技场有保护机制，我们点到为止就好了。好。秦璐还是有些拘谨。话不多说，陆成双召唤出了一只迅捷蟹，只要你能抵挡住我的召唤物3分钟，就算合格。他没有回答，身体已经开始发抖了。女孩子天生就对长得像虫子一样的生物过敏。迅捷蟹的样子像极了甲壳类的昆虫，在地板上移动的时候还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秦璐眼神迷离，夹紧了双腿，不住地颤抖着。场外的苗万万开始犯嘀咕了，这个小姑娘到底行不行啊？枉费自己一片苦心把她给选出来，看这个样子，别说3分钟了，30秒能不能坚持到都是个问题。但是陆成双还是一副镇定的表情，因为他坚信能够单刷成交的法师都不是简单的家伙。迅捷蟹一瞬间就拉近了和他之间的距离，在陆成双的控制下，他飞身跳起来，朝着秦璐的脑袋斩了过去。可就在这时候，地板突然裂开了，无数条粗大的藤蔓将迅捷蟹给缠住，根须缠绕。德鲁伊1级技能学习的技能，迅捷蟹挥动刃足，很快就把藤蔓给斩断，再次冲到了秦璐的面前。当他再次挥动刃足，准备砍向他的脖颈时，一只白色毛绒的利爪抓住了刃足，然后狠狠地把他甩了出去。第97章，德鲁伊狼形态变身。只见秦璐的身体渐渐巨大化，长出白色的毛发，2只手臂变得粗壮有力，秀气可爱的脸蛋变成了一凶狠的狼的脸。哦吼，难怪能单刷，这样就解释得通了。狼人形态，德鲁伊除了可以使用自然之力外，还能够变化成各种形态。变身之后的秦璐攻击力和血量都有大幅提升。还没等迅捷蟹落稳，他就扑了上去，狠狠的一个撕咬，刚好避开迅捷蟹背部的甲壳，咬在了他柔软的腹部上。负182，负75，负75。迅捷蟹的血槽下降了1/4，同时还伴随有流血效果。对这个等级来说，算是有一个不俗的伤害了。加上人形态的控制技能，怪不得自己也能单刷成交。但是因为魔力值的限制，他的速度不会很快，
至今为止卡在了4级，没办法更进一步。不过他还是太小看迅捷蟹了。陆成双下达了命令，只见他全身肌肉收缩，噗的一声，一根钉刺从他的嘴里射出。这么近的距离，原本他以为对方避无可避了，但秦璐迅速一缩身体，利爪再次抓到了迅捷蟹的腹部，召唤物被打出了硬直。趁着这个空档，他连续输出，朝着他的腹部又是一口。-201，-75，-75，迅捷蟹再次挂上了流泻效果。一旁观看的陆成双脸上挂起了微笑，对这个姑娘的实力他很满意，但是战斗直觉还需要再培养一下。这时候，秦璐的身后出现了好几个传送门，5只迅捷蟹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噗噗噗，一顿钉刺输出，这一次是被刺打出了暴击效果。没2下，秦璐血量见底，竞技场终止了比赛。他恢复了人形态，瘫坐在了地上。喂，你可真够卑鄙的，居然还被刺人家，还召唤这么多虫子出来。苗万万忙不迭地给秦璐打抱不平，一边说着，他一边给对方喂下了恢复药水。陆成双摊了摊手说道：谁跟你说我会1v1的？大多数时候猎人都要做好1v多的准备。是，你说的对，受教了。秦璐很认真地跟陆成双道谢，这样反倒让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也亏你能够撑过3分钟，还差点让你赢了比赛。原本打算你能撑过30秒就算合格的。陆成双向对方伸出手，恭喜你通过了考核，明天就过来上班吧。啊！秦璐愣了一下，然后眼泪都流了下来。谢谢你们。他很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需要很多钱。因为抚养他长大的院长妈妈得了一种怪病，身体急剧消瘦，不管吃多少感觉都不会长胖，最后只能靠营养液来维持。普通医保无法报销昂贵的营养液治疗，一直以来他都是靠着四处打工，下班去城郊刷材料供给治疗费的。尽管院长妈妈屡次表示自己要放弃治疗，但秦璐都不肯。听了这个情况之后，陆成双果断决定入会费不用缴纳现金了，将会从他每次副本收益中扣除30%，直到交满为止。第二天上午，秦璐就过来报道了。办理完了入职手续之后，陆成双挥了挥手：走吧，我带你升级去。啊，老板这么快吗？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多，要尽快让你成为战斗力才行。好的，老板，听你安排。昨天晚上，陆成双就已经研究过了魔都市的副本资源，官方控制的副本在400个以上，都在远离主城区的城郊。魔都比黑山市高出2个行政级别，所以这里的副本难度也会比黑山市高出2级。这里的 A 级相当于黑山市的3A 级，对于一个4级的法师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下去随便一个小怪就能秒杀他。所以根据网上的发布的攻略考虑，陆成双选择了难度相对较低的东昌路地铁站。这是个 A 级副本，所需要的仅仅是沙光里面的怪物击败 BOSS 就行了。一行人驱车来到了副本安全区，安全区里人很多，大多是公司派来带新人的。听好了，等会下去不要乱跑，没我的命令不许随便用技能，爆出来的装备谁都不许捡。副本结束以后我会给你们分配，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哥，队伍缺人吗？能加一个位置吗？我愿意出1万。你刚才没拉住怪，导致我们今天差点团灭，复活十字架的钱从你工资里扣。兄弟，看你们的样子是法师吧？要不要战士帮忙代打呀？5万一个人，装备归你们怎么样？回收装备价格从优，魔都你找不到比我出价更高的了。各种吆喝声、嘈杂声吵得秦璐有些头晕目眩。一行人完全不理睬周围那些叫卖的小贩子，直接来到了快速通道。这里都是特批出来给官方猎人用的，没有人排队。陆成双亮出证件之后，直接走了进去。原本毫不起眼的一群人，因为这个小小的举动变得异常扎眼。哎，你们看啊，法师来下副本了，3个都是法师啊！我的天，他们是嫌自己命长吗？刚才我已经问过了，要不要战士带，人家根本不理咱们，随他们便吧。好言难劝想死的鬼，看样子还是官方的人，随便吧，人家不用我们管。领头的那个25级了，你见过这么高等级的法师吗？没有，不过也没什么稀奇的吧。既然是官方的人，他们有的是手段把你给带上去。这小子一看就是想靠着等级高来带妹的，可惜了，一个萝莉一个御姐，我都喜欢。就这么下去，送了还不如让我先玩玩呢。周围人的污言秽语让秦璐更加紧张了。别理他们，记住你是来干什么的。好的，老板。要进去了。一行人来到触摸了一下传送门，传送光束亮了起来。光芒结束之后，他们来到了副本内部。前世陆成双对这里很熟悉，因为他上班的地方就在这。东昌路地铁站一共有4个出入口，魔物会不停地从这些地方涌进来。第98章，走，我带你升级。这里原本是最为繁华的区位，
上下班时段人流量极大。副本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上个时代的情景，让魔物模仿上班族涌入地铁时候的场景。陆成双带着两人来到了中央咨询台，这里是攻略提到的最安全的地方。陆成双按了一下旁边的取票机，取出地铁票，给每个人分了一张。因为闸机是有屏障的，未买票过安检的魔物无法直接进来。等到三人通过闸机之后，地铁内的灯光忽然暗了一下，应急出口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整个地铁内只有那个微弱的绿光忽闪着。紧急通知，地铁发生故障，请乘客快速撤离。站内响起了广播。陆成双说道：“准备好，怪物要来了。”话音刚落，不远处的出入口就传来轰隆隆的声音，紧接着就是魔物的低吟：“嘎嘎嘎！”召唤。陆成双召唤出了20只迅捷蟹和5只魔象，这算是小型副本的标准配置了。等会我把怪物拉住，到最后一丝血的时候，你补刀。好。秦鹿开启了狼人形态，紧接着大量的怪物从4个出入口涌了进来，一大波人形丧尸冲了进来。陆成双打开了面板，被感染的上班族，等级14，生命值2732。这么脆弱的小怪，被迅捷蟹稍微碰一下就死了，要让秦鹿收割最后一击，真的挺有难度的。静默模式，他下达了指令，所有的召唤物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不会主动攻击别人。接着他又让红魔象挡在了秦鹿的面前，火焰光环会带来900点的伤害，那些小怪勉强能撑2秒。仇恨给你拉好了，你上去能杀多少是多少，注意看好血量。好的，老板。秦鹿看准了时机，对着其中一个上班族的脖子来了一口，刚好这个上班族被消耗的只剩下1/3的血量了，被他一个撕咬加几次快速平 A 给带走了。然后他又转向了下一个。陆成双注意到他把握时机的水准相当好，刚好是顺时针，绕着4个红魔象走，挨个收割靠他们最近的怪物。当然即便 OT 了也没关系，他身上被绑定了灵魂石，还加了一层魔法护盾。事实上秦鹿虽然攻击不高，但是在这个副本里基本也是无敌的存在了。3万多的护盾放在身上，不管是小怪还是 BOSS 都无法杀死他。就这样过了20多分钟，第一波怪物算是被清光了，他一个人杀死了10只。算上经验值分配，陆成双算了一下，至少够他升到7级的。首次下副本刷怪的他被陆成双这种手法给惊呆了。老大，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召唤物？而且你这些召唤物都是 BOSS 级别的吗？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猛啊？看着对方满眼放光，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苗万万就感觉到很爽。他心里暗暗决定，以后每一次带新人升级的时候，他都要在场。别分心，好好升级，第2波来了。是，老板。陆成双看着天花板上、地面上密密麻麻的怪物，他打开了面板。人物：阴暗的2次元爬行者，等级14，生命值3012，跟刚才那波血量差不多，但是根据攻略的情报来看，他们的攻击力会有很大的提升，从他们那些巨大的爪子就能看出来。陆成双如法炮制，让迅捷蟹顶在最外圈，中间是4个红魔象，让最前排的那些怪物刚好处于光环攻击范围之内。好了，你去吧，这一波注意点，那些怪物会跳起来抓你。明白了。根须缠绕。秦鹿先发动了一次控制技能，把爬行者锁定在了原地。看着他血量下降到了阈值之后，他才开始上去输出。很聪明吗？陆成双感叹了一声。被根须缠绕控制住的怪物根本动弹不得，只能干瞪眼看着自己血量下降。秦鹿一个接着一个收割着他们的命。当他准备拿出蓝药水补充魔力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的魔力还是满的。这是什么情况？我居然一点魔力都没耗费。他打开面板，看到了一个 buff， 就是那边蓝魔像放出来的。只要在魔像附近，自己的蓝就是无限的。我的天，这个技能也太逆天了吧！怪不得陆神能一下子召唤这么多怪物。现在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陆成双有底气说出那句法师优先，合着跟老大在一起的法师都能够无限蓝啊，那还怕个球！秦鹿连续释放根须缠绕，把那些靠近的爬行者一个个钉在了地上，按照顺序从后往前一个个收割。他时间控制的刚刚好，结果一只之后走到下一只面前，刚好被红魔像耗成空血，被他一爪子收割。这一波他一个人杀了23只，算上分成又可以让他升2级。第3波是单个精英怪，这是除了 BOSS 以外第2难的地方。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给老年人让座，都应该去死。陆成双看过攻略，这里的精英怪是2只，叫做怨恨夫妇。不一会，地铁1号口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变异的肌肉让老头的身体看起来粗壮的有些不和谐，他的肩膀上坐着的是老太婆，不仔细看你都无法发现，这2个人看上去是一体的，但其实必须同时攻击到2个才能算是有效进攻。
等到精英怪走到火焰光环范围之内，秦鹿发动了根须缠绕，接着就是等待他消耗血量。光环攻击是无视位置的全方位攻击，2个位置都能有效的打到。不过陆成霜很好奇，他会怎么处理这最后一击？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被自己抢了人头。秦鹿在一旁观察着，等到血量来到阈值的时候，他高高跃起，伸出爪子对准2个人喉咙横着一斩。负366，时机，血量卡的都刚刚好，直接收割了对方的性命。刚才经过了观察，他敏锐地发现这2个精英怪的脖子的位置高度是一致的，攻击脖子2个都会受到伤害。了不起！陆成霜拍了拍手。第99章地铁站速通。只是稍微给你了一点提示，就能够敏锐地发现精英怪的弱点。你的战斗直觉非常优秀。被这么一夸，秦鹿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红着脸回答道：“谢谢老大夸奖，只是一些小聪明罢了。”陆成霜还不知道秦鹿是个学霸，而且是比自己还要厉害的那种类型。只要稍微看看书，考试就可以考满分。没有看见他在学习，但成绩就是好。关键在于他善于阅读，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些信息的内在逻辑。如果不是因为副本降临，他现在应该至少是清北生的程度，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天才。按照攻略上所说的，地铁站的第2层就只有一个 BOSS 可以召唤小怪，只有一个物理技能，应该算是魔都这400多个副本里最好对付的一个 BOSS 了。在下去第2层之前，陆成霜先把包给舔了，除了一把稀有级别的大砍刀，还有一大堆材料。这些材料卖给回收站的话，换个10几万应该问题不大。下去之前，你先看一下这个 BOSS 的介绍，看完了告诉我。陆成霜把攻略转给了秦鹿。下面的这个 BOSS 叫发疯的管理员，原本是上个时代的普通地铁站工作人员，现在变异成了一个融合怪，融合了地铁售票机、防护门，一只手臂还变成了章鱼的触须，主要是靠那个章鱼触手打进行物理攻击的。远程攻击的话就是售票机喷票，防护门是个盾牌。一般的做法是替先拉住仇恨，后方的射手用穿甲技能破盾，然后靠狂暴战或者武器大师近距离输出。没了盾牌之后，他会进行地铁票喷吐。只要踢拉得好，后面输出节奏掌握得好，不要 OT， 这个怪物还是很好对付的。我看完了，秦鹿心中好像已经有了方案。好，那我们下去吧，一会不要勉强。如果觉得收割不了，你就站在一边看就好了。一行人来到了地铁2层，这里原本是个站台，陆成霜先让迅捷蟹把站台上下车的2边堵死，接着让红魔象走上去开 BOSS。吵死了，吵死了！你们这些乘客吵死了！疯狂的管理员从厕所冲了出来，变异导致的身体畸形加上融合，陆成霜已经看不到他的脑袋在哪里了。章鱼的触手使劲拍打着地面，瓷砖乱飞，样子还是有些可怕的。不过站在红魔象的后面的秦鹿很快恢复了镇定，这一次他没有使用技能，仅仅是站在魔象的身后。BOSS 的血量有8500，红魔象只能像刚才一样用火焰光环慢慢耗他。2秒钟以后 ，BOSS 发动召唤技能。啊！地铁来了，要迎接旅客了，好烦啊！月台的2边同时有列车驶入，大门一开，大量的上班族涌了出来，但是都被迅捷蟹堵在月台的外围，有些被直接推到了铁道上，让高压电给电死。BOSS 还在抽打着轰魔象的身体，然而秦鹿扔下了 BOSS， 跑到一旁去收割小怪。有了之前的经验，他的手法更加干脆利落。光环的加持下，他的魔力无限。秦鹿使用根须缠绕，把那些怪物锁定在了站台上，距离由远及近，让整个怪物群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梯形。解决掉一个之后，后面一个上前，接着用根须缠绕固定住，然后在他被火焰光环打得差不多的时候，再给致命一击。如此循环，怪物们排好了队，一个个朝着光环这边移动，然后一个个被解决。这时候他看到 BOSS 的血量已经要过半了，于是他赶紧转身把 BOSS 拉到了距离光环较远的位置，接着再次使用根须缠绕把他给固定住了。这样虽然 BOSS 的仇恨在他身上，但是没破盾的情况下是不会发起远程攻击的。等到快失效的时候，他可以再次使用根须缠绕，反正无限蓝。就这样打了大概1个半小时，地铁里出来的所有怪物全都被他给补刀了，总共112只，以目前的经验值来讲，刚刚好到10级。接着就是处理这只 BOSS 怪，他绕着红魔象开始跑，狼形态的他敏捷超高，速度比这个 BOSS 快出一大截子。皮再脆你摸不到，我就是白瞎。BOSS 胡乱挥动着触手，但是毫无用处，所有攻击都被秦鹿完美躲过。等到他的血量被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等待 BOSS 挥出下一击。轰的一声，触手狠狠砸在了地面，但是秦鹿却消失不见了。等到烟尘散去的时候，陆成霜惊讶地发现，秦鹿的爪子已经刺进了对方的腋下。负257，
这一击打出了暴击效果，完美的将 BOSS 最后一滴血给抽干。你击杀了疯狂的管理员，副本任务结束，可以随时退出。管理员爆出一件绿色装备套装的一部分，管理员的大盾。这个套装如果集齐4件，会有一个不错的击退效果，对于 T 来讲很实用。放在网上，这一件装备20万可以卖的。出去以后，我把材料装备都放在闲鱼上卖了，说不定可以卖个高价，直接给你现金结算，没意见吧？秦璐拼命点头，没有，老大说了算。秦璐点头如捣蒜，能够一下子获得这么多经验，他已经很开心了。而且刚才老大还说了要给他现金结算，他都没想过会有这种好事。一般进入公司之后3个月能把入会费补齐，就算是快的了。有些人要为公司白打工半年。相比之下，不管陆成双分给他多少钱，他都是赚的。这老板太 TM 良心了。传送的光线消失，一行人来到了副本外面，一下子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么快就出来了？假的吧？哼，你看看领头的那个人的等级，这不是很正常吗？正常个屁，人家是3个法师，你们下去是几个人？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秦璐在人群里发现了一个人，他的脸一下子红了，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李轩林，李轩林，这边！秦璐开心地跟对方招手，可对面那个男生却故意躲开了视线。第100章，有趣的技能。出了副本之后，秦璐结算了一大波经验值奖励，直接升到了10级，等于一口气突破了2个关卡。他十分开心，结果就在副本的外面，他又碰见了那个对自己来讲很重要的人。李轩林是他的高中同学，跟他不一样的是，李轩林有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原本就是魔都人，因为做生意才来到的黑山市。等到李轩林高中毕业以后，又因为教育问题让他迁回了魔都。高中期间，秦璐负责让他熟悉黑山市的生活，于是他们2个经常一起出入学校，一起做功课，一起研究副本的攻略，慢慢产生了感情。李轩林向秦璐表白了，思考再三，秦璐同意了。2个人经历过一场甜甜的恋爱。李轩林回到魔都的时候，他哭得十分伤心，之后2个人就失联了。来到陆成双的公司之后，秦璐的心里抱着一丝希望，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跟李轩林再次相见，能够继续那段美好的甜甜的回忆。可是就在刚才，他的一切梦想都破灭了。李轩林装作不认识他，而且他的身边有了另外一个女生。怎么会这样？那个女生看到秦璐之后，拉着袖子质问李轩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女生是谁？没什么，之前高中的同学而已，不是很熟。他咧嘴笑笑，他之前单方面喜欢过我，不过都已经过去了。2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够让秦璐听见。他原本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跟对方说，但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陆成双一眼就看明白了问题，不过他没有出言安慰。治疗情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快速开始下一段恋爱。陆成双拍了拍秦璐的肩膀说道，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真正的 man 都在搞事业，如果在搞事业的过程中爱情来了就好好珍惜，如果没有那就继续搞。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秦璐赶紧用袖子抹了一下眼泪，点了点头。等 CD 结束我们继续吧。好，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我把装备挂在网上。一行人离开以后，周围人就开始议论了。小伙子，你跟他们认识啊？不熟。怎么了？你刚来没看到他们这组人只花了2个多小时就通关了这个副本，快追平速通记录了。什么？李轩林瞪大了眼睛，这简直难以置信，看他们的样子都是法师吧？法师怎么可能在没有战士带队的情况下单刷副本，而且还速通？但是周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肯定不会弄错。秦璐那个傻女人什么时候傍上了这么个大腿？李轩林转身看着他们的背影，看什么看？还进不进了？你不是带我来刷副本的吗？姑娘狠狠拧了他一下，进，别生气哈宝贝。陆成双找了个官方的酒店，开了3个房间。副本冷却时间是2小时，不过他并不想卡点，打算处理完材料和装备以后再看一下德鲁伊能学什么技能。从答应开公司开始，陆成双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公司以后要走小而美的路线，每一个收纳进来的战士必须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精简人员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让每个人都有钱的目标。挂完了材料之后，3个人约在餐厅见面。他注意到秦璐脸上的泪痕，苗万万刚才一直拍着他安慰他，显然他跟对方吐槽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情感故事。陆成双前世就是个单身狗加钢铁直男，感情这种事他根本没资格插嘴，只能直奔主题。嗨，整理一下情绪，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闻言，秦璐立刻振作了精神，点了点头。你说吧老大，我听着呢。接下来你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20级，
适应副本的节奏，因为我们公司大概率会参加官方的攻略团，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能够成为我们的战力。秦璐眨了眨眼，老大，你是说要带我去官方攻略团？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会不会有点早啊？小鹿才刚进公司，跟官方的团会不会太危险了？大小姐，你刚跟我组队的时候不是更危险吗？那个时候我们才4级5级，你就敢跟我去3A 级副本，现在有我们2个20多级的人在旁边，还怕什么？没事的，苗总，我一点也不怕，而且跟着你们能学到很多东西，我愿意去。好，你已经10级了，给我看看德鲁伊技能吧，我帮你参考一下选什么好。这个我已经选好了。啊，这么快？陆成双看向了旁边的苗万万，技能书是我给的，我觉得小鹿应该不会选错。这个世界的技能不像游戏里，选了就不能洗掉了，所以大家都很慎重。陆成双有些不放心，你打开面板让我看看吧。好，他略过了对方的基本属性，直接翻到技能栏，一共多出了3个主动1个被动技能。自然亲和，自然系法术功效提高 10%， 这是增加法术强度的，随着等级提升还会增长。很多人瞧不起被动技能，但往往决定战场生还率和副本通关成败的都是被动技能。10%的增幅现在看起来很少，但是随着等级增长而增长，而且到了20级以后，10%的增幅就已经十分可观了。鬼蔓藤发出一阵孢子雾，范围30乘以120内的地方生物触碰到雾气后会被鬼蔓藤缠绕，移动速度减少 30%，3秒后鬼蔓藤开花，将产生定身效果，花朵会吸取对方生命值，造成60点每秒的伤害，持续15秒。这个技能初始伤害不高，但是有了装备加上属性增长，后期伤害还不错。重点是这个技能的控制效果，群体减速加上定身，对于现在这个团队来讲非常实用。毕竟陆成双不缺输出，他继续往下翻，忽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技能。第101章夜宵形态实战速通。夜宵形态自然系法术效果提升 10%， 魔法防御增加100点，物理防御增加100点。这是德鲁伊的一个法师形态，夜宵代表着智慧，这个形态下的德鲁伊更偏向于团队辅助。大多数德鲁伊这时候都会选择熊形态或者夜刃豹形态，一个是偏重防御的战士，一个是高爆发的刺客，而且外观好看，属于男生女生都会喜欢的样子。夜宵形态看上去十分臃肿，而且变身之后移动速度会变慢，全身的羽毛像是套了一件大号的玩偶服。团队辅助的角色大多数会交给圣骑士和圣枪游侠，德鲁伊就显得有些鸡肋了。不过那是对外面那些团队而言，对陆成双来讲，秦璐选择的这个技能实在是不能再合适了。团队辅助就是他最需要的，比起圣骑士一类的职业，德鲁伊如果打辅助，控制类技能多到爆，而且又有群体恢复，尤其是夜宵形态下的专属技能枯木逢春。夜宵形态专属技能范围100乘以100之内的所有有灵单位，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的 1%， 持续15秒。这个技能以后在公共区域发生战斗，乃至于国战的战场上都会是决定胜负的技能，让整个队伍拥有更高的续航能力。刚才他还在想呢，要如何劝说这个小姑娘接受这种丑陋的形态，没想到她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直接就这么接受了。这家伙战场直觉不是一般的好，打过游戏的都知道，有个好辅助是一件令人多么愉悦的事情。老大，你觉得怎么样？秦璐说话的时候颤颤巍巍的，有些紧张。他刚才选择技能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来的，不知道会不会让新老板满意。但苗万万了解他，刚才从细微的表情里就看出来陆成双的嘴角微微上扬了。听到秦璐的话，他摆了摆手说道：你做得很好，你的判断没错，以后要学习新技能你可以自主判断。谢谢老大信任，先吃饭吧，吃了东西回去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番苦战。一顿饭功夫过后，秦璐困意大发，刚才下副本之后的倦怠感一下子袭来。回房间以后他倒头就睡，这一觉就睡到了晚上。副本的是24小时开放的，但喜欢刷夜场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因为组队的人太少了。但陆成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3个人都休息够了，再次来到了副本的门口。进入副本的时候，他选择了噩梦难度。嗡的一声，副本传送门的光就变成了红色，所剩不多的几个队伍纷纷投来了目光。喂喂，看那边，噩梦级难度！我操，3个法师就敢挑战这个难度了，这不是去送人头的吗？官方的人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莽了？不都是要集结一大波人才敢下去开荒的吗？好像就是今天上午那几个人吧。感觉自己速通了，又行了呗。兄弟，魔都的副本可不是你们那种乡下地方能比的，就这么下去会死的。陆成双根本没有搭理他们，自顾自地走进了传送门。秦璐和苗万万也跟了进去。算了，你管一群乡下人干什么？
就是，刚调过来不久，不明白魔都副本的可怕，呵呵呵。这是个 A 级副本，相当于黑山市的3A 级，最高难度可以选择噩梦级。陆成双研究过这里的攻略，噩梦级比普通级多的仅仅是怪物的强度以及 BOSS 的技能，地图并未增大，玩法也还是跟上次一样，清理干净之后即可通关。进去以后，他们买了票，站在了闸机的里面，灯光闪烁。哦！地铁的4个入口涌进大量变异的上班族，他们的行动比之前更加迅速，而且怪物群中夹杂着精英怪。技术组长和会计，技术组长的血量比较多，攻击高；会计拥有一个增益光环，可以让附近的小怪都陷入狂暴，攻击频率大幅增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陆成双问道。秦璐点了点头，知道，那就开始吧。夜宵形态，秦璐的身体变大，足足有2米多高，浑身毛毛绒的身体也变得臃肿了起来。鬼蔓藤变身完成之后，他朝着一个方向撒出孢子雾。CD 结束后，又朝着另一个方向使用技能。不一会，孢子雾遍布了整个空间。凡是触碰到这雾气的怪物身上，马上长出了藤蔓，它们的速度明显下降了。紧接着，藤蔓开出了翡翠色的花朵。前排的小怪被钉在了地上。这一次，陆成双没有让他进去收割，因为夜宵形态下，他放出的辅助技能会有高额的经验值判定，不需要再像刚才那样一个个上去补刀了。传送门开启，30只迅捷蟹涌了出来。10几级的小怪对于这些迅捷蟹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就如同狼入羊群一样，他们挥动着刃足拼命砍杀，几乎是一刀一个，哪怕是混在里面的精英怪也一样。刃足所到之处，身首异处，断肢乱飞，鲜血肉块如同雨点般四处飘落。秦璐被这修罗场一般的场景给震撼了。忽然有个人头咕噜噜地滚到了他的脚边，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哦！秦璐扶着墙吐了出来，中午吃的这许多豪华食物都没来得及消化，气味简直太顶了，这让在一旁见惯了大场面的苗万万也想吐了。吐完了小怪之后，精英怪也是一样，大概就比小怪多抗了一下，那个连体怪就被解决了。秦璐算了一下，第一层清理完总共花费了1分45秒。妈呀，到底谁才是副本的 BOSS 啊？苗万万笑呵呵地说道。习惯就好，以后有机会见识一下陆总的真实实力。真实实力？秦璐脑袋瓜子嗡嗡的，整个人处于一种失神的状态。放眼整个龙国，能这么刷副本的恐怕只有那些 S 级的大神了吧？这还不算是真实实力，那陆总的实力该有多恐怖？这时候，两人的面板上传来提示：第102章，金会长的麻烦。恭喜你通关东昌路地铁站噩梦级难度，您打破通关记录，奖励将在退出副本时发放。与此同时，所有猎人的面板上出现了一条广播：东昌路地铁站地狱难度速通记录被打破，用时2分38秒。东昌路地铁站副本难度降低 30%， 产出提高 100%。尽管这条消息是在深夜发出的，但依然让整个猎人论坛里炸开了锅。我操，噩梦难度2分38秒，这块枪手比我还快！2分，不是2小时？系统不会出错了吧？普通难度通关也至少要1小时以上吧？楼上的，你是猎人吗？面板怎么可能出错？副本降临这么多年，错过一次吗？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不会是哪个 S 级大神过来炸鱼的吧？你以为 S 跟你一样闲，会来 A 级副本炸鱼？所以到底是谁啊？这个瓜好想吃啊！有在现场的朋友吗？发个帖子确认一下吧。现场确实有不少人都在等着看传送门的那边到底是出来的会是谁。稀稀拉拉的人群里面也包括李轩林和他的朋友。等一会，不管谁出来，你给我上去要一张合影。女孩子跟他说道，语气里透露着命令式的口吻。听见没有？要不到以后就不要联系我了。大神的合影哪里这么好要的？这个女人想一出是一出，心里虽然这么想着，但是李轩林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这个时候，传送门的光芒亮了起来，3个模糊的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不会吧？才3个人？那肯定是 S 级大神无疑了。会是谁啊？王国涛还是林战啊？该不会是官方的人吧？我刚才看见3个法师下去的。啊！话音刚落，传送的光束消失了。陆成双走在前头，苗万万在他身边，秦璐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像是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刚从游乐场出来一样。在场的所有人眼珠子都瞪得老大，他们不敢相信通关的噩梦难度的居然是3个法师。目送他们走了2步，人群才忽然间爆发出声音：不是吧，真的是他们！我说吧，刚才我看着他们下去的，尽管觉得不真实，但速通的也只有他们。
这个应该是官方的团吧？说不定是官方开挂了呢。我操，哥们你脑子呢？副本能开挂，这样的外挂请给我来一打。看到秦璐的时候，李轩林整个人傻掉了。怎么可能？她明明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人，转职成了法师就只有去做文员这一条出路，她怎么可能打破速通记录？刚才自己的女朋友让他去要合影的，现在该怎么办？他看向了身边的这个姑娘，秦璐被周围人的目光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逐渐低下了自己的头。这时候苗万万上来拍了他一下，开心一点，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我并没有做什么，都是老大的，你做得很好，控制给得很到位，所以最后结算的时候，咱两个得到的奖励是对半分的。陆成双说道。大小姐说得很对，这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闻言，秦璐露出了微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挤出人群走了过来。秦璐，秦璐！李轩林喊着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有什么事吗？那个男生毫不避讳地拿出手机，笑道：请问能跟你们合张影吗？我女朋友挺喜欢你们的。陆成双还未说什么，苗万万就抢先一步拦在了他的前面。哦，是吗？你女朋友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苗万万的话切中要害。昨天为了息事宁人，李轩林并没有解释他跟秦璐的关系，毕竟谁会在意一个乡下来的土鳖呢？李轩林咧嘴笑了，我等会跟他解释的。那个能麻烦合影吗？哦，不行，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有肖像权的，不能随意跟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合影。当然，如果你老实的将以前的事情全都告诉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李轩林明白女朋友的性格，如果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一定会发脾气的，到时候自己又要去花钱买装备来平息他的怒火。他赶忙抓住了秦璐的胳膊说道：小璐，看在我们两个之间的情分上，能不能跟大哥说说，我就拍个照收藏用，绝对不会到处乱发。其实咱两个关系没那么好，而且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公司有规定，合影不能乱合。秦璐甩开了他的手，留下众人的目光，跟着陆成双走了出去。只听见身后有个女孩子的叫骂声，还有李轩林不停的给对方道歉的声音。当晚，金正范收到了破纪录的通知，虽然没有写具体是谁，但凭他的直觉也知道这肯定是陆成双干的。以小时为单位的副本给他打出了一个分钟为单位的记录，即便是在人才济济的魔都也没有见过这种实力吧。只是现在他根本没有精力给陆成双发消息祝贺。魔都猎人协会就是个大坑，这里有25万注册的猎人，因为前任搞出了一个户口扶持政策，只要超过 C 级来魔都注册都送户口。虽然政策的窗口期只有3个月时间，但依然引来了大量的外省市猎人，他们往往会因为一个人过来而把裙带关系一起带过来，这就造成了魔都猎人协会派系林立，谁也不服谁。协会里处在一个各自为政的状况，力量拧不起来，大家都想摘桃子。表面上看，魔都的副本资源丰富，但是结合通关难度来看，能够高效产出资源的就这么几个，大家都不想开荒，哪怕有官方协调，这些人也都是阳奉阴违。这里跟北方不一样，私营企业的话语权相对较大，况且这里还有很多外资，如果官方强制他们做事，影响将会非常不好。如今金会长是被人架空了，有力也使不上。第103章组团。通关国家级副本是一个大工程，需要至少2个 S 猎人带队，并且需要8个小队，总共40人。官方的 S 级猎人有驻防任务，一个国家级副本下去一趟至少要5天，时间长的1-2个月也不是没可能。风险大不说，2个 S 级战力空缺好几个月，这就让外面有了可乘之机。但是协会想要调动各个公司的顶级战力，也只能采取商量的办法。只是国家级副本的开荒团死亡率极高，谁也不想要自己家的顶级战力有什么意外。至于利益，他们现在有钱赚，小副本出的装备即便放在国内都还未饱和，更不用提出口创汇了。国外的企业常年花高价钱收购龙国的资源，官方给那点钱，这些公司还真看不上，拿什么家国大义来试图说服他们更是笑话。站在老板的立场上，国家大义没法给他带来收益，就算是最后得了表彰又能如何？ S 级猎人如果死了，他的利益马上就会被其他公司给瓜分掉，他的公司都不一定能够挺到官方给补偿的时候。所以对于开荒团这件事，大家都很谨慎。协会内部的利益平衡非常微妙，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金正范需要的是一个打破平衡的机会，他需要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成绩，所以他打算亲自组团进入国家级副本龙之柱。陆成双刚才的表现无疑给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A 级副本噩梦级难度以分钟来计算的通关时间，这些要素即便放在龙国内，他也是顶级实力的猎人了。
以他为核心攥一个团队应该不难，尤其是见过他实力的人。将近1个礼拜的时间里，金会长都没有联系陆成双。他明白越安静，事情越大，在那之前要让秦鹿形成战斗力，他们还需要刷更多副本。于是这段时间，陆成双带公司的2人一起跑遍了魔都各个冷门副本，不贪求等级有多高，只找 A 级难度的。一个接着一个，陆成双打破了魔都市的速通记录。短短的1周，陆成双就魔都的猎人圈里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甚至有不少大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陆神，要不要来我们8567啊？我们是魔都的第2大副本公司，如果你肯来，我们将给你最大的权限，让你组自己的队伍。哥，看过来，别总是盯着大公司，他们说的好听，给人给资源，到时候你签约了就知道了，就是拿你的名气骗钱呢。还是来我们海德吧，公司不大，但贵在接地气，您肯定喜欢。陆神，咱俩老乡，都是黑山的，来我们公司签个共享约呗，不耽误你正事。手机的短消息，微信的最近添加他都懒得看了，自己的小红书主页和抖音都已经打不开了。封禁理由是发布 YH 消息。陆成双一整个大无语，不过好在秦鹿的升级非常顺利，仅仅1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来到了20级，几乎要超过苗万万了。关于这点，大小姐找他抱怨了很多次。陆成双回答他，很快公司就要跟官方一起整个大活了，升级的机会有的是，这才把他安抚了下去。终于，金会长给他打电话了。小陆，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动手？3天后的下午，提前给你打个招呼，酒店我给你们统一安排了，你们先住过来吧。我想让你先跟团队熟悉一下。好。当晚，楼成双就带着公司的2个人来到了延安饭店，这里距离副本只有1步之遥，一旁的高架桥在大灾变的时候已经被毁坏了，拆除完成之后，这里就剩下了一根龙柱。上个时代流传着一个传说，这里是龙脉所在，地下有一条龙在修行。工程队打地基的时候如何都打不进去，请了汉斯猫的专家过来看了也没用，所有人都说这是无解的。但是龙国的奇门中人看出了里面的道道，随后建议官方请一个得道高人引渡这条龙。这时候有位高僧名为真禅大师，算出了自己如果能够帮助这条龙升天，即可功德圆满。于是嘱咐好了后事之后，便带着弟子来到了这里。7天法事过后，他让工程队取来7根小柱子，柱子插下去的那个瞬间，一团黑气从地底冒了出来。紧接着，工程队用铁皮包住了龙柱，外面雕刻了一条龙，意味引渡上天。随后不久，真禅大师便圆寂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一个坊间的传闻，官方也从未承认过这些事。但是大灾变降临之后，最先产生异变的就是这里。那个时候，龙柱的周围出现了一次爆闪，周围所有高架桥和楼房都被这光芒吞没。等到光芒散去之后，楼房和高架桥就如同被什么东西切过一样，整整齐齐的丢失了一部分结构。紧接着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传送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副本是怎么回事，进去的第一批部队和科研人员都死在了里面。几个月以后，人们才渐渐接受现实，官方也不再对民众隐瞒这些超自然现象。然而即便是这样，头几批下去的猎人们也都死在里面了，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官方优秀猎人。没有人知道这里的面的任何信息，只能从能量波动来判断副本的难易度。然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已经至少通关了一个国家级副本了，这点上龙国已经落后了。如果能够首通，协会里力量的天平就会被打破。陆成双摸着下巴，关上了平板，他靠在了沙发上思考了起来。所以金会长这次找的未必是实力最强的人，但一定是最听话的人。这时候大门被推开了，陆成双站起身来。陆成双，又见面了。思念撩了一下银色的长发，嘴角挂起一丝丝的笑容。我们之间的约定什么时候履行？上次你可是答应过我去竞技场比试的。啊？思念很确定的点了点头。金会长刚才也这么答应我了。第104章比斗，打个尽兴。陆成双看向了金正范，对方笑着说道：哈哈，这件事情我就自作主张替你答应了，反正你们2个是同学吧，又都是高手，比试一下也能更了解对方。思念是皇朝集团的人，被这么借出来，他自己一定做了不少工作，大概率公司不知道他是来开荒国家级副本的，不然肯定不会放人。好吧，下副本之前你挑个时间，咱们去竞技场。就现在吧。陆成双又看向了金正范，对方挠了挠头说道：副本的概况他在来之前就已经熟悉过了，你们2个的私事我不管，好吗？他这一手直接把自己给卖了个干净。作为公司的合伙人，苗万万也完全没有要阻止的意思。2个人的实力他都看见过，他比所有人都好奇到底谁更强。我去给你们定场地，
稍等片刻，有官方的背景，定场地自然不是问题。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上次的小型竞技场里。思念抽出长刀，把那个女人叫出来吧。啊，什么女人？别装了，你有个人形照换物，而且还是个高手，我都听说了。闹了半天，他是想跟艾琳比试。陆成双尴尬一笑。艾琳，传送门开，恶魔女皇来到了他的身边。主人有何吩咐？他指着思念说道。我的这个朋友想要跟你比试一下。哦，艾琳眯着眼看着眼前的这银发刀客，嘴角不自觉地挂上了一丝微笑。你很强，有意思。说着，他也拔出了迅捷剑。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有言在先，你们两个点到为止，不要太认真。是主人，我尽量不让你的朋友受伤。闻言，思念的脑袋上青筋暴起，艾琳的话一下子就戳中了他的点。疾风步，嗖的一声，他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下一秒，刀刃已经快要砍到艾琳的脖子了。好快！一旁的金正范发出感叹，这个斩击不单纯只有速度，力道也相当足。苗万万和秦璐的眼睛几乎无法捕捉到他们的动作。艾琳稍稍一歪头，手腕一翻，迅捷剑直接刺向了对方的心窝。这种距离与其防守，不如跟对方换血来的划算。人体是有自保意识的，思念马上收招，一个侧翻跳到了一旁。艾琳笑着说道：不错，战斗直觉很好，刚才如果你再进来一寸，比赛就结束了。只见他手中的剑锋上挂着一丝丝血迹，迅捷剑的长度要比他的刀多出1寸。刚才自己挥出斩击的时候，艾琳没有躲避，而是选择让身体微微向前。凭借武器的优势，思念一定是先死的那个。脖子并非这女人的要害，从刚才的试探里思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疾风步，嗖的一声，他的身体再次消失了，紧接着8道刀光斩向了艾琳。秘籍8重斩，1秒钟之内连续从8个方向挥出斩击。当当当，金属撞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火花四溅。艾琳毫不费力地挡下了对方所有的斩击。思念敏锐地观察到，对方在格挡的时候腹部微微紧缩，他的弱点就在肚子上。秘籍8重斩，思念再次挥出了8次斩击，不过这次距离有些远，刀刃释放出剑气冲向了艾琳。这招刚才用过了，你就没有一点新花样了。忽然间，他发觉对方的身体消失了，紧接着下一秒，银发少女出现在了自己的下方。她离得很近，已经到了迅捷剑攻击盲区。思念朝着对方的肚子挥出一刀横斩，速度很快，如果是人类的话，这一刀肯定就结结实实挨上了。而且弱点攻击能够打出高额暴击伤害，但是艾琳是恶魔，而且是下级恶魔的女皇，她的反应比人类高很多个档次。面对这壁中的斩击，她本能的往后跳了2步，不过腹部的衣服还是被划破了，刀锋在她的皮肤上划出了一道浅浅的血迹。精彩！金正范感叹道。刚才那一瞬间的交手让人眼花缭乱，他这个敏捷很高的射手也才勉强捕捉到对方的动作。此时，艾琳的脑袋上也爆起了青筋。主人的话他已经忘到一边了，现在他心里的想法就只有干死对面这个女的。突刺，唰，一道剑光射出，对面的思念还未稳住身形，他就地一滚，才勉强躲过刺激。3连突刺，刷刷刷，又是3剑，通过细微的身体动作，他才勉强躲过了这3剑。不过还是被剑锋擦过，大腿上白丝被划破，渗出了鲜血。前进喷泉，无数道剑光刺向了他，闪避路线都已经被封死了，他绝对躲不过去的。满月斩，哐！一道银白色的闪光挡下了所有刺激。思念的刀刃上皱纹迅速变成了蓝色，竞技场内的空气一下子好像被凝结了一样。他的脚边更是起了一层霜，刀刃发出白色的寒气。要动真格的吗？正合我意。艾琳的眸子也变成了血红色，风之精灵在他的剑刃上翩翩起舞。下一招就要决定胜负了，周围人的心脏都快要提到了嗓子眼。台下的气氛组目不转睛地盯着竞技场上的动向，生怕错过任何精彩的瞬间。白鹤无双华，风华元武斩。停停停停！刀刃就要撞在一起的瞬间，陆成双突然出现在了2人的中间。2人反应不及，身体哐的一下撞在了一起。刚才不是说好的吗？点到为止。你们2个是打算拆了这里吗？不存在这个问题，竞技场内的结界会挡下所有攻击。起来，我们继续。思念还在兴头上，刚才的比试让他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跟对方的差距。主人，这个女人有点实力，我想跟她多玩一会。玩什么？不许玩了，回家去。说着，传送门开启，艾琳又被丢了回去。思念恶狠狠地盯着陆成双说道：小气的男人，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
办完正事，我开个盘口，让你俩打到尽兴。第105章，生与死之间，龙柱中的异象。真的，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思念终于感觉到了些许的满足。3天以后，众人来到了龙之柱的副本安全区。这里的安全区面积极大，除了高级的5星级酒店以外，这里还有拍卖行的营业处，有各个大公司开的专属酒店。魔都猎人协会在这里也有办事处。总的来讲，这个安全区集中了大部分魔都市的职能部门。平时这里的人流量很大，但他们都是为了办事，懒得跑才来到这个安全区的。还有一部分是外地的游客，全国7个国家级副本之一就在这里，而且跟其他6个不同。龙之柱你在副本外面就能看见，于是这里变成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地。陆成双一行人抵达的时候，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金正范走到协会的办事处。哎呀，金会长，什么风儿把您给吹来了？要办什么业务吗？给我一个申报单，我们要下副本。哦，好的啊。那个人突然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位刚上任的会长。金会长，你要下哪个副本，直接去那边办事处领就好了，何必大老远过来？刚说完，那个人突然反应过来了。金秘书，莫非你要开荒龙之柱？没错，帮我填上吧，后面这些就是我的队员。国家级副本要求40个人组队，那是因为40个人相对配置合理，成功率大，并非意味着只有40个人才能进去。对自己有信心的话，一个人下去也没问题。只不过那种纯找死的行为，协会一定会出手阻拦的。现在纯找死的人就是猎人协会的会长，一旁的办事员既不敢阻拦，也不敢就这么放他们下去。金会长，您要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旁边有酒吧，还挺不错的，进去喝2杯，睡一觉发泄一下就行了，何必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金正范眯眼笑了一下，说道：快帮我们申报吧，不然我今天进了酒吧，明天清醒过来，你的工作就没了。他不打算跟这个小爬虫废话，直接用恶人的方式威胁他就好了。即便他是个空壳会长，开除个接待员的权利还是有的。果然，那个人立刻给金正范拿来了几张表格。金会长，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您是一定要自己下去的，这旁边有摄像头都给您录下来了。另外，这个承诺书您自己签一下吧，出问题您自己负责。办好了手续之后，一行人来到了传送门口。金正范深吸了一口气，时隔7年，他终于还是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队伍，除了圣骑士陶倩和租来的思念以外，剩下的都是陆成双公司的人，这是他手头能调动的仅有的力量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如果咱们还能再出来，我一定不会忘记各位的付出的。走吧，金会长，别搞得跟诀别一样，下个副本而已。陆成双率先走了进去。传送门的亮光吸引了安全区里这些人的注意。你们看，有人进副本了。哎，真的，这是开荒团吧？怎么人这么少？刚才下去那个好像是刚来的那个会长，这是官方的团。官方的团怎么事先没有宣传啊？抖音上小道消息也没有，不应该是40个人吗？我数了一下，下去的才6个啊。哎，官方也没有钱了，凑不出这么多愿意送死的傻逼，这个国家快挂了。大漂亮咱就不说了，旁边的小本子都比我们阔绰，至少凑个40人的团是信手拈来，再这么下去，龙国迟早完蛋。有点能力的都润了，像我们这种没能力的才会在这里待着。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金正范何尝不明白这次任务的危险性有多大，但他默得选，哪怕有1/1000的成功率，他也要试一试。黑山市能否有未来，就在此一举了。传送的光芒亮起，金会长走了进去。等到眼前的白光消散之后，周围原本熟悉的景物都消失不见了。夜幕笼罩着残破的废墟，天空中看不见一颗星星。高架桥和周围的楼房已然变成了废墟，只有这根龙柱直挺挺地插在地面上。这个场景停留在了大灾变之后，魔都还未重建的时候。那边好像有人。苗万万抬手指着废墟，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准确地说，那是个尸体，而且看他的装束，这是个猎人的尸体。副本以内所有的东西即便死去都不会被腐蚀的，大多数情况死去猎人的尸体会被副本直接吞没，变成副本的能量。像这样子的直接放在外面的，连久经战阵的金正范都没见过。鸟看，陆成双发动了技能，视线被拉到了这片区域的上空。这么一看，他才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尸体不止一具，建筑物周围散落的全都是。粗略的计算下来，这里的尸体足足有几百具。除了猎人之外，尸体中还有些科研团队装束的。陆成双把看到的情况说给了金正范，他低头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找一具尸体查看一下，判断一下他们的死因。陆成双召唤出了迅捷蟹，迅速翻看着周围的几具尸体。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人死得异常的平静，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皮肤甚至还有弹性，感觉他们更像是睡着了，而不是死了。金正范走上去检查了一下他们的胸牌、随身物品什么的，发现这些人进来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大灾变初期一直到3年前最后一次开荒团的都有。喂，这个好像还有心跳。陶倩说道。什么？金正范赶忙上去查看情况，摸了一下研究员的脉搏，一看的确如此。副本里虽然东西不会腐败，但人类进来也是需要吃东西喝水的。这些人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活着，这是怎么做到的？此时陆成双摸着下巴思考，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这种情况在爸爸的笔记里出现过。第106章，降魔杵合龙柱，诡异的活人。想到了什么吗？思念站在他的身边，低声问道。陆成双摇了摇头，目前还不能确定，等一会看情况再说。另外一边，金正范蹲在了一个人的身边。老郑。他仔细翻看对方的身份牌，半晌之后才敢确认，这个人是郑武 S 级猎人，3年前龙之柱开荒团的领队之一，而且他还是这个团队里陶倩的师傅，对他来说犹如父亲般的存在。看到老相识之后，金会长马上把陶倩给叫了过来。他看到了郑武得脸之情绪瞬间失控，去世多年的师傅居然还活着，陶倩控制不住，拼命地摇晃着师傅的身体。师傅，醒醒！师傅，我是陶倩。但任凭陶倩如何呼唤，对方都没有回应。陆成双让迅捷蟹查看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发现情况几乎一致，只有少部分人失去了生命特征，他们的尸体上出现了啃咬过的痕迹，血液虽然已经干涸，但是伤口依然新鲜，可是周围也没有看到任何怪物的痕迹。这时候嗡的一声风鸣声，龙柱发出一道能量波动，陆成双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那朵莲花又亮起了淡绿色的光芒。他回头看了一下，金正范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手臂，这个副本跟古神有关，说不定能找到更多关于古神的线索。波动过后，原本地上那些尸体忽然动了起来。来了！陆成双喊了一声，几个人立刻摆好了战斗的架势。但令他意外的是，金正范和陶倩两人毫无反应，还蹲在那个人的身边。只见郑武缓缓坐起身来，扶着脑袋。我操！紧接着他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看着身旁的两个人。哎，小金，倩倩，你们两个人怎么进来的？众所周知，副本可以容纳多组人一起通关，但是这些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交集的，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平行时空里。当然，除了某些特殊手段，而且这些手段也不能保证100%成功。环顾一周之后，郑武突然反应过来了。难不成我们团灭了？通关失败了？不能吧？王建国呢？陆成双指了指手中的身份牌说道。您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不好意思，他好像已经没救了。刚才有啃咬痕迹的尸体，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叫王建国的，也是官方的 S 级猎人，看身份牌，他就是这支40人团队的队长。听到这个消息，郑武一脸震惊。什么？快带我过去，我来给他复活。没用了，时间太久了。啊？郑武好像还没反应过来。陶倩补充道。师傅，距离你们进入副本已经过去3年了，王队肯定是没救了。复活技能复活十字架，包括陆成双的灵魂石都无法复活死去太久的东西，死亡超过8小时基本就没救了。闻言，郑武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3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假死刚苏醒的人多少会出现一些记忆紊乱，但时间紧迫，陆成双没法照顾他的情绪。请问你最后一次有记忆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也记不太清了，只是觉得身体被什么东西给推了一下，然后看到了那个柱子发光，接着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现场陆陆续续有人从地上爬了起来，除了开荒团之外，还有更多的是之前科考队的人。陆成双挨个问了一遍，100个人花了他们几个一些时间。这里面的人分为3组，最久远的是第一组，异象发生之后进来的科考队和军人。原本他们这组人有30人，现在只剩下了7个。那个时候官方还没搞懂副本的规则，进来的人大多数是普通人，消失的也是他们，有猎人潜质的人都被留在了这里。第二组人是当时进来的前几波开荒团，人数从10人到30人不等，没有 S 级猎人，最高等级到 A 级，可能是因为不同时期的分级手法不同，那个年代还没有 S 级的说法。这些人总共78人，除了少量失踪和被啃咬之后的伤亡，大多数存活。接下来就是最后这批人，最近一次开荒团的成员。这批人有39人幸存，除了团长之外，所有人都活着，而且几组人之间都说自己根本没有见过对方。他们进来的时候，这里除了废墟什么也没有。总之，
人多力量大，我建议除了研究人员以外，这里所有的猎人都编入我们的团队。陶倩说道。但是陆成双挥了挥手说道：不行，除了我们几个，谁都不要加进来，尤其是你师傅。这话一出，现场一下子安静了。陆成双的话在他听起来十分刺耳。你说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陶倩走了2步，揪住陆成双的领子说道：小子，我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但羞辱我师傅的，我绝不原谅，给我道歉。放手！苗万万一下子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就在这个瞬间，陆成双发现这个姑娘有咬人的冲动。接着他在抬头的时候看到背后这些人身体周围有一圈透明的气息在缠绕着，这个气息的来源他看了一下，就是那个龙柱的底座。此时陶倩也觉得自己刚才冲动了，想上去继续跟陆成双说话，但是身后的苗万万死死地拦住了他。陆成双不顾周围的众人，走到了那个龙柱之下，他用手轻轻抚摸了那个铁皮外壳，瞬间他的胸口传来了灼烧般的痛楚，莲花亮了起来，刺眼的绿光把他的意识带离了身体。他感觉自己意识越升越高，俯瞰着整个区域，仔细看去，周围的人身上都缠绕着一层白气，只有自己的队友身上像是着了火一样，散发着橘红色的能量波动。这时牵引着他身体的力量慢慢消散，陆成双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龙珠的一角出现了一个金色红柄的降魔杵，白气就是从这里来的。第107章，你们已经死了。看到这里，他的意识一下子被拉回了身体。陆成双似乎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指引，他绕着柱子走到了后方，这里的铁皮剥落了，他可以看到这里面果然就跟传闻的一样，有7根小柱子，其中一根柱子上有一个莲花的符号，跟自己身上这个一模一样。符号的下方有一个小凹槽。与此同时，降魔杵发出微弱的光芒，似乎在给他提示。陆成双瞬间明白了，要把降魔杵放在这个上面才能启动机关，应该是通向副本下一个阶段的道路吧。陆成双围着柱子查看了一圈，然后又看着不远处的人群，这些白色的气就是降魔杵发出的能量，远处的那些人就是靠着气才能四处活动的。如果使用了降魔杵，他们就会立刻死去，或者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陆成双仔细思考，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刚才那几拨人都说自己没见过对方，他们进来之后不久就失去意识了，但是有一点很奇怪，他们对那些残破的尸体没有任何兴趣，好像他们像是某种装置一样，就应该出现在那里，哪怕是昔日的同伴。此时陶倩还沉浸在跟师傅重逢的喜悦之中，众人在商议着如何通关副本。身经百战的金正范好像也没察觉到这里的异样。还有一点大家都没注意到，副本里的怪物始终没有出现，人群之外的地方安静的出奇。陆成双的脑子里忽然划过一个不太好的想法，如果自己的猜想是对的，那么怪物已经出现了。他盯着人群扫视了一圈，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启了副本的第一个关卡。陆成双急忙打开面板，输入小队消息：所有人远离人群，到柱子这两边来。跟那些苏行者没有任何交集的思念，苗万万和秦璐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陆成双的身边。陶倩压根就没有看面板，而金正范虽然看见了，但好像还在跟那些人了解情况。紧接着他又输入了一条：你们2个快点过来，别让我上手段。金正范这才拉着陶倩一起跑了过来。从刚才开始，陶倩对陆成双的态度就没有好过，但毕竟是救命恩人，即便再不满意，他也不敢真做出什么过分的事。你们都没觉得奇怪吗？到现在为止一只怪也没出现。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金正范说道。我想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出一些迹象，但从我跟他们聊天的情况来说，这些人好像除了记忆出了些问题以外，并没有其他异常。进入副本之前发生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家人的信息、同事的信息都能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陆成双明白他的意思，他摆了摆手说道：金会长，你这是在给自己开脱，你想把这些东西当作正常人，于是才想方设法用各种证据证明这一点。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实是他们已经死了，死后也不得安宁，被副本利用做成了傀儡。陆成双指着那根降魔杵说道：怪物已经出现了，只是因为降魔杵能量的影响，他们恢复了一些原本的记忆。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他原本的位置上，眼前的这些人马上就会露出真面目。在陆成双的指引之下，金正范看到了柱子上的那个小洞，他也明白了过来，那些故交他原本的朋友师傅其实早就已经死了，只要把降魔杵放回这个位置，他们就会恢复原本的面貌。前几个团队在进入副本的时候，就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大范围变异，那些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人遭到了同伴的攻击。看到昔日的同伴，这些人难免会有些心慈手软。陆成双捡起降魔杵，走到了那个小洞洞旁边。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场景可能会有些刺激。金正范点了点头。
早晚都得来这么一遭的，开始吧。他又看向了陶倩，对方也冲他点了点头。陆成双猛地一下将降魔杵插了进去，嗡！一股澎湃的能量充满了龙柱，原本柱子里的黑气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但是由于降魔杵的能量全部都注入了柱子，外面的白气也消失不见了。原本那些看上去无比正常的人眼神起了变化。金正范、陶倩，过来，来我们这边吧，来体会一下古神带来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一员吧。郑武的表情变得有些扭曲，脸上挂着可怕的笑容。他周围那些研究员、猎人们跟他一样，脸上的表情逐渐扭曲，眼睛瞪得老大，朝着陆成双他们走了过来。主线任务：净化现场，杀死所有变异的人类。所有人的面板里同时收到了任务提示。陆成双用余光瞟了一眼金会长和陶倩，你们两个退后，这里我们来应付。这些人里面有他们的故交，亲如父亲一样的师傅，潜意识里他们不可能下死手的，但这种情况极为危险，哪怕一丝的犹豫都有团灭的风险。夜宵形态，秦鹿变身，然后对着前方释放技能。鬼蔓藤，忽的一阵烟雾，那些冲在最前面的猎人身上开出了花朵，都被定在了原地。哈哈，雕虫小技，面对古神的威能不值一提。郑武疯狂地笑道：驱散。圣光一闪，原本缠住那些人的鬼蔓藤全部枯萎消失。果然，对方保留了生前的职业技能和战斗习惯。要面对一个 S 级猎人，还有一大堆的 A 级猎人，这对任何一个团队来讲都是非常棘手的。毒蝎草，秦鹿再次释放技能，陆成双的周围长出了一层类似喇叭花的花朵，花朵朝着人群拼命喷吐毒物。凡是走进毒物的人，行动速度降低，并且附带麻痹效果。自然系德鲁伊有一大堆控制技能，圣骑士的驱散 CD 时间比较长，来不及解控。陆成双勾嘴笑道：说到底还是没有突破人类的范畴，大小姐，思念，随意输出。第108章，加入古神才是唯一的出路。奥数震爆，轰轰轰！现场紫色奥数能量爆炸，把人群炸出一个个缺口。-2198，-2208，-2198，伤害不高，因为对方生前也是猎人，而且他们身上至今还穿着装备。但是震爆让没有霸体技能的猎人东倒西歪，这一波是为了破坏对方阵型。大小姐，瞄准后排，尽量不要给他们输出空间。好嘞。陆成双召唤出了100只迅捷蟹，100只红蓝魔像给大家上了 buff。陶倩拿出长剑和盾牌，冲到了队伍的前方。热成风险，他的盾牌上爆发出一阵圣光，这个技能相当于战士的嘲讽，只不过是群体嘲讽。圣盾，神圣庇护所，真理光环，连续3个技能的加持，让陶倩的防御力大幅攀升。几十个近战职业围着他砍，他的血槽下降得十分缓慢，而且空档里还能够挥剑对敌人做出反击。这时候雨点般的钉刺从他们背后射了过来。-4638，-5182，-8000，自由机关枪打出了大量暴击效果，连续高额的暴击伤害让这一批迅捷蟹 OT 了。队伍中有些被挤在后面的人开始转身对着迅捷蟹疯狂劈砍，但迅捷蟹皮后功高，肉搏战中更是不落下风。变异的猎人开始出现伤亡，要么身首异处，要么身体被钉刺扎成漏勺子，现场残肢乱飞，鲜血犹如雨点般四处飞溅。不过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见过大场面的，已经麻木了。这时候站在后方的郑武说道：起来吧，我们都是古神的仆人，我们是不朽的。复活术，天空中裂开了一条缝，圣光落在那些被撕成碎片尸体上。很快他们又都爬了起来，并恢复了80%的血量。圣骑士可没有这种群体复活术，郑武已经被副本里的某些力量加强过了，照这么下去岂不是没完没了了？队伍后面那个圣骑士是关键。献祭，陆成双看准了一个快要耗尽血量的战士，施加了诅咒。战士被诅咒之火吞没，他的身体变成了一道传送门。嘎嘎嘎嘎，一阵令人牙齿发颤的尖叫传出，鲜血染红了大片地面。可血者出现，现场除了苗万万以外的所有都瞪大了眼睛，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可怕的生物。不过很快他们明白过来，这个东西是友军，是陆成双的召唤物。细想之后，这帮人变得更加吃惊了。恶魔无法作为召唤物，之前的那个恶魔女皇因为有奴隶契约，这勉强可以解释得通。可眼前这个红彤彤的家伙是货真价实的深渊恶魔，而且还是最好战、最没有理智的科学者。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一大堆的疑问终究还是没有问出口，化作了僵硬的表情凝固在他们几个人的脸上。苗万万倒是非常享受，他非常乐意看到别人因为陆成双的实力而吃惊的样子。
可薛者狂奔，冲向了郑武，绝对障壁。郑武发动了圣骑士最强的防御技能，金色的圣光笼罩着他的身体，持续1分钟的有效期内，他将会免疫 90% 的物理和魔法攻击。可薛者的大刀狠狠砍了下去，当，刀刃撞击到金身上之后，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当当当。可薛者拼命挥砍，攻击频率极快，根本不给郑武任何释放技能的时间。-2098， -2222，免疫 90% 之后还能打出2000多点的伤害。周围人暗自庆幸，这个东西还好是友军，如果是副本怪的话，他在这估计就要团灭了。尤其是陶倩，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更是脊背发凉。如果自己是主 T， 要拉住这样一个怪物的话，他该怎么做？然而很快他的思绪中断了，自己只觉得肾上腺素疯狂分泌，脑子里一片空白，耳边不停的有个声音在向他低语：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鲜血尽情杀戮。陶倩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挥剑朝着附近的猎人乱砍，释放技能也变得没有章法了起来。距离稍远的金正范正在用枪点射那些后排的射手，他这个位置刚好处在光环的影响范围之外。发现异样之后，他想冲过去让陶倩恢复理智。这时候他收到了陆成双的消息：不要过来，原地输出，千万不要 OT。陶倩是被我召唤物的 buff 影响了，近战值也没有办法，至少让队伍里的远程保持清醒，趁着正午没有办法释放技能，多清理掉一些小怪。大小姐，用奥数洪流控制交给秦鹿就够了。好。苗万万抬手，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1人多高的魔法阵，接着轰的一声，一道纯粹的紫色能量从他的手边射出。-5000， -4384， -5990。因为无限蓝加上 CD 时间缩短的 buff， 苗万万肆无忌惮地朝着人群中乱轰。虽然他等级不高，但是附加了火焰和真实伤害的奥数洪流依旧打出了非常可观的数值。召唤，陆成双召唤出了一条龙兽和20只迅捷蟹。可薛者的召唤时间快到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里，他消耗了正午1/8的血量，这还是开了绝对障壁的情况下。对正午而言，他不知道这个召唤物是有时间限制的，只知道等到自己金身消失就必死无疑了。于是他咬了咬牙，解除了金身，趁着可学者下一刀还没砍下来的时候，他往后撤了小半步，盾闪，砰，盾牌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嘎嘎嘎嘎，可学者一下子被致盲了。趁着这1秒钟的间隙，正午手中的剑放出耀眼的金光，他手腕一翻，狠狠地朝着可学者的脖子劈了过去。轰的一声巨响，地面被剑锋劈出一道裂痕。-19822，嘎嘎嘎嘎，可学者的脖子连同肩膀一起被劈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喷涌出，而这一击让他彻底愤怒了。恶魔是没有痛觉的，只要能量供应充足，伤口也能马上愈合。可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却开始慢慢消散，最终化成了点点火星。正午大笑着用剑指着陆成双：小子，你的力量很强，但是在古神的力量面如同蝼蚁一般，加入我们吧。第109章，干得漂亮。抱歉，你们这个样子太丑了，我没兴趣。陆成双话音刚落，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吼响彻云霄，支撑周围那些怪物的古神能量被驱散了。一瞬间，所有人好像都恢复了神智。啊，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了什么？小鸡，你怎么也进来了？领导不是让你在外面留守吗？王主任，王主任呢？我这是在哪儿啊？他们再次陷入了混乱。就算是刚才表现神勇的正午，现在也单膝跪地，喘着粗气。周遭的那些看不见的古神的能量也都消失不见了。但是陆成双明白，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副本里面到处都是这种力量，根本无法完全驱散。用不了多久，眼前这些正常人类又会变成刚才那种嗜血的怪物。趁现在杀了他们！陆成双大吼一声，被古神力量侵蚀过的身体坚硬无比，普通研究员甚至可以徒手撕碎人类的躯体，咬碎他们的骨头。即便用猎人的力量攻击他们，也要好几下才能毙命。力量被驱散以后，他们的身体强度恢复到了人类的水准。这个时候，他们是最脆弱的时候，而且处于可以被攻击的状态。金正范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举起双枪冲进了人群。抱歉了，昔日的同僚，过了这么久，你们应该安息了。华丽弹幕，双枪喷吐着火舌，朝着四面八方射击，一枪一个，枪枪爆头。金正范在他们还未感觉到痛苦之前，就送他们上路了。作为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志，这是他最后一点精力了。与此同时，陶倩召唤出了战马，战马冲锋，他直接冲到了自己师傅的面前，战马高高跃起，膝盖狠狠地顶到了正午的脸上。正在虚弱状态下的正午一下子被顶飞了出去。呀！
接着他飞身跳下马背，朝着对方身上一通输出，跳跃重斩、三连斩、蓄力重斩，一套组合技实实在在地砍在了郑武的身上，鲜血四溅，郑武的身体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下去了。可是陶倩大概自己也没发现，刚才的攻击完全避开了要害，一个暴击也没触发。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打出来的伤害还不如个学者顶着金身打出来的多。最后一招蓄力重斩直接被对方的盾牌给挡了下来。紧接着他看见郑武身上的伤口快速愈合了。我不是教过你吗？不要对敌人产生怜悯，尤其是在副本里。哐！郑武挥盾，猛地一下把陶倩给撞飞了出去。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啊！盾闪，砰！陶倩瞬间被致盲。糟了，绝对障壁！他赶紧撑起防御，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面对 S 级猎人，稍有不慎就会被秒了。虽然死不了，但面子上极难看。从一开始他的判断就是错的，如果不是陆成双警觉，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团灭了。现在再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身陷险境，再让陆成双出手的话，他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当当当，剑刃砍在了他的身上，速度很快，而且是大力沉。这就是 S 级和 A 级的差距吗？负923，负888，负982，伤害数值一个个从他的脑门上冒出来。没用的，绝对障壁的防御只能持续1分钟，时间一到就是你的死期。不过能够死在自己师傅的手上也算是你的运气了，哈哈哈哈！陶倩的脑袋飞速运转，现在该怎么办？完全找不到释放技能的空隙，就算盾闪这种瞬发技能，也必须先解除绝对障壁之后才能释放。可一旦解除防御，一瞬间他的身体就会被对方的剑刃给贯穿，死棋了。陶倩脑中划过一个想法，他现在需要别人支援，谁都好给他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候他的身后忽然响起了一冰冷的声音：双之舞！叮！刀刃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紧接着刷刷几声，郑武的背后被划出了长长的口子，鲜血在喷涌出来的一瞬间就因为寒气凝固了。陶倩抬头一看，来人正是思念。他处理完了那片区域的小怪之后就赶来支援了，然而一瞬间的呆滞让他错过了一个绝好的反击的机会。当当当当，思念填补了他的空隙，几刀砍了上去。卑鄙，你居然搞偷袭！少废话，跟怪物我没必要讲武德。怪物！砰的一声，郑武的身边爆发出一阵冲击，把思念给弹开。这里是我们的世界，如果不是你们入侵，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里的沉睡下去。是你们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居然还把我们称作怪物！人类真是脆弱又自大的动物。郑武抬起手，圣光落在了他的手上，他这是准备再次使用群体复活术了。思念眉头微皱，一道剑气砍了过去。刚准备释放技能的郑武被打断，盾闪。他喊出了技能名字，但是并未真的释放。思念和陶倩两人都被虚晃了一枪，短短的一瞬间，郑武完成了咏唱。突然，思念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圣印，审判！哐！圣印炸裂开来，溅起一片烟尘。疾风步！思念突到了他的脸跟前。三连斩！战士的基础招式，实用，伤害也很高，在红魔像的加持之下，附带了火焰和真实伤害。当当当，三刀都被郑武给挡开了，虽然造成了一些真实伤害，但是对圣骑士而言微乎其微。盾牌冲锋！郑武举盾猛地往前突进，一下子割开了思念的刀，他的身体露出了巨大的空档。结束了，人类，成为我们的一员吧！噗呲一声，鲜血四溅，思念面无表情地倒在了地上，雪白的脸颊上被大片的影红给打湿了。滴答滴答，豆大的血滴一颗颗滴在了他的脸上。干得漂亮！他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只见郑武的身体僵在了原地，长剑穿了他的心脏，从他的心口透了出来，鲜血一滴滴地顺着剑尖滴在思念的脸上。此刻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第110章，副本有自我意识。回忆的画面像是电影片段一样，一幕幕在陶倩的脑海中闪过。多年前，冀北省乡下的一间小破屋里，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正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他们瘦骨嶙峋，皮肤上沾的泥水和灰土已经让这些孩子看不出原本的肤色了。但此时，他们担心的不是下一顿要吃什么，而是等一会决定命运的一刻。哐的一声，门被重重的推开了，两个描龙画凤的壮汉带着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哥，你看看，男孩女孩都有，都是刚弄来的，背景绝对干净，官方查不到。中年人没说话，径直走到了他们身边，揪起小女生的脸，仔细观察了一番。我说，你们给他们打了多少药？眼神都涣散了，这价格可不能按之前的给你了。后面两人一听，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其中一个光头用胳膊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开口说道：“大哥，你这是要动手刀啊？这样不合规矩吧？”“规矩？我的规矩才是规矩。”男人一回头，周身释放出一阵金光，那两个瞪大了眼睛，一脸惊恐地喊道：“不好，他是条子！”话音刚落，只听见轰的一声，一柄巨剑从天空中落下，整个房子被削平了，那两个描龙画凤的哥们直接灰飞烟灭。他的身后有金光保护的孩子们则完好无损。中年人微笑着伸出手安慰道：“别怕，我是来救你们的。你看，这是我的证件。”小姑娘用那个脏兮兮的小手接过他的证件看了一下，然后没控制住啊的一声哭了出来，跟着周围的几年纪稍小的孩子也哭了出来。“哎呀，怎么哭了？哦，好了，不哭。”中年人用尽浑身解数想哄好他们，但完全没有用。直到组里的支援来到现场，那几个孩子才被其他警官领走。上司臭着脸走到了他面前：“郑武，你又擅自行动，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的目标是抓住他们，没让你直接砍死他们。现在线索全断了，后面的大鱼还怎么抓？”郑武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徐队，我没忍住。”过了许多天，徐队的办公室里：“你说什么？领养孩子？”郑武点了点头：“算是完成进出的一个心愿，可以吗，徐队？”闻言，徐队敲了敲桌子，叹了口气：“算了，我打电话跟院长那边说说，至于人家给不给你批，那就要看你表现了。”“是，谢谢徐队。”多日后，郑武领着一个小姑娘走出福利院。“对了，刚才忘记问你了，愿不愿意改个名字？”“改名字？”小女孩懵懂地看着他。“是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就是觉得一家人有3个姓有点奇怪，当然如果这个名字是你生父母给你的，就当我没说。”郑武摸了摸脑袋，心里想到：“我这个嘴，我真是服了。”不过小姑娘却笑着点了点头：“这件事院长奶奶已经跟我说过了。”而后，女孩子有了新名字陶倩，跟郑武的爱人陶静初同姓。从那以后，他们一家人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陶倩天资过人，每天下课之后都会跟郑武一起训练。18岁那年，他觉醒成了圣骑士，放弃了公司开出的高薪，决定跟师傅一样做一个官方猎人。对他来说，郑武既是父亲，又是师傅，又是他的榜样。而眼前这个人，陶倩眼含泪水，心中想到，眼前这个人只有师傅的躯壳。被利刃刺穿胸膛的郑武表情狰狞，瞪大了眼睛回头说道：“你这个逆徒，居然敢向为师举起刀刃！你应该加入我们，加入古神！”“闭嘴！”热泪夺眶而出，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你不是师傅，我师傅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陶倩的剑刃忽然发出耀眼的金光，天罚圣剑！嗡！剑刃发出悲鸣，金色的光束一下子把郑武的身体给吞没，光芒消散，郑武的身体被劈成了2半，然后变成星星点点的能量碎片，消失在了空中。哐！陶倩丢下了手中的剑盾，浑身无力坐在了地上，眼泪如同决堤的江水一般顺着他的脸颊不住地往下流。思念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他递上了自己手帕：“刚才时机抓得很好，亏你能看得出我给你的暗号。”从刚才观察陆成双的战斗，思念得出了结论：这些人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怪物，他们的战斗方法更接近于猎人，但是由于副本中的机制，他们也没法做出像猎人这么高自由度的事情，所以只要打出相应的伤害，一样会 OT。思念利用高爆发技能从背后偷袭郑武，最大限度的消耗他的血量，很快就让他放弃了对陶倩的最后一击，转而开始攻击思念。同为 S 级猎人，正面交战的话，圣骑士对冰霜武者还是很有优势的。血后防高，让冰霜武者这种高爆发职业很难打出暴击。而且思念是个脆皮，即便是专精防御的圣骑士，也能给他造成不小的杀伤，更不用说对方是被副本加强过的了。郑武的唯一弱点也是优势，就是他的身体没有脱离人类的范畴，攻击要害的话是可以做到一击必杀的。思念敏锐地观察到了陶倩的位置，同时把郑武的背后空档给陶倩亮出来，最后自己冒险卖了一个大破绽，陶倩也不负所望抓住了这个机会。两人之间没有配合过，全凭战斗直觉，足以说明这2个人都是1等1的高手。另外一边，陆成双他们也清理完了小怪，众人的面板上跳出一条提示：任务净化这片区域已完成，请玩家继续前进。嗡的一声，降魔杵发出了一道能量束，龙之柱一侧的地面忽然裂了开来，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地下通道入口。这时候思念他们也围了过来，看到陆成双站在入口前迟迟不肯下去，他开口问道：“怎么了？看出了什么？”陆成双点了点头：“我现在可以确定了，这个副本有自我意识。
第111章栖息之地。什么？众人有些吃惊。陆成双继解释道：“从我们进入副本开始，这里的环境就一直在给我们提示。”他指了指龙柱上的降魔杵，这个降魔杵散发出来的能量原本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它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共鸣声，指引我来到了龙柱这里，紧接着又让我看到了2股能量。陆成双看着不远处满地的尸体，把刚才自己所见所闻都说了一遍。在场的人立刻陷入了沉默。陆成双说的事情实在太过于离奇，什么自我意识副本，这根本就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哪怕对于金正范这个官方中层，他接触到的官方机密中从未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这是个新发现，但是放在这个地方又显得非常合理。毕竟国家级副本目前还无人通关。陆成双走到了龙柱旁边，查看降魔杵。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这个东西的名字变了。众人打开面板查看，果然如此。降魔杵的名字变成了大师的遗愿。这个就是我们副本通关的关键。说着，陆成双把它拔了出来，收进了储物空间。按照一般副本的机制，一旦把关键道具拔出来，眼前的通道就会消失不见。而现在这条地道依然还在，道具不仅仅是名字改变了，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同时，龙柱中的另外一股力量消失不见了，这里周围的区域空气不再像刚才那么压抑，陆成双胸口的莲花印记也不再发光。走吧，我们继续往前走。他挥了挥手，然后召唤出2只迅捷蟹在前面探路，自己随后跟了上去。众人顺着阶梯一直往下走，渐渐的周围原本暗淡的光消失不见了。光明术，苗万万释放了一个法术，等级提升以后，光明术的效果也比之前强了很多。但即便这样，光线也碰不到这个空间的边缘。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萤火虫一般渺小，在这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空洞中漫无目的的往前飞。大概走了半个小时，陆成双派出的迅捷蟹才回传了消息，再过10分钟咱们就走到底了。闻言，众人稍稍松了口气。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耳边忽然响起了阵阵低语。你们听见了吗？好像有什么声音。秦璐有些害怕，刚刚习惯了厮杀的他，现在又要接受这种未知的恐惧感。听见了，不要理会这个声音。思念说道，不要在意这些声音，更不要顺着声音去思考，否则你就回不来了。咦？为什么？思念的语气冰冷，弄得秦璐更紧张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原本虚无缥缈的声音，现在却好像有人趴在他耳边低语一样。说的话也从原本不知所云的呢喃，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话语。秦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黄小乔，跟我一起回家吧，院长妈妈正等着我们呢。回头啊，我在这里，在你后面。秦璐瞪着眼睛，抿着双唇，强制让自己不理会那个声音，继续往前走。但是很快他发现，那个声音再次传了过来，这一次还附带了画面。秦璐，你赶紧回来吧，院长妈妈快不行了，现在我们能指望的只有你了。只要你回来，一切都会好的。病房里，院长妈妈躺在床上，双眼迷离，脸上看不见一丝血色。周围福利院的孩子们趴在她的床边，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秦璐下意识地抬起手，想要抚摸院长妈妈脸颊，突然间她的身体猛地被什么东西给拽了一下，眼前的画面消失不见了。思念站在了她的身后，她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阶梯的边缘，只差一小步就会跌入脚下无尽的深渊。没信心的话可以抓住我，我们很快就要到了。闻言，秦璐红着脸低下了头，轻轻拽住了思念的袖子。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又过了10分钟，一行人终于看到了阶梯的尽头，漂浮在虚空之中有一小块陆地，这里矗立着一块牌坊。众人走到陆地上之后，面板里传来提示：栖息之地，主线任务，找到栖息之地的主人。陆成双抬头看见牌坊上的几个大字：如梦斋。等最后一人踏上这一小块陆地之后，后面的阶梯消失了。牌坊一边立柱上有着跟龙柱一样的小孔，他把大师的遗愿插了进去。嗡！整个空间微微震动了一下，周围的黑色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周围绿油油的一片田野。空中漂浮着数十座浮空岛，不远处隐约可以看见绵延起伏的山脉。最引人瞩目的是，这片田野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龙柱，形制、外观就跟外面那个一模一样，只是体积要大无数倍。龙柱的下边是一大片湖泊，而另外一端直冲云霄。众人抬头看去，根本看不见这个东西通向哪里。哦！这时候龙柱的下方传来了几声龙吼，轰的一声，湖水中窜出一律100两条龙，它们绕着龙柱以极快的速度冲进了云层里。众人都被这一奇观给震撼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普通的副本根本看不见这种风景。远处有一队人马朝着陆成双这边过来，领头的那人骑着一条水麒麟，
后边的人坐骑全部都是白色的骏马。一行人在距离陆成双他们10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外来者，这里是龙族栖息休养的禁地，擅自闯入便是死罪，你们速速退去吧。陆成双对他使用了探查技能。人物高宠，等级职业麒麟校尉，生命值75万。这个叫高宠的头像框是个精英怪，血量也算是标准的精英怪血量，不过看他手上的那把大枪，这个人应该是个高爆发输出。后面的骑士们血量都在10万上下，算不上硬，但是人数众多。陆成双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一座巨大浮空岛上传来澎湃的能量波动，他们要找到主人，或许就在那上面。第112章污染，速速退回去，别逼我动手。高宠提起手中的长枪指着陆成双，枪尖开始汇聚能量。在场的众人都做好了准备，看着后面那些装备精良的骑士，他们心里都开始犯嘀咕，这将会是一场恶战。思念站在了秦璐的身边，低声说道：等会尽量跟在我身后，距离3米左右，不要离太远，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是，我知道了。在场的所有人以陆成双为中心展开战斗队形。在场的众人里只有陆成双一人感觉到奇怪，高宠的嘴里虽然说着这样的话，但是从他的身上感觉不到一丝杀气，跟一般怪物那种暴虐的气息完全不一样，更像是被逼无奈说出来的话。陆成双摆了摆手，让他身后的众人不要紧张，解除戒备，接着开口说道：将军，我们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我们是受人之托来到此地的。所为何事？我也不清楚，只是被那个前辈指引到了这个地方。随即陆成双拿出降魔杵，高宠一惊，迅速收起了长枪，翻身下来走到了陆成双的面前。降魔杵中的能量波动让他又惊又喜，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找了好久了，多谢各位贵客的帮助，今日才能失而复得，请把它交给我，之后我们会设宴款待的。高宠正准备伸手拿的时候，陆成双突然往后撤了2步。抱歉将军，这件东西太过于重要，我不能随便就这么交给你，请让我们当面交给你们的长老。说着，陆成双看了一下天空中那座浮空岛。高宠叹了口气说道：抱歉，你们是外人，职责所在，我不能让你们就这样进去。说着他又亮出了长枪，身后的骑士们准备朝着陆成双冲锋。可就在这个时候，轰隆一声闷雷似的巨响从远处传来，陆成双顿时感觉到胸口一阵钻心的疼痛。这次感应如此强烈，他甚至不自觉地弓了一下身子，印记发出绿色的光芒，胸口那个莲花的纹身再也无法遮挡。高宠脸色大变，你居然是他们的人，被污染者，杀了他们！骑士们将绳一勒，朝着他们冲了过来。这一战在所难免了。艾琳，嗡的一声，陆成双的身后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传送门，艾琳和恶魔骑士团冲进了战场。这一出不管是队友还是眼前的高宠都没有想到，哐的一声，2队人马狠狠撞在了一起，霎时间金属撞击声、刀刃碰撞声混作一团。双方同时使用了强势冲锋，陆成双的身后，他的队友们完全成了看电影的，完全不需要插手了。苗万万挨个欣赏他们的吃惊脸，尤其是金正范和陶倩，这2人久经战阵，他们从未想过猎人居然还能有如此手段。高手的战斗他不是没有见过，他们没有一个能像陆成双这样正面硬刚的。一时间他竟然分不出谁才是怪物。双方的战斗证明了陆成双刚才的猜测，身后的这些白马骑士就是高宠的召唤物。对付召唤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与召唤物纠缠，直接杀了对方就能解决问题。水牢，高宠给自己的麒麟下达了指令。霎时间，陆成双周围出现了水墙，隔开了他跟自己的队伍。高宠提枪冲进了水牢，准备单杀陆成双。因为麒麟校尉有着高额的近身攻击能力，只要近身，他能够确定陆成双肯定会被秒杀的。被污染者，去死吧！高宠提着枪直刺陆成双的咽喉，嗡的一下，枪尖被魔法屏障挡了下来，一串灰色的数字冒了出来，-10232。高宠愣了一下，他是真没想到法师的手段对方也会。陆成双勾嘴一笑，对方上套了。水牢能够完全隔绝自己和外部的联系，自己的队友不管是进来还是用魔法给他加增益都办不到。但同时这个招数也只能容纳高宠一人进来。他看得出对方心里是有绝对把握击杀自己的，可是他忽略了一点，身为召唤师，高宠自己也是弱点，想要杀死自己，你就要做好被杀的觉悟。压之笛，嘟嘟嘟，陆成双吹响了笛子，声音悠扬动听。哼，没有用的，在水牢里面任何支援都进不来，这里的空间已经被我给阻断了。死心吧，被污染者！你有没有想过，
支援是从另外一个空间里进来的呢？陆成双刚说完，水牢里就飘落下一片黑色的羽毛。精准射击，嗖的一声，利剑破空，直冲着对方的心口而去。高宠微微抬高了枪柄，当，利剑狠狠地定在了枪柄上，势大力沉的一剑让他身体控制不住，往后退了几步。好久不见了，哈登，最近过得好吗？托你的福，双精灵已经找到了世外桃源，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陆成双点了点头，处理掉眼前这个人，剩下的我们出去再说。连续射击，嗖嗖嗖，利剑像雨点般射向了对方。高宠旋转长枪抵挡住了大部分。负3234，负3233，负3453，但实在太多了，他不可能全部都挡下来。扎在他身上的剑虽然伤害不高，但是却让他做出抵挡动作之后动弹不得。而且最要命的是，他要应付对手可不止这一个。献祭，厄运降临，生命虹吸，负14832，负19843，负19232，负9232，一大串高额的伤害从他的头顶冒了出来，并且献祭伴随的法力燃烧正在快速抽干对方的法力值。但是地狱之主的诅咒都属于持续瞬发伤害，并没有高额的爆发，所以高宠的仇恨值还是被牢牢地吸在哈登的身上。眼见他的血量就要见底了，高宠的周身被水球包围，所有箭矢都被挡在了外面。水龙枪，唰的一声，一道绿色的光芒闪过，水柱从他的枪尖喷了出来。哈登一个侧翻，勉强躲过了这一击，但身体也失去平衡倒地。这时候水牢消失了，外面的那只水麒麟朝着高宠狂奔而来，周围那些原本正在厮杀的骑士也都化作水滴融合进了高宠的水球里。第113章大结局。最终陆成双凭借一己之力击杀了高宠，得到了去往占星台的钥匙。众人一路杀向了占星台，在上面见到了栖息之地的主人。主人告诉了他们关于栖息之地的秘密。原来龙国最后的龙族修行的就在魔都的那个柱子下面，但是由于人口膨胀，城市扩张，龙族的栖息地被一再侵占。延安路修高架的时候，龙族不打算再退让了，因为这块地是通往天界的最后一块占星台，如果失去它，在龙国境内修行的龙族都将无法飞升。两族互不相让，最后龙族的长老决定给这些骄傲的人类一点教训，如果继续在他们的栖息地打地基，他们就打算发大水淹了这座城市。危急时刻，人类中的大能出手了。真禅大师用自己血肉和元神将龙族的栖息地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并且把占星台也一起搬了过来。龙族可以通过甬道从龙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栖息之地，这里被大师的元神加强过，灵气非常充沛。原本以为这里以后就会成为龙族的栖息地，但是充沛的灵气引来了古神的注意。很多年前开始，古神的力量就慢慢侵蚀这个地方。众人领取了任务，清除了古神的污染，让这片栖息地恢复了原本的样子。在清除这些污染的过程中，陆成双得到了古神的残念，并且一片残念对应着毁灭与众生之神，也就是给他留下印记的那个古神。他的意识一下子被拉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毁灭与众生之神给了他一个机会，希望陆成双能够做自己的仆从，但陆成双不按套路出牌，直接跟对方开战。虽然只是一片古神的残影，但他的力量也不是一般人类可以比拟的。双方大战，最后靠着艾琳争取来的机会，陆成双勉强击杀了对方。交手之后，古神之力被他给驯服了。陆成双成为了蓝星上第一个驯服了古神之力的触神者。恢复了意识之后，陆成双把降魔杵交给长老，可是长老却说这里的力量已经十分稀薄，希望陆成双带着他去一个特殊的地方充能。那个地方就是著名的龙华寺。栖息之地有传送门，可以直接通往这个寺院。清理完寺院的鬼物之后，陆成双一行人完成了充能，根据任务提示，还将寺院里的游荡的鬼物全部超度。回到了栖息之地后，陆成双将降魔杵放回了祭坛。这时候真禅大师的虚影出现，跟众人对话，并且发布了一个可选任务，那就是通关龙国境内几个秘境副本，重新打通灵脉网，让真龙之力再次降临龙国。众人没想到这个系列任务居然还可以改变龙国的国运，陆成双想都没想就接了下来。首通国家级副本的播报传遍全国，陆成双的名字终于变得家喻户晓。之后他先是回到了黑山市，处理掉了孙德胜和祁东环，接着顺着这条线处理掉了大漂亮在龙国的部下的间谍网络，而后通关了这几个副本，开启了国战的新篇章。陆成双的名字从那以后为龙国所有人铭记。